往日里，骆剑清尊师敬长，向来对众位师伯非常有礼，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再一味退让。留下这些话后，他行了一礼，接着转身便走。大殿上的浩星子尊者正瞠目结舌呢，还没回过神来，骆剑清便飞身离开了苍霜峰。一回到玉霄峰，骆剑清心中还有些忐忑，毕竟那可是掌门师伯，他竟然对掌门师伯十分无礼，并且自作主张的决定了离开太华山出去历练的事情。然而等骆剑清回到玉霄峰后，玄灵子却仿佛早已知晓。玄灵子问道：想出去了？骆剑清心里一紧，随即又胆大起来，是，你也要和我一起出去？玄灵子蹙眉问道：为什么为师要和你一起出去？骆剑清低低一笑，冷不丁的凑上前去，惊得玄灵子倒退半步。清风朗月下，一个俊美清逸的青年微微勾起唇角，目光瞪尽清澈，宛若仙人一般雅致出尘，但说出来的话却十分霸道，因为我要你和我一起出去，你就得和我一起出去。所以无因，你出去不出去？望着眼前的青年，玄灵子瞳孔微颤，心也漏跳了一拍。良久，他轻轻颔首，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好，我们出去。3日后，骆剑清和玄灵子一起离开。人族与妖族的契约已经被玄灵子私自撕毁，魔尊那边并未传来任何意见，仿佛根本不知道似的，但妖族那儿竟然也没有动静。以断魂宗为代表的宗门士家本想对玄灵子兴师问罪，然而那一日玄灵子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大，令他们短时间内不敢来犯。这3天里，浩星子尊者也亲自来了玉霄峰，关心骆剑清的身体情况。毕竟是修炼了2000多年的大能，浩星子尊者不可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歉意，但是他已经做出了一个表率。在他离开时，玄灵子穿着一身白衣长袍，送他到了竹林前，淡然道：师兄，我太华山身为正道之首，为天下苍生操劳数万年，但这并非在说我太华山就可以任人拿捏。3万年前的太华山无人敢犯，如今的太华山更是如此。浩星子尊者愣了半晌，接着叹气道：其实你此番直接撕毁契约，也未必是坏事。玄灵子颔首。两人又说了一会儿，浩星子尊者便转身离开。如同骆剑清所说的一样，他们师徒2人只在玉霄峰上休整3天，旋即离开。骆剑清离开时，特意请左云墨帮自己传递一个消息给佛子，让佛子帮忙寻找一下莫秋。莫秋的身份实在太特殊，骆剑清一时也无法联系他，只能请知情的佛子帮忙。佛子住在岑州，与魔域接壤，如果连他也无法联系到莫秋，那可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找莫秋，只是因为骆剑清决定动身前往极北之地一趟，寻找墨家先祖的尸骨和遗物。玄天大陆的几大险地，极北之地绝对算是其中最为危险的一个。金丹期以下修士前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若是在边缘，金丹期修士还能勉强自保，有30%可能性出来。若是在其核心地方，连玄灵子都不敢保证一定没有危险。但是这极北之地却是非去不可。骆剑清在太华山的时候，特意去浩明峰了解了一下，李修尘这几年一直在浩明峰上修炼，没怎么外出。他时不时的去碧堪峰找一找慕若荣，人家慕若荣毕竟和他有过一番渊源，不好直接回绝。于是慕若荣就见了李修尘1-2次，谁料以后李修尘竟然以为慕若荣也对他有意思，经常去碧参峰探望。等到最近魏琼英回来后，听说到这个情况，他直接抱剑走到慕若荣的洞府前，看着那还在纠缠着的李修尘。魏琼英二话不说，拔剑便刺，剑指李修尘的喉咙。黑衣女修面无表情，语气冰冷的说道：再来碧参峰，死！李修尘吓得赶紧离开。虽说魏琼英对李修尘没什么好感，但是许多碧参峰的弟子也不是那般厌恶于他。那位李师弟听说是浩明峰这几年比较知名的人物了，年纪轻轻就已经快要达到金丹期了，尤其是最近1-2年修炼的异常快。听闻他并没有根骨，却也能修炼如此迅速，
实在是太厉害了。是啊，虽然那李师弟有些地方颇为诡异，但应当也不是坏人。是的，李修臣的修为以不正常的速度在疯狂增长着。这个疯狂只是相对于李修臣的根骨来说，与骆剑清相比，他几乎就没进步。骆剑清发现李修臣的修炼速度竟然比上辈子还要快，他不禁联想到之前总是阻拦自己击杀李修臣的天道，莫非天道还打算让李修臣得到更多的便宜吗？这个问题无人能解。不过在辞别芥子卓时，骆剑清却随口说了一句：“同门师兄弟，我等自当好生照顾。”然而四师弟，若是有谁胆敢纠缠女弟子，此等过错自当不可轻饶。芥子卓一时没听懂骆剑清的话，等骆剑清去拜访广灵子尊者时，又听骆剑清隐晦的说道：“师伯，此番弟子与师傅离开太华山，恐怕得去一段时日。身为大师兄，无法照料到太华山的事务，是弟子失职了。”广灵子尊者豪迈一笑，一挥大手：“哪里的话，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剑清。”骆剑清仍旧说道：“弟子仍觉得有所失职。”广灵子尊者虽说性情豪放，不拘小节，但也不是个愚蠢的人。见状，他很快明白骆剑清是有事要说，于是哈哈笑道：“你要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剑清，师伯难道还会欺压你不成？”骆剑清拱手行礼道：“那弟子便直说了。昨日听三师妹说，浩明峰上有人3天2头的去避参风，总是骚扰。”顿了顿，骆剑清面不改色的继续说道：“总是寻找一位师妹。”一旁的芥子卓睁大眼睛，惊叹的看着自家风神俊朗的大师兄。什么叫说话的艺术？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大师兄简直太神了，指责都不指责完全，就说一半，任你想象。叔弟，芥子卓便想起刚才骆剑清对自己说的话，他立刻上前一步，厉声道：“师父，大师兄说的不错，却有此事。弟子正想与您请命，好好惩罚那位不合理法的弟子。”广灵子虽然往日里总是对芥子卓拳打拳打脚踢，但事实上却非常疼爱这个弟子。见着骆剑清和芥子卓的模样，他心里已经有了点底，知道他们是在针对哪个弟子。不过广灵子却没阻拦，一个是自己最心爱的嫡传大弟子，一个是玄灵子师弟的关门弟子，玉霄峰后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自然得好好惩罚，让他们也不敢说谎。广灵子摆摆手道：“随你处置，这种小事不用你家师傅操心了吧？”芥子卓嘿嘿一笑。骆剑清潇洒离去，不带走一丝云彩，而芥子卓却磨刀霍霍向李修臣，当天晚上就把李修臣罚到训诫门跪着撕过了。那是义正言辞，理直气壮，你屡次3番骚扰同门师妹，逼得三师姐亲自出手教训你，你还不知错？李修臣反驳道：“我与穆师妹是旧相识，我没有骚扰她。”芥子卓一拍大腿，呵斥道：“还敢狡辩？”李修臣又辩解了许久，芥子卓淡淡的看他一眼，说道：“你最近几年修炼速度是快，得到师傅的重视，但是李修臣，这并不是你可以骚扰师妹的资本。无需多言，给我滚！”等到广灵子尊者听说芥子卓要教训的弟子居然是自己比较重视的李修臣后，他瞪大了铜铃般的牛眼，惊愕的问道：“你就这么不喜欢你那李师弟？”芥子卓嘴角一撇，八字不合，相看生厌。广灵子尊者本想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弟子，但又想起这些年来芥子卓在自己跟前的冷淡，他心中一软，无奈道：“算了，别把人家欺负太狠了，那毕竟是你的师弟。”芥子卓哼了一声，这才满意的扬长而去，空留广灵子尊者哭笑不得的看着他的背影。这些事情骆剑清一概不知，但是他知道自家四师弟肯定不会让李修臣好过。上辈子芥子卓就不怎么喜欢那个李修臣，这辈子更是看他哪里都不顺眼。在骆剑清上辈子死之前，曾经听说在太华山上李修臣大放光彩，被众多师弟师妹崇敬。当时已逝的二师弟左云墨和六师弟修恒便不用说了，三师妹魏琼英闭关不出，
五师弟火鱼冲前新驯兽，小师妹穆天心更是早已与李修臣在一起。骆剑清没听说过芥子卓的情况，但是想来肯定也过得不好。毕竟芥子卓一直相信自己没做那些事，不断的为他到处奔波，想要还他一个清白。李修臣肯定不喜欢芥子卓。离开太华山前，骆剑清又去了一趟玉霄峰的禁地。九莲尊者的本命灯仍旧只有2点火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不过流域江上的9朵青莲倒是没有之前那么枯萎败落，显得有了点生机。骆剑清知道清君应该已经听不到自己的话了，却仍旧走到高台前，笑着说道：“此次去极北之地，不知能否找到莫清前辈的尸骨？若是真能找到，我定当将他带来这里。”青莲本命灯依旧平静，仿佛没有听见骆剑清的话。骆剑清也没有再多想，他转身与玄灵子一起离开。很快师徒二人便出了太华山。太华山位于玄天大陆的中央，这一次骆剑清与玄灵子的目的地是极北之地。于是一出山门，两人便往正北方向飞去。等远远看到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小镇后，两人才一起在郊外停下。玄灵子伸手在骆剑清的额间一抹，那朵5瓣青莲剑纹便瞬间消失。他说，极北之地之所以被称为险地，是因为每隔10年，那里都会出现一次疯狂可怕的沙尘风暴，持续整整1年。剑清，半年前那里才开始沙尘风暴，我们不需要着急前去。极北之地的沙尘风暴，骆剑清自然知道，而且这沙尘风暴可不是普通的风沙。风沙已经聚集了天地间的一丝法则真意，每一粒细小的沙石都如同金丹期修士的全力一击，甚至厉害的风沙能够媲美合体期修士的攻击。这还只是一粒沙子，当这些沙子铺天盖地过来时，连玄灵子都有危险。骆剑清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如放慢脚步，沿路行走吧。”师父，以前我曾经听佛子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入红尘，又怎么脱离红尘？我很少会在俗世行走，我想我们可以掩藏修为，就做一对普通的。声音戛然而止，骆剑清勾起唇角，做一对普通的夫妻好了。片刻后，玄灵子问道：“刚才是为师听错了？”骆剑清淡定的说道：“我说我们装作一对普通夫妻好了。”玄灵子点点头，果然听错了。到了镇子入口处时，骆剑清十分不满的轻哼一声，接过玄灵子递过来的易容丹。骆剑清就算再胆大包天，也不敢真的让自家师傅换上女装，而他自己也不想穿女装，所以只能老老实实的扮演一对兄弟。两人的外貌都较为出色，玄灵子尤其强调骆剑清一定要更改相貌，否则这一路必然很不方便。骆剑清调笑道：“师傅，弟子不明白，为什么弟子一定要吃这易容丹？”说着，骆剑清还将脸凑了过去，一脸无辜的望着自家师傅。轰！玄灵子耳尖血红，他将骆剑清推远，道：“吃。”骆剑清低笑着吃下易容丹，见他真的吃下后，玄灵子才吃下自己的易容丹。不过多时，一对清俊秀朗的年轻人便出现在太华山外100里处的小镇上。即使吃了易容丹，也无法改变两人周身清雅出尘的气质。一路上，不少人都在悄悄地打量这一对陌生人。等到二人进了镇子上唯一的客栈后，掌柜打量着他们，小声问道：“二位可是修士？”骆剑清一愣，问道：“你知道修士？”在大多数凡人的眼中，他们都认为修士等同于仙人，就算是炼气期的修士，那也是仙人。只有一些达官显贵和王公贵族知道，修士不过是修炼者，实力比较强大而已。这掌柜应声道：“我们这个小镇就在定海派的管区内，小的去年还曾经见过一位定海派的修士。每隔3年，定海派都会来这里收取一些钱财，当做保护费，所以镇上人大多了解一些修士的事情。”闻言，骆剑清微微蹙眉，问道：“保护费？”掌柜点头：“是保护费。”说话间语气坦荡，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原本骆剑清还想问他为什么会有保护费，但是玄灵子却出声道：“为我等开一间上房。”
掌柜立即应下，给出了一把钥匙。骆剑清进了屋子后，问道：“我从未听说过这世上有保护费的说法，师傅，你有听说过吗？”修真界与外界向来泾渭分明，那些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我们为什么要钱财？玄灵子挥袖在屋外布下一道结界，说道：“为师也不知。”骆剑清又问：“那你刚才为何阻止我询问那个掌柜？”玄灵子抬眸看向自家徒弟，眼中流出一丝无奈和宠溺。你也见到，那掌柜并未察觉出什么不对，甚至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中必有缘由。剑清，你需要谋定行事。虽然这小镇离太华山不过100里距离，但是太华山周围的小镇数不胜数，这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罢了。就算是那定海派，骆剑清都没听说过，估计是个不入流的小门派。当天晚上，骆剑清便想出去探寻一下定海派的事情。玄灵子与他一起去，骆剑清笑道：“师傅，这不过是一个小门派，你不用和我一起去，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玄灵子却望他，问道：“你没有修为，不怕出现意外？”骆剑清闻言一愣：“我什么时候没有修为了？”玄灵子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现在。”骆剑清刚想运转起周身灵力，却发现身体里的灵力仿佛被什么东西锁定在每一道经脉处，不要说使用了，连运转都几乎不可能。偏偏那些封锁住灵力的力量十分精妙，可以让外界的灵气进入，允许骆剑清修炼，却不允许他使用。这下子骆剑清恍然大悟，他脸色一黑，只听玄灵子淡淡道：“既然想要入世，那便真正的入世吧。剑清，这一趟极北之地之行，若不是发生必须使用灵力的事件，为师都会约束你，让你真正感受一下红尘，也算是一场历练。”听了这话，骆剑清原本想斥责，却又老老实实的吞进肚子里。玄灵子说的没错，他们这一趟去极北之地，有足足数十万里的距离，中间隔了一整个飞花宗，甚至还有4、5个凡人国家。若是还使用灵力，那算什么踏入红尘？能够有一个玄灵子为自己压制修为，这是其他人没有的优势。想到这，骆剑清便点点头，算是同意了。见状，玄灵子稍稍松了口气，伸手拉住了骆剑清。两人十指紧缠，骆剑清微微怔住，刚回手，便见月光下，玄灵子轻轻一笑，那番相貌即使吃下易容丹，更改了3分，都雅俊至极。为师也与你一起封锁灵力，当一个普通凡人。茫茫夜色中，2道黑色身影飞快地穿梭在小镇上，脚尖点地，落地无声。两人如同妖魅，速度极快，恍若刮过一阵清风，刚想看清，便又没了身影。即使没了修为，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肉身力量也不是普通凡人可以匹敌的。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寂静的小镇，按照白日里骆剑清打探到的方位，迅速的往东南方而去。大约又行走了足足30里，玄灵子忽然拉住骆剑清，道：“有阵法了。”骆剑清警惕地停下脚步，收敛住自己的气息。若是在平日，两人根本不用管这种普通的小阵法，就算他们大摇大摆的走过去，布置阵法的人也觉得发现不了异常。然而这一次，玄灵子却是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几颗石子。玄灵子说：“剑清，你并不擅长阵法，也不擅长炼丹和炼气。如今还有为师可以为你炼丹炼气，但为师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此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最简陋的1级阵法，你便拿它试手，先修炼自己的阵法。”将手中的小石子放入骆剑清的掌心，玄灵子道：“剑清，用这些石子破阵吧。”骆剑清笑着应下。骆剑清很少会穿黑色的衣衫，但是这次为了夜里刺探，他不得不换上黑色衣袍。纯黑色的束腰劲装衬托的青年肤若白玉，这样一番绝世相貌，经过易容丹的改变后，已经平庸了3分，却仍旧俊美的灿若星辰，令人移不开眼。清冷月光下，骆剑清小心翼翼的行走着，将石子一个个按在地上。玄灵子站在一旁望着他，目光温柔和煦，
仿佛大海一般深邃。骆剑清这次要做的事情远比破坏阵法困难许多，他不能让别人察觉到阵法的改变，却要让自己和玄灵子能够突破阵法。玄灵子之前说的没错，骆剑清在炼气、炼丹、阵法这些奇门八卦上都不大擅长，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大能都至少有一技之长。比如玄灵子极擅长炼丹，魔尊极擅长炼气。虽然他们不是天下最顶尖的炼丹、炼气大师，却也是赫赫有名。而且有件事，玄灵子不说，骆剑清也十分惭愧，玉霄峰每任峰主都是全能型人才，会炼气，会炼丹，会阵法，会画符箓，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东西，他们都会。相比于自家完美的师傅，骆剑清此刻还差得太多。大约过了3刻钟时间后，骆剑清将最后一颗小石子按下，耳边仿佛响起了微弱的锁乐契合声。骆剑清笑着回身看向自家师傅，道：成了。玄灵子大步跨入了阵法，道：时间花的久了一点，接下来继续。骆剑清错愕地问道：什么继续？玄灵子拉着自家徒儿往前又走了1里地，接着停下脚步，俯身又捡起了一些石子，笑道：剑清，继续吧。一整个晚上，骆剑清都在勤劳刻苦的弯腰解阵法。虽说他不擅长阵法，可这个定海派的阵法实在太过简陋，把他们称为一级阵法，都是在侮辱一级阵法这个等级。骆剑清仅仅是用石子就破开了8道阵法，连一丝灵力都没用上。等到终于解开最后一道阵法后，骆剑清抬眸睨了玄灵子一眼，道：师傅，你欺负弟子。玄灵子讶异的看他，骆剑轻轻哼一声，道：等以后再收拾你。等等，我家徒儿的画风好像不大对。师徒2人继续向前，不过再行了几里地，便见到一座矮小的山峰。这山并不高，上面稀稀落落的建了几栋屋子。骆剑清见状，转手与玄灵子对视一眼，道：竟然连一个筑基期修士也没有。玄灵子也渐渐严肃起来，3个炼气9层，1个炼气6层，还有9个炼气低阶的修士。虽然骆剑清和玄灵子压制了修为，可是他们的气息也绝对不是这些地阶修士可以察觉出来的。正相反，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对方的修为，只是骆剑清十分困惑，从没听说过有金丹期以下的修士可以开山立派的。难道这定海派不会被其他门派吞并？玄灵子皱眉思索了片刻，没有吭声。2人悄悄地前进定海派所在的山峰，他们直接从大门进去，却没有人察觉。骆剑清走在前面，玄灵子便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到了第1栋屋子前，2人根本还没动作，忽然便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阵柔媚酥麻的呻吟声。师傅，用力！师傅，师傅，奴家承受不住了啊！你这小妖精，为师今日必然要你哭着求饶。骆剑清有想过，这个所谓的定海派可能会是一群心思不正的旁门修士，甚至可能是由一群魔修组成，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定海派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房屋里，男修和女修还在做着那种事，2人的粗话一句句的往外飘，说的是粗鄙不堪，居然不比骆剑清当初在狱都听到的好多少。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算了，那2个人还是师徒，那2个人的姿势还非常多样。骆剑清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带着玄灵子离开，而玄灵子的第一反应则是：你为什么封住了我的听觉和视觉？骆剑清毫无顾忌的大喊出声，他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话会不会被别人听见，实在是因为玄灵子竟然直截了当的封住了他的视觉和听觉，让他短时间内看不到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做的也未免太绝了，和玄灵子比起来，玉清子尊者当初用手遮挡骆剑清眼睛的行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骆剑清恼怒的抓住了玄灵子的袖子，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玄灵子到底在做什么，于是他直接威胁道：吴音，你要再敢这样欺负我，信不信我直接动手欺师灭祖了？下一刻，光明和声音再次回到耳中。骆剑清一抬眼，便见玄灵子耳尖通红，将视线移到一边。
骆剑清见状也不理他，本想翻手取出双符剑，让对方再也不敢凭借高修为就欺负自己，谁料自己浑身灵力都被压制住了，根本取不出剑。沉默了片刻后，骆剑清冷声道：“你就想自己看，不给我看是吗？”玄灵子没有。骆剑清嘴角一抽：“你有？你想自己一个人看这种东西？”心虚的玄灵子忽然想起了那本放在书架上的书，立即没有回话。见着他这番模样，骆剑清便以为玄灵子是承认了，他心里又是感到郁闷，又是觉得好笑。自家师傅居然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真是一点都不像他。但是一想到自从和自己在一起后，玄灵子改变颇多，和以前有许多不同，骆剑清又觉得有些心软。算了，这个人就是喜欢拿师傅的身份来压制自己，等以后自己修为高了后，早晚要把这些一个个地报应回来。不过封住听觉和视觉实在是太奇怪了，假设在做那种事的时候封住，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骆剑清脸颊一红，清俊秀朗的脸庞上全是羞意。他道：“无因，我从未想过你竟然会是这样的人。”玄灵子接着二话不说，骆剑清踹门便入，兴师问罪起来：“你们便是定海派的人？”骆剑清突如其来的闯入，让屋子里正在颠鸾倒凤的师徒二人惊慌失措。那年长些的男修直接萎了，女修则是愣了好一会儿，接着赶紧拿被子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待他在看清骆剑清的相貌时，却是心神微动，悄悄的送了个媚眼过去，还刻意拉低了一点遮挡住身体的被子。骆剑清并未注意到这一幕，但随后进屋的玄灵子却将其看得一清二楚。玄灵子清冷脸庞上闪过一丝怒意，他轻轻抬手，一颗小小的石子便飞向床榻。见状，南修赶紧施展灵力，想要将石子打碎。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看似普通的一颗石子竟然没被他的攻击打碎，反而继续飞向了他身后的女修。啊！细小的石子在女修的脸上擦出一道血痕，不算深，但还是流了点血。那男修长相粗犷，他一拍床站了起来，怒道：“在下中恒，二位道友为何闯入我定海派？”那女修的气了两声，拉住男修的衣袖道：“师傅，他们欺负我。”那名为中恒的男修见状神色一黑，他的目光在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上徘徊。中恒的修为是炼气9层，在这小小定海派中也算得上是顶尖人物了。而他身旁的这个女修只有炼气3层的修为，正是玄灵子口中的9个炼气低阶修士之一。中恒声音愤怒，看向玄灵子：“那位道友，你为何要对我徒儿出手？”骆剑清闻言，脸色古怪的看了他一眼，问道：“他是你的徒弟？怎么，我们定海派的事情别人也要来管？”中恒直接把那美艳的女修拉了起来，按入自己的怀里，在被子底下大力揉搓女修的身体，令后者娇喘连连。原本骆剑清还有点惭愧，毕竟他不知道玄灵子为何要突然出手，但是见着这中恒和他徒弟的模样，不知怎的，骆剑清心中却有些不喜。他直接问道：“距离此处30里外的一处镇子，似乎每隔3年都要向你们缴纳钱财，此事是真？”中恒听着这话，手上还在做猥琐的事情，但表面上却哈哈一笑，道：“我当是什么事情？两位道友，你们就为了那个而来？这都是有原因的呀！来来来，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定海派的那个，你们便知道情况了。”说着，中恒便起身穿衣，把那女修扔在了床上。中恒的身材并不算多好，有些壮硕，他一起身，骆剑清和玄灵子便蹙眉移开视线。在中恒的带领下，骆剑清二人与他一起离开了这屋子。玄灵子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临走时他转身望了那躺在床上的女修一眼，声音低压：“再看他一眼，滚！”这句话骆剑清并没有听到。定海派实在太小，就几间屋子，中恒很快喊了其他修士出来。其他修士出来时也明显有些不对劲，个个衣衫不整，还有一个长相丑陋的小老头偷偷的打量了骆剑清和玄灵子两眼，从喉咙里发出嘿嘿的笑声。骆剑清本想出手教训对方，却听到玄灵子的传音：“
切莫妄动，这个定海派有疑。”微微一愣，骆剑清传音问道：“师傅，你说的是哪里有问题？”玄灵子道：“离远一点的时候，为师只觉得这里有10几个炼气期修士，但方才他们这些修士从房屋中出来之后，有4、5间屋子里还有人，都是没有修为的凡人，都在做。”顿了顿，玄灵子神色一冷，都在做刚才那中恒和他徒儿所做的事情。听了这话，骆剑清却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反而严肃的说道：“他们都在做那种事。”玄灵子轻轻颔首。原本骆剑清只当是来探寻交保护费一事，看看具体情况，让这些修士不要再做向凡人取财的不当举动。但是现在既然有些不对劲，他自然也正经起来。虽说并没有将这群炼气期修士放在眼里，可如今的骆剑清却是一个没有灵力的凡人。中恒道：“2位道友，相逢即是缘，敢问贵姓？”骆剑清道：“我姓吴。”玄灵子道：“骆。”中恒颔首，原来是吴道友和骆道友。在下炼气9层中恒，方才被2位撞见，也是惭愧。在我们这荒山野岭，我与我那徒儿两心相悦，刚才我那徒儿得罪了2位道友，实在鲁莽，在下在这里为他替2位道友赔个不是。方才骆道友的那一道攻击着实厉害，想必已经达到筑基期了吧？这个骆道友指的是玄灵子。既然骆剑清莫名其妙的不肯说出自己的姓，那玄灵子便顺势用了他的姓。玄灵子淡然道：“炼气8层。”说着，玄灵子将自己的境界释放了一丝出去。炼气期一共9层，修士之间的差距都并不大，很难发现对方的修为。原本中恒因为自己没发现玄灵子的修为，而且玄灵子的一击他也没拦住，便认为玄灵子可能是筑基期修士了。如今一看，估计是玄灵子实力较强，而且有什么奇遇才能隐匿自己的气息。中恒眼中闪过一道金光，他冷笑道：“骆道友真是青年才俊。”玄灵子淡淡颔首。一旁的骆剑清眉头一皱，听着这一句句的骆道友，心里总觉得怪怪的。中恒又问：“不知这位吴道友呢？看上去也年轻的很，想来也是一位才俊。”玄灵子淡然道：“他没有修为。”骆剑清倏地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玄灵子又说道：“他是我的徒儿，才刚入门下，还未进入修炼之门。”一听这话，中恒笑了笑，道：“原来如此。”一行人再往前走，中恒领头，骆剑清和玄灵子在后，三人身后还跟着这定海派的10几个修士。这种情势看上去十分诡谲，但骆剑清和玄灵子却仿佛什么都没察觉到一样，仍旧淡定的往前走，丝毫没觉得自己正在被人拘束囚禁着。待走到最里头的一间屋子门口时，中恒道：“2位可想加入我定海派？”骆剑清诧异道：“我和师傅已经有了门派，也可以再加入。”中恒摆摆手：“我等修真之人，哪里会在意这些？”骆剑清笑问：“那如果加入定海派，有什么好处呢？”中恒道：“周围30里地的所有村庄城镇都得向我定海派缴纳税收，在这里你们可以过得比那皇帝老儿都快活，而且还能享受到我定海派的无上秘法。”骆剑清装作好奇的样子：“什么样的无上秘法？”中恒得意道：“那是一部能让你们成仙的秘法，等你们加入后就可以知道了。现在你们2位是否选择加入我定海派？”骆剑清笑着摆手：“谢谢钟道友的好意，师门培养我和师傅不易，我等并没有投入定海派的意思。只是天下人皆知，修士从来不会抢夺凡人钱财，定海派这种收纳钱财的行为，似乎已经逾矩了吧？”中恒哈哈一笑，忽然一拍手，那群跟在骆剑清身后的修士便围成一个圈，将他们团团围住。见状，玄灵子轻挑一眉，骆剑清故意装作紧张害怕的模样，逼问道：“钟道友，你这是想做什么？”为首的中恒冷笑一声，拔出随身的大刀，指向骆剑清道：“既然你们不识好歹，不愿加入我定海派，那就休怪我等不让你们出去了。”
区一个炼气8层修士，在我定海派根本不够看，这一次便让你们尝尝老祖的厉害。话音落下，中恒一刀划向自己的手掌，割出一条血口，一滴滴的鲜血滴在地面上，很快将地面染红。中恒面露痴狂，大喊一声：“恭迎老祖！”骆剑清倏地一愣，下意识的转手看去，只见在最后那间屋子里忽然传来一道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有树叶在不断生长，攀爬上沿，一阵阵的幽香从门缝间、窗沿中溢了出来，粉色气体渐渐弥漫，向外扩张。每个吸入这气体的定海派修士，无论男女，都脸庞骤红，兴奋的大喊一声，接着转身便跑进自己的屋子。不过片刻，这些屋子里就发出了各种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除此以外，还有2个定海派的男修直接来不及跑进屋子，大庭广众下就野合起来。接着又有一个男修加入其中，看得骆剑清目瞪口呆，竟然不知道该先闭眼还是该先塞住耳朵。千言万语在此刻都凝聚为一句：为何玄灵子不封了他的听觉和视觉？这些修士长得实在太寒碜，身上的肥肉还不停乱晃，骆剑清真是连一眼都不想再看。一时间，所有定海派的修士都忍不住的去做那种事，似乎这种气体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中恒还好一点，只是眼睛通红，不停的吞咽口水，哑着嗓子说道：等老祖的合欢香发作后，你们便会明白，能够加入我定海派是多么幸运的事。若此次以后你们还是不从，那就……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中恒用露骨的目光盯着眼前2个俊美清朗的年轻人，沙哑道：那就休怪我们将你们吸成人干了。炼气8层的修士吸起来肯定是大补。旁边那个姓吴的小子，你长得这么好看，比我那骚徒弟都好看，就算是男人，今天老子也要定你了。话音落下，这中恒直接扑向了骆剑清。说也奇怪，当这气体吸入身体里后，骆剑清也觉得身子有些发热。他就算被封了灵力，也照样是出窍期的修为，这气体得强到什么程度才能对他产生影响？连骆剑清都有些承受不住，就更不用说那些炼气期修士和被他们关在屋子里的凡人了。这一次，玄灵子没有再犹豫，当中恒扑向骆剑清时，他双眸一缩，一道金色剑光冲天起，从中恒的眉心穿过。中恒脸上还带着贪婪色情的笑容，但是下一刻，他的身体却忽然被劈开成了2半，鲜血喷溅而出。一旁那3个滚成一团的男修见了这情况，竟然没一点害怕惊恐，反而更加兴奋地坐了起来。他们口中说着粗鄙的话，还用痴迷渴望的目光凝视着骆剑清和玄灵子。这一次不用玄灵子出手，骆剑清掏出3颗小石子，直接射了过去。啊！3道惨叫声后，夹杂着法则境界的石子便穿过这3人的头颅，留下一个血孔。此刻，骆剑清已经觉得这种气体影响到了自己的神智，让他有些脚下发软。玄灵子拂袖解开了骆剑清身上的一点封印，瞬间，骆剑清的气息暴涨，达到了金丹期修为。这一次，那气体再也无法对骆剑清有任何影响了。他与玄灵子兵分2路，将那些压在凡人身上不断索取的修士全部杀光，但是那些凡人却好像着了魔一样，他们眼睛里全是血色，一见到骆剑清便想伸手拉住他。有男有女，个个都面露情色，仿佛沉浸在其中难以自拔。骆剑清见状，立即挣脱开他们的手，可是那些沉溺情欲的凡人哪里有理智，仍旧不断痴缠着他。骆剑清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却见玄灵子破门而入，拉着他便往外走。骆剑清问道：师父，里面的那些凡人难道都是中了那种气体的毒？玄灵子道：不错，他们此刻只剩下最后一点精神，大多数气力已经被刚才那些修士吸光。那些修士修炼的是一种炉鼎功法，那些凡人就是他们的炉鼎，汲取凡人身体里的血气生机，供他们修炼。闻言，骆剑清倏地怔住，良久才问：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玄灵子拉着骆剑清来到那最后一间屋子的门口，目光森冷地望着紧闭房门的屋子，
淡淡道：“还有最后一种方法，便是将罪魁祸首击杀。”骆剑清转手看向这间屋子，只见在渐渐变亮的天色中，这间屋子竟然好像被一层阴影笼罩，透露诡异气氛。玄灵子眉头微蹙，脚尖跺地，呵斥道：“躲躲藏藏，给本尊出来！”下一秒，轰！整个地面在疯狂地颤抖着，大地龟裂，数道沟壑在定海派范围中显露，房屋坍塌，树木全毁，矮小的山峰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可谓是天摇地动，声势骇人。骆剑清眼疾手快的将那些陷入情欲的凡人带到山脚下安置下来。只见一道黑色影子飞快的窜向云霄，速度极快，被一层粉色气体包裹着。玄灵子眉间金光一闪，怒喝：“还敢逃！”下一刻，金色剑气冲天起，将整片黎明天空照亮，也如同金色大网，将那黑色的影子擒住。等到黑影落地后，骆剑清才看清楚对方的长相。这是一棵长相奇异的藤蔓，有数十根粗大极长的触手，每一根触手上都有无数小小的吸盘，粉色的气体轻轻落下，粘稠液体从吸盘处汩汩流出，仿佛恶心的污水。被玄灵子的剑气大网禁锢住后，这藤蔓还想再逃，却被剑气一次次地割断触手。骆剑清见状，肃穆道：“竟然是五阶妖兽！”玄灵子低眸看着这头妖兽，冷冷道：“你是谁派来的？”五阶妖兽相当于金丹期修士，还不能说话，但是却可以传音。然而他却没有回答，只是不断挣扎着。到最后，他发出一道可怖的咆哮，丑陋黏腻的身体膨胀起来，轰！身体彻底爆开，粉丝气体充斥在天地间。玄灵子右手一张，那些粉丝气体便全部消失，再也不能往外扩散，迫害他人。等着藤蔓妖兽自爆后，山脚下那些疯狂的凡人们终于慢慢稳定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沉沉睡去，只有2个凡人却半睁着双眼，无力的望着天空。东方地平线上，一轮朝阳快要升起，天际被渲染出了一道恬静的青蓝色，泛着淡淡的鱼肚白，恍若要突破黑夜的禁锢，将这一切藏在黑暗中的禁忌秘密打破。望着这样一片黎明将晓的景色，那2个躺在一起的凡人慢慢拉住了手，并未来得及看清最后的日出之景，便闭上了双眼，真正的没了呼吸。骆剑清从空中飞下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这一男一女长得有几分相似，都十分清秀，2人身上都是被蹂躏出来的伤口，骨瘦如柴，全身的生机被压榨干净。他们早已被蹂躏得看不出人形，恐怕连死的时候都不知道那害了自己的到底是谁。见状，骆剑清长叹一声，挥手点燃了一把火，将这2人的尸骨烧去。其他的凡人有的在1个时辰后就醒来了，有的却足足昏迷了3个时辰。当他们得知是骆剑清和玄灵子救了他们后，大多数人都只是麻木的点了点头，就起身离开。只有2个年轻的小姑娘颤抖着身体，一边为自己穿上衣服，一边走到骆剑清跟前。矮一点的小姑娘问道：“仙人，您可曾看到玉姐姐？”高一点的小姑娘也问：“仙人，请问您可曾看见一对长得有几分相似的男女？”骆剑清微微一怔，眼前顿时浮现起那一对还未看到日出便牵着手死去的男女。沉默了片刻后，骆剑清说道：“他们醒得早，很早就走了。”那2个小姑娘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2人向骆剑清和玄灵子道谢，本来还想磕头，但却被骆剑清拦住了。这2个小姑娘早已被吸食了不少生机，如今虽说还能活下去，但也终究是折损了寿命。他们临走时，骆剑清挥手给他们传了一点灵力，算是弥补亏损的生机。小姑娘越走越远，走时还听他们说道：“玉姐姐和刘大哥在这里待得最久，能够获救真是太好了。如果不是有玉姐姐在，恐怕我在被那坏蛋侮辱的第1天夜里就忍不住想要自尽了，也等不到今日看到坏人得到恶报的情景。”是啊，刘大哥和玉姐姐他们兄妹真是好人，可惜没能再与他们见上一面，否则我定要感谢他们这些日子里的照顾。若不是刘大哥那天偷了坏蛋的药给我吃，我恐怕也早就死了。
因为这件事，刘大哥还被那坏蛋折磨了3天3夜。不要再说了，那些事都过去了。等我们回家，一定要再寻找刘大哥和玉姐姐。2个小姑娘越走越远，她们倒是没有像之前那些人一样如同行尸走肉，但说出来的话却令骆剑清慢慢沉了脸色。许久后，骆剑清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哑着嗓子道：师傅，此地不过离太华山100里距离，为何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日若不是我们听闻这里竟然还收纳凡人钱财，好奇前来一看，或者说来的不是我们，而是一个修为低一点的修士，那是不是这里永远无法被发现？那些人早晚也都会死。玄灵子沉默的拉住了骆剑清的手。骆剑清说：刚才那些凡人足足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和那些修士都是人，为何他们能下得了手，用了那妖兽的法子来对付自己的同胞？玄灵子握紧手，拉着骆剑清便走。骆剑清道：师傅。玄灵子叹息一声，转手看他说：人族与妖族之间从无任何真正的和平，玄天大陆只有这般大，妖族要生长，人族也要生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妖族极为擅长隐匿气息，连不仔细观察，连为师都不容易发现。方才你见到的这头妖兽，恐怕是妖族100年前就布置在我太华山附近的了。为师并未见过这种妖兽，但是比他还要歹毒的妖兽还有不少。骆剑清低下头问道：难道就没有好的妖兽了？玄灵子先是摇头，最后又是点头。有心思纯良的妖兽，但是一旦上了战场，这便是2个种族的事情。人族中也有歹毒的人修，就算是魔修中，你也说过你的好友从未杀过人，可你也见过屠杀了10万人的魔修。万物并没有必然的好坏之分，然而到了战场，就只有对手，没有朋友。定海派一行，骆剑清原本只想教训一下欺压凡人的人修，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玄灵子修书一封到了太华山，请浩星子尊者严查太华山附近的情况，注意是否有妖兽存在。他将这次定海派的事情概述了一遍，让浩星子尊者自行决定该如何与其他宗门商量清查在36州境内隐藏着的妖兽。第2日，骆剑清和玄灵子稍微修整了一下行装，便起步离开。向掌柜退房的时候，掌柜笑道：两位修士大人真的不在小镇上再留一段日子？距离定海派的大人来收取税收只剩下不足1个月了，或许你们可以见一见他们。闻言，骆剑清声音平静的说道：以后你们便不用交税了。掌柜一愣：什么？骆剑清扯出一个笑容：定海派暂时搬离这里了。再三确认这个消息后，掌柜的高兴的欢呼起来。明明已经50多岁的模样，竟然能高兴成这样。他还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镇子上的其他人，别人表面上还有点不信，但是看着骆剑清和玄灵子2人仙风道骨的模样，心里却已经真的信了。掌柜家媳妇拉着掌柜的手，一边抹泪一边说道：你说这多好，你说这多好。老头子，咱们终于不用每年都拼死拼活的交税了，咱们家阿宝和阿玉也都可以回来了，不用在那遥远的城里干苦力。一听这话，旁边一个客人哈哈笑道：刘掌柜，你家姑娘今年得有18了吧？正是芳龄。听说1年前你家门槛就被踏破了，只是你家姑娘和她哥哥去了城里赚银子，如今她回来，肯定能娶个好人家。刘掌柜老泪纵横，不停的笑着：好，好，大家都好。虽然那定海派一直在向我们收钱，但至少这些年我们也平稳的过去了。现在好了，现在真的好了。骆剑清正然的望着这一幕，良久，转手看向玄灵子。玄灵子也垂眸望他。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2人悄悄离去。客栈外，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清风吹过，树叶婆娑。等镇子上的众人发现骆剑清2人的离开，已经是半个时辰后的事情了。客栈掌柜和他年迈的妻子一边擦泪，一边回到自家客栈，刚抬手便看见桌子上的2只瓷坛。
一只上面空空如也，一只上面却用纸条贴了一个字欲。许久后，哭声痛绝，悲不欲生，令天地动容。至于半年后，两个长相清丽的姑娘来到这镇上，听说此事，自愿赡养掌柜夫妇，做他们的女儿已经是后事了。此时，骆剑清和玄灵子继续往前走，进入了一座稍显繁华的城市——妖境。妖境与36州并未接壤，中间隔了一个13海。13海宽广无比，过了13海便是广袤无边的魔域。天下妖兽大多生活在妖境，13海中也有许多妖兽隐藏在大海深处。自从那日玄灵子撕毁契约后，妖境里并无太大变动。和人族一样，知道这条契约的只是高阶妖兽，而能感受到契约终止的更是只有4大妖尊。4大妖尊并未多说什么，底下的妖兽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其中实力最弱的妖尊鹰姬最近却闭关出来了，开始执掌妖境里的大小事务。一栋富丽堂皇的黑色宫殿内，妖艳美丽的女子半躺在高台宝座上，低笑着看着台下的手下。她的身子媚若无骨，宛若一条美女蛇，轻轻柔柔的躺着，一个眼神便能勾魂夺魄，让人心甘情愿的与她而去。鹰姬穿着一身绿纱裙，脚腕处戴了一条小巧的脚链，随着她的移动，那脚链发出清脆的声响，衬得纤细的脚踝更加白皙动人。小千秋，很多年没离开过他那魔道宫了。鹰姬的声音一出，整座大殿里便回荡起妖娆的声音。那声音勾得台下的妖兽心里痒痒，行礼道：“是，尊者。”属下身为13海的第12海主，领地与魔域接壤，一直密切注意那魔尊的行踪。他已经有数十年没有在魔域出现过了。半年前，36州的正道人修还借他大寿之名去探望了他一番，只是不知是否有见到他。鹰姬轻轻的哦了一声，抬起纤细的手掩住红唇，道：“他可不像是一个喜欢躲起来的小家伙。”顿了顿，鹰姬又问：“就无其他事？”12海主想了想，道：“听闻魔尊又收了一个徒弟。”鹰姬微微一怔，双眸一缩，身子坐直，怎么会又收了一个徒弟？12海主道：“那徒弟名为莫秋，10年前忽然就出现在了魔道宫，并被魔尊收为徒弟。不过那莫秋也行踪诡异，十分警觉，属下在魔道宫安排的人并未能接近他，但却知道他在魔道宫的地位极高。”鹰姬脸上露出玩味的神色，低低一笑：“这倒是有意思了，小千秋都快死了，怎么还收了2个徒儿？你倒是盯紧他的2个徒儿，或许能找出一些有趣之处。”12海主立刻应声，但却没离开。见状，鹰姬笑了笑，问道：“怎的不走？”12海主悄悄地打量了鹰姬一番，不敢吱声。鹰姬好笑地看他，一双细长艳丽的眸子里转动着绿色幽光，两人便这样僵滞住了。等12海主大着胆子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却见鹰姬那双笔直修长的腿忽然化作长长蛇尾，轰的一下便将那12海主鞭打出去。12海主落地吐血，还未回神，宫殿里传来鹰姬的媚笑声：“本尊100年未曾出关，你这小12胆子倒是大了不少，给本尊滚！”12海主赶紧爬起来，屁滚尿流的逃跑。他并不明白怎么鹰姬妖尊突然变得如此冷血无情。要知道蛇性本淫，鹰姬虽说不是普通的蛇族，而是有着上古血脉的神兽一族，但仍旧养了数十个男宠，整日供他玩乐。当年鹰姬也和12海主不清不楚，怎么如今变成这样了？宫殿内，碧绿色的蛇尾轻轻一甩，再次化为2条白皙如玉的腿。鹰姬半躺在宝座上，一边把玩着自己的发丝，一边眯了眸子，仔细思索起来。魔千秋闭关不出多年，却又收了2个徒儿。玄灵子破开契约离开太华山，是为了去魔域救自己的徒弟。真是有趣，100年不见，这2人竟然都收了徒儿。在这样契约破除、两族戒备的紧急时刻，鹰姬自然不似曾经的荒唐。身为4大妖尊之一，他冷血聪明，算计颇深，
从他崛起后的上千年前开始，妖族在行兵布阵上有了极大进步，他功劳颇高，可谓是妖族军师。这也是为什么天妖尊会让鹰姬出关调查魔尊突破一事。碧绿的眼瞳渐渐压缩竖起，一双恐怖的蛇眸里全是冰冷的笑意。鹰姬单手撑着自己的下颚，低低笑着，细长的蛇信子从他的口中吐出：这一切和你们的徒儿有关系吗？妖境里一片寂静，鹰姬阴冷的笑声传遍宫殿。而在数万里之外的魔域中，魔道宫却不似当初洛剑清来时的平静。莫秋闭关不出，早已突破了出窍期，此刻正在努力冲击出窍后期。他修炼的速度真是超越任何人想象的快，无数的血气灵力从小小的血灵果中涌出，没入他的身体里。而在外面，两大护法和魔道宫管事都来去匆匆，脸色阴沉。玄灵子违背契约的事情，早在莫秋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便知晓了。当初得知这情况时，左护法秦归鹤气的拔出自己的大刀，就想杀去太华山，要玄灵子给他们魔道宫一个说法。魔道宫守在魔域100年，不知道为36州挡了多少的妖兽，如今玄灵子竟然一下子就破除契约，他们怎能不气？就像当初广灵子尊者所说的一样，这世上唯一能谴责玄灵子的只有魔尊魔千秋。然而当时莫秋却冷冷的扫了秦归鹤一眼，冷笑道：难道契约解除了，我人族就会怕了他妖族？100年前能打得他们逼不得已签下契约，100年后照样如此。秦归鹤不满道：可是公主，您如今已经是出窍期，只需要再给您几年，您甚至有机会修炼到渡劫期，甚至大成期。当您两体合一，真正迈入化神期后，我们哪里还需要惧怕妖族？现在如果突然开战，会影响到您的血灵大法。莫秋低笑一声：本尊怕他们。秦归鹤又道：公主。莫秋淡定道：这件事也无需太责怪那玄灵子了，本尊这100年内至少还可以暗自离开魔域，但是那玄灵子却是真的在太华山上待了100年。契约解除就解除又如何？你们记住，看好13海和魔域接壤的地方，提防妖族进攻。莫秋交代完这些话后，就直接进去闭关，将烂摊子留给秦归鹤等人。整个魔道宫中，知道莫秋就是魔千秋的人，只有左护法秦归鹤，右护法秦思仪，管事七落和魔女云香。如今莫秋要闭关，相关事务自然得落在他们的头上，连云香也繁忙不已。整整数月，他们都在埋头布置这些东西，警惕13海的情况。秦归鹤郁闷的皱了脸，不满抱怨道：若是能再晚个几年，只要让公主的这具身体修炼到大成期，那该多好。为何偏偏就是现在？秦思仪看他一眼，面瘫着一张俊脸，道：天道有常，你在这里抱怨能改变什么吗？秦归鹤嘴角一抽，道：你就不能安慰我2句好话吗？秦思仪摇摇头：我只说实话。片刻后，秦归鹤拔出大刀，直接向秦思仪袭去。后者一味的躲闪，从不出手抵抗，两人便在魔道宫中你追我赶，到最后还是七落出手制止了他们。无奈道：若是让公主知道你又这样捣乱，必然会再惩罚你。秦归鹤自然知道七落说的是自己，他郁闷的撇了嘴，不再说话。魔道宫中，众人纷纷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在太华山上，浩星子也接到了玄灵子的来信，随即他便号召4大宗门和8大世家聚集于太华山，商讨如何清除100年前妖族遗留在36州的余孽。这次讨论足足持续了3天3夜，最后浩星子尊者总结道：这100年中两族和平，所以这些妖族棋子并未发生什么作用。但是如今契约已毁，妖族随时来犯，我们需要将这些棋子一颗颗拔去。妖族一旦隐匿起来，便气息微弱，很难发觉他们的踪影。但此番寻找妖族一事刻不容缓，各大宗门回去后立刻安排下去，务必在1年之内解决。浩星子尊者言语肃穆，不容置喙。原本断魂宗的长老还想再说些什么，为自己的宗门谋取一些利益，
谁料浩星子尊者执剑便击，冷冷道：“大敌当前，何来个人利益？断魂宗是想弃我人族于不顾，叛我人族吗？”浩星子这话说的太严重，让那长老哑口无言。与此同时，骆剑清和玄灵子经过多日的跋涉，终于来到了一处有点名气的城市，名为银风城。银风城距离太华山有100里距离，是与太华山最近的国家五沙国的一个城市。五沙国属于36州中的流州，只不过是流州数十个国家中的一个。在银风城这样的城市里，有不少修真之人会随时落脚，所以当骆剑清和玄灵子进城后，很快就有人跑上前来为他们引路。跟着这引路的人，骆剑清和玄灵子不久就找到了一家专门供修士居住的客栈。给了引路人1块灵石后，这人高兴的离去，骆剑清和玄灵子便进入客栈，租了一间上房。两人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行装，不过多时便换上了一身简单朴素的衣衫，一起出门。骆剑清道：“我虽然曾经去过这种凡人城市，但却从来没仔细逛过。这个银风城我曾经来过，在筑基期的时候，我曾经带领那一届的新人弟子到流州进行历练，就在银风城落过脚。他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点心，名为风糕。”玄灵子辟谷多年，对这些小吃都是没兴趣的，但是见到骆剑清一副高兴的样子，他便问道：“为何叫做风糕？”骆剑清神秘一笑道：“因为这风糕里有一样重要材料，是风七花的花蜜。当吃起这风糕后，便能吃到风七花的甜香，仿佛有清风吹过，十分美味。”很快，骆剑清便找到了那家专门制作风糕的店铺。果不其然，即使这风糕十分昂贵，还用了一品灵药风七花当做食材，却仍旧有不少人愿意高价买来尝上一口。骆剑清拉着玄灵子来到队伍后面，开始排队买风糕。等轮到他们时，只剩下最后1块风糕了。骆剑清掏出3块下品灵石，将这风糕买下。他们刚转身离开，便听到一道低低的抽泣声。骆剑清的耳力远非普通人可比拟，他回首一看，只见一个6岁模样的小丫头正用肉乎乎的小手擦着脸颊，虽然尽量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但是眼泪却从那圆滚滚的大眼中流了出来。抱着她的女子看上去是她的母亲，一边将小丫头抱在怀里安慰，一边带她离开。两人走的时候，小丫头的视线还一直留在店家放风糕的空盘子上，金豆豆在眼眶里聚集了一会儿，终于又是流了出来，无声的抽动着小肩膀。这对母女刚才就排在骆剑清身后，如今的情况真是一目了然。骆剑清愣了片刻，最后轻叹一声，将那小小的风糕掰成2块，1块塞入玄灵子手中，接着大步上前，走到那对母女面前，将另1块放入小丫头手里。小丫头忽然拿到这半块风糕，呆愣愣的望着骆剑清。他母亲见状赶紧道：“使不得，使不得！这是你们买到的风糕，我们明天早点来排队就是，怎能这样呢？”骆剑清却笑道：“1块风糕而已，我们尝一尝就好，小丫头吃不到可是会哭的。”那母亲还在一个劲的想要将风糕还给骆剑清，小丫头虽说一直在望着风糕吞口水，可也没有说话，乖乖看母亲退还风糕。等到最后，见骆剑清实在是不想要这块风糕，这母亲便拿出了2块下品灵石，道：“至少得给你们一些灵石，这风糕不便宜。”骆剑清趁机便走，哪里会收下这对母女的灵石。等到骆剑清2人离开风糕的铺子后，他舒了口气，看向玄灵子：“我最见不得小丫头哭了，记得小时候小师妹一旦哭起来，我就拿她没办法，她说什么我都答应。特别是像这种粉雕玉琢的小丫头，她们的金豆豆只要落下来，我就无可奈何。”玄灵子淡声道：“你对你小师妹很不错。”骆剑清没想太多，理所当然道：“那是自然，她可是小师妹。我们师兄妹7人自小一起长大，3师妹来太华山的时候已经是10几岁，但是小师妹却是我看着长大的。师傅，你可不知道，小师妹小时候可坏了，你每次罚我去训诫门思过，十有八九我是在给4师弟和小师妹顶罪。”看着白衣尊者淡漠冰冷的表情，骆剑清浑身一颤，不知怎的，竟然觉得有些冷。
玄灵子此刻面无表情，一双凤眸冷冷的垂下，嘴角微抿，显然心情不悦。骆剑清心中有点打肋骨，他想了想，问道：“你这是怎么了，师傅？”玄灵子没有回答，仍旧默默看他。骆剑清又想了会儿，忽然想到：“等等，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吃小师妹的醋？师傅，那可是小师妹，你怎么会吃她的醋？我只是拿她当妹妹看待，我与她早就说清楚了的。你有将你那朋友介绍给你师妹吗？”无语片刻后，骆剑清问道：“你口中的我那朋友不会是莫秋吧？”玄灵子轻轻颔首。骆剑清无奈道：“师傅，你能放弃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吗？当初莫秋来太华山的时候，与小师妹见过面的，他们打完招呼后，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他们根本就一点都不合适。”玄灵子镇定道：“他们很像。”骆剑清只是都穿红衣服而已，根本不像，好不好？说着，骆剑清立刻转移话题，不想再与此刻莫名其妙的玄灵子对话下去了。他问道：“对了，刚才那半块风膏呢？”玄灵子双手空空，眉目清冷，淡淡道：“吃掉了。”“吃醋就吃醋，敢不敢不迁怒？”骆剑清本想谴责，但是看着玄灵子这番故作冷静的模样，却觉得颇为有趣。原来他家师傅也会吃醋，而且吃起醋来竟然会是这个模样。想了想，骆剑清说道：“你吃独食，今天晚上你睡地上。”玄灵子问道：“今晚不打坐修炼吗？”言下之意是今天晚上要睡觉。修真之人不睡觉都没有任何关系，打坐修炼也能养神调整。骆剑清却笑道：“就算是打坐，你也要在地上打坐。”片刻后，玄灵子忽然抬手，将一块白色的东西塞入骆剑清口中。骆剑清正好张口，这东西就滑入他的口中，细腻香甜，带着一丝风一般的清凉。骆剑清抬眸看玄灵子，只听后者淡淡道：“吃吧。”骆剑清一开始就猜到自家师傅才不可能吃独食，很有可能是在骗自己。而如今得到证实后，他尝着口中甜软的糕点，微微一笑，趁着玄灵子没有注意，忽然便轻身上前稳住了他。这里正好是一个隐蔽的巷子，玄灵子被撞了，按在墙上，错愕的睁大眼睛，任由自己徒儿压着自己。甜甜的味道顺着嘴唇相连接的地方传递过来，玄灵子慢慢闭上双眼，情不自禁的翻身将骆剑清压住，加深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吻。半块风膏早已在两人的亲吻中慢慢融化，然而两人却没有就此停下，唇舌纠缠，发出暧昧动人的声音。等到许久后，玄灵子才结束了这个吻，低眸望着身下的徒儿，凝视了片刻，玄灵子小声道：“你的境界已经稳固不少，双修或许更好。”说出这句话后，玄灵子的耳尖变红了，能够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是憋了太久，真是破天荒了。然而骆剑清一听这话，却完全没有调侃高兴的意思，反而心里一紧张，又想起自己丹田里那朵小小的莲花了。骆剑清身子一抖，干笑道：“还是潜心修炼比较好。”玄灵子眸色微暗，略有失落的颔首。等到了晚上时，玄灵子盘腿坐在床榻上修炼，骆剑清便凑上前来。骆剑清镇定的看着玄灵子，玄灵子却一直闭目修炼，足足看了1刻钟后，骆剑清俊眉微蹙，问道：“师傅？”玄灵子这才抬眸看他，道：“既然不想睡，那便打坐修炼。”骆剑清闻言一愣，下意识道：“我们好不容易离开太华山一趟，就这么每晚修炼？”玄灵子理所当然的点头：“是。”过了许久，望着一脸不悦的徒儿，玄灵子困惑的问道：“剑清，不是你说要潜心修炼的吗？正好可以稳固你的修为。”这下子骆剑清终于明白了症结所在。然而知道症结完全没有用，因为听到玄灵子这句话后，他的丹田里那朵小莲花居然好像转得更欢快了。敢不敢不转？敢不敢变成正常的元神？他是不想双修，又不是清心寡欲。
骆剑清冥思苦想，却不得方法，只得老老实实地盘腿坐在一边，开始打坐修炼。一夜很快过去，第二日，骆剑清和玄灵子又装作普通的兄弟二人，在迎风城里乱逛。迎风城实在是不大，城里境界最高的修士也不过是筑基后期。逛了3天后，骆剑清和玄灵子出城离去。两人刚刚走出迎风城，不过1个时辰，一辆马车便缓缓地驶了过来。此刻，骆剑清和玄灵子都没有使用灵力，反而像寻常人一样随意走路。走路对他们来说并不累，还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然而，那马车里的人却不这么想了。马车才驶过骆剑清3米，就立即停了下来。车上忽然下来一个小小的身影，直直的冲骆剑清扑来，一边喊着：“哥哥，哥哥！”骆剑清赶紧抱住小丫头，抬手看向从马车上走下的女子。后者欠身行了一礼，道：“两位公子似乎也是要离开迎风城，不知是要往哪里去？”“我和蓉蓉是要去沙都，若是顺路，可以送两位公子一程。”骆剑清道：“我们要是要经过沙都的。”那女子笑道：“迎风城距离沙都还有一番距离，若是不嫌弃，可以乘坐我们的马车。”骆剑清本想拒绝，但是小丫头却一直紧紧的抱着他。无奈之下，骆剑清和玄灵子便接受了这母女二人的好意，上了他们的马车。马车内装饰素净，并不是多么豪华，却十分温馨。车厢内十分宽敞，还放了一张小桌子。那女子将小桌子的抽屉拉开，里面放的全是各种零嘴。小丫头见状，立刻扑了上去。女子只得笑着看自家女儿扒拉零嘴蜜饯，不停的吃着。骆剑清和玄灵子坐在马车一侧，女子和那小丫头坐在另一侧。一路上，两方并未有太多交谈。那女子谈吐极好，只说了自己夫家姓林，也只问了骆剑清和玄灵子的姓氏，没有太关注他们的身份。君子之交淡如水，骆剑清从未见过如此温雅大方的闺秀。自己家里的那群师妹个个彪悍，一个顶俩，就说三师妹魏琼英吧，几十年来都不见笑一次。小师妹穆天心更是霸道任性，全太华山的人都宠着她，爱护她。再往其他地方看，不熟悉的女子骆剑清也不了解，就说熟悉的那穆若荣也是坚毅自强，虽说性格不像小师妹那么火爆，却也不算是大家闺秀。私下里，骆剑清传音过去，其实身为凡人也有自身的乐趣。这位林夫人是我见过的最温婉端庄的女子了。玄灵子抬眸看了对面的母女二人一眼，传音问道：“怎么？”骆剑清解释道：“这林夫人虽说载了我们一程，却从来不问我们的具体身份，也不问我们是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她举止得体，落落大方，想必一定出身名门，才能有这样的修养和气质。”玄灵子淡定的往骆剑清那边坐了一点，道：“她已嫁人，应当是位贤惠的妻子。”骆剑清总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从迎风城到沙都一共有大约半个月的车程。骆剑清本来是想和自家师傅慢慢悠悠的走，以他们的脚力，就算是散步，最多20天也肯定能到沙都。不过跟在这位林夫人身后，两人却着实省了不少力，也能从林夫人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五沙国的趣事。林夫人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从口音里听出来骆剑清和玄灵子不是五沙国人，于是便讲了一些五沙国的民俗事迹。骆剑清对这些很感兴趣，玄灵子就随他去了。这一日，马车从一处镇子上离开，缓缓地往沙都而去。四周景色渐变，慢慢没有了人烟。青山如烟，连绵起伏，清新宜人的空气伴随着阵阵青草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当马车行至一处山脚下时，那林夫人笑着说道：“如果你们想要在沙都歇脚，四处看看，倒是可以去城西的万华亭。许多文人墨客都喜欢在那里聚集，吟诗作赋，那里可谓是沙都才气最浓郁的地方。”骆剑清闻言颔首，又问道：“沙都的才子文人很多？”林夫人轻轻摇手，倒也不是。我五沙国崇尚武力，实力为尊，在沙都里最受人注目的
还是顶尖的武者和修真者了。五沙国的国师便是一位元婴期的大能，国师可排山倒海，一掌令山脉尽毁，是五沙国众人崇敬的对象。听着这话，骆剑清了然的点头。虽说那修士只有元婴期，但在一个世俗国家里，也算得上是高手了。要知道，一旦入了世俗，沾染了太多因果，就很难得到进阶。大多数修士都不愿意沉溺于世俗，他们虽然也喜欢权力，却不喜欢为凡人做太多事情，更多时候还是与修真者交流，很少与凡人相处。骆剑清并不知道那位元婴期的国师为何决定留在世俗，不去修真界生活，但想来都是别人自己的选择，和自己并无关联。林夫人又道：如果你们是想见一见修真者，倒是可以去五沙国最大的商会武道商会，哪里有许许多多的修士出入，你们可以在其中用灵石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武道商会的价格颇为昂贵，若非必要，你们也可以去沙都城东的散修市场购买需要的物品，这样或许会更便宜一些。骆剑清听着这些话，微微一笑，多谢林夫人。林夫人笑着摇手。两人又说了几句，正在骆剑清想详细再问问沙都情况时，却听轰然一声巨响。骆剑清眉头一蹙，拉开马车的帘子往外看去，玄灵子则坐在一旁，淡定的垂眸，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那林夫人脸色一白，道：两位公子在马车里勿动，我下去看看。蓉蓉暂时请两位公子照顾。这马车是林夫人的，骆剑清也不好表示，便同意了他的说法。林夫人很快下了车，骆剑清将俏生生的小丫头拉了过来，传音给玄灵子：虽然你压制着我的修为，但是师傅，我察觉到了，外面有4个筑基期修士，12个炼气期修士。林夫人的马夫只是筑基中期修士而已，他无法应付。玄灵子转手看向骆剑清，问道：你想帮他？骆剑清笑了笑，一边搂着小丫头，一边传音道：他一路上也算帮了我们许多，而且很明显，这位林夫人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她知道很多修真者的事情。玄灵子并未再说，只是将骆剑清身上的封印解开了一些，让他有了筑基初期的实力。此刻马车外传来林夫人冷厉的声音：无论你们是谁派来的，都该知道我是谁。若是被我祖父知晓了你们今日的行为，知道你们敢拦住我们的马车，你们可明白结果会怎样？一个粗犷的笑声响起：赵月，你真当你还是赵家大小姐吗？当年你与那姓林的山野村夫私奔时，就该想到今天。现在那个小子死了，你居然还想回沙渡？你该老老实实的待在银风城，但你偏要回来送死，那也休怪我们刀下无情了。林夫人镇定的问道：是谁派你们来的？是我大哥、三哥，还是四妹、九妹？你到黄泉下去问他们吧。那杀手的话音刚落下，刀剑碰撞的声音便轰然响起。骆剑清开了灵石看去，只见那坐在马车前老实赶路的马夫此刻拔出一把剑，与那些杀手缠斗在了一起。这马夫年岁已大，骆剑清随意看了眼他的骨龄，便发现他已经200多岁。筑基期寿命300岁，他如今才筑基中期，算是时日无多。但是这马夫的实力却非常强悍，一个人居然缠住了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和3个筑基前期的修士，但是另外12个炼气期修士，他却是无能为力。只见那林夫人从腰间拔出一把软剑，与那些炼气期的修士打斗起来。他身上没有任何灵力，可是一把剑却使得极好，每次都找准那些对手的弱点攻过去，虽然落于下风，但也能勉强抵抗。林夫人借着一个杀手的攻击，忽然倒退向了马车附近，她压低声音说道：骆公子、吴公子，请你们快些离去，这些人由我和王叔应对。在下只求你们一件事，求你们带着蓉蓉一起走，以后便替我照顾她吧。这里是一些灵石，我都放在那戒里了，多谢你们。话音落下，林夫人将自己的那戒拍入马车内，又拔剑迎了上去。她的这番话听在蓉蓉耳里，让小丫头眼睛里又全部都是金豆豆，但是却死死咬着嘴唇，一点声音都没露出来。这小丫头坐在骆剑清和玄灵子对面，也不肯求他们，只是低着头，
一直死死的绞着自己的小裙子。骆剑清从未见过哪个6岁的小女孩会有这样坚韧的心性，他看了许久，最后宠溺的低笑了一声，伸手在小丫头的头上轻轻揉了揉。这一揉，金豆豆全部都落下来了，却仍旧没有哭声。骆剑清站起身，看向玄灵子。玄灵子朝他轻轻颔首。骆剑清明白，自家师父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到筑基初期，便是不希望他非常容易的解决这件事。他需要历练，尤其是有境界差距的厮杀历练。此刻虽然那些修士的实力太弱，但是骆剑清此刻只有筑基前期，也足以算是很大差距了。骆剑清掀开帘子，飞身出来，淡定道：如此多的男人欺负一对母女，是否太过难看了？那些杀手没想到骆剑清会突然出来，甚至他们都没察觉到马车上居然还有林氏母女外的其他人。为首的杀手倏地怔住，他上下打量了骆剑清一眼，当察觉到后者身上筑基前期的境界后，他冷笑道：不想死就滚。骆剑清根本没有取见，只是笑道：如何滚？你给在下演示一番。他刚说完，那筑基后期修为的首领便抬刀过去，直直的劈向他。马夫站在远处，见到此景便想阻拦，但是却为时已晚，根本来不及救骆剑清。而林夫人更是惊道：骆公子，你为何不走？你何苦为我们送命？你若走了，或许你们2人和蓉蓉还有救。话还未曾落地，一把巨大的宽刀便劈到了骆剑清的眼前。那刀锋威势骇人，伴随着灰色灵气，掀起滔天风暴。黑色风暴将这处山谷席卷得如同末日，刀影有些虚晃，但是上面却夹杂着筑基后期修士的威压，逼得在场所有修士都往后倒跌半步，那没有修为的林夫人更是倒退了4、5步。眼见刀刃就要劈到骆剑清的额头，林夫人一咬牙，忽然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细碎的玉石，猛地掐碎。砰！一道白色的光芒从玉石中飞出，与那巨大刀影撞击在一起，发出滔天巨响，二者一起湮灭。骆剑清原本只是想看看这筑基后期的修士到底实力如何，并未想抵抗，但是见到这一幕，他却猛地愣住。只听林夫人大喊道：骆公子，这是我最后的底牌了，你快带着蓉蓉走，快走！话音刚落，一个小丫头便哭泣着从马车里跑了出来，再也忍耐不住的哭喊着：蓉蓉不走，蓉蓉要和娘在一起，不走，不走！骆剑清没有想到这林夫人竟然会为了自己将底牌都交出去，他望着那母女2人痛哭相拥的场景，心中一暖，再回头看，只见玄灵子抬步从车厢中出来。2人对视一眼，骆剑清谴责道：师傅，你没有看好蓉蓉。玄灵子薄唇微勾，是为师的错，你将他们解决了，那便无事了。骆剑清先是摇头，又是点头，虽然解决他们后，蓉蓉就是想出来都没问题，可是你依旧没有看好他，让他跑出来了，这是你失职。玄灵子顿时失笑，叹息一声，为师有错。听了这话，骆剑清这才满意道：那等我解决完这些人后再来说这件事。骆剑清师徒2人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压根将旁边的这些杀手当作空气。那为首的杀手怒道：连杀手锏都上了，还在这里装模作样，你们别废话，快点受死！话音落下，那杀手举刀便向骆剑清砍来。他咆哮一声，筑基后期的灵力再次灌入那把大刀中，形成巨大的刀影，冲着骆剑清的头顶劈下。那刀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小丫头蓉蓉也被吓得没了哭声。谁料就在那刀影即将劈下来的一刹那，一道青色剑光破空而去，飞速穿过杀手首领的眉心，连一滴血也没有溅出来，首领的动作却停住了。他举着一把大刀，呆傻的站在原地，眼神中全是惊恐的神色，接着轰然倒地。这一切结束的太快，让那些杀手完全没有准备，然而接下来他们也再也没有了准备的机会。青色剑气无声出现，温柔的收割这些杀手的生命，他们接二连三的倒下，仅仅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刚才还嚣张残暴的杀手，此刻变成了一堆没有呼吸的尸体。玄灵子低叹一声道：“你若是炼气8层以下，今日或许还有一些意义。”骆剑清走到玄灵子身边，无奈道：“你是一定要让我陷入苦战，这才有意义。”望着自家徒儿不满的眼神，玄灵子静了声，不再开口。而他们却没有发现，一旁的林夫人和马夫都瞠目结舌地望着他们，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等过了片刻，只听砰的一声，那马夫猛然跪地，拱手道：“多谢2位前辈的救命之恩，我家夫人和小主子今日能获救，多谢2位前辈。”头发苍白的老人跪下来给你磕头感谢，这种事骆剑清还没脸承受。他立刻用灵力扶起了年迈的马夫，笑道：“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何足挂齿。”这一路上，林夫人也帮助了我们许多。接下来，骆剑清上了车，马夫继续赶路，5人仍旧往沙兜而去。这一次，小丫头不再那么童言无忌的与骆剑清说话，总是趴在骆剑清的腿上了。小丫头躲在自己娘亲的身后，偷偷的用一双大眼睛看着骆剑清和玄灵子，看得最多的还是骆剑清。马车上是一片寂静，许久后才听林夫人叹了口气，说道：“其实在之前我就有想过，2位公子可能是修真之人。然而那时候王叔并未察觉到2人的境界，我便以为是我猜错了。你们或许只是习武之人，此次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骆剑清道：“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林夫人却抬起头，认真道：“这并非小事，2位公子救了蓉蓉的性命，对我来说便是天大的事。”顿了顿，林夫人终于开始讲述起来：“我姓赵，名为赵月。若2位公子是五沙国的人，恐怕还听说过我的名字。10年前，我生活在沙都3水红月中的月，说的便是我。10年前的五沙国3水红月名扬全国，3世皇族三皇子武敖修炼22年便跨入筑基期，水氏宰相之子裘水父修炼21年便已炼气9层大圆满，洪氏镇南王郡主萧红修炼20年是炼气9层。至于在他们之后的月，指的便是赵国师府的大小姐赵月，年仅17便达到炼气8层成就，有望在22岁前筑基。那时候父亲为我提了门亲事，与那裘水父结亲。我虽自小与裘水父相识，但并不喜欢他，他蛮横霸道，欺凌弱小，空有一身天赋和相貌，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品性。于是我便在婚礼前逃走，遇上了我的夫君。在五沙国这样的小地方，普通人想要修炼都会努力参加修仙宗门的试炼，但是贵族子弟修炼却不喜欢离开故乡，而喜欢留在本国。反正他们会有很多的修炼资源，不需要自己去努力。虽说22岁跨入筑基期这样的成绩在太华山实在不够看，连那李修臣都是20岁就筑基了，然而放在五沙国却已经是第一天才。骆剑清听着林夫人继续说下去：“我夫君并非五沙国人，他的故乡在遥远的冲州齐国，他是逃难来此。我们一见钟情，最终决定在一起，然而我的家族却不允许我与一个没有势力的小子结亲。”闻言，骆剑清忍不住问道：“林夫人，方才你说你那夫君才25岁的年龄，却也是筑基前期，这样的实力，再怎么说也应当被你的家族看重吧？”林夫人苦笑道：“实力是一方面，家族间的联姻看重的还是2方背后的势力。”骆剑清耐心的听了下去，他听着林夫人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们，当年才18岁的他是如何下定决心要与自己的心上人私奔，而在私奔后，他被家族抛弃，为了偿还家族这些年来对自己的培养，他将自己的一身修为都灌入了一颗灵珠中，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是修真者。送了那颗灵珠回去后，家族里的人再也不追捕他们2人，甚至一向宠爱他的祖父还将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划去，从此以后再也不认他。从那以后，他们夫妻2人在迎风城定居下来，不过几年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蓉蓉。然而好景不长，不知怎么
他夫君的仇家竟然找上门来。1年前，他的夫君惨死，林夫人便带着女儿再次躲了起来。王叔是他夫君的管家，以前曾经达到过筑基后期大圆满的修为，因为受过重伤，才跌到了筑基中期。而这一次，赵家得知了赵月的处境，那位赵家家主虽说十分恼怒赵月，心底却还是疼爱他的，便让他从迎风城回来，不再计较以往的事情。赵月笑道：“我的祖父向来嘴硬心软，那时我做了那么大的事情，全国皆知，赵家也丢尽颜面，他如今却仍旧愿意让我回去。”骆剑清问道：“既然如此，那林夫人，你的祖父为何不派人来接你？你此番回去，必然会威胁到你兄弟姐妹的利益，他应当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赵月叔弟沉默下来，骆剑清也不忍伤害对方，便道：“或许是有事耽搁了，也说不定。”赵月苦笑着颔首道：“确实，我此番回去也未必是件好事。沙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危险之地，原本我还想邀请2位公子到我家中一住，现在想来可能也会拖累2位。不如这样，等明日我们到了沙都后，便在城郊分开吧，不要让人见到2位与一起进城。”骆剑清闻言一笑：“林夫人愿意邀请我等去你家中做客？”赵月微微愣住，下意识地说道：“骆公子，此刻我在家中的地位并不安全，你若是到我家中，恐怕会有一些危险。我家中有6位金丹期的大能，筑基后期的伯叔也有不少。你们过去……”赵月虽然觉得骆剑清2人的实力高强，远非普通的筑基期修士可以比较，但是他们就算再怎么强，能强过金丹期修士吗？甚至能强过他的祖父元婴期的赵国师吗？骆剑清听了这话，却是笑道：“我俩在沙都并无任何熟人，林夫人若是邀请我们，我们自然不会拒绝。而且这次您带我们从迎风城一路来到沙都，这番恩情我们还没有报答。”赵月错愕道：“可是你刚刚还救了我们的性命。”骆剑清道：“林夫人之前不也掐碎了自己的保命玉石，救了再下一命吗？”赵月顿时怔住，他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个俊美秀朗的青衣修士，许久后才笑着颔首，脸上全是感激。“既然如此，那便请2位与我去往国师府做客，我必当为2位介绍沙都风景，带领你们游历我五沙国的都城。”第2日，伴随着轻轻的风声，一辆看似普通的马车缓缓驶入了五沙国的都城沙都中。那马车哒哒的走着，径直的往皇城的方向而去，最后停在了皇城外一栋雕栏画栋的大宅子前。此刻，大门口处已经聚集了不少衣着华贵的人，他们脸上满是欣喜与期待，无论是谁，都好像特别欢迎赵月的到来，真心实意的表达自己的欢迎。近乡情更怯，赵月握紧了手指。而在一旁，玄灵子传音过去：“为何想要在这里停留？”骆剑清睁开眼睛，轻笑着转手看向玄灵子，一双狭长的凤眸笑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形。他理所当然的说道：“既然说好了要入世，那为何不借此机会真正看一看这凡人的国家？”“师傅，难道你不想亲眼看一看？”玄灵子无奈的勾起唇角，在赵月和小丫头看不见的地方悄悄牵住了骆剑清的手，低声道：“一切都随你，你要做什么，为师都在一旁陪着。”骆剑清和玄灵子暂时就在国师府里住下了。那赵月的兄弟姐妹似乎都非常想念他，他一回来便对他嘘寒问暖。在赵月的叮嘱下，马夫王叔没有将路上遇袭的事情说出去，国师府里的人也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兄妹和睦。骆剑清和玄灵子被安排住在西边的一座院子里，这里十分安静。如果真的想要在这里修炼，也未尝不可。骆剑清早已发现，五沙国全国灵气最充沛的地方就是在沙都的皇城附近。皇城中有灵气和龙气庇护，而这国师府就在皇城旁边，也是灵气充沛。这种灵气当然不能和太华山上相比，但也算是比较浓郁了。赵月刚回来，不少人还对他非常关照，等到日子一天天过去，对他表示关怀的兄弟姐妹便少了很多，因为他们已经确认了赵月真的失去了修为，此后便再也不是修真者。
对于崇尚武力的五沙国来说，既然不能修仙，那就是个废人。对此，赵月并无什么想法，他带着骆剑清和玄灵子出外游玩，将他曾经说过的沙都一些有趣的地方都走了个遍。从沙都城东的散修市场里出来后，骆剑清买了一颗包子。其实这个散修市场的东西骆剑清完全看不上，散修炼制出来的东西比自家六师弟都差了太多，更不用说和玄灵子比了。但是这颗包子却十分有趣，这颗包子是香菇馅的，据摊主说，这颗包子永远吃不完。骆剑清尝了一口，果然才吃了一半，这包子就自动恢复，又是一颗完整的香菇包子。对于这种奇特的灵气，骆剑清大感有趣，一旁的玄灵子却是轻轻摇手。接着赵月又带他们往武道商会逛去，一边介绍道，之前在路上我也与二位公子说过，这武道商会里的东西比较齐全，就是价格昂贵。而且在这里有许多出名的修士会出现，他们可能贩卖一些自己在万寿林捕杀到的妖兽的尸体，内丹也有炼器大师会将自己炼制的法宝交给商会拍卖。闻言，骆剑清好奇地问道，那刚才我们在散修市场那边怎么有很多炼器师的法宝没有送去武道商会？说这话的时候，骆剑清还在咬着那颗永远吃不完的香菇包子。清俊秀朗的青年就这么咬着一颗软乎乎的包子，认真的看着你，真是任谁都没法动气。林夫人见着骆剑清这样，更是母性泛滥。她并不知道骆剑清的年龄比他大上一轮，她只觉得这位骆公子长相俊逸，乐于助人，又十分有趣。赵月解释道，因为武道商会所出售和拍卖的法宝都必然是十分珍贵的，很多散修炼制出来的法宝都无法过了武道商会设置的那条线。三人一起踏入了武道商会。这栋4层小楼外表看上去十分普通，但是一进入其内，却会发现别有洞天。赵月说，这是一位炼器大师的作品，数百年前他为武道商会炼制了一个玄阶法宝，放在了沙都，当做武道商会的总部。这栋小楼看上去很小，只要走进去就会发现十分宽广。整个1层一半会放置999件商品，2层99件，3层9件，至于第4层我倒是从未上去过，听说只会摆放一件最顶尖的商品。一进入武道商会，就有人走上前来为骆剑清三人引路。那人看着赵月打量了许久，忽然惊道，您是国师府的赵小姐。赵月微微一笑，那人立即更加殷勤的介绍起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赵月如今就算是再怎样落魄，他照样是国师府的人。1层一共999件商品，看了半个时辰，总算是全部看完。这些东西骆剑清并未觉得多么有趣，只是很普通的法宝和丹药、灵药，还没有他手中的这颗包子有趣。赵月见状道，你将我们带去2层看看。武道商会的人听了这话，有些为难的说道，今日恐怕不大方便。赵月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他问道，难道说我国师府的人不可上第2层了吗？语气略带威严，森冷压迫。那小厮立刻苦了一张脸道，赵小姐，不是小的不想带您上去，您上去了，如果买了东西，小的还会拿折扣，您说小的会和钱过不去吗？实在是因为今日真的不方便。说话间，2个前来购买商品的客人便从楼梯上了2层。赵月一张秀丽脸庞渐渐变冷，他淡淡道，我自小便可进入武道商会第3层，如今你却这般拦着我不让我上去，别人倒是可以随意上去。我从来不知武道商会还有这样的说法，今日你倒是要告诉我，我到底有哪里不便上去？那小厮纠结的皱了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这让赵月心生恼意，但也觉得有些古怪。正在他准备再问一遍的时候，却听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从楼梯处响起，这不是月妹妹吗？哦不，已经要说林夫人了吧？多年不见，林夫人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成了一个废人而已。这声音一响起，骆剑清明显的看见赵月的身体猛地僵住。骆剑清挑眉看向来人，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紫色的貂裘大衣，腰间束着一条珠宝腰带，看上去富贵华丽。
一张脸也是非常英俊，就是眼神里带着几分邪气，令人看上去不喜。骆剑清不动声色地看向林夫人，只见后者冷静地说道：“没想到你也在这里，那今日确实是不便，恕小妹先告辞了。”说完，林夫人转身便想走，谁料那华贵男子立刻打开折扇，嗖的一声，折扇旋转着飞出去，正好拦住了林夫人的路。那扇子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形，最后又回到了男子手中。他潇洒地甩着折扇，道：“月妹妹，怎么说，我们当年也差点成为夫妻，你见我就跑，这样不大合适吧？”此人正是宰相之子三水红月中的裘水富。骆剑清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富贵男子，但是裘水富的视线却只是在他的身上扫了一眼，接着便离开。在裘水富的眼中，骆剑清和玄灵子不过是两个长得还算可以，但比他自己差远了的普通人，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赵月严肃道：“当日是小妹不对，但国师府已经给出了丰厚补偿，请裘公子莫要为难人。”裘水富晃悠着折扇，调侃道：“本公子倒不知道什么叫为难人。”赵月说：“今日小妹带着2位朋友出来逛逛，先行告辞。”说着，赵月又抬步就走，但是裘水富的折扇又飞了出来，再次挡住了赵月的路。赵月怒极：“你莫要欺人太甚！当日我国师府已经将我的所有嫁妆都赔给你们，我们根本只是定了亲，并未成婚。你也接受了那丰厚的赔偿，我也曾经登上宰相府向你们致歉，为何今日还要咄咄逼人？”裘水富脸上的笑意顿时敛去，他冰冷如蛇的目光盯在赵月身上，冷哼一声：“就凭你居然敢为了一个山野村夫毁了我们的婚约！”话音落下，裘水富一道山风飞来，似乎想要将赵月击飞。赵月回到国师府后，从一开始的众人关怀到如今的无人问津，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复当年。赵国师在下了一道让他回来的命令后，就闭关修炼，所以他只能默默承受这些冷眼。若是正常来说，国师府的人出行，家中必然会安排筑基期以上的修士同行保护，但是赵月却没有这个待遇，甚至连王叔也被拦在国师府里，不让他跟着来。那扇风劈过来，赵月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拔出了腰间软剑，抬剑迎击。那道扇风只是裘水富轻轻的一扫，没用上多少实力，但是赵月却整个人倒退10几步，气息不稳的喘气。见状，裘水富的眼中透露出几分戏谑。旁边武道商会的人根本不敢得罪他们，无论是宰相府还是国师府，都是五沙国的百年世家，远远不是他们可以匹敌的。而且裘水富最近竟然突破到了筑基中期，他年仅30便有这般成就，以后的道路十分远大，果真是成了一个废人了呀。裘水富好笑的看着狼狈的赵月，这次他轻轻摆扇，又是一道山风飞去。然而这一次，弧形山风只在空中飞了一半，便悄无声息的化为乌有。裘水富神色一凛，四处张望，道：“是哪位前辈出手？这里是我裘水富与那赵月的私事，当年他弃了我们的婚约，害我颜面扫地，请前辈莫要插手。”他说话时，身旁的一个金丹期护卫也往前走了一步，警惕的看着四周。宰相府有多么看重裘水富，真是一眼可知。他出个门，竟然也派了金丹期高手保护，果然用心良苦，小心培育。然而这一次却没有人回答裘水富。骆剑清站在旁边围观，一直低着头，小口小口的咬着自己那圆乎乎软绵绵的包子。他眨了眨眼睛，一副茫然无知的模样。裘水富的视线从他身上扫过，完全没有留意一秒。倒是在看到一脸淡然的玄灵子时，裘水富多看了几眼，最后才移开视线。裘水富又等了会儿，并没有等到那所谓的前辈的回音，于是他抬扇再扇。这一次，他在山峰中灌入了7成灵力，那扇风在空中形成一头巨大的鹰隼，鸣叫着往下冲来。但是就在那鹰隼刚刚扑闪了一下翅膀，根本连赵月的衣襟都没碰到时，就再次轰然碎去。裘水富怒道：“是谁？”
他身旁的金丹期修士也冰冷的说道：“宰相府解决私事，敢问是哪位高手？躲藏在旁边，暗自相助。若是有事，请出来与我等面对面的交涉，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话音落下，那金丹期修士右脚跺地，震出一道道的波纹。啊！众人立刻向发生的地方看去，只见一个俊美屹立的青衣年轻人惊讶的睁大眼，低头看着地上一颗沾染了灰尘的包子，一双细长清冷的凤眸里全是不可思议的神色，皮肤白皙，眉眼如墨。他仔细的看着地上的包子，过了许久才抬起头，蹙眉道：“刚才你们说话太大声，吓得我包子都掉了。”骆剑清微微蹙眉，薄唇一抿。在裘水父眼中，这青衣年轻人好像还真像那么回事，似乎要为了一颗包子向自己兴师问罪似的。他冷笑着摆摆手，直接将一颗下品灵石砸向对方，不以为意的说道：“一颗包子而已，拿了后给本公子滚远点。”谁料他这颗灵石刚刚飞到骆剑清的面前，便仿佛被一堵无形之墙拦住，灵石笔直的坠落下来，砸在地面上，让裘水父猛然怔住。他抬起头，只见刚才那个莫名其妙的青衣年轻人正垂了眸子，用淡漠平静的目光睨着他。一张清雅俊朗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表情浮动，只是淡淡的看着，随意的瞧着，仿佛在看待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不知怎的，裘水父忽然觉得心中一紧，他下意识的说道：“难道是你？”骆剑清轻挑一眉，淡笑道：“是我什么？”仅仅是一个表情的变化，这年轻人与裘水父刚刚看到的简直有天壤之别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骆剑清只是一个空有皮囊，看上去十分愚蠢天真的富家子弟，那如今他便恍若仙风道骨的高阶修士，黑发无风自动，一身青衫长袍在日光衬映下绽出清亮的颜色。裘水父心中还是觉得不可能，他用灵石仔细扫视着骆剑清，发现对方竟然真的只是筑基中期。这怎么可能？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怎么可能在他和李长老的眼皮子底下三番两次的救了那赵月？除非你是不是有同伙，将你的同伙叫出来，我们决一胜负。骆剑清轻笑着抬眸：“我还有同伙？这位裘公子，你倒是说一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刚才你那同伴随意的散发威压，害得我一下包子都落在地上生了灰。这可不是普通的包子，你还想用一块灵石就打发了我？”裘水父恼怒道：“不就是一颗包子吗？一块灵石足以让你买到你这辈子都吃不完的包子。”骆剑清诧异地睁大眼，用错愕的语气说道：“你是眼盲吗？言下之意是你瞎吗？”裘水父立刻痛斥：“你切莫欺人太甚！你再污蔑本公子，本公子让你走不出这武道商会。”骆剑清轻轻的哦了一声，仿若自言自语的说道：“原来你真瞎。”裘水父，你……一旁的玄灵子淡定的看着，望着自家徒儿这番恶作剧捉弄人的模样，他竟然不觉得自家徒儿在欺负人，反而觉得他非常可爱。太华山的人就是不该被人欺负，剑清真是颇有太华山首徒的风范了。骆剑清并不知道自家师傅居然能产生这么神奇的想法，如此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他继续说道：“这包子上有灵力波动，你身为筑基期修士，竟然连这都没有观察到。这可并不是一颗普通的包子，这是我的本命法宝。”此话一落地，现场悄声一片。那裘水父更是气得嘴角一歪，怒喝：“世上哪有人拿一颗包子当本命法宝的？”骆剑清勾唇一笑，指着自己：“有我。”骆剑清惋惜的看着地上的包子，道：“从我踏入修炼一途起，便与这包子日日夜夜相伴，我每日都舍不得吃它，所以你看，它至今都是完好无损的。后来我将它炼制成了我的本命法宝，按理说它该得到与其他法宝一样荣耀的地位了。可是如今，你们看，它竟然落在这地上，脏兮兮的沾上了尘土，而旁边的这些法宝却被供奉在这个商会里，供人挑选。”顿了顿，骆剑清抿住了嘴唇，长叹一声，
同是法宝，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裘水富气的直接用手指指着骆剑清，你信口雌黄。骆剑清将视线从那包子上移开，再也没有了刚才失落痛苦的模样。他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清澈的眸子坦荡澄澈，平静道：那你便将我的包子还给我。裘水富，不过是一颗包子而已，你要多少零食，本公子赔不起。骆剑清冷冷道：100颗上品灵石。裘水富睁大眼睛，你胡言乱语。骆剑清轻笑出声，反问了一句：那你是不想赔了？听着这话，再看着骆剑清一副清冷淡漠的模样，裘水富忽然觉得自己被眼前这人给耍了。他恼怒的收了折扇，道：你原本就是想打着这一番主意，不要以为你背后有人就可以欺压到我宰相府的头上。今日本公子便要让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话音落下，那裘水富挥扇便上，骆剑清却没有躲避，他站立在远处，眼看着那头灵力化成的鹰隼直直刺向自己的双眼。当那鹰隼快要啄上他的眼睛时，他抬起2根手指，轻轻夹住了裘水富的折扇，手腕一动，轰！裘水富倒飞出去，被那金丹期的护卫接住。周围一片震惊，连赵月都不敢置信的看着骆剑清，久久无法回神。这真的是筑基中期修士的实力吗？裘公子怎么可能只和他打了一个照面，就被他打飞出去？他根本没有动，怎么会这样？裘公子也是筑基中期，同样是筑基中期，差距竟然也会如此大，这人实在太厉害了。他到底是谁？赵月正然的望着骆剑清，他知道骆剑清当初能以筑基前期的修为，一击就将来追杀自己的杀手头领击杀，一定非常厉害。虽然那杀手头领是筑基后期修为，可是却远远无法与筑基中期的裘水富相比。要知道，裘水富这把扇子可是玄阶极品法宝，他从小就与许多高手比斗，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虽然赵月很不喜欢裘水富，却知道在金丹期以下，这裘水富绝对算是顶尖高手。然而裘水富再厉害，也只是一个照面就被骆剑清击飞。金丹期的护卫赶紧将裘水富安置下来，等发现裘水富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后，他便从自己的纳戒中取出一对双环大刀，眼神冰冷的盯着骆剑清，阴笑一声：原本看在你身后人的面子上，老夫并不想为难小辈，但你既然敢对公子出手，那休怪老夫无情。此话一落地，轰隆隆的雷鸣声从天空中响起。武道商会外的天空中猛然凝聚出了浓厚的乌云，乌云中有银蛇翻滚，一道道闪电隐匿于乌云之中，仿佛随时都能劈下。那金丹期护卫挥舞着2把大刀，刀身一片血色，反射出冷冽的光芒。他一刀劈下，顿时山崩的摇，细小的银蛇也从空中飞下，包裹在巨大的灵力刀影周围。雷刀斩！这护卫毕竟是金丹初期修为，而骆剑清此刻被玄灵子压制了修为，只有筑基中期。他这个筑基中期原本就不是为了对付那同样是筑基中期的裘水富，而是为了对付这金丹初期的护卫。骆剑清神色古怪的看着2道巨大刀影上小小的雷蛇，他犹豫了一瞬，最后还是从眉间取出双符剑。然而这一次他根本连剑鞘都没有拔出，只是举起双符剑在空中轻轻挥动了2下，忽然便见一道恐怖的雷霆从空中劈下，粗如水桶，令所有人震撼。好恐怖的雷霆！这么凶残的雷霆，这到底是什么？难道说那个筑基中期的修士竟然能引来这么可怕的雷霆？粗壮可怖的银色闪电直直劈下，夹杂着一道道青色剑气与那2道刀影相撞。砰！巨大的声响在整个武道商会中响起，另一层所有的商品全部震动。只见一道道晕黄的光芒包裹着武道商会的4层小楼，悠悠的亮起。这栋小楼本身就是一个法宝，如今有人在它的内部开战，他自然要保护好自己，还要保护那些法宝丹药。早在骆剑清和裘水富争吵起来时，
武道商会的沙兜负责人便赶到此处。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纠纷，一边是宰相府，一边是国师府，他哪里都不好得罪，就任凭两方人自行解决。然而现在这解决的都快将他的武道商会打烂了，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武道商会的负责人立即站了出来，大声道：“两位道友，请出外一战。”骆剑清转手看了那负责人一眼，还没来得及动作，便察觉到耳边响起一道风声。他立刻侧过头，恰恰躲过了这一道攻击，但是却被那刀气割下了一缕头发。骆剑清脸色渐渐沉了下去，一旁的玄灵子也蹙起眉头，双眸微眯，望着对面站着的金丹修士。双符剑在剑鞘中愤怒的咆哮着，不断撞击剑鞘，然而骆剑清却仍旧没有将它取出来。俊美金贵的青衣修士轻轻甩袖，问道：“身为一个男人，大庭广众下欺负女子便是不对。林夫人有言，当年你们已经拿走了赔偿，还接受了他的道歉，如今你们还要苦苦相逼，这也是你们的不对。最后，你明明知道对手只是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身为金丹期前辈，竟然暗自偷袭，这更是无耻无义。”顿了顿，骆剑清轻轻抚弄着双符剑的剑鞘，语气淡漠道：“你这样的人还不足以让我拔剑。”双符剑不满的颤动两下。骆剑清抬眸看向那金丹修士，薄唇微勾：“但你也值得我使出一道剑招。”话音落下，骆剑清双指合拢，一道青色剑光拔地而起，剑光漂浮在空中，形成8道青色的剑影。那剑气实在太过浑厚，仿佛已经凝聚成了实物。骆剑清轻轻抛出双符剑，还裹在剑鞘里的双符剑便旋转起来，被另外8道剑影盘旋在中间。剑未出鞘，却有磅礴剑气降下。骆剑清右脚跺地，忽然一掌将双符剑拍了出去，顿时9把剑盘旋着化为一朵青色莲花，夹杂着可怖的凌厉和威压，直直撞向那金丹期修士。一剑化9连，金丹期修士也不可能束手就擒，他赶紧使出了自己的绝招。2道巨大的刀影如同小山，骆剑清的青色莲花却娇小可爱。然而看在那金丹修士的眼中，却觉得这朵莲花带着致命危险的气息，他根本不敢直。当刀影被莲花碾压成灰后，他害得往后连退数10步，但还是吐出了一口鲜血，气息猛然暴跌。一道剑招，剑未出鞘，竟然会是这样彻底碾压的结局。武道商会中鸦雀无声，骆剑清翻手将双符剑收回去，一朵青莲剑纹便出现在了他的眉间。玄灵子抬手按在他的眉心，那剑纹倏地消失，又恢复成原本的模样。等到众人终于回过神的时候，骆剑清3人已经离去。临走前，骆剑清弯腰拾起了那颗落在地上的香菇包子，走到裘水父的面前，低眸望他，面无表情的说道：“既然你不愿意原谅林夫人，那应当将当年他赔偿给你的嫁妆都送回来才对，这样你才有资格继续辱骂痛恨林夫人，也算有了一个理由。”说完这句话后，骆剑清转身便走，留下所有目瞪口呆的围观人群。刚才我真的没看错，筑基中期的修为竟然可以碾压金丹初期的修士，这人绝对是天才，而且是绝顶天才。他一定不是我们五沙国的人，他是大国家的精英，他甚至可能是大宗门的弟子。天哪，难道我刚才见到了一个大宗门的精英弟子？大宗门真是了不得，实在太恐怖了。我们五沙国靠近那玉道门，难道这人就是玉道门的弟子？很有可能，他或许是玉道门的内门弟子。这些话并未传到骆剑清耳中，他也没有在意刚才在武道商会中发生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当初林夫人悔婚私奔，着实是有不对，害那裘水父丢了面子。然而，首先2人只是婚约阶段，并没有真正的谈婚论嫁。其次，林夫人也说了，当年她曾经当面道歉，获得了对方原谅，并将自己丰厚的嫁妆当作赔礼，全部双手奉上。既然如此，那当年的事情便是2方同意，决定了结，互不亏欠。现在看到林夫人狼狈的回到沙都，
看到他过得不好，这裘水父便想欺辱一番，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一路上，赵月不断道歉，我也没想到这次竟然会在武道商会碰到那裘水父。今日是因为我的缘故，令洛公子和吴公子无法好好逛一逛那武道商会，等改日，我一定再带两位前去。洛剑清淡笑着摇手，林夫人，你也想不到会在那里碰到熟人，也不会想到竟然会有人在大庭广众下便如此咄咄逼人。今日也不是你的错，那武道商会我们也看到了，沙兜也逛得差不多了，再过几日我们便打算离开五沙国。赵月微愣，你们再过几日便要走了？洛剑清颔首，是。说完，他转手看了一眼自家师傅，道：我们还有事在身，不方便在五沙国多停留。赵月没有再多留，三人一起回了国师府。这一次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洛剑清和玄灵子也才刚刚回到自己的院子，便听到了吵吵嚷嚷的声音。在没有敌人的时候，不用玄灵子多说，洛剑清就主动收敛了灵力，将修为压制到炼气期，像一个凡人。但是这一次听到这声音后，他却放开了灵识，很快便发现了来人是谁。洛剑清抬袖为自己斟了一杯茶，品饮了一口，道：没想到那国师府的人消息知道的这么快。玄灵子并未回答，只是抬眸望着洛剑清，不动声色地推了推自己的杯子。洛剑清没有注意到玄灵子的动作，又说道：其实那林夫人并未真正成为一个废人，只不过当初将灵力灌输到灵珠里时伤了根基。这次我们的五沙国之行，林夫人也算帮了我们不少，不如我们就帮她一把。玄灵子没有吭声，又将杯子往前推了推。洛剑清皱起眉头，想了想又道：不过林夫人的根骨也只能算是2品下品，还不如蓉蓉是2品上品。既然如此，那师傅，我们还是帮蓉蓉一把，带她入修炼之门，算是报了林夫人一路上的恩情。玄灵子默默地将自己的被子推到了洛剑清的跟前，晕黄的夕阳光辉照在那张淡漠俊逸的脸庞，显得有几分清冷。洛剑清此时才发现自家师傅拿推杯子的行为，他先是无语了一下，接着才拿起茶壶给玄灵子斟茶。一杯茶斟好后，玄灵子这才满意的将茶盏收回，轻轻抿了一口，低声道：好。洛剑清道：那明日我们便走吧，这五沙国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有趣的地方，不过今天晚上可能是一个不眠之夜，国师府的那群人应当会来寻找我们。玄灵子修长的手指在红木桌上轻轻敲击着，他淡然的问道：与我们何干？洛剑清闻言一笑：是，与我们无关。当天晚上，当洛剑清一剑将金丹期护卫击败的消息传回国师府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国师府中6个金丹期修士，有5个来到了洛剑清的院子外，一定要见一见这个人。赵月的父亲如今是国师府的当家人，他对自己的女儿说道：这次那洛道友得罪了宰相府的人，在整个五沙国境内，唯有皇族、镇南王府和我国师府可以保住他。月儿，你当年犯下大错，今日便是你弥补的机会。只要那洛道友可以加入我赵家，成为我赵家的客卿，我赵家一定会保住他。赵月兰在洛剑清和玄灵子的院子前认真说道：父亲，各位叔伯，洛公子和吴公子并非我五沙国的人，我知道你们非常希望他加入我们赵家，甚至希望他可以成为赵家的女婿。但是洛公子并非我等可以招惹之人，他们过几天也会离去。他们是女儿的客人，请你们不要为难他们。赵月的父亲怒而甩袍道：荒唐！我赵天怎么会为难一个小辈？赵月咬着牙，仍旧不肯让开。洛公子和吴公子今日是为了帮我，才出手伤了那裘水父和他的护卫。这件事，女儿愿意负责，让宰相府的人来找女儿报复吧。赵天一脸怒意：你可知道，那宰相府的老祖前几年已经突破了元婴期？你以为你祖父为什么要闭关？就是因为皇族有了一位元婴期的长老，宰相府也有了元婴期大能，现在国师府岌岌可危。那洛道有肯定出身名门，
或许就是玉道门的内门弟子。只要与玉道门攀上关系，我们国师府还用惧怕皇族和宰相府？你要为自己的家族想一想。赵月犹豫了许久，就在赵天即将突破他踏入院门的时候，他还是挡在前面，苦苦哀求道：父亲，骆公子和吴公子一路上帮我许多，他们只是来五沙国游玩，你们何苦麻烦人家？我们国师府的事情与骆公子、吴公子无关，你要将他们拉下五沙国这泥潭，这是在让女儿羞于做人啊！赵天哪里再管这个女儿，他大臂一挥，将赵月掀开一边，抬步就往院子里走去。然而，砰！一道无形的结界出现在这院子外面，将赵天挡住。赵天已经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却仍旧无法突破这道小小的屏障。他犹豫了很久，最后高声道：骆道友、吴道友，在下乃国师府当家人赵天，敬佩二位的剑法，特来讨教一两招。我国师府有意愿聘请2位担任客卿，可享受嫡系弟子的修炼资源。回答赵天的是一片寂静。赵天在院外又喊了许久，却仍旧没有得到回应。赵天又等了一会儿，眼见院子里迟迟没有回声，他才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那相逢便是缘。这里有一些薄礼，请2位道友笑纳。说完后，赵天转身便走，只在院门前留下了一支纳戒。走之前，他狠狠地瞪了自己的大女儿一眼，冷声道：你若是不能为家族效力，还留下来做什么？不过是个只会吃里扒外的废物而已。赵月本想开口，但是话语到了嗓子眼里，便全部噎住。浩浩荡荡的人马很快就离开了骆剑清所在的院子。赵月在屋外站了一会儿，接着笑了起来。这一笑仿佛突然苍老了10岁。赵月朝院子里行了一礼，道：今日打扰了2位公子休息，我父亲虽说比较霸道，但还不至于大庭广众下强迫你们。不过宰相府的人就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了。听闻宰相府最近与玉道门走得挺近，若是2位公子真是玉道门的弟子，还请与宰相府化干戈为玉帛。若不是，那便趁早离开玉道门的领域吧。这里是一些鉴别礼，我便不送2位公子出城了，以免被别人发现。说完后，赵月也在地上留下了一支纳戒，然后转身走人。院外从起初的热闹非凡到如今的门庭冷落，一切都落在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耳中。在赵天吵闹的时候，2人对坐品茶；在赵月离开时，2人仍旧低手饮酌。等到这一切全部结束后，骆剑清手指一抬，2枚纳戒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他细细的把玩了一会儿，笑道：师傅，林夫人给我们的鉴别礼着实丰厚，比那赵天的还要丰厚。玄灵子单手拿着茶盖，轻轻搔刮着袅袅茶香，道：赵天是想收买你我。骆剑清了然的颔首，他认为我们可能是大宗门的子弟，比如说是那玉道门的子弟。顿了顿，骆剑清问道：师傅，你听说过玉道门吗？玄灵子迟疑了片刻，道：似乎曾经听说过，好像在依附于飞花宗的100多个小门派中，有一个便叫做玉道门。为师也记不大清楚了。骆剑清也没想太多，笑了一声后便道：那我们明日就离开吧。一轮弯月慢慢爬上夜空，将清凉如水的光辉洒向大地。第2日天色渐明，骆剑清和玄灵子收拾了东西，准备离开国师府，离开五沙国。临走前，骆剑清执意要去探望一下蓉蓉小丫头，并且给她留下一些礼物。玄灵子便随他而去，跟他一起走向林夫人母女的院落。与此同时，遥远的魔域中，轰轰轰，一阵阵狂暴的灵力风暴席卷了整片魔域，以魔道宫为中心，如同涟漪，迅速的向四周散去。从涟漪中心开始，那疯魔一般的威压渐渐减弱，但就算有了减弱的趋势，可是这股可怕的力量依旧席卷了整个魔域，甚至波及到了云州、岑州和13海。岑州，归元宗。佛子正潜心念诵佛经，忽然他睁开眼睛，转手看向自己的师傅。隐藏于归元宗深处，正在闭关的太上长老也睁开眼，
一双虚无空洞的眼睛遥遥地望向魔道宫的方向。太上长老凝视了许久，接着拨弄起了百年未动的佛珠，低声念道：“阿弥陀佛。”13海、13海主、12海主和11海主的领域与魔域最近，那股波动传递过来时，他们全部发现3头妖兽一起飞出大海，急速往妖境方向而去。一定要将此事禀报给阴极妖尊。这个时候，骆剑清和玄灵子一起已经走到了赵月的院子外。骆剑清正笑着说话，玄灵子却忽然停住脚步，他无声的转眸往魔域方向看了一眼，只是极其平淡的一眼，却被骆剑清发现。怎么，师傅？玄灵子面露复杂之色，半晌后竟然微微的勾起唇角，笑道：“魔尊离突破更进一步。”骆剑清心中一喜，眼前顿时浮现起当初在魔道宫见到的那个血袍身影。隔了1年，魔尊的外貌骆剑清已经记不大明朗，但是却清晰的记得那一日魔尊出现时给所有人带来的震撼。若是魔尊真的突破，那人族在2族大战中就更立于不败之地了。这毕竟是一件好事。玄灵子也笑着颔首，然而没等他们再开口，远远的便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大姐真的那么糊涂？她就不能想想办法，将那2个人留在我们国师府？妹妹真是太不为家族着想了，爹，你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妹妹，她整日与那野种留在咱们国师府，只是干吃白饭的。就算祖父喜欢她，国师府也容不下一个闲人。你们不用着急，月儿真是太糊涂了，今日为父便要让她知道，家族才是她需要奉献的地方，其他人算什么？”吵吵嚷嚷的声音远远的从长廊就传了过来，一直没有停歇。骆剑清停步往回看去，不过多时，一个壮硕的中年男子和几个年轻一些的男男女女就走了过来。见到骆剑清和玄灵子时，他们一下子愣住，为首那人才上前一步，笑问：“莫非2位就是月儿请来的客人？”骆剑清勾起唇角，轻笑着颔首：“不错，不知阁下是？”那男人道：“在下乃是月儿的父亲，国师府的当家人赵天。2位公子少年才俊，昨日傍晚，在下还曾前去你们的院外探望过。过去这些日子里，府上一直繁忙，未曾照顾到2位，是在下招待不周了。”第一次真正见到这赵天，骆剑清竟然无法从对方俊朗坚毅的外貌上看出来，这样的人会骂自己的女儿是废物。昨天晚上这赵天骂赵月的那句话，声音压得极低，骆剑清离得又远，原因以下不该听得清，但是骆剑清和玄灵子都听到了。如今这赵天却一脸正气，并不让人讨厌。然而联想到昨天晚上自己和玄灵子听到的那番对话，骆剑清唇边笑意更盛，道：“无妨，我们兄弟2人叨扰了贵府才是真。今日我们便打算离去，此刻是来向林夫人辞行的。”一听这话，赵天眸子一转，爽朗笑道：“骆道有不再留一会儿了？”骆剑清摇头。赵天的目光放到了一旁默不吭声的玄灵子身上，见玄灵子只是低眸望着骆剑清，他先是困惑的蹙了眉，接着想到，大概在这2个人之中，以这位青色衣衫的骆道友为主导，旁边的吴道友只是个跟随的。赵天遗憾的说道：“那可真是可惜了，再过几日玉道门的弟子也会来到我沙都。若骆道友是玉道门的弟子，倒是可以与你的同门师兄弟相聚。”这句话说的十分简单，但却是在套骆剑清的话。骆剑清虽说常年待在太华山上，很少去关注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但也不是傻的。他直截了当的说道：“我们并非玉道门的弟子。”赵天一愣，下意识的问道：“不是玉道门？难道你们的宗门离五沙国很远？”骆剑清淡笑道：“我和师兄来自玉霄门。”玉霄门？那赵天低声呢喃了2句，思索许久，仍旧没有得出答案。他抬手再看向骆剑清，却见这清俊秀雅的年轻人正微眯着眸子，轻笑着望着自己，那笑意看似温和，却不达眼底，不知怎的，竟然让金丹出气的赵天有些心慌。这时赵月得到消息出了院门，他左手
拉着小丫头蓉蓉，身后跟着老管事王叔。一出门见到骆剑清与自己父亲对峙的情况，他赶紧上前说道：“爹，骆公子和吴公子似乎要走了，你们是来送行的吗？”一句话直接堵死了赵家人的打算。原本赵天是想找机会让骆剑清再留下来，就算他们不是御道门的弟子，但是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人。如果国师府能够得到这两人的助力，想来以后在五沙国的地位将会更高。赵天唯一可惜的是，自己的父亲老国师现在竟然闭关了。否则如果让老国师出面，这两个年轻人结何仇不留下来，甚至还能入赘进他们赵家。再过100年，他们赵家说不定又能多出一个元婴期大能。但是现在赵月已经说了骆剑清二人要离开了，赵天总不能说我不允许你们走。一时间赵天的脸色猛然沉了下来，他怒喝一声：“月儿，到为父身后来！”赵月低下头叹了声气，拉着女儿往赵天那边走去。能做的他都已经做完了，早知道赵家会将算盘打到骆剑清二人身上，他绝对不会邀请两人来国师府。自己父亲会使出什么手段，赵月最为了解了。无论今日骆剑清二人是因为什么留下来，早晚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娶上赵家的女儿。如果要问他们不愿意，怎么就娶上赵家女儿了？假设赵家女儿的清白被他们毁了，他们敢不负责？不负责就是与整个赵家作对。赵月不吭声的往后走，蓉蓉也乖巧的低着头，不敢说话，只是紧紧拉住了娘亲的手，似乎这样就能给娘亲传递力量。见着这番情景，骆剑清眸色变幻，最后他轻轻叹息一声，翻手取出了一块小巧的糕点。这糕点一出现，蓉蓉小鼻子动了动，接着激动的抬起头看向骆剑清，道：“风糕。”骆剑清微微一笑，上前一步，将这块风糕放入蓉蓉的小手里。沙都离银风城这般远，蓉蓉以后要吃上风糕可就难了。这是我那戒里的最后一块风糕，你吃了吧，解解馋。听了这话，早熟的小丫头立刻要将风糕还给骆剑清，但骆剑清却坚持着塞进他的掌心。小丫头吞吞口水，实在按捺不住的想要吃风糕。她转头看了自己的娘亲一眼，赵月也笑着颔首。只不过是一块糕点而已，并不算什么。得到娘亲允许后，蓉蓉立刻咬了一口。这一口下去，刹那间一股浓郁的丹香从风糕的缺口处飘散出来，那香味清雅宜人，光是嗅到一丝都让人豁然开朗，心神明净。一吃下这一口，蓉蓉顿时愣在原地，一旁的赵月也睁大双眼。根本没把这块风糕当回事的赵天等人个个惊骇的望着蓉蓉和他手里的风糕。赵天双眸瞪如铜铃，眼见蓉蓉迫不及待的要吃第二口，他立刻出手阻拦，不许吃。金丹出奇的修士眨眼间便瞬移到了小丫头的身前，伸手就要夺走那缺了一口的风糕。骆剑清见状，冷笑着勾起唇角，轻轻跺地。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凶猛的击向那赵天，让他倒跌2步。此刻赵天哪里管得上自己被击退的事情，他怒道：“不许吃，留下那颗宝丹，这香味至少是5品丹药，将它留给父亲，父亲一定能增长修为，说不定能一举突破。”蓉蓉听了这话，吓得赶紧停住，一双大眼睛望着站在不远处的外公。赵天见状，终于松了口气，他上前说道：“这里面至少含有一颗5品丹药的药力，如果将它送给父亲，就是大功一件。月儿，你今日做得很好。”说着，赵天便想伸手去拿蓉蓉手中的风糕。骆剑清微微蹙了眉，没有吭声，他想看看赵月的选择。就在赵天快要拿到风糕的时候，却见赵月忽然展开双臂，拦在了赵天的面前。赵天猛然愣住，只见赵月咬紧牙齿道：“父亲，蓉蓉喜欢吃风糕，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有写信告诉您，今日她不过是想要吃一块风糕，您何须阻拦？”赵天微微怔了片刻，接着怒道：“你休要胡闹！蓉蓉一个小丫头，要什么5品丹药？
这东西一定要给父亲。赵月面无表情的说道：祖父闭关至今还未出来，这丹药真的是要给祖父的吗？赵天，你胡言乱语！赵月闭上双眼，苦笑道：父亲，自女儿回来后，您便从来没正眼瞧过我。母亲去世多年，我本以为您、大哥和三妹还有蓉蓉，便是我留在世上最后的亲人。此番我从迎风城回来，到底是谁伏击于我，买通杀手要了我们母女的性命？我不想知道，也不敢去知道。但是如今，您硬是要抢夺外孙女的一块糕点，让自己品用，您怎么能下得了这样的狠心？赵天哑然无言，许久后，他才说道：你胡说，为父不知道你在路上被人追杀的事情，也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为家族奉献是你的义务，快将东西交出来。赵月笑了，女儿知道，您还不至于买凶杀了女儿，至于想要杀了女儿的是谁？赵月的视线冷冷的往赵天身后的年轻男女扫了一眼，淡淡道：女儿并不想知道。赵天怒道：五品丹药是家族宝物，你岂敢私吞？话音落下，赵天金丹期修士的威压全部四散开来，竟然是想要直接抢夺。那威压逼迫在蓉蓉身上，让小丫头被压得骨头嘎吱嘎吱作响，疼得哭了起来。但是就算这样，蓉蓉也死死的拿着手中的风膏，不肯将风膏交出去。这是哥哥给蓉蓉的礼物，是蓉蓉的。望着这样的场景，骆剑清终于忍不住出声道：是你的，你便吃了吧。说话间，骆剑清拂袖一挥，那压在蓉蓉身上的威压便瞬间消失。蓉蓉呆呆的点头，下意识的又咬了一口风膏，晶亮的光芒在她的身上闪烁着。她的外祖父赵天更是睁大双眼，怒气冲天。不可！骆剑清冷笑一声，还未出手，这一次却是玄灵子一指点出，将那赵天定在了原地。骆剑清诧异的转手看向自家师傅，问道：我以为你不会出手的。玄灵子垂了眸子，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有人来了，以你筑基中期的修为，暂时还不是他的对手。骆剑清诧异的挑了眉，还没来得及多问，却见一道白发白眉的老者从空中飞下。霎时间，元婴修士的威压轰隆隆的压下，如同巨山大海，令众人喘不过气来。唯独骆剑清、玄灵子以及被他们庇护的小丫头蓉蓉分毫无损。赵国师气度森严，他四处扫视一周，冷冷道：赵天，这是怎么回事？赵天立刻行了一礼，道：父亲，今日孩儿看到了一颗五品丹药，是别人送给月儿的女儿蓉蓉的礼物。孩儿认为这等东西蓉蓉现在用了也没有太多好处，应当将此物献给您，谁料却遭到了阻拦。赵国师闻言微怔，他在视线在骆剑清和玄灵子的身上停留住，两方对视许久。赵国师上前一步，问道：两位道友，莫非那颗五品丹药是你们的所有物？骆剑清淡然的颔首：不错，但我已经送给蓉蓉了。听了这话，赵国师哈哈一笑：好，我的曾孙女能有这样的机缘，以后注定前途无量。在下在这里回送给两位一些薄礼，还望笑纳。我国师府从来不会欠人恩情，今日我曾孙女的机缘，我赵国更是不会去抢夺。赵天一下子呆住，赵月却眼眶一红，渐渐湿润起来。这赵国师和骆剑清想象中倒是有些不同，他多看了赵国师几眼，本以为对方是在敷衍，谁料赵国师却让蓉蓉直接将这块风膏吃了下去。闻着风膏中的甜香，赵国师感慨道：多年没有尝过那迎风城的风膏，确实是美味，过几日老夫也得尝尝去。蓉蓉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曾祖父，胆怯的缩在娘亲身后。其实赵国师刚来就猜到了大概情形，他知道自己这个大儿子实在太过重利，女儿以前有天赋时便十分看重宠爱，如今女儿没有了天赋，便弃之如敝履。赵国师本想和赵月再说几句，谁料蓉蓉却忽然痛苦的呜咽一声，往后倒去。赵月赶紧抱住女儿，焦急的看向自己的祖父。赵国师还没得出个所以然来，却听骆剑清笑道：洗精伐髓，退骨换根。
不经历一番痛苦，怎能得到更好的东西？话音落下，骆剑清上前朝呆怔住的赵月行了一礼，道：“林夫人，原本在下以为那颗玉清修神丹便足以了结我们这段缘分了，但如今您的祖父又送给了在下一些礼物，令在下又欠了一些恩情。如此，在下便送给你最后一样东西。”这一次，骆剑清没有再亲自动手，他转手看向自家师傅。两人对视片刻，玄灵子无奈的摇手，抬手在空中虚画了一道符箓，轻轻一点，便没入了赵月的身体里。下一刻，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赵月身体里那一道道空荡荡的经脉里，竟然渐渐出现了灵力。原本干涸损坏的经脉，在灵力的滋润下渐渐修复。一刻钟后，虽然他的实力才恢复到炼气2层，但是却有着炼气8层的境界，只要过上几天，一定能恢复曾经的实力。而且连赵国师都没发现，赵月的经脉处竟然透露出了一丝隐隐的金光。众人震惊地望着赵月恢复实力，等他们回过神时，骆剑清二人早已离去。他们走的时候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元婴初期的赵国师也丝毫没有察觉。这时候赵天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招惹什么样的两个人。赵天哑着嗓子自言自语道：“幸好没有直接动手。”赵国师却是冷了一张脸，瞪了自己的大儿子一眼，接着转手问道：“月儿，你那两位朋友到底是何人？”赵月愣了愣，喃喃道：“我只知道他们一个姓骆，一个姓吴。”犹豫了片刻，赵月还是向最疼爱自己的祖父坦白道：“一路上，我曾经听那位骆道友唤吴道友为师傅。”一语激起千层浪。赵月的三妹惊呼：“那骆道友已经那么厉害了，旁边不显山露水的吴道友，竟然是他师傅！”赵月的大哥也是不敢置信的说道：“这两人到底是什么修为？”赵天想了想，说道：“他们说自己是玉霄门的弟子。”赵国师听了这些话，仔细思索了一会儿，玉霄门能够培养出这么厉害的人杰，绝对不会是普通宗门，就连玉道宗都没有这般厉害的人。那骆道友的骨龄似乎不足50岁，旁边那位吴道友更是深不可测的，让我无法察觉。玉霄门，玉霄。赵国师忽然睁大双眼，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孙女。众人都好奇的看着他，老国师颤抖着身体，许久后却是一甩大袍，哈哈大笑起来。若真是那样，我赵家遇上的便是顶天机缘，我赵家要崛起了。蓉蓉原本就是2品上品的根骨，此番醒来，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这是我赵家崛起的机会。从今日起，老夫要亲自带着蓉蓉修炼，培养她成仙。此时此刻，骆剑清和玄灵子看似缓慢的走着，但却速度极快，眨眼间便走了10几米远，偏偏周围还无人察觉。不过多时，他们便离开了沙都。转身望着城门上沙都2个大字，骆剑清微微一笑，拉着自家师傅继续往前走。与此同时，妖境内半躺在大殿宝座上的阴姬也得到了消息。其实在魔尊尝试突破的那一刻，仍在闭关的天妖尊便察觉出来，将事情告诉给阴姬。阴姬沉着一张脸，用冰冷的蛇瞳凝视着跪在下面的3大海主。良久，阴姬柔媚一笑，道：“小千秋不出来，那你们便逼他出来。本尊倒是不信了，他能一直龟缩在那魔道宫内。”顿了顿，阴姬忽然想到，等等，刚才是谁说小千秋新收的那个徒弟60岁前就达到了元婴后期？13海主抬起头，是属下说的。据说在5、6年前，他的那个徒弟似乎曾经去了36州，当时便有传言他已经达到元婴后期。阴姬摩挲着尖细的下颚，从喉咙里笑了出声：“师傅要突破，徒弟也进步得如此迅速。既然小千秋不肯出来，他的徒弟总要出来。你们看好了魔道宫的情况，本尊要在1年内知道为什么小千秋能获得突破的机会。”魔域，莫秋刚刚出关，一身灵力凝聚如实物。他先是沐浴更衣，接着换上了一件血色红袍，
抬步走出了自己的宫殿。这才刚刚出门，便见到守在门外的管事七落。莫秋姣好的桃花眼微微挑起，心情不错的问道：“怎么，本尊闭关这些日子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七落低着头，恭恭敬敬的说出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莫秋一个个的听了过去，等到最后，七落从袖中取出了一块玉牌，交到莫秋手中，道：“这是归元宗的佛子安排人送入魔道宫的玉牌。公主，那佛子说这是他收人所托，专门交给您的玉牌。”收到佛子的玉牌，莫秋立即就想到了洛剑清。除了洛剑清，还有谁会拜托佛子给他带消息？打开玉牌后，莫秋听着洛剑清的话，眉头一蹙，屹立的桃花眼微微眯起。极北之地的东西？极北之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赶过去一趟？在玉牌里，洛剑清请莫秋务必要前往极北之地一趟，还告诉他在那里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送给他。莫秋并不明白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在极北之地才能给的，不过在修真界，有些法宝或者丹药非常奇怪，可能无法脱离某个特殊的环境。或许洛剑清要给我的东西是只有在极北之地才能发挥作用的法宝，或者是无法脱离极北之地范围。不过一盏茶功夫，莫秋就换来了七落，吩咐他以魔道宫管事的身份，在未来这段时间内注意一些事项，管理好魔道宫内的事务。自从玄灵子撕毁契约，已经过去了快半年，妖境一直没有传出任何动静，但有传闻妖尊阴姬已经闭关出来，以后你要小心妖族。七落颔首道：“是。”阴姬出关这件事已经在妖境传开，想来肯定是真的。和洛剑清以往见到的不同，此刻的莫秋神色淡漠，眼中全是血色光芒，他危险的勾起唇角，低低的笑了一声，道：“100年前本尊就很想将那阴姬击杀，如今他既然第一个出关，那就休怪本尊无情。”是。即使一个是大成后期，一个只是半步合体，但在莫秋面前，七落不敢造次。第二日，莫秋就离开了魔道宫，径直的往极北之地而去，将所有事务交给魔道宫大管事和左右护法。从魔道宫到极北之地的距离远远比太华山要近，此时此刻，莫秋才刚出发，就已经领先洛剑清。洛剑清和玄灵子离开五沙国后，并没有再多在凡人国家逗留。他们吃下易容丹后，化作较为普通一些的模样，一路向北走。路上也尝过一些好吃的，遇到过热闹非凡的庙会，但是两人都只是参与其中，没有太上心。其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路过某个修真者城镇时，两人正好看到有人在抛法宝招亲。抛法宝招亲是修真界借鉴了凡人的抛绣球改变而来的，在修真界，女修虽然不少，但是却也不多。每个出色的女修都会被许多男修仰慕，想要与她结为双修伴侣。倘若女修也有了意愿，则是皆大欢喜。但若是女修想要找个男修双修一起提升修为，却没有具体的对象，那便会进行抛法宝招亲。女修会炼制出一个法宝，其中蕴含了她的灵力属性。这个法宝可以在男修中寻找出非常适合自己灵力属性的，两个人如果进行双修，会效果加倍。修士们对感情并不是非常看重，修炼意图漫长悠久，有的时候只是想找一个可以一起修炼的伴侣，同时还可以互相增进灵力。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前，大多数感情都脆弱的不堪一击，于是抛法宝招亲，找到属性合适的伴侣，是很多女修的选择。然而在洛剑清和玄灵子路过的那次抛法宝招亲中，却遇到了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个绣球模样的法宝在洛剑清和玄灵子的身边不断乱晃，先是往洛剑清那儿走，接着又往玄灵子那儿走。见状，洛剑清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玄灵子却是脸色一冷，拉着自家徒弟就往外走，远离了那个场地，根本没去看身后那女修失落的表情。法宝确实是可以按照修士的属性来寻找伴侣，但是女修也可以操纵法宝，毕竟这是她自己炼制的法宝，如果连这个都无法保证，那这女修的修炼就太不到家了。离开了那座修真者聚集的镇子后，洛剑清和玄灵子走在郊外的小路上。前者淡定从容，面带笑意，俊逸如墨的眉眼
微微舒展开，恍若能夺走天地光彩，而后者则脸色凝重的要滴出水来，面色清冷，似乎很不悦，但又始终没有说出来。走了许久，骆剑清终于不再逗自家师傅，笑道：“师傅，你觉得刚才那位女修到底是想选我，还是选你？”玄灵子默默垂眸，拒绝回答。骆剑清走着走着，一边说道：“我觉得是想要选你，师傅。那个法宝在你的身边逗留的时间比我久，他肯定是想要邀请你当他的双修伴侣。”玄灵子垂着眸子，还是不说话。骆剑清又想了想，道：“不过他的视线倒是总是留在我身上，倒也难说。那女修相貌确实比较姣好，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了筑基后期，是一个出色的修士。若是能和他双修，双方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和他双修，你觉得会有好处？”玄灵子语气极淡的问道。骆剑清没想那么多，道：“是。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大多数修士对感情看得也不重，那当然是得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又看得顺眼的修士一起进行双修。”玄灵子忽然停住了脚步，骆剑清诧异的回头看他，只见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白衣广袖的尊者眸色冰冷，薄唇一抿，一字一顿的郑重说道：“他只是筑基期，为师比他的境界高上很多。”骆剑清微微怔住，等到两人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后，骆剑清睁大双眼，惊讶的看着一旁的玄灵子。足足看了许久，骆剑清才忍不住的低笑勾唇。他终于明白刚才玄灵子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和那位筑基期的女修进行双修固然是好，但是那位女修和玄灵子比却是天差地别。要是和他双修，两个人会都得到好处，那和玄灵子双修，好处则更是多如牛毛。仿佛是为了印证骆剑清的猜测，当天晚上玄灵子犹豫的看着骆剑清，久久不言。骆剑清更是如坐针毡。一路上他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告诉玄灵子自己的元神变成莲花的事情。只要这件事说出去，玄灵子立刻就会知道骆剑清一定不是在修炼九莲本心路。玄灵子在九莲本心路上的造诣极高，甚至被骆剑清的师祖夸赞过，说他恐怕是玉霄峰这千万年来仅次于九莲师祖的第一人，所以这种事情他一看就清楚。对于玉霄峰来说，九莲本心路是其根本，也是每个玉霄峰弟子必须修炼的，只有修炼九莲本心路才能算是玉霄峰弟子。骆剑清弃了九莲本心路，就等于是叛出师门。虽然骆剑清觉得玄灵子不至于为了这种事情真的将自己逐出师门，但是这却也会成为两人之间的一个结。九莲本心路是玉霄峰屹立群山之巅超然地位的原因。又想了几天，骆剑清终于还是决定将事情告诉玄灵子。然而就在骆剑清刚刚下定决心时，两人却忽然感觉一阵恐怖的灵压波动从遥远的西边而来，浩浩荡荡的扫过山峦，令众山震动，大地崩裂。骆剑清和玄灵子对视一眼，这次再也不掩藏实力，直接化为两道流光，飞速往那灵力爆炸的地方而去。一刻钟后，两人已经飞了近100里距离，终于看见了一道黑色的火光。这火光冲天而起，将天地炙烤得如同地狱。周围的空气被这恐怖的温度灼烧，连空间都开始变形扭曲。黑色火焰好似一座巨山，即使隔着10几里的距离，骆剑清都能感受到一阵扑面而来的灼热。他远远的凝视着那黑色火焰，震惊的望了许久，道：“这是妖兽吗？”玄灵子也是眉头紧蹙，不是魔气，或许是妖兽。骆剑清和玄灵子并没有上前阻拦，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有9个高阶修士正在与这团火焰对抗。妖兽的境界并不是非常容易探测，但是这些修士的境界玄灵子却能感知到。5个合体期、3个渡劫期和飞花宗的3长老，大成初期的修士云弦仙子。听到这些修士的境界时，骆剑清稍稍放了点心，但的听到最后一个时，骆剑清却问道：“这些人竟然是飞花宗的修士？”玄灵子颔首，100年前为师曾在2族战场上见过这云弦，确实是飞花宗的长老。
骆剑清想了想，又道：虽说这妖兽应当是他们可以应付的，但是师傅，我们需要出手吗？玄灵子先是摇手，但片刻后又颔首，不用出手。接下来便是一番震天动地的大战。一个大成期的修士，3个渡劫期的修士和5个合体期的修士，这样的实力放在整个修真界都可威震一方，战力强大。但是在面对这团黑色的火焰时，他们却没有一点轻松懈怠，个个警惕提防，布下了飞花宗著名的大阵百花阵。飞花宗是一山四宗8大世家中唯一一个全是女性修士的宗门，身为4宗之一，飞花宗实力斐然，虽说远不及太华山，也稍稍不及断魂宗，但是这群强悍的女修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压在归元宗和神剑宗的头上。年轻一代中，飞花宗并未出现天赋骇人的弟子，压不住归元宗的佛子，可是他们的中坚力量却十分强大。在100年前的2族大战时，太华山损失惨重，4宗则稍微好上一些，而飞花宗则损失最轻。100年前，他们凭借百花阵，每次都是数十个人、上百个人的出现。那可怖的杀阵碾压了无数妖兽，坚硬如龟壳，攻击又强悍如利剑。虽说是9个高阶修士，但是9个人施展出来的百花阵，似乎看上去效果不是很好。骆剑清低声道：传闻中那百花阵是人数越多，效果越好，若是能聚集100位大成期修士，似乎能够斩杀化神后期的大能。玄灵子轻轻应了一声。骆剑清问道：师傅，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玄灵子道：将妖族尊者和人族尊者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足50人。骆剑清笑了笑，看来是确有其事了。那如果是100个化神期的大能联手施展这百花阵，说不定可以斩杀仙人。那边战局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身穿浅黄色衣裙的飞花宗长老们面容严肃，他们联手施展着宗门大阵百花阵。当大阵不开时，仿若百花齐放，浓烈馥郁的花香顺着弥漫在天地之间。一片片灵力形成的花瓣在空中轻轻飘舞，它们轻巧敏捷，似乎毫无杀伤力。但是当它们飘到那团黑色的火焰时，却好像尖锐的利刃，迅速的割开火焰，窜入其中。砰砰砰！百花阵与黑色火焰不断相撞，发出滔天巨响。此时此刻，虽说战局焦灼，但飞花宗的修士还是处于上风。黑色火焰中发出一道道痛苦的嘶嚎声，野兽咆哮着，不断的冲向飞花宗的修士。但是龟壳一样的百花阵哪是他可以随意冲断的？轰隆隆的声响在近百里的山脉之间回荡，这里是无人区，并没有可以探知到。就在百花阵无数次碾压过黑色火焰，终于让那头妖兽现出真容后，那妖兽陡然看到太阳，突然发狂似的大吼一声，庞大臃肿的身子倏地爆炸，竟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云闲仙子和众人立即倒退。骆剑清听到身旁传来一道微弱的叹息声，在下一刻，玄灵子已经出现在那头自爆的妖兽跟前。金色的玄灵剑绽放出万丈光芒，夺走烈日火光。面对这样一头实力高强又有着天赋技能的妖兽，玄灵子并没有自大，他双目凝聚，右手执剑，左手在剑身上飞快地点了数下，接着抬剑向前。瞬间，金色剑光拔地而起，冲向那头丑陋的妖兽。自爆的威能和金色的剑气撞在一起，发出轰然声响。当一切结束后，玄灵子执剑悬于半空中，神色淡漠地望着那已经化为湮灭的妖兽。骆剑清立即飞了过去，正好见到玄灵子收剑回眉心。九半金莲于日光下绽出点点金光，这朵莲花神态舒展，浅浅的落在玄灵子的眉间，让这张略显冷淡的脸庞多了一丝柔和。那一招，九莲本心路上的最后一道剑招，九莲问天。当这一剑出来，即使吃了易容丹，即使没有穿上太华山的道袍，已经躲到远处的飞花宗众人却仍旧是认出来了，这人到底是谁？云闲仙子带领飞花宗长老飞了过来，先是与玄灵子问候一声，
接着开始交代事情的始末。原来自从玄灵子将定海派的事情告诉浩星子尊者后，各大宗门便决定仔细搜索自己门下地狱内隐藏的妖兽。飞花宗得到消息，有4个地方可能出现一头渡劫期妖兽，于是便派了4组队伍前去勘察。而真正遇到渡劫期大圆满妖兽的，便是云弦仙子领路的这一队。听完事情始末后，玄灵子和骆剑清并无太多表示。虽说修为比玄灵子低，但毕竟年龄比他大上很多，云弦仙子就没有用上敬语。他道：既然玄灵子道友师徒2人来到我飞花宗的地狱，我飞花宗自然是要接待的，请2位与我前往飞花宗，正好也可以就这头黑岩妖火兽的事情与玄灵子道友商讨一番。碧空如洗，群山连绵起伏，交错纵横，湛蓝的天空上并无一丝云絮，天山共色，如同被最完美的画师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放眼望去，整个飞花宗的地狱恍若盛春，鲜艳的颜色点缀在翠色群山中间，当真是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当众人来到飞花宗的山门前时，得到消息的飞花宗掌门和长老早就在此等候。玄灵子身为太华山的太上长老，理当得到这样的接待仪式。这是骆剑清第一次来到飞花宗，这个宗门离太华山有一段距离，非常靠近极北之地。在天下修士的口中，飞花宗有很多传闻。有人说，飞花宗的开山祖师是一位情场失意的女修，从此以后恨尽天下难修，所以才会只收纳女弟子。也有人说，那开山祖师在万年前是一位驰骋天地的超级女帝，坐拥3000后宫，最后觉得太腻烦了，便将这些男修遣散，创立了飞花宗。总而言之，飞花宗是修真宗门中非常奇特的一个，也是许多男修心中的桃花源。不过飞花宗轻易不会允许男修进入自家山门。如果是宗门外的女修路过这里，想要在飞花宗歇息，那飞花宗会款待。但如果是男修，那抱歉，飞花宗绝不接纳臭男人。骆剑清一行人来到飞花宗后，很快被安排了一个住处。那头黑岩妖火兽虽说已经被玄灵子斩杀，并没有造成恶果，但是却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妖精放置在36州的棋子数量绝对庞大，而且实力不弱。飞花宗的掌门刘玉仙子说道：玄灵子道友，你也有看到，那头黑岩妖火兽已然是渡劫后期大圆满的水平，而且对于妖兽而言，他们还有天赋技能，实力远超同境界的修士。这黑岩妖火兽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实力最强的妖兽，不过听说断魂宗也在本宗门的地狱里发现了一头渡劫初期的妖兽。玄灵子轻轻颔首，铲除36州的妖族间谍，此事刻不容缓。刘玉仙子说：确实如此，不过妖兽都极为擅长掩饰自己的气息，很难发觉。顿了顿，一身紫衣的刘玉仙子转手看向骆剑清，他轻轻地看了骆剑清一眼，还未开口，便听玄灵子淡然道：剑清并非外人。刘玉仙子先是一愣，接着说道：我36州和魔域也都有安排间谍进入妖境，但是规模远远不及他们放置在36州的棋子这般多。骆剑清心中咯噔一声，原来人族也有将棋子安排到妖境。其实想来也是，即使有那份契约书存在，两族保持了100年的和平，但是谁都不知道下一次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不过有一点骆剑清倒是想不通的，妖族善于掩藏气息，所以可以藏在36州100年很少被发现，但是人族却不善于这一点，他们是怎么藏到妖境的？玄灵子与刘玉仙子稍稍交流了一番后，后者便决定要加倍探查，务必找出地狱内的所有妖族。等骆剑清和玄灵子离开后，骆剑清终于忍不住将自己的困惑问了出来。玄灵子望向自家徒儿道：在炼丹一途上，剑清你学艺不精。骆剑清无法否认，淡定道：我才炼丹多少年？玄灵子无奈道：是为师疏忽了，你不过才炼丹20年。没有再在这个话题上停留，玄灵子解释道：为了将人手安插进妖境，150年前你玉亲子师伯和为师，再加上那魔尊魔千秋和飞花宗的太上长老，
四人联手炼制了一种丹药。这只是一枚7品丹药，但却有非常独特的作用。骆剑清立刻明白，可以隐匿气息。玄灵子轻轻垂眸，面色平静的说道：“并非。”骆剑清诧异道：“那是什么？”两人往自己即将居住的院落走去。玄灵子沉默许久，并未开口，骆剑清就也没问。等到穿过这一段流水叮咛的院子后，玄灵子清冷的声音仿若从天边响起，隔了一层水幕，传到骆剑清的耳中。那丹药名为化妖丹。骆剑清猛然停步。妖族善于隐匿气息，所以他们可以在36州潜伏100年，却很少被人族发现。但是人族呢？想要在妖族面前隐藏气息，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渡劫期的修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只要是同境界或以上的妖兽，都能发现人修。普京天下，连魔千秋去了妖境，也有可能被4大妖尊发现行踪，也只有玄灵子可以隐藏气息。于是100年前，为了将人手安插进妖境，玄灵子4人根据一个上古丹方改良出了一种7品丹药，送到了361位修士的手中。这些修士中，境界最低的是金丹期，境界最高的是太华山的某位长老，已经是渡劫后期的修为。那时候骆剑清还未出生，但是听着玄灵子冷静的声音，他却能想象出那样的场景。一枚化妖丹下去，穿肠破肚，经脉断尽，流干了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将全身血肉和筋骨全部打乱，任由那枚丹药冲撞修士最为重要的丹田元神，最后只为身体化形，一身灵力转为妖力。化妖丹并不是说能将人修真的转化成妖修，他们仍旧是人，但是却再也没有了人的模样。而且他们身体里的妖力不是真的修炼出来的，而是用人修的灵力转换来的。从今以后，他们的修为再也无法增进，永远保持这样的境界，但是却没有一个妖修能分辨出他们的本来身份。为了防止人修变心，选出来的修士无一不是意志坚定之辈。如果你的身体变成了妖族，灵力变成了妖力，整日与妖族为伍，或许很多年后，你就可能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妖修，而非人修。所以那361位修士，每个都恨透了妖修，每个都与妖族不死不休。比如太华山的那位长老，他唯一的女儿就死在了妖修手中，他恨不得将妖修扒皮拆骨，于是主动请缨，加入这个残酷的计划。那位长老还能回来吗？玄灵子推开院门，淡淡道：“既然已经算是半个妖修，自然永远回不来了。”骆剑清沉默不语。两人一起走进这处院子。他们并没有打算在飞花宗停留多久，但是这个很少接待男修的宗门既然特意给他们安排的住处，二人就没有驳了对方的面子，决定在这里停留一夜，第二日再出发去极北之地。这处小院幽深僻静，一条蜿蜒曲折的青石小道在花木间铺展开去，前端永远隐约在草木之中。在刚进入这小院的时候，玄灵子脚下的步子有一丝停顿，但骆剑清没有发现。然而当他看到那站在小道尽头的蓝袍尊者时，却猛然怔住。这位女修气质高贵，面容秀美，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长裙，腰间垂着一只小巧精致的玉灯，她便那样站在群花中间，不显一丝艳俗，反而雍容金贵的仿若仙人。一句话顿时在骆剑清的脑中响起，传闻飞花宗的太上长老似乎一直。骆剑清脑中轰然一声，他嘴角微抽，颇有种想要伸手将自家师父拉走的念头。然而身为太华山首徒，即使现在骆剑清心里已经将对方打量了个遍，但是他却仍旧保持着良好的礼仪。他与玄灵子走到对方面前，只听玄灵子淡淡道：“凤丝道友。”凤丝仙子也是微微颔首，玄灵子道友。接下来这凤丝仙子便在这处小院里停下了。他与玄灵子坐在院中的石凳上，隔着一张圆形石桌，商量一些契约撕毁后如何应对妖族的事情。两人都仪态极佳，举手投足间全是沉着翩然的气质，挑不出一丝毛病。骆剑清坐在玄灵子身旁听着，他的目光时不时的瞄到对面的凤丝仙子身上。说实话，凤丝仙子如今是大成后期修为，
他修炼了1900多年。如果按照凡人的年龄来算，他足以当玄灵子的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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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修真界，凤丝仙子却是有机会突破化神期的大能之一，他的身份和地位足以与玄灵子相配。在见到对方前，骆剑清有想过，这位飞花宗的太上长老可能如同小师妹一样张扬霸道，毕竟能够高调的对玄灵子示爱，希望可以结成双修道侣，那有一个外向的性格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事实与骆剑清所想的大相径庭，这位凤丝仙子在面对玄灵子的时候，依旧冷淡的好像陌生人。直到对方离开的时候，骆剑清才终于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凤丝仙子一张美丽的脸庞上渐渐露出了无奈的神色，她声音很轻的问道：玄灵子道友，若有机会，以后还会来飞花宗吗？玄灵子垂眸道：若有必要，自当前来。只有必要才会前来。凤丝仙子姣好的眼中飞快的闪过一丝失落，接着她转身离去。她这一走，院子里的温度顿时骤降了好几度。玄灵子转手看向自家徒儿，只见骆剑清脸色微冷，语气别扭的说道：我本以为刚才那位凤丝前辈是新月师傅的，没想到他也没表现出什么异样。说出来的话问题倒是不大，就是这语气怎么听怎么有种酸味。玄灵子很少见到自家徒儿这番模样，一双清澈的眸子里充盈着淡淡的笑意，他温柔的望着徒儿别扭吃醋的模样。看了许久，玄灵子也不说话，令骆剑清越来越气。他当然知道自己说的话是假的，那位凤丝仙子虽然没表现得多么狂热，但是能够允许他这个小辈待在这里，还时不时的偷偷看他，就已经是凤丝仙子对玄灵子特别的态度了。如果骆剑清不是玄灵子的弟子，那么在他第一次偷看向凤丝仙子时，就会被凤丝仙子出手教训。不是不喜欢，而是表达的方式非常含蓄。但是骆剑清看得出来，这位凤丝仙子实力高强，外貌出众，还拥有飞花宗太上长老这样卓然的地位身份。若玄灵子真的和他在一起，那必然是修真界人人称道的金童玉女，会得到所有人的祝福。想到这，骆剑清又觉得郁闷了几分。他不能和玄灵子公开关系，但是对方却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假设真可以在一起，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他人的祝福。这差别实在太大了。尽量压制住心中泛起来的苦涩，骆剑清为玄灵子沏了一杯茶，他刚刚将茶递过去，手便被玄灵子拉住。修长削瘦的手指交叠在一起，玄灵子抬眸看他，道：为师与他并无任何关系，你不用在意。骆剑清微微怔住，接着语气古怪的说道：是没有关系。说着，骆剑清挣脱了玄灵子的手，继续为他斟茶。见状，玄灵子一下子愣住。他虽说喜欢自家徒儿多年，但是活了快400年，却从未有过恋爱的经历。他看得出来自家徒儿现在的态度很不对劲，可却不知道该做什么。骆剑清吃醋一会儿，玄灵子还能沉得住气，觉得自家徒儿真可爱。但是时间一长，玄灵子便如坐针毡，整个人都不好了。思前想后，玄灵子趁着骆剑清坐下来的时候，忽然拉住他的手，认真道：对你的小师妹和你那生死好友，还有天下很多爱慕你的修士，为师不会生他们的气。所以剑清，你也不要在意那凤丝仙子。语气略显急促，明显有些急了。骆剑清闻言却是嘴角一抽：小师妹就算了，关莫秋什么事啊？玄灵子神色暗淡下去，低声道：总之为师不生气，你也不生气。被他这番模样搞得，骆剑清再大的醋意都忍不住散了。他真是没想到自家师傅居然会这样。他有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玄灵子为自己吃醋的模样，因为那样的玄灵子100年难得一见，完全没有往日里高冷清贵的姿态。但是玄灵子却不同，他不过才吃了一炷香的醋，玄灵子就急得不行，真是哎。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后，骆剑清抬手布下了一层结界。玄灵子立刻挥袖，再加上一层结界。2层结界中，外界的人根本无法探知里面的事情，
骆剑清却轻轻将玄灵子紧握住自己的手指掰扯开。玄灵子见状，心中一惊，略微有些惊慌，但是下一刻，骆剑清却俯身过去，在他的唇上轻轻啄了一下。骆剑清笑道：“师傅，你就真的不想看我多吃醋一会儿吗？”呆怔的状态中，玄灵子又听到骆剑清哑着嗓子低声说道：“我们很久没有双修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的非常迅速，在这空旷平坦的院落中，师徒二人温柔的亲吻着对方，毫不遮掩的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骆剑清的手蹭入玄灵子的衣襟中，后者立刻一顿，拉着徒儿就飞到了房间里。骆剑清诧异的看他，玄灵子却敛眉道：“这种事不该在大庭广众下。”骆剑清顿时失笑，直接伸手将玄灵子的衣衫撕开，压着对方就到了床上，俯身吻了上去。唇舌间的交缠发出暧昧诱人的声音，衣衫很快褪去，低柔的喘息轻轻响起。等真正进入后，两人都发出一道难耐的低叹声。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再次去做，骆剑清略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在适应过后，酥酥麻麻的感觉便顺着尾椎骨爬了上来，令他情不自禁的呻吟。两人都进入状态，玄灵子下意识的就想将自己的元神探入骆剑清的身体里，然而就在他即将探入的那一刻，骆剑清忍住了可怖的快感，忽然拉住了他的手，垂眸道：“师傅。”他的声音里沙哑诱惑，垂下来的眼睛里眸光潋滟，引得玄灵子呼吸停住。只见骆剑清一张清俊绝美的脸庞上，此刻已两颊绯红，被情欲充斥，但是他却死死的熬住了那想要对方的元神进入身体，与自己水乳交融的迫切欲望，只是哑声道：“师傅，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玄灵子低声问：“什么事？”骆剑清道：“我的元神变成了一朵莲花。”下一刻，没让骆剑清来得及阻止，化神期修士强大的元神直接碾压进了他的身体，让他爽的脚趾蜷缩，释放出了自己今天的第一次。而这时候，玄灵子也看到了骆剑清身体里的那朵青莲，青色的舞瓣莲花悠悠的旋转着，玄灵子艰难的忍住了想要释放的欲望，他紧拥着骆剑清的身体，仔细的探查过去。元神变成花这种事情，玄灵子闻所未闻。此刻他根本没有心思与徒儿做那样的事情，他更为焦急的是剑清的身体有没有事。然而当玄灵子的元神走进那朵花的时候，青莲忽然雀跃的飞了过来，一下子落在了玄灵子元神的手中。缩小版的玄灵子惊愕的望着这一幕，那朵小小的青莲则欢呼着在他的手中盘旋。玄灵子下意识的将自己从骆剑清的身体里抽出，一边说道：“剑清，我们立刻回太华山。这种事情为师也从未听过，需要找玉清子师姐看看，或许她能。”声音戛然而止，骆剑清压着玄灵子就又坐了下去。当在进入后，两人都发出一声厌足的叹息。没等玄灵子再阻止，他便惊骇的发现，那朵盘旋在自己元神手中的小莲花忽然绽放万千清光，等到再看时，小莲花已经消失不见，竟然变成了一个元神小人。惊讶过后，玄灵子只听骆剑清沙哑暧昧的声音在自己的耳畔响起：“师傅，你走神了？难道你不想和我双修吗？”这一刻，在强大的理智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一夜过去，两人足足做了6次，似乎要将过去这几个月里欠下的全部补上。玄灵子搂着骆剑清，双眸睁着，后者则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玄灵子可睡不着，他用灵石仔细探查骆剑清的身体情况，却不敢再将自己的元神放进去，因为玄灵子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元神。以往在两人双修时，元神小人都只是双掌紧贴，互相传输力量，完成双修。可是这一次，骆剑清的元神小人则凶悍到不敢想象的一步，直接冲上来就要抱住玄灵子的元神。如果是其他人，玄灵子早就一掌将对方击飞，但是这是骆剑清，明明可以用强大的力量碾压对方，但是看着那缩小版的剑清，玄灵子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只能任由对方对自己的元神又磨又轻。至今想起来，对方都流氓的令玄灵子满脸通红。
但是玄灵子却也不得不承认，那样的双修似乎更有感觉。元神间的交融令骆剑清沉溺其中，也令他无法自拔。等到第二日，骆剑清醒来后，便看到玄灵子穿上衣服在一旁打坐，而他自己也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青衣。昨晚双修时候的记忆全部涌了上来，虽然到后来骆剑清有点懵懵懂懂了，但是却记得自己那无耻的元神小人对玄灵子的元神做了什么。他轻轻的咳嗽一声，试探性的问道：“师傅。”玄灵子没有睁眼，耳尖却有点红。骆剑清又问：“师傅。”这次声音响了点，玄灵子睁开眼看他，还未开口，骆剑清便老实交代：“师傅，其实我很早前就没有修炼九连本心路了。这件事说来话长，你让我慢慢和你说。”在玄灵子微愣的目光中，骆剑清开始叙说起10几年前的事情来。因为不想让玄灵子知道上辈子的事情，所以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重生，却把九夺天路毫无保留的说了出来。说到最后，骆剑清谨慎的看向玄灵子，认真的说道：“师傅，你会因此生我的气吗？”自3个月前玄灵子将定海派一事传回太华山后，浩星子尊者便与其他正道修士联手，制定了剿灭36州妖兽的计划。其实浩星子也有派人去魔域邀请魔道宫的代表，但是魔道宫却没有派人前来。在这3个月内，各大门派都有所发现。太华山周围的4个州中就发现了不下于50头妖兽，其中相当于金丹7人修的5阶妖兽有30头，6阶妖兽12头，7阶妖兽4头，8阶妖兽2头，9阶妖兽1头，地阶妖尊1头。其他宗门的范围内，可能妖兽的数量没有太华山这么多，但无一例外都有高阶妖兽的存在。断魂宗发现的渡劫初期妖尊，那便是第1头被人修发现的地阶妖尊。太华山发现的妖尊是第2头，第3头便是飞花宗发现的地阶妖尊黑岩妖火兽。太华山凌云殿，如今我们才找了3个月，就已经找到了这么多。万万没想到，妖族竟然安插了这么多人手在我36州。浩星子尊者脸色严峻，郑重道：“众位长老立刻前去魔域，务必请魔道宫也出手清除魔域范围内的妖族奸细。若是大战开启，这些潜藏在36州和魔域的妖族就是我们的祸患。”是，掌门。太华山安排了数位长老前往魔道宫，就算魔道宫往日里再桀骜不驯，此刻也必须为大局考虑。与此同时，断魂宗、飞花宗、归元宗和神剑宗也都派了人前往魔域。8大世家所占领的地域不如太华山和4大宗门，所以这次清剿任务他们做的并不重，一共也只发现了3头9阶妖兽。听了这些宗门派来的人的传话后，浩星子尊者神情肃穆的思索了许久，最后平退了周围的闲杂人等，将左云墨独自一人留在了凌云殿中。硕大空旷的凌云殿中，青石板砖光亮可见，981根粗大的金色圆柱将这座雄伟壮丽的大殿撑起。白发苍苍的浩星子尊者坐在高位，花白的眉头皱紧，想了很久后，他才长叹一气，目光复杂的看向自己的大弟子。左云墨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衣衫，面色平静的回望。浩星子尊者道：“云墨，你今年不过58岁，就已经巩固了元婴初期的修为，这样的境界，比起你那玄灵子师叔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你要知道，此刻你所处于的时代与300年前并不相同。为师也不知为何缘故，最近这数十年来，顶尖天才一个个的出现。自古便有种说法，每一个时代天道所赐下的机缘总是不同的。”说到这，浩星子尊者顿了顿，他认真的看着左云墨道：“而你便处在一个远胜于玄灵子师弟的时代。”浩星子尊者这话并非胡言，若是翻开修真界有记载的历史，往上回溯10000年，总是有一些时代天才就是一个个的涌现，而有些时代天才的数量和质量就是要少。这种是毫无根由，或许真的是天道所为，另一些时代更为昌盛，一些时代更为落寞。浩星子说：“如今
已经到了这数万年来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你的师兄骆剑清他跟上了节奏，但你还差他许多。并无任何人可以知道两族什么时候会开战，但云墨，以你的修为，你只能成为战场中平庸的一员，无及即名。左云墨恭敬地行了一礼，道：弟子并无想要扬名立万之心，只愿人族大盛，众生安康。浩星子却是摇手，为师阳寿不多，你终有一天要继承太华山掌门之位。左云墨低头不语。许久后，浩星子甩袖道：你去万寿岭吧，寻找机缘。左云墨点头应是。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太华山的其他山峰上。碧深峰上，三师姐魏琼英早已闭关冲击元婴期，决心10年不出。玉寿峰上，五师弟火玉冲离开太华山，前往万寿岭捕捉妖兽。烈火峰上，六师弟修痕锻造出了一把地阶宝剑，陷入顿悟境界，开始冲击元婴期。青安峰上，小师妹穆天星很想出外历练，但是玉清子尊者却10000个不放心，连连道：待为师把这卢天阶7品荣誉丹练出来，你拿着这个再出去好不好？不行，明天为师再去找一找火明的师兄，让他给你练出一套地阶极品法宝来。而在弟子最多的浩明峰上，广灵子尊者更是将门下所有内门弟子全部聚集起来，个个嘱咐了一遍。他勒令每个弟子都潜心修炼，至少要在两族大战前拿出可以自保的力量。同时他也对几个自己非常看重的弟子亲自指点。轮到李修尘时，广灵子微微顿了顿，目光悠悠地往站在自己身旁的谢子卓身上看了一眼。谢子卓穿着一身黑色的劲装，身姿挺拔，年轻俊美，比10几年前更多了一丝沉稳。但是望着自家爱徒这番模样，广灵子尊者却叹了口气，直接绕过李修尘，继续吩咐。李修尘此刻已经达到了筑基后期，放在浩明峰上绝对是实力卓越的弟子。此刻广灵子竟然没有亲自教导他，令李修尘一下子呆住，但是等他回过神时，已经被其他师兄的拉出了大殿。李修尘脸色闪过忽青忽白的神色，许久后他暗自想到，就算剧情崩了，我的修为也是照常增长的，说不定两族大战真的会提早开启，那以我的金手指肯定能在其中获益。想到这，李修尘便转身离开，决定有时间再去碧深峰找找穆若荣，顺便稍微修炼修炼。而在他的身后，浩明峰大殿中，广灵子尊者一脸严肃地看着谢子卓，道：你至今也还未曾有元婴期，臭小子，要是两族大战在10年内开启，你连逃跑的份都没有。谢子卓毫不在意的撇嘴，金丹后期大圆满在你嘴里连根毛都不是。广灵子粗犷的脸上全是无奈之色，他怒道：就这么对你师父说话呢？谢子卓笑了笑：师父，要不您给我支个招，帮助我快点突破。广灵子尊者无语的白了他一眼，道：滚去万里冰湖，不给老子找出一点机缘，你别回来了。谢子卓先是一愣，眼睛滴溜溜的转了转，最后嘿嘿一笑，赶紧应了下来。于是太化七子中，骆剑清早已往极北之地而去，魏琼英和修痕都在闭关，左云墨和火玉冲各自前往万寿岭历练，谢子卓更是去了万里冰湖，只有穆天星至今还被困在青兰峰上。4大宗门和8大世家里，这样的场景也一一上演。年轻一代想要在两族战争中活下去，甚至获利，就必须在大战前夕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些骆剑清并不知晓，当他将事情真相告诉玄灵子后，后者并没有责怪他一分，甚至没有过问九夺天路的事情，反而直接拉住了他的手，将自己的灵力温柔地探了进去。温润的灵力在骆剑清的身体里微微回荡，玄灵子仔细地探查了1刻钟，最终发现骆剑清的身体并无任何异样。那朵变成小人的莲花在双修结束后，立刻又变成了青色莲花，令玄灵子猝不及防。然而除了元神的状态诡异点，元神喜欢又轻又摸流氓点，其他真的是没有一点异样。思索许久，玄灵子道：凤丝仙子比为师更善于炼丹，
为师带你找他看上一看。原本看到自家师傅为自己担忧，一点都不责怪自己，骆剑清心里还十分高兴，但是一听到凤丝仙子4个字，他的脸色唰的就黑了下来，拉住床柱就道：“不去。”骆剑清抱着床柱，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抗议，并没有想过真的能利用这小小的床柱来阻碍玄灵子。但是玄灵子却也没有再勉强，他认真的又探查了一番，最后低眸无奈道：“真的不想去。”骆剑清颔首：“不想去。”玄灵子轻轻道：“好，那便不去。”说着，玄灵子便又坐了下来。骆剑清并未想到自家师傅居然这么好说话，他诧异的看向玄灵子，一双澄澈明亮的凤眸中闪烁着晶亮的光芒。玄灵子垂着眸子，就这么静静的望着他，两人坐在床上对望，看到最后，还是玄灵子转过手去，轻轻咳嗽了一声。玄灵子道：“剑清，我们该起身离开飞花宗了。”刚才那番漫长的对视，令骆剑清的心头有些痒痒的，他拉住玄灵子的袖子，后者便转头看来。视线在触碰到青年的时候，倏地顿住，骆剑清轻身上前，吻住了玄灵子的嘴唇。吻一旦开始，就难以收拾。两人起初还轻柔的吻着，到了后来便疯狂起来。数个月的压抑早已让两人都精力充沛，屋外是明媚灿烂的阳光，屋内却是更加旖旎动人的春光。这一次，骆剑清忍住距离的快感，稍微控制了一下那个无耻流氓的元神，但是等到后来，他却再也撑不住的又沉溺其中，任由那青莲化成的元神小人对玄灵子的元神上下其手。暧昧诱惑的呻吟在房间里滴滴响起，有了2层结界的保护，就算是那凤丝仙子都不可能探知到屋内的情况。一整个白天，两人便在屋内做着这样的事。等到了晚上，骆剑清精神饱满的开始收拾了行李，与玄灵子一道离开。趁着渐渐浓郁的夜色，骆剑清二人留下一道留声玉牌，接着便暗自下山。一路上，骆剑清兴致颇高地打量着周围的景色，一边说道：“我曾与飞花宗的2弟子明花仙子见过，那时候还是在流焰谷了，现在一想，已经过去快10年。”玄灵子轻轻应声，骆剑清有一声没一声的随便说着。很快，两人便离开了飞花宗，离开了那一片姹紫嫣红的地方。走到一条山路上时，玄灵子忽然停住脚步，骆剑清走了2步，也回头看他。只见在清冷如水的月光下，俊逸秀雅的白衣尊者微微蹙眉，抬眸望他，道：“剑清，不如我们早些离开，找个安静的客栈休息。”骆剑清道：“也可以。”玄灵子立刻拂袖拉住了骆剑清的手，带着他便往天上飞去。一道金色流光眨眼间便穿越了10多里的距离，消失在遥远的天际。而当他们两人离开后，一道浅色身影立刻出现在他们消失的地方，清美秀丽的仙子神色正然的望着那两人消失的方向，看了良久，才收回视线，苦笑了一声，转身离去。这世上并非事事都可圆满，凤丝仙子在这条山路的尽头等了1个时辰，等到的是玄灵子一旦探知到他的气息，转身便走。玄灵子的拒绝之意早已说得相当明显，凤丝仙子这次并未凌空飞行，她一步步的走在飞花宗繁花环绕的花木中，走着走着便闭上了双眼，遮掩住微湿的眼眶。123年了，也该放弃了吧。3日后，骆剑清和玄灵子便正式离开了飞花宗的地狱。他们飞速的穿过潮州和明州，最后在冲州停下脚步。冲州与极北之地接壤，若是真的穿过这里，就到了极北之地。作为最靠近极北之地的州城，冲州人烟稀少，城镇也不多，不像其他州城有大片大片的绿荫，更不像岑州那样白水围绕。在冲州，铺天盖地的沙黄色掩盖了一切，干涸的土壤伴随着裸露的山脊，直直的窜入每个人的眼帘。荒芜、贫瘠、萧瑟、凄凉。走在这样一个地方，骆剑清并没有任何想要停下来休息的意思。他与玄灵子二人迅速的在空中飞行，身影化作2道流光，直到见到有人烟的城镇才会停下来，
稍微调整一番。距离极北之地的罡风结束，大概还有1个月时间。骆剑清道：“师傅，我们就稍微在冲州再走一走，每个城镇停下来看一看。想来这样等走到极北之地时，罡风应该已经过去了。”玄灵子轻轻颔首：“好。”类似于冲州这样荒寒萧条的地方，普通凡人是很少居住的。这里环境恶劣，不易生存，而且经常会有一些修真者跑到这里历练。有的修士是在冲州休息，准备进入极北之地，而有的修士就是单纯的在冲州历练。因为在那冲州之北有一座断情崖，传闻8万年前2位人族顶尖大能在冲州发生了一场大战。那一战令天地变色，鬼哭神嚎，一位大能剑指苍穹，一位大能宽刀劈天，斗的是不分上下，战局火热。他们一连比斗了10年，都未曾分出一个胜负。直到那一日，其中一位大能忽然突破境界，飞升成仙。临走时，他一刀劈下，将另一位大能击杀，同时留下了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断情崖。断情崖边万丈深渊，这里似乎是一个无底洞，大成期大能进去了都没有出来的可能。然而在修真界一直有种说法，危险永远伴随着机缘。虽说骆剑清并不明白8万年前的人族大能怎么会拥有那么逆天强悍的力量，但是他却知道在这断情崖下绝对有着天大的机缘。他不知道这机缘是什么，也可以说天下无人知道这机缘是什么，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有机缘。骆剑清二人在每个偏僻的小城镇里逗留1-2天，就往前继续赶路。越往北走，反而越来越繁华，因为很多修真者都与他们一样停留在冲州，只等着罡风过去就进入极北之地寻找机缘。赶来极北之地和断情崖寻找机缘的修士必然不是普通人，其中修为最低的也有金丹初期，修为更高的还有渡劫期。这天傍晚，骆剑清又来到了一处城镇。镇子上有不少修士，对于骆剑清二人的到来，他们没有一点反应，只有少数人警惕的看向他们，摸向了身旁的武器。骆剑清轻飘飘的扫了那几个人一眼，稍微释放出了一点威压，那几人立刻脸色一变，赶紧起身离开。骆剑清勾起唇角，笑道：“在这样的地方，不说会不会遇到极北之地的天然险境，我觉得人心才是最难测的。如果我们刚才没有用修为压住那几个人，恐怕他们接下来不会给我们好日子过。”玄灵子虽然100年未曾出太华山，却也不是个完全的温室花朵。他抬眸望了一眼那几人离开的方向，淡然道：“出门历练需要警惕同族。”骆剑清点头：“我知道，但是有师傅你在，我还用担心吗？”玄灵子无奈的垂眸看向身旁的徒弟，不动声色的翘起唇角，颇有一种奈你若何的意味。两人很快找到一家客栈，今天晚上在客栈里住下。这个镇子虽小，却足足有10几家客栈，然而就算是这样，每个客栈也几乎住满了人。骆剑清找了7、8家，才找到一家有空房的。极北之地即将开启是一回事，另一回事便是这个镇子里断情崖很近。站在窗边，骆剑清伸手推开窗子，吱呀一声后，清凉的夜风从远方吹来，夹杂着泥土的腥涩味。月光如华，温柔缱绻的照耀在青年浅青色的衣衫上，仿若为之披上了一层银纱。蜻蜓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一张俊美如画的脸上飞快的闪过复杂的神色，望着远处那片黑色的阴影，骆剑清沉默的抿住了嘴唇，一声不吭。从这里眺望，那黑色阴影如同一头野兽，吞噬了半边天空。它高耸尖锐，直破云霄，在黑夜中显得凶残可怖，如同平原上陡然凸起的一块，充斥着无数的不和谐与不相称。但是事实上，在这个镇子中，有至少90%的人就是为他而来。他是断情崖，也是骆剑清上辈子埋骨之地。那一日的断情崖上，骆剑清被数以百计的正道修士逼到了尽头，往后看便是万丈深渊，往前看则是愤怒的正道修士。一连数日的追杀，令他的灵力早已耗尽，他已然是强弩之末，
却仍旧紧紧把持着那把追阴剑，想要再获得一丝生还的希望。然后李修臣的一句话令他彻底死心，他在断情崖上放下抵抗，承受了穿心一剑。骆剑清不知道自己死后的结局是什么，有可能是被李修臣为首的太华山弟子带走，也有可能是被愤怒的正道人士碎尸万段，又或许他跌落了万丈深渊，尸骨无存。望着远处的断情崖，不知怎的，骆剑清竟然觉得心里有些发冷，刺骨的寒冷从心口顺着血管蔓延全身，那是属于玄灵剑的冰凉，将他浑身的血液冻结，让他绝望的死去，将一整条命还给剑清。温暖轻柔的拥抱从身后落下，玄灵子环着骆剑清的腰身，轻轻的将手放在他的腰间。刹那间，骆剑清身体里的寒冷消失得一干二净。他转过头看向自家师傅，低低一笑：“师傅，你今天是怎么了？”玄灵子的眼中闪过一抹血红色，他微微闭眸，遮挡住了这一瞬间的异样，语气淡然的说道：“夜里风大，将窗户关上吧。”话音刚落，不等骆剑清反应，玄灵子一个抬眸，那扇窗户便倏地关上，断情崖瞬间消失在眼前。骆剑清好笑的回头问道：“明天我们是去断情崖上看一看，还是直接往北走？”玄灵子问道：“为何要去断情崖？”骆剑清十分洒脱，理所当然的说道：“冲州最大的险地断情崖，我们都来到这里了，难道真的不去看一看？”顿了顿，骆剑清又道：“以前曾经听玉清子师伯说，师傅，你年轻时候曾经去断情崖底历练过。断情崖虽说可以让大成期修士都无法脱身，但是也分为9重险境，前8重险境有各自的停留时间，一旦超过时间，要么自己主动离开，要么被强迫的压入下一重险境。第1重最靠近崖顶，第2重则往下10里，第3重再往下20里，一直到第8重已经往下640里。然而第9重却只是一个概念，往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去过的人也从未回来。万丈深渊不是随便胡说的，有大能曾经推测，这断情崖底其实包含了一个小世界，所以才能制造出那般广大的空间。以骆剑清出窍期的修为，完全可以进入前5重险境，但是后面4重却不大可能。而玄灵子可以安然无恙的进入前8重，至于第9重也是危机潜伏，连他都不敢保证可以真的从中出来。谁料玄灵子却道：“那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剑清不去第9重，你不会有太大收获。”骆剑清诧异的问道：“前8重的收获都不重要？”玄灵子道：“对你而言，前8重并无任何诱惑，唯有第9重，或许还有今天机缘。不过剑清，以你现在的修为，完全不该去那里。断情崖并无太多机缘，明日我们继续启程，前往极北之地。”玄灵子如此快的就做下结论，令骆剑清有些疑惑：“师傅，我们只是顺路去一趟断情……”炙热的吻倏地封住了骆剑清接下来的话。这一路上，两人都风尘仆仆，时常风餐露宿。如今有了客栈居住，条件如此一流，自然气氛也好了许多。玄灵子轻轻拔出了骆剑清发间的玉簪，轻年的一头青丝便洒落下来，散在浅色的床单上。黑发卓然，美目含笑。两人互望了一眼，接着忽然一起凑上前，轻轻吻住了对方，接着便开始了这一夜的双修。双修只是一个借口，来到如此靠近断情崖的地方，骆剑清的心里总是不由自主的有些慌张。他紧紧的抱着自家师傅，仿佛这样就能察觉到对方真实存在。沉溺于情欲中的他也未曾发现，玄灵子一双眼睛早已通红，他用尽全力的将徒儿压入自己的怀中。这里是断情崖，这里是他上辈子失去剑清的地方。那一日的断情崖仿佛被鲜血浇灌，天地是血色，万物也是血色。他看到他的本命剑贯穿了剑清，他察觉到剑清没有了呼吸。这一次的情事，两人不约而同的疯狂了许多，床之摇曳，整晚未停。只有感受到骆剑清的温度，玄灵子才能压制住心中翻滚上来的血气，也只有感受着玄灵子的温度，
骆剑清才能真正安心。第二日，骆剑清的走路姿势略有不对，就算他恢复力惊人，但是两人坐了一整个晚上，坐得他筋骨都快散架了，也令他有些招架不住。不过出窍期修士的恢复力不容小觑，不过多时，骆剑清就恢复正常，反而是玄灵子神色正然，有些恍惚，一直等离开小镇，离开断青崖一段距离，他才逐渐恢复正常。往北再飞数十公里，又是一处小镇，此时却无法再直观的看见断青崖。再往北飞，师徒二人途经了3座小镇，各自在里面休息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小镇在冲州有很多，都是修真者中途落脚的地方，或许设有一些较为繁华的市集，可以让修真者在其中贩卖、购买所需的物品，但终究无法吸引到骆剑清。等到1个月时间一到，骆剑清没有一丝犹豫，他立刻收拾东西，与玄灵子踏入了埋沙森林。这里是冲州和极北之地最后接壤的地方，只要穿过这处茂密的森林，便算是进了极北之地。埋沙森林占地极广，位于冲州与极北之地之间，数不尽的高大树木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成群结队，遮天蔽日，走在其中根本看不见一丝天空。能在这里生长的树木只有一种，名为离恨木。离恨木扎根于黄沙之中，从地面算起往上100米，都是光秃秃的树干，苍芒遒劲，树皮颓老，但是在往上便忽然出现大片大片浓密的树荫，遮蔽住日月。埋沙森林是人族的要地，每年都会有渡劫期甚至大成期的大能来到这里，勘察埋沙森林的情况是否正常。因为这片森林挡住了从极北之地吹来的风沙，离恨木还能汲取沙石中的营养，让自己繁衍昌盛。在这里，每一株离恨木都相距极近，几乎不足3米就可以看到另外一株离恨木。行走在这样的地方，骆剑清的速度不由慢了许多。这里却并没有太多危险，但是离恨木本身就是一种能蛊惑人心的妖物，只要是意志不坚定的修士进入其中，就有可能被它的香味所吸引，陷入幻境，最终沉迷其中。一株离恨木只能对凡人造成一瞬间的迷茫，效果并不出众。但是成千上万的离恨木呢？形成了一整个森林的离恨木呢？那便可以蛊惑修真之人的本心。听玉清子师伯说过，师父，你来极北之地时不过才金丹期。骆剑清一边快速穿梭在埋沙森林中，一边说道，那时候你穿过这片森林的时候，有察觉到什么异样吗？即使修为暂时压制住了，但是骆剑清的境界和意志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在这埋沙森林中并未感受到一丝异常，鼻子好像闻到了一些浅淡的香味，可是这也只是有味道而已，没让他进入幻境。玄灵子自然更加从容，他淡定道，那时候为师曾经听到妖兽的咆哮声。骆剑清感了兴趣，什么声音？玄灵子道，起初是一头妖兽冲着为师咆哮而来，未曾看到实体，但能听到声音。为师没有理会他，继续往前。后来妖兽越来越多，到快要离开埋沙森林时，那妖兽已经结成了1000人军队，不过也只限于声音。骆剑清笑道，若是你有一点害怕，恐怕那些声音就会幻化成食物了吧？玄灵子不置可否。两人在埋沙森林里前行了10天10夜，一路上倒也碰到了从其他城镇往极北之地飞去的修士，修为最低的也是元婴期。双方一打照面，对方立即警惕地看向骆剑清和玄灵子，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去。极北之地10年一次的超级风暴已经暂时消失，来极北之地寻找机缘的修士自然有不少。骆剑清并未太在意这些人，因为他没有想与这些人争夺那些随处可见的机缘，他的目标很明确，取得莫清前辈的遗物赠给莫秋。半年前，骆剑清就请佛子向莫秋带了口信，表示自己会在1年后送一些东西给莫秋，让莫秋不要乱跑，或者给他一个联系的方式，以便到时候联络。莫清前辈的遗物自当是属于莫家气族一脉，如今那一脉最出色的族人就是莫秋了，于是骆剑清便要将这东西交给莫秋，等两人见面后再一起往寒墨荒原去见见莫秋的族人。
有玄灵子在，骆剑清相信在极北之地自保还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也没想让莫秋特意赶过来。更何况这是他与自家师傅第一次一同外出历练，才不想被人打扰。穿过埋沙森林后，入目而来的便是一片荒凉至极的景象。若是说冲州是满地枯黄，绿色稀少，埋沙森林是黄沙遍地，干燥萧瑟，那么在极北之地，随处可见干涸到割裂开来的大地，蛛网般的沟壑布满了这片区域，走在其上，鞋子会与黄沙一起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这里就是36州的4大险地之一，这里就是极北之地。上辈子因为太华令的缘故，骆剑清四处躲藏，无可奈何之下进了极北之地。当时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凶险荒凉的地方，也是心惊诧异，但是如今看来，却只有一种无奈与苦涩静静的徜徉在心头。他的2位师弟就死在极北之地，不是因为极北之地的罡风而死，而是因为被李修臣无辜牵连。似乎察觉到了自家徒儿有些低落的心情，玄灵子轻轻拉住了骆剑清的手，道：既然进了极北之地，那为师也无需再压制住你的修为。但是在这里，剑清，为师不会帮你一分，你大可以当为师不存在，这里对你是一种历练。骆剑清自然明白玄灵子的意思。好，以骆剑清如今出窍期的修为，放在外界虽说可以开山立派，算是强者，但是放在极北之地，却也只能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赶来极北之地的，肯定是对自己实力富有信心的高阶修士，在这里就算是碰上一个合体期修士，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接下来2人正式迈入了极北之地。刚踏上这片土地，一道轻柔的风便向骆剑清吹来。这风看似柔和，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力道，但是骆剑清却眯了眸子，警惕的等待它吹拂过来。清风拂面，发丝变断。骆剑清道：不愧是极北之地的罡风，即使已经过了最可怕的风暴期，仍旧如此厉害。玄灵子垂眸道：不可大意。骆剑清轻笑说：我当然明白。骆剑清随即在自己的周身布下了一层结界，阻挡住那些威力削弱的罡风。2人一路往前而去，从埋沙森林的出口一直往西北的方向飞，路上并未见到什么修士，但是数不尽的罡风却疯狂地往2人身上刮来。玄灵子一身白衣，淡然从容，这些罡风完全进不了他的身，隔着4、5丈距离便会倏地湮灭。但是他却没有出手帮骆剑清。少一些的罡风对骆剑清也不是威胁，但是有一次却有10几道威力强劲点的罡风从不同的方向刮向骆剑清，令他稍稍吃力的接了下来，青色衣袖也被罡风割裂出一道小口。玄灵子冷然的看着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心疼，但却没有说一个字。2人继续往前飞去，终于见到了一个穿着黑衣的中年修士，那修士惊恐的看着他们凌空飞行的模样。这只是一个元婴后期的修士，他自然不敢对骆剑清2人做出什么，但是他却高喊道：两位道友，在极北之地凌空飞行是十分危险的，你们不如下来和在下一起慢慢走，这样才安全。空中是这些罡风主要攻击的地方，这中年修士说的不错。然而当他说出这句话时，骆剑清2人早已飞远，也来不及回答他。那中年修士撇了撇嘴，没好气的说道：一看就知道是2个娇生惯养，不知道人间疾苦的大家子弟，估计是听说了极北之地的名头，就跑过来看看。他们哪里知道，这空中的罡风才是最可怕的。既然他们想送死，那就送死吧，我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走，说不定还能看到他们的尸体，然后发点小财。想到这中年修士加快脚步，赶紧往前奔跑。骆剑清并不知道这修士的想法，他和玄灵子一路往前赶，一路上见到的全是荒山和沟壑，连一滴水都没有。山都不高，近似平原，全都十分凄凉萧条，沟壑却有深有浅，浅的只有1、2尺，深得却有数百丈。修为低一些的修士掉进其中，恐怕连怎样上来都是个问题。极北之地只有4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师傅，我们这一路
要碰上3个。骆剑清早已做好准备，说道：“很快我们应该就会碰到阴泽剑了，还有无底窟，都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而我想要寻找的地方，在封神海附近。”玄灵子颔首，一切听你。骆剑清翘起唇角，又道：“你就不怕我带你去什么不好的地方？”玄灵子抬眸望他，眼中藏着笑意，反问道：“你会欺师灭祖？”骆剑清道：“将师傅卖了，肯定会有一个大价钱。”见着徒儿耍无赖的模样，玄灵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恼羞成怒。他淡淡的扫了骆剑清一眼，就当作什么都没听见，除了耳间情不自禁的红了一点外，真是没有一点变化。骆剑清当然也知道，调戏这种事是要点到极致的。他随口扯开话题：“不过这次我们倒是可以绕开枯山，那里非常危险，传闻中连大乘期修士都会葬身其中，师傅你有去过吗？”玄灵子道：“来极北之地时，为师不过金丹期修为，不曾进去。你想去？”骆剑清摇头，能不去自然是好的。相比于阴泽剑、无底窟和封神海这样看似可怖的名字，枯山好像十分普通。然而事实上，天底下没有一个修士敢将它当做一处普通的山脉，也没有一个修士敢忽视它的危险。枯山位于整个极北之地的正中央，世人皆知，极北之地的罡风是从封神海中刮出来的。这枯山在近似平原的极北之地，好像只是普通的稍微高了一点的山脉，没什么其他异常。直到5000年前，神剑宗的一位大乘期长老进入其中，然后没能走出来。临死前，这位大能焦急地留下了一句话，传音到了自己的本命石中。他只说：“枯山不可进。”短短5个字，便让这看似不起眼的枯山成为了极北之地最为恐怖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枯山到底危险在什么地方，但是每个妄想进去挑战的修士都没有出来过。大乘期修士自然不会傻到进去历练，但是枯山的恐怖却早已成了一种神话，令天下修士惊恐胆寒。枯山是一条高耸崎岖的山脉，起源是极北之地西南方向的一座矮峰，终结于东北方向的枯山，斜着挡在极北之地的正中间，将极北之地分为2半。枯山巍峨，高达万丈，这里常年有浓郁的瘴气弥漫在周围，别说看清楚内部情况了，200米开外，连灵石都被瘴气阻拦，无法探寻。这一次，骆剑清从极北之地的南部进入，按理说应该是要跨越枯山才能去往西北方向。不过他可以稍微绕一段路，远离枯山，也远离枯山山脉，途径阴泽剑和无底窟，来到上辈子自己记忆里的地方。事不宜迟，骆剑清和玄灵子快速飞去。刚飞了不过半天时间，便听到哗哗的水声渐渐传来，这水声越来越响，在风声中显得格外突兀。不过多时，阴冷的气息便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周围的修士也越来越多，天空从10里之外就变得阴暗下来，乌云密布，连土壤都变成了阴冷潮湿的深黑色。骆剑清转手与玄灵子对视一眼，后者朝他轻轻颔首。骆剑清想了想，便从空中飞下，一脚踩在了这柔软蓬松的土地上。如同自己先前说的一样，玄灵子跟在骆剑清的身后飞了下来。两人刚飞下来，那些早就往阴泽剑而去的修士便警惕地向他们看来。数十位高阶修士每个都不吭一声地埋头往前走，他们一步步地接近极北之地最安全的险境阴泽剑，他们都来寻找机缘。阴泽剑是一道深不见底的山谷，整个极北之地都干涸燥热，唯独在阴泽剑和那封神海中有大片的水域。封神海是彻底的汪洋大海，而阴泽剑的山谷中则有一条哗哗流淌的水河。不过想要跨越阴泽剑，倒不真的需要跳下山谷再游过去。飞花宗在3000多年前派了一位大乘期的长老来阴泽剑开辟了一座铁链桥，粗如水桶的铁链横亘在两边陡峭的山壁之间，凶残暴力的罡风从中间呼啸而过。在阴泽剑这里获得机缘的方式一共有3种。第一种最为简单，只要站在铁链桥上，凭借着罡风对身体的冲洗，任何修士都可以炼体。
第二种则稍微简单一些，每个修士需要从铁链桥上走到对面的山壁。在对面的那座阴泽山上，遗留下了不少上古时期的修士们的遗物传承，若是有运气，则可以得到。第三种复杂一些，就是放弃铁链桥，从阴泽涧中走过。阴泽涧中阴气极重，据说要是鬼修来到这里，就会如鱼得水，获得无上好处，实力倍增，但是其他修士则会被浓郁的阴气侵蚀。不过这种阴气却是一种好东西，可以淬炼元神，令元神更加凝练。而且在这阴泽涧中死了不少修士，赶下阴泽涧的修士自然是艺高人胆大，必然不是普通之辈。虽说阴泽涧是极北之地最安全的险境，但是千万年来死在里面的人也数不胜数。只要你能抢到那里面的人的遗物，就是你的，大家各凭实力。正式踏入阴泽涧区域后，玄灵子往后退了一步，走在骆剑清身后。他仿佛完全不存在似的，只是安静的凝视着自家徒儿的背影，看着骆剑清一步步的往前走。骆剑清往哪儿走，他便往哪儿，绝不插手，绝不开口。走到悬崖边时，一条粗壮的铁链横亘在中间，脚下是万丈深渊，面前是唯一的铁链，选择铁链桥还是选择自己下去，就只在一念之间。没有一丝犹豫，骆剑清抬步就上了铁链桥。见状，玄灵子诧异的抬眸，眨眼间，骆剑清就已经走了1丈距离。玄灵子并未多想，很快跟了上去。两人飞快的在铁链桥上穿行，罡风从四面八方吹刮过来，如同森冷的刀子，一点点的割着骆剑清的脸庞。金丹期修士就可以凌空飞行不错，但是在这里有了罡风和阴气的双重攻击，能够走过铁链桥已经需要一定实力。正在骆剑清艰难前行的时候，却听身后传来一阵惊呼声。他刚刚抬头，便见到一道黑色的影子迅速飞过，眨眼间就到了对面。居然能这么快就过去，一定是合体期甚至渡劫期的前辈。前辈路过阴泽涧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肯定是要去那无底窟，甚至是封神海。我们也加快脚步，越早登上下一座山峰，才能获得更多的机缘。周围这些话令骆剑清微微怔住，他转手看向身后，只见玄灵子一脸淡定的站在自己后面。见徒弟向自己看来，玄灵子不动声色的勾起唇角，却没吭声。快速通过阴泽涧确实能够获得别人的赞叹和关注，但骆剑清并不想出风头。1个时辰后，骆剑清和玄灵子渡过了阴泽涧，来到阴泽山。骆剑清刚刚离开铁链桥，刹那间万丈光芒齐齐绽开，整个阴泽山仿佛成为了一块极品美玉，璀璨亮光高达100尺。这些光芒都是先辈们的遗迹，每个来到阴泽山的修士都会努力寻找能够与自己契合的遗迹，获得传承。天哪，这至少得有20个遗迹在认主了吧？绝对不止20个，肯定有50个，我觉得有100个。这些遗迹不断的闪烁光辉，散发出磅礴的力量。因为每个踏上阴泽山的修士只能选择一个遗迹进行传承，所以这些遗迹努力的将自身原主的实力表现出来，为的就是吸引对方选择自己。而这个对方注定了不可能是修为高上许多的玄灵子，只有超品根骨的骆剑清。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无数的信息，骆剑清发现只要自己愿意，他甚至可以与那些遗迹产生沟通。他立即转过头看向自家师傅，笑道：师傅，这些遗迹里好像最差的也是出窍期修士，最好的还有渡劫期。啪嗒，骆剑清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忽然感觉到那些正在与自己沟通的遗迹纷纷没了声音。他再转手看去，只见阴泽山上刚刚还光芒万丈的遗迹们倏地暗淡了光芒，别说邀请骆剑清了，他们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不肯给骆剑清透露。许久后，骆剑清悠悠道：师傅，这是我的机缘。玄灵子长袖一甩道：不过是渡劫期修士的遗迹罢了，剑清，为师给你更好的机缘。接受传承这个事情，其实在修真界里属于比较坑爹的范畴。只要接受对方的遗迹传承，那等于是
认了半个师傅。如果原本没有师傅，那还好说，但原本有了师傅，那就最好避着师傅一点了。骆剑清当然明白玄灵子这是吃醋了，不过今天这可是当着玄灵子的面，他要是真敢去接受遗迹传承，那也太轻视玄灵子了。不像那些千辛万苦来到阴泽山，激动的到处寻找机缘的修士，骆剑清和玄灵子漫步穿过这些人，一步步的远离了阴泽山。在他们的身后是忙得热火朝天的修士们，而在他们的面前是一段更加漫长的路。骆剑清说，渡劫七修士的遗迹对如今的我也确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师傅，如果哪天碰上了一个大成七修士、化神七修士，甚至仙人的遗迹，顿了顿，骆剑清笑眯眯的看向身旁的白衣尊者，师傅，你觉得我该怎么做？良久，玄灵子道，仙人的和化神七修士的遗迹就继承吧。骆剑清又道，可是接受传承虽然不算是拜师，但也得了对方的衣钵。玄灵子久久没有回答，等到两人彻底离开阴泽山后，他才低声道，那你要为师怎么办？骆剑清转过身去，但笑着勾起唇角，恍若春风拂面，他一字一顿的认真说道，你应该说不允许我去继承任何人的传承，因为我是你的，而你也只是我一个人的。轰！玄灵子脸颊通红，不远处的一座土坡刹那间灰飞烟灭。等等，这个反应好像有点略大。骆剑清自然知道自家师傅一向循规蹈矩，遵礼克己，所以他向来以调戏师傅为己任，努力改变这样一个固执迂腐的玄灵子。不过今天看来，当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阴泽涧离开后，既然不为机缘，只为赶路，那骆剑清很快就穿过了极北之地的第二险境无底窟。和阴泽涧相比，无底窟倒是有了一些危险，来这里的修士也少了许多。这里充斥着数不尽的无底洞，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其中，而在每个洞中都有一头可怖的妖兽。传闻上古时期，极北之地还不是险地，人族与妖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那一战，妖族大败，千万头妖兽陨落在此，每一头妖兽的尸体砸在地上都形成了一个大洞，久而久之，他们的怨念和不甘便让这些洞窟变成了无底洞。无底窟并非真的无底，但是想要出来，只能击杀洞内的妖兽残魂。上古时期的妖兽有多么强大，骆剑清并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赶路。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每一个无底洞，不像那些其他修士，个个都胆战心惊地跳入洞穴中，只要击杀妖兽，他们就能获得对方的尸体和内丹，甚至可以获得对方的一些宝物。整整30天，骆剑清谨慎地在洞中行走。然而这里的无底洞实在太多，防不胜防，在临近边缘时，他终于还是掉进了一个洞里。忽然看到自家徒弟掉下去时，玄灵子心中一惊，赶紧瞬移到了洞口边。他刚想跳下去，却又停住了脚步，轻轻地叹了一声气。玄灵子在洞边盘腿打坐，等待骆剑清的出来。1天之后，骆剑清狼狈地从洞中飞了出来。他的身上全是污迹，头发上也沾了血水，但是双眼却更加明亮，带着利刃出鞘的凌厉。骆剑清一飞出来，右手执起双符剑，一剑就刺向了玄灵子。见到这番情景，玄灵子倏地愣住，他抬起双指夹住了双符剑，还未提问，便见骆剑清双眸一眯，危险地打量了他一番，冷声说道：无因，我的心中只有你一人。轰！玄灵子耳尖一红，下意识地撇开头。见状，骆剑清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一软，差点跌倒下去。他苦笑道：原来这次真的是你了，师傅。你不知道我这次遇见的妖兽有多么卑鄙，原本我以为它是一头火系妖兽，它也装模作样的与我缠斗一番，我几乎是用上了绝招才将它击杀。我立刻拿了他的内丹和法宝，然后飞了出来。我一出来就看见了你，你担心的询问我有没有遇到什么险境，我放下警惕的全部告诉了你，谁知道你居然偷袭我。玄灵子正然，无辜的望着骆剑清。说到这件事，骆剑清还有些生气，
他握紧了双符剑，又道：我一开始还没觉得不对，但当我发现你居然不能一剑击杀我之后，我就知道这么弱肯定不是你，肯定是那头妖兽布置下来的幻想。接着好不容易将你击杀，玄灵子忍不住提醒道：那并非为师。骆剑清继续说：将你击杀后，我又飞出了这个洞口，又碰到了你。你这次装的像了一点。玄灵子，为师没有装。骆剑清说：一直等我们两人离开了无底窟，你才突然露出马脚。骆剑清怒道：这样一来二往，至少有18次。我最后已经总结出了一个结论，首先，如果能轻松的抵挡我的攻击，则有可能是你。其次，若是我对你说刚才那句话，你不害羞，那肯定是幻想。但倘若害羞了，则肯定是你。师徒二人加快速度从无底窟离开。骆剑清是对之前那18次梦魇式的轮回心有余悸，玄灵子却是恼怒的根本不想看到这个地方一眼。而正在他们离开无底窟时，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正从封神海上飞过。封神海辽阔宽广，巨浪滔天，奔腾不息，铺天盖地的罡风如同坚刃，疯狂地冲他吹刮过去，仿佛要将他卷入大海中，被罡风搅烂。但是这些罡风一旦进了他的身，不过3米距离便会被一层血色的结界遮挡住。罡风撞击在结界上，无法进入。若是让其他人看到这番情景，肯定会惊骇得目瞪口呆。竟然有人敢在极北之地的封神海上凌空飞行，还强行渡海，这完全是不要命了啊！不过结界也终有破碎的时刻，当结界一破，俊美漂亮的红衣修士便会翻手取出一只血红铃铛，再次打开结界。望着无边无际的封神海，莫秋轻哼一声，自语道：本尊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才穿越封神海过来，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骆剑清，本尊要你好看。从无底窟到封神海还有上千里的距离，骆剑清并不记得那位墨家先祖的遗迹是在哪里，他只能按照自己模糊的记忆四处寻找，同时注意规避枯山。枯山与骆剑清要去的地方很近，唯有小心翼翼，才能不被卷入其中。一路上很少再看到修真者的踪影。师徒二人并未休息，连续赶路12天，终于远远的见到了那一片汪洋大海。隔了10里的距离，都能感受到封神海上狂暴的罡风。这风如同见血封喉的利剑，尖锐的向骆剑清刺来，虽说无法真的穿透结界伤害到他，但也令他蹙紧眉头。玄灵子问：就在这附近吗？骆剑清先是摇头，接着又是点头，确实应当在封神海附近，但是师傅，封神海有5000多里的长宽，我也不大确定具体是在哪里，还需要再仔细找找。玄灵子道：那便找吧，若是太华山有事，你师伯自会捏碎传音石通知我们。骆剑清颔首，接下来便是在封神海周边寻找。找了整整10天，骆剑清至少已经把封神海1/3的边线都走遍，也没有找到莫青的遗迹。这一段路走得相当仔细，因为若是不小心，便有可能卷到不远处的枯山中去，进了其中，连玄灵子都不敢保证两人平安归来。骆剑清也曾问过师傅，你真的没把握从枯山中出来？玄灵子沉吟片刻，道：听你师祖说，3000年前飞花宗的那位长老只是刚进入枯山3日，便死在其中。临死前，元神也未曾逃脱。为师从未进过枯山，并不知道其中凶险，但能不进去，自然是最好的。骆剑清了然颔首。第10日时，骆剑清已经用遍了所有方法，依旧无法定位。他甚至开始思索，只有2种办法。第一种，等李修臣年底来极北之地时，他再偷偷跟过来，但那样这次就是白跑一趟。第二种，则真的是要搜遍封神海附近的区域，还不一定能找到。期间，两人也曾经不小心差点踏入枯山的领域，玄灵子立即出手，终于避免此事。然而，枯山的危险远远超乎玄灵子的预料。第11日的清晨，两人沿着枯山和封神海的中间山脉快速的前行。
忽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天地间传来一阵磅礴浩瀚的震荡，可怖的冲击波宛若有了实质，压缩空气，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玄灵子和骆剑清冲来。这一刻，不说骆剑清，连玄灵子也惊骇的睁大双眼，不敢置信的望着枯山山脉。只见在这一条绵延漫长的山脉中央，一座不算高但也不矮的山峰突然就这般坠落了。它轰塌的十分突然，没有一点预兆，就这般毅然决然的变成了满地的碎石。当这山坍塌成碎石时，令玄灵子都震撼的能量如同海浪向两人砸来。骆剑清惊道：“师傅！”玄灵子目眦欲裂，走！话音落下的这一刻，玄灵子直接拉住骆剑清的手，一道金光从他的眉间飞出，玄灵剑载着两人往前飞去。那速度极快，却仍旧不及枯山余波扫荡过来的速度。这次也是骆剑清二人实在太倒霉了。往日里，正常人都不会靠近枯山，更不可能在枯山附近逗留。偏偏骆剑清和玄灵子今天正好走到靠近枯山、离封神海稍远的地方，恰恰还就在那座崩塌的山峰的附近。骆剑清喉咙干涩，感受着身后那追逐过来的恐怖力量，他完全无法抵抗。但就在他呆怔的时候，却听耳旁响起玄灵子的声音：“极北之地的灾难竟然是由枯山崩塌引起，为何会提前？为何会提前？剑清，这一次的风波将会持续整整1个月，你切莫靠近枯山区域。”听着这话，骆剑清脑中一懵，有点回不过神来。玄灵子再次加快速度往前疾飞，他们超过了3、4个修士。那些修士虽然在小山崩塌时离枯山山脉较远，也仍旧会被牵连。当他们看到骆剑清二人的时候，都痛哭着求二人带他们一程。然而玄灵子却连一瞬都没停留，任凭他们在身后被那冲击波吞噬。在这样可怕的灾难面前，自保已是困难，根本分身无暇。冲击波吞噬修士的场景落入骆剑清眼中。玄灵子声音低沉：“这力量至少相当于化神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骆剑清忽然意识到：“那师傅，你可以与他对抗吗？”玄灵子道：“剑清，他们太多，为师一人无法阻拦，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闻言，骆剑清微正的抬眸看向玄灵子，心中隐约察觉到了一丝不对。然而并未给他一点思考的时间，只见玄灵子忽然一掌拍在他的胸口，骆剑清惊然的望着这一幕，双目睁大。玄灵子道：“告诉你师伯，枯山崩塌，这应当只是个开始。接下来1个月，你若有机会离开封神海范围，务必让极北之地的人全部撤去。半年后才可回来找为师。”拍在胸口的一掌并未伤到骆剑清一丝，却让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枯山崩塌的能量仿若海啸，将玄灵子吞噬进去，连一丝衣角都没留下。骆剑清只感觉自己的脑海里轰隆隆的发出巨响，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无法做出任何回应，无法做出任何措施，只能任凭自己被玄灵子那全部力量的一击击飞，飞到这冲击波无法波及的地方。师傅！与此同时，封神海边，枯山山脉崩塌了一座山的能量形成波动，肆无忌惮的降临，令原本正在此地随意烤肉的红衣魔修倏地站起，没有一丝犹豫的立刻往前逃离。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引起这样的暴动？距离极北之地最近的飞花宗，凤丝仙子一掌拍碎了晶莹剔透的玉石小桌，不敢相信的转身看向极北之地的方向，惊道：“极北之地这样可怕的攻击，是你吗？”玄灵子：“不，这连你都做不到。”仅与极北之地隔了一个冲州的魔域。魔道宫大管事七落坐在院中，安静品茶。波动荡开的一刹那，黑色与白色的2道影子倏地出现在了院子里。左护法秦归鹤急道：“极北之地出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了？”七落握紧手中的杯子，啪嗒一声捏成碎片，他脸色苍白的站立起来：“公主在极北之地，太华山凌云殿。浩星子尊者
站在本命灯塔前，安然平静地望着。收电！只见那位于最顶层的金色本命灯骤然变暗，速度之快令人无暇思索，几乎是眨眼间就暗到了快要熄灭的程度，然后才缓慢的渐渐燃烧起来。浩星子惊恐道：“玄灵子师弟受了重伤。”话音落下，浩星子陡然感受到一阵可怖的波动，他转手看向极北之地的方向，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极北之地，而在这天下间，除了已经停留在极北之地，早早知晓事情发生的太华山玄灵子和魔尊魔千秋外，还有断魂宗的太上长老、归元宗的太上长老、神剑宗的太上长老，以及白家和云家的老祖。他们齐齐从闭关归西的状态中睁开了双眼，正然的望向极北之地的方向。断魂宗的鬼岩老祖哑声道：“极北之地。”归元宗的灵上大师叹了声气：“阿弥陀佛，极北之地会有多少人无辜丧命？”神剑宗的剑啸老祖站了起来：“是什么让极北之地发生这么大的能量波动？”白家老祖眯了双眼：“封神海发生罡风海啸了。”云家老祖却是掐指一算，接着猛然喷出一口鲜血，惊骇的望向极北之地枯山。而在妖境中，因为与极北之地隔了一个冲州、一个明州、一个魔域，还有一片堪比7州大小的13海，这强大的波动并没有完全传递过来。然而深藏在洞窟深处的天妖尊却倏地睁开双眼，一张枯老如树皮的脸庞上久别万年的露出震惊的神色。大殿中，美艳妖娆的阴姬妖尊正坐在一个健壮的英俊男子的怀中，低笑着吃着水果。忽然只听一道苍老的声音在殿中响起，阴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神色严峻的端坐了身子，轻轻一挥手，那坐在那身后揉捏的英俊男子便失去呼吸，临死时还不敢置信的望着阴姬窈窕的背影。天妖尊低声道：“极北之地发生大动乱。”阴姬沉了脸色，问道：“什么动乱？”天妖尊传声道：“能重伤你我，甚至击杀你我的动乱。”阴姬美目圆睁，一脸惊然。思索片刻后，他道：“我利用安插在魔道宫的探子，骗魔千秋的徒弟去了极北之地。据飞花宗的探子来报，近日里玄灵子的徒弟似乎也在极北之地附近出现过。”天妖尊声音陡急，问道：“玄灵子和魔千秋可在其中？”阴姬摇手道：“我不知。”天妖尊沉默了片刻，声音也再次淡定下来：“不在也无妨。阴姬，这次你做得很好，若是趁着极北之地的动乱，我们能将玄灵子和魔千秋的徒弟拿下，日后开战时必然是大筹码。”阴姬道：“我立刻派人前去极北之地探查情况。”一场突如其来的崩塌令36州魔域和妖境瞬间紧绷。玄灵子的全力一击包含了化神初期修士磅礴的灵力，他甚至在那力量中用出了自己的一滴金色精血，才让骆剑清飞速的往后倒飞，用1刻钟时间彻底远离了那枯山崩塌的冲击波，然后落在了封神海里。刹那间，封神海里凶残暴力的罡风旋转而起，卷起了一道巨大的水龙卷向骆剑清袭来。骆剑清反应迅速的取出双符剑，抬剑便是一剑化9连，勉强击退那水龙卷。然而天地间数不清的罡风残暴的撞向骆剑清，他的大脑飞速运转，节省灵力布下结界，同时赶紧飞身往相反方向而去。眼中早已湿润，眼眶更是通红。然而骆剑清却没有往回走，去寻找玄灵子。他的第一目标是离开封神海，他的最大目标是保住这条命，这样才能回过头来救玄灵子。在这无边无际的封神海中，骆剑清飞了3天3夜，他失去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兜圈子，只能努力的朝着一个方向飞。体内的灵力终有快要用尽的时候，丹药和法宝也有用完的那一刻。当最后100颗融灵丹吞咽下肚后，骆剑清的灵力倏地亏空，一道罡风便迅速的穿过结界，在他的脸颊上划出一道血口。下一刻，滔天如海的罡风形成3条水龙，咆哮着向他冲来。骆剑清左掌拍向胸口，吐出了一滴心头血，
那血剑在双符剑上，使得剑上青光大作。连开一剑，青色莲花撞向水龙，发出震天巨响。1日后，正在往冲州赶去的红衣魔修猛然停住了步伐，站在不断飞行逃离的修士中央，转过身，惊讶地看向封神海的方向。一道道激烈急促的铃声在他的耳边响起，仅仅是一瞬间，红衣魔修飞身便走，逆流而行，竟然在往极北之地的深处而去。在这样逃亡的大部队中，一个往回飞的身影终究十分突兀，但是此刻却没人去理睬他。飞行了一段时间后，莫秋停住了脚步，他神情严峻地垂了眸子，翻手取出了一块雪白色的白色玉牌，在掐碎玉牌的那一刻，他红唇一勾，冷笑道：骆剑清，你最好祈祷你这块破玉牌真的有用，否则你要是真的死了。声音戛然而止，莫秋低叹道：有本尊在，你休想死。封神海广阔无垠，浩瀚千里，在这宽广无边的海域中，12条水龙疯狂地盘旋咆哮，携着雷霆万钧之势向青衣修士扑来。这一刻，天地变色，雷云密集。真正凶残的是，这12条由封神海的海水形成的水龙吗？并不是。真正致命的是裹在水龙周边的可怖罡风。骆剑清早已疲惫不堪，身体里只剩下最后一点灵力。他一边挥剑劈向那一条条水龙，一边顺势借力往后倒退。然而，封神海的辽阔足以让他心生绝望，就算9夺天路，怎样疯狂地运转，汲取进身体的灵力远远比不上消耗掉的。这种绝望并不是一次性的绝望，而是缓缓看着自己一步步走进绝路的绝望。在枯山的危险被发现前，封神海一直是极北之地最凶险的险境。那每隔10年刮起一次的罡风风暴，来源就是封神海。没有哪个修士会寻死的跑进封神海深处，更不用说是一个刚刚踏入出窍后期的修士。这些罡风并不会一次性将骆剑清击杀，但是他们却在贪婪地消耗着骆剑清的灵力。只要他的灵力被消耗殆尽，那唯一的结局就是死，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因为这里是封神海深处。我一定要出去！骆剑清双眼通红，他一掌拍向自己的丹田，口中忽然喷出一口鲜血。伴随着那洒着点点光芒的精血，一朵青色莲花从骆剑清的身体里轻轻飘出，在狂怒的封神海上摇曳生姿。当这朵青莲出现在大海上的一刹那，12条水龙稍稍迟钝了片刻。在这些凶悍巨大的水龙面前，小莲花显得十分娇小，但是那袅袅绽放的5朵莲瓣上却散发着巍峨磅礴的气息。骆剑清抹了抹嘴角的血丝，单手捧起了那莲花，同时整个人往后倒飞。出窍期修士可以做到元神出窍。进入出窍期后，这是骆剑清第一次将元神出窍。他的元神里蕴含着自身最精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他此时此刻最后的力量。他用元神释放出一层厚厚的结界，以元神的威压尽量压迫这12条巨龙，不断逃离。好！巨龙们慢慢回过神来，他们警惕地望着那朵娇小的莲花，似乎有些忌惮，但一直不依不挠地跟在骆剑清身后，不给他一点放松的时间。浩荡缥缈的封神海上便出现着这样一番奇怪的场景。面容俊美的青衣修士浑身血污，脸色惨白的往后倒飞，他的手心悬浮着一朵精巧夺目的青色莲花，而在他的面前，12条凶猛高大的水龙紧紧相贴的追逐着，不靠近却不放弃。掌心中青莲旋转的速度渐渐变慢，骆剑清身上却几乎没有了任何法宝和丹药。他连自己的元神都用出来了，无论这次是死是活，他的元神必然会受伤，可是他别无选择。难道他真的会死在这里？不行！他还没有告诉别人，他的师父被困在了枯山山脉里。他要去救他，他一定要去救他。不屈坚定的信念令骆剑清手中的青莲光芒大作，他从心口逼出了一滴心头血，轻轻地滴在了这小小的莲花上。莲花更加舒展美丽，但是骆剑清的面色却更加苍白。9夺天路，
一夺春秋，二夺法义，三夺是非，四夺因果。四层氤氲的光芒在青莲周身闪烁。那第五夺是什么？你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灭？既然生来，必有死去；既然死去，必有新生。为何要有执念，又为何要有奢求？骆剑清一张清俊脸庞上全是血污，可是他的双眸却十分明亮，他的眼中倒映着那12条巨大的水龙，倒映着精巧的青莲，倒映着浩瀚荡漾的风神海，倒映着无边无垠的天空。那声音似乎很熟悉，与过往没有感情的声音截然不同。时间在这个时候变得极慢，骆剑清感觉到水滴溅在自己脸庞上的动作也成了一道道缓慢的弧形。他听出来这个声音了，这是清俊的声音，他温柔儒雅的嗓音在自己的脑海中徐徐响起。骆剑清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清俊，也不知为何是清俊，但是他现在根本顾及不了那么多。骆剑清心神放空，意念却从未有这般坚定过。为何要有执念，又为何要有奢求？因为我要活下去，我要救他。水龙们在良久的提防中终于忍不住的攻击过来。小莲花上绽放出的万丈青芒轻而易举的将他们击退，但是水龙却已经有了进攻的勇气，开始接二连三的发动攻击。骆剑清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清军，但是他却听到对方无奈的叹了口气，道：你并未走对，你并未明白，你之生死并非一人之生死，你欲救一人之生死，也并非只救他一人。骆剑清眼睛一红，下意识的喊道：清军前辈，玉霄峰后人赠你一次九夺天路第五夺。世间几多生来，世间必有死去。九夺天路第五夺，夺生来死去，夺生死。轰！一股庞大的力量从骆剑清掌心的小巧青莲上涌现出来，那力量如同高山大海，如同天空大地。当他舒展着向那12条水龙袭去时，碾压式的力量令空气压缩成一团，猛地在那12条水龙的身上爆开。砰砰砰！12条凶残暴力的水龙依次爆开，在空中形成一股股巨大的水花。冰凉刺骨的海水扑在骆剑清的脸上，打在那不断旋转的小莲花上。伴随着夺生死夺意的连开一剑，只形成了一朵精巧细致的小莲花，但是这一朵莲花却远超骆剑清曾经全力施展开来的一朵，轻而易举的将12条水龙剿灭。望着这一幕，骆剑清心神疲累，他正然的看着，似乎好像从中看出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却没有心力再去多想，整个人猛然倒栽下去。挺拔俊朗的修士栽入了大海中，随着海浪上下沉浮。小莲花早已缩回了骆剑清的丹田，但是一层青色光芒的结界却一直守护在他的周围，为他抵挡外界吹来的一道道罡风。此刻的骆剑清气息已经微弱到了机不可闻的地步，强一些的罡风根本不会在意他的存在，弱一点的罡风却又奈他不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骆剑清被卷在青莲结界中不断漂浮，直到半日后，一身血衣的艳丽魔修从远处飞来，一把将他从海中拉了起来。莫秋脸色阴沉，左手揽着骆剑清的腰身，右手飞快的在他的几处经脉大穴上按压，最后他将手指轻轻点向了骆剑清的眉心。骆剑清眉间的青色剑纹立刻燃烧起来，似乎想要将莫秋的手指烫伤，但是莫秋却冷笑一声，继续按了下去。居然没死，骆剑清，你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嘛。血红色的结界包裹住两个人的身影，往风神海外赶去。莫秋一出现，这些罡风便癫狂的向他冲来，却被他用一只小巧的血色铃铛抵挡住。带着一个骆剑清虽说很碍事，而且骆剑清的伤势也颇重，但是莫秋却没有停下来为他疗伤。世界上有人会傻到在风神海的中央为人疗伤，那简直是在找死。风神海上一青一红的两道身影急速飞去。与此同时，飞花宗派出来的队伍也来到了极北之地外。
飞花宗的太上长老凤丝仙子神色庄严，单手负在身后，目光如炬地凝视着那一群群从极北之地中逃出来的修士。飞花宗的掌门刘玉仙子道：“尔等分为20支小队，引导这些修士进行逃亡，切莫乱了秩序。”是。安排好这些后，刘玉仙子转过头道：“凤丝师叔，师侄刚才询问过逃出来的飞花宗的弟子，他们都说并未在极北之地见到玄灵子道友和他的徒弟。”凤丝仙子眉头紧蹙，他们还在极北之地。刘玉仙子闻言一愣，还未来得及回应，便见凤丝仙子忽然取下了腰间悬挂的一盏小巧玉灯，快速叮嘱道：“刘莹、刘希、罗征和明花，你们4人随本尊进入极北之地。刘玉，你留在此地，负责组织逃亡秩序，同时与即将前来支援的众位道友商议大事。”刘玉仙子立即道：“师叔，您这是？”凤丝仙子道：“若不探查出极北之地发生巨变的真正原因，我等如何救人？”话音落下时，凤丝仙子掌中的玉灯大亮，直接卷走了刘莹4人，化身一道浅色光芒，飞入了极北之地中。望着自家师叔远去的背影，刘玉仙子看了许久，最终喃喃道：“师叔，你当真只是为了探查出巨变原因吗？除此以外，世间大乱。”靠近极北之地的所有凡人国家都感受到了这场灾难，他们纷纷跪倒下来，朝着极北之地的方向不断的叩拜祈福。皇帝开始祭拜，平民百姓开始祈祷，天下将乱。而在不远的魔域中，魔道宫整装待发。他们的4位大成后期的修士，暂且不说正在休眠的魔尊、大管事七落、左护法秦龟鹤以及右护法秦思仪，全部出动，几乎是动用了全部的精锐力量，连魔女云香也强硬要求前去。临走前，秦思仪蹙眉道：“我留下，提防妖族侵袭。”七落犹豫片刻，道：“好，你留下，警惕妖族。”归元宗太上长老空乐大师亲自领队前往极北之地。佛子与众人一起站在宗门山脚下，与掌门师父道别。至善大师道：“雨辰，此次你前往极北之地，切莫大意。”佛子颔首：“师父，您且放心，弟子自当小心谨慎。”至善大师行了一礼：“阿弥陀佛。”佛子行礼道：“阿弥陀佛。”断魂宗二长老诡异道：“师祖，我愿前往极北之地。”2年前才从入魔状态中清醒过来的大弟子严肃道：“师祖，弟子也愿前往。”白家白吉将长枪别在身后，与自家老祖一起往极北之地而去。云家老祖犹豫许久，最终还是长叹一声，望天道：“枯山之变，理当告知天下道友。”太华山左云墨飞快地从万寿岭中赶了回来，还未踏入山门，正好见到广灵子尊者、火明子尊者以及玉清子尊者3人带领数百长老弟子即将出发。见状，左云墨立刻赶到浩星子尊者面前，道：“弟子愿前往极北之地。”浩星子尊者一惊：“云墨，以你的修为，为何要？”左云墨道：“弟子已是元婴中期修为，并不畏惧极北之地。更何况大师兄也在极北之地，弟子从小看着他长大，怎能不前去寻探？外界的情况，骆剑清通通不知。当他醒来时，并不觉得多么疼痛，只是身体里的灵力亏空的厉害。即使在昏迷时，他一直有运转九夺天路来恢复灵力，自身灵力也不过才恢复了3成。刚醒来，骆剑清便发现自己早已不在封神海。他警惕地往四处看了一眼，发现这里只是一个狭小逼仄的山洞，细细的水滴顺着岩石的缝隙滴落下来，潮湿阴冷。他的身旁放置了一颗极大的夜明珠，照得整个山洞十分明亮。骆剑清想要起身，却身子一闪，差点又落了下来。忽然只听一道脚步声从山洞外响起，骆剑清立即从眉间取出了双符剑，紧紧地握在手中，随时打算在来人出现的一刹那将他一剑刺穿。当那道身影出现时，骆剑清的剑已经刺了出去，对方却往旁边一闪，
躲了开去。屹立明艳的脸庞上全是震惊之色，红衣魔修怒道：“骆剑清，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吗？”骆剑清哑然无言，似乎完全不明白对方怎么会在这里。莫秋上下打量了骆剑清一眼，当发现后者自己坐不起来时，他脸色古怪的笑了笑，道：“我怎么觉得现在这幅情景和我们当初在那流焰谷的情况特别像？只不过我们的身份换了换。骆剑清，这次轮到你无法动弹，而我可以随意支配你了，你服不服？”骆剑清并未理他，只是无语的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莫秋也不生气，顺势坐了下来，淡然道：“来救你啊。”骆剑清眉头一蹙：“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也来了极北之地？”莫秋的身子陡然僵住，他缓慢的转手看向骆剑清，双眸一眯，问道：“不是你要我来极北之地的吗？”骆剑清双目睁大，惊愕的望着莫秋。两人对视一眼，莫秋也渐渐冷了脸色。他倏地拉住了骆剑清，道：“走，离开这里。”骆剑清道：“我如今实力还未恢复，元神也受了伤，恐怕无法吃下它。”莫秋直截了当的从那戒中取出了一颗血红色的丹药，这颗七品天玉流芳丹炼的应该不如玄灵子，但是治疗你现在的伤却是绰绰有余了。七品丹药极其珍贵，莫秋至今才拿出来，可见其价值之高。但是骆剑清却没有犹豫，他赶紧的吞下了这颗丹药，瞬间身体里便有了一些气力。两人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走。”有些事情无需多言，自然可以发现问题。骆剑清知道自己并没有请莫秋来极北之地，他也相信莫秋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蒙骗自己。1年前，骆剑清在离开太华山的时候，曾经送了2块传音符给佛子，一块是告诉佛子自己即将去极北之地，请他帮自己传话给莫秋，另一块便是需要佛子交给莫秋的传音符。骆剑清道：“我太华山的弟子应当是将东西交到了佛子手上，佛子也不可能弄错。”莫秋道：“中途必然生变。”两人化为2道流光，飞速的往极北之地外逃离。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但是无论如何，对方既然将莫秋骗到了这里，必然是有他自己的目的。骆剑清快速的运转着身体里的九夺天路，浩浩荡荡的灵气形成小小的漩涡，不断涌入他的身体里。就是这样，莫秋还嫌他飞行的速度不够快，拉着骆剑清的手腕便往前飞去。真正离开了封神海区域后，莫秋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两人藏了起来。漆黑无光的洞窟中，骆剑清轻轻喘气，望着对面神色严峻的红衣魔修，郑重道：“我们这般逃下去也不是个法子。想要离开极北之地，以我现在的实力，就算有你的帮助，也需要至少3天的时间。我们必须得做出对应。”莫秋掐弄着手诀，狭小的洞口处立刻闪烁起了一层淡淡的红光。如果有修士现在探测这里的情况，只能发现一块巨大的石头，却发现不了藏在石头下的人。莫秋说：“你有什么想法？”骆剑清沉思片刻，这世上与你我结仇的人很多，想要对你我不利的人很多。当年在流焰谷一战，你我便得罪了断魂宗和白家。莫秋道：“我并不认为断魂宗和白家能将手伸到我魔道宫，太华山的人应当也不会被这2个蝼蚁撼动。而且归元宗向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那群和尚一直很自视清高，应当也不会发生意外。”闻言，骆剑清的脸色倏地沉了下去。妖族。莫秋抬手望他：“是，应该是妖族，只是我从未想过他们能将手伸入太华山、归元宗或者我魔道宫的内部。敌人都已经将间谍安排到了自家院子里，形势自然不容乐观。”然而骆剑清并未惊慌失措，一张俊美脸庞上凝重的快要滴出水来。他思考片刻，道：“既然妖族能偷改有我元神烙印的传音符，自然也知道我是在极北之地。而他们将你骗过来，是有什么打算？”莫秋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看我重要，想把我抓走。”
骆剑清哪里有心情去理会他的玩笑，道：无论如何，我相信在你进入极北之地的那一刻，莫秋，你肯定就被人盯上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的，接下来该怎么做？莫秋脸上的笑意也渐渐消散。一刻钟后，一道红光从洞穴中飞出，再一眨眼，一道青光又从洞穴中飞离。两者完全是相反方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速度极快。当两人飞出洞窟后，守在远处的一个黑衣老者诧异的愣住，仅仅是一瞬间的迟疑，他立刻亲自追上了那道红色的影子，同时飞快的吩咐道：本尊去追那魔尊的徒弟，你等去追玄灵子的徒弟，记住，本尊只要活口。是。骆剑清分析的一点都没错，莫秋早已被妖族的人盯上，甚至不是在他进入极北之地的时候，而是在他刚刚离开魔域，便有一位黑衣老者带着5个黑衣男子跟在了他的身后。玄灵子曾经说过，妖族极为擅长隐藏气息，能够化形的妖兽大多是9阶妖兽，相当于人类渡劫器。然而却也有很多天生智慧的妖兽，他们能够更早的化形，但是实力却很难精进。黑衣老者义无反顾地冲着红色衣袍的莫秋追去，而其余5个男子则追向了另一方向的骆剑清。他们追踪的技巧极为老练，远远的隔了10里的距离，气息隐藏极好，就算是玄灵子亲自前来，恐怕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踪影。1天之后，骆剑清脚步放慢，他走到一处洞穴中，盘腿坐下。2个时辰后，莫秋也再次停住，抬步进了洞穴。整整1天的时间，他们竟然在封神海与枯山的中间区域各自绕了一个圈，再次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地方。一边走进洞窟，莫秋一边将自己脸上的面具摘下，同时开始解开衣带，将身上的青色衣袍褪去。骆剑清则也将身上的血色红衣脱下，递还给了莫秋。2人望着对方，骆剑清先开口：他们要的人不只是你，还有我，但是更看重的人是你。莫秋嗤笑道：这说明我还是比你重要的。骆剑清不理会他，又道：你的那个法宝确实相当好用，居然能探测出妖兽的气息，不过却有许多限制，这次使用过后，我们就再也没了任何依仗，只能凭直觉去判断那些妖族的所在。莫秋道：跟着我的妖族有5个，你的只有1个，你确定他们没认出我们2人？骆剑清将自己的衣袍穿上，一边系着腰带，一边道：我们很紧张，那些人照样也很紧张。天底下并不是实力强就一定能够胜利，境界高一些的天才往往会有许多压箱底的杀招。我修炼40余年，已然达到出窍中期，而你修炼50余年，更是达到半步合体。莫秋，就算他们的实力比我们高出许多，他们也照样不敢小觑我们，所以才迟迟没有出手。莫秋望着骆剑清穿衣服的模样，他眯了双眼，看了一会儿后问道：那接下来便开始计划吧。骆剑清颔首。洞窟外的10里处有一座小山丘，黑衣老者一双碧绿的兽瞳里闪烁的幽森的光芒，他紧紧地盯着骆剑清和莫秋藏身的洞窟，阴笑道：不错，看样子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有人问道：尊者，这2人是如何发现我们的？黑毒尊者转手过去，冷冷道：你有资格询问本尊吗？那人立刻胆怯的退下，连连道：属下知错。跟在黑毒尊者身后的5个人都是他的军队中的精锐力量。这一次被阴姬尊者派来跟踪绑架2个小辈，黑毒尊者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正没处撒呢。他身为堂堂9阶妖兽，统领黑毒军，那是何等的威风潇洒。只不过是2个小辈罢了，怎么还值得他亲自追踪，甚至要带上帮手？他们既然已经察觉到我们，那也不用忍耐。你们准备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将那个洞窟包围。天色一亮，便出手将他们拿下。修为高一点的那个小畜生，交给本尊来应对。还有一个不过出窍中期的小畜生，你们给本尊拿下。他们就算是有翻天的天赋，
现在也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也只是废物。是，不过是2个合体期都没有的小畜生，看样子之前的警惕完全是多余的，不足为虑。夜色深邃，从枯山震荡出来的力量已经渐渐减弱，不再那般可怖。这里离那座崩塌的小山位置极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但是极北之地随处可见的黄沙却被那股力量震动的弥散在空气中，形成一层薄薄的霾气。100米之外人影斑驳，1000米之外不见人影。就算是黑毒尊者，此刻也看不清10里之外的情况，但是修真者所依靠的从来不只是眼睛，还有灵石。黑毒尊者的灵石牢牢锁定在洞窟中的洛剑清和莫秋身上，虽说他身为妖兽，对人修的气息分辨的不是很准确，但是那2道气息他还是很好捕捉的。夜正漫长，黄沙弥漫在整个极北之地。极北之地的边缘处，不少修士在飞花宗的安排下有秩序的逃离这里。然而并没有人知道，在极北之地的深处，6头妖兽围住了人族最绝顶的2个天才，双方一触即发。黑毒尊者将灵石锁定后，便稍微放松了一些，闭目养神。只要第2天一来，这里弥漫的霾气稍微散去一些，他便直接将这2个小子逮住，带回去给阴姬。想必阴姬那个老女人也会给他一些奖赏，他可得向阴姬好好索取一番。黑毒尊者已经开始想象过几日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项。叔弟，他听到东边的地方传来一道微弱的风声。黑毒尊者立刻睁开眼睛，将灵石扫了过去，并没有任何异常。他的手下还在原处守候着，等待着天亮的号令。黑毒尊者满意的闭上眼睛，脸上挂起了一丝淫贱的笑，暗自想到，自从老子1000年前被那些畜生人修打成重伤，外貌苍老后，阴姬那个老女人就再也没正眼看过老子一次。什么时候能再尝尝阴姬销魂的滋味呢？西边又传来了一道更为微弱的风声，这风声在极北之地常年刮着的罡风中显得十分普通，黑毒尊者便没有多在意。一夜说起来很长，却又很短。当太阳炙热的光芒缓缓照向这一片被霾气掩盖的地方时，黑毒尊者迅速的往那小小的洞窟扑去。奇怪的是，他没有听到自己手下的动静，那5头妖兽还停留在原本的地方，丝毫没有动弹。然而情势容不得黑毒尊者想太多，他身上黑气弥漫，飞速的窜入了那小小的洞窟，阴笑道：“2个小畜生，给本尊束手就。”一双绿色兽瞳倏地睁大，黑毒尊者不敢置信的望着这空荡荡的洞窟，愤怒的咆哮道：“不！”2朵血色的小莲花盘旋在洞窟之中，花瓣顶尖渗着一滴血色，散发着熟悉的人修气息。黑毒尊者立刻再往自己的属下那边赶去，只见在那5个地方，他的属下早已死僵，化为5只丑陋的黑毛大蜘蛛。5个相当于人类合体期的8阶妖兽，无声无息的死在了这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在他们的面前，也各自有一朵石头做的小莲花。正是从这朵小莲花上散发着黑毒尊者熟悉的气息，令他一晚上都没怀疑。2个小畜生，本尊要你们死！刹那间，成千上万的黑色小蜘蛛从黑毒尊者的身上爬下，密密麻麻的布满了一地。他们8只长脚齐动，往不同的方向而去，寻找那已经不知逃了多久的洛剑清和莫秋。本尊要将你们扒皮拆骨，将你们血肉撕裂，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一道浅色流光飞过阴泽剑，继续往前而去。在飞花宗的太上长老凤丝仙子的带领下，他们5人很快就进入了极北之地的深处，甚至感受到了那股徜徉在空气中久久没有散去的巍峨力量。沿途也看到了一些艰难逃离的修真者，凤丝仙子派了明花和流萤去帮助这些落难的修士，自己则带着另外2位仙子埋头向前赶路。阴泽剑并未看到他们，还有无底窟、封神海河、枯山。凤丝仙子神色庄重，紧蹙细眉，对身旁的2人说道：“能够引发这样可怕的力量，注定不可能是无底窟和阴泽剑。你们往封神海去，我往枯山而去。”罗征仙子急道：“师祖，枯山如此危险，3000年前其与师祖进入其内，
陨落时就已然给了我们警戒。虽说您如今的修为比当年的祁宇师祖强上2个小境界，但枯山还是，若真是枯山出了问题，我等能担当得起。罗征立刻静了声。刘希仙子道：师叔说的并无错，若是枯山出了问题，那很可能波及冲州，波及魔域，甚至波及了我们飞花宗。数亿凡人和上万修真者的生命，容不得这点差错。说到这，刘希仙子向凤丝仙子行了一礼，道：师叔，您一定要平安归来。凤丝仙子轻轻颔首，接着大袖一甩，抬步离去。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正然地望着凤丝仙子飘然出尘的背影，两人目送着凤丝仙子离去，当再也看不到对方后，才猛地转身，立刻往封神海赶去。此时此刻，封神海边缘处的一座小岛上，骆剑清和莫秋藏在一座沙丘之后，两人浑身无力地背靠在沙丘上，重重的喘气。骆剑清刚刚恢复了一些的灵力，经历了昨晚的偷袭和逃亡后，已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而莫秋的消耗更是巨大，那5个黑蜘蛛都是合体期修为，妖族的实力又比同境界人修要强悍上一些。于是趁着夜色和浓浓的黄沙霾气，骆剑清以精血铸造了2朵血色莲花，代替了自己和莫秋的气息。他在制作2朵莲花时，添加了一些自己对生灵法义的独特感悟。9夺天路，第2夺夺生灵法义。这第2夺骆剑清已经修炼10余年，早已熟练于心，虽说还不能将这虚无缥缈的规则完完全全从天道手中夺取过来，但是蒙蔽一个渡劫期的妖族还是绰绰有余的。骆剑清的实力并没有黑毒尊者高，但是他对生灵法义的理解却远超后者。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后，骆剑清说道：这次来追踪我们的妖族十有八九是蜘蛛。你的法宝感应到那位主谋是渡劫期大能，那他应该是妖族中少有的蜘蛛尊者。莫秋眯了双眼，语气危险的说道：你不用再想，我大概猜出来，应该是黑毒老怪那个没用的老东西。骆剑清，你没有经历过2族大战，所以你倒也不知道，1000年前黑毒老怪是渡劫后期大圆满的妖族，快要晋升地阶。不过他被你们太华山当时的掌门给揍了一顿，从此以后就跌到了渡劫中期，实力大降。骆剑清的脑中迅速的闪过你怎么对1000年前的事情了若指掌，但是现在并不是提问的时机。他思索一会儿道：既然你认出了对方，那你能想出我们该如何对付他吗？我们不是已经逃了？莫秋挑眉，说正经的。莫秋嗤笑了一声道：黑毒老怪确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追踪他人，叫做万里蛛网。他身上养了成千上万只丑陋的蜘蛛，这些蜘蛛实力不高，却非常善于追踪，他早晚会找到我们。骆剑清凝眉道：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弱点？莫秋端正了身体，认真道：畏火。1日后，一道黑色的影子快速的飞过封神海的上空，无视了那些冲自己攻击过来的罡风。黑毒尊者悬浮于大海之上，愤怒的望着这一片汪洋大海，灵力入阴，大喝道：2个小畜生，现在给本尊出来，本尊给你们一条全尸。封神海下的10里深海处，骆剑清和莫秋屏气望着海面，两人对视一眼，没有吭声。黑毒尊者一张老脸皱成了树皮，他一脚跺下，海水劈开，却仍旧没有骆剑清2人的踪影。他呵斥道：2个小畜生，真当本尊找不到你们吗？今日你们竟敢在本尊的眼皮子底下暗杀本尊的亲信，本尊定要将你们千刀万剐，以泄心头之恨。话音落下，黑毒尊者身上忽然溢出了浓郁的黑色气体，那气体在空中迅速的扩散，接触到海面的时候，瞬间变成液体，往内部渗透进去，如同墨汁一般。这气体污染着封神海，而空气也被这黑色气体充斥。罡风们不断的往黑毒尊者的身上刮吹，然而这里毕竟是封神海的边缘，罡风并不强劲，对于渡劫中期修为的黑毒尊者来说，这些根本不足为虑。墨水很快渗漏下去，将这一整片海域污染。
骆剑清和莫秋仍旧停留在海面10里以下，以眼神询问对方。骆剑清，再等一会儿。莫秋，再等一会儿。骆剑清，时机一到，立刻动手。飞毒尊者悬浮于海面之上，一双阴冷的小眼睛不断的扫描四周，想要寻找骆剑清和莫秋的踪迹。然而他足足等了1刻钟，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可是他的小蜘蛛却一直不断的告诉他，就在这里。黑毒尊者冷笑一声道：既然你们想死，那本尊就成全你们。轰！绯色毒气更加弥漫，将天地充盈。不见日光，不见海水，连罡风都被这浓郁可怖的毒气侵蚀吞噬。黑毒尊者放肆的大笑着，他一掌拍下去，空气被他的掌力拍得压缩坍塌，竟是想直接毁灭了这一片空间。就是这个时候，2道身影从乌黑的海水中窜出，红色边影狠力劈下，青色剑光无声刺去。黑毒尊者却一点都不惊讶，他哈哈一笑，说了一句终于现身了。2个小畜生接着双掌抬起，接下了骆剑清和莫秋的这一剑一鞭。狂妄的笑声在双方交触的时候戛然而止。黑毒尊者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的手，却发现自己的掌心被骆剑清的剑光破开，另一只手的一根手指更是被莫秋的长鞭搅烂。黑毒尊者震惊的望着眼前2人，突然明白了天才与普通人的差距。这一刻他心中更是嫉妒不已。黑毒尊者绝对算不上天才，妖族的寿命与人族长上许多，他修炼了6000年才有了如今的境界，更是在1000年前被那太华山的人修打成重伤。但是这2个小畜生呢？年纪轻轻竟然有这等修为，本尊杀了你们！轰隆隆，黑色的毒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骆剑清和莫秋冲来。毒气化为2条恶龙，咆哮着在空中盘旋，巨大的龙头张大嘴巴，仿佛要将2人吞吃尽肚。莫秋道：开结界。下一刻，骆剑清和莫秋的身遭都多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将这漫天的毒气屏蔽在外。青色莲花在骆剑清的剑尖上盘旋，他单手执剑，左手轻抚剑身，最终触指间触碰到那朵小小的莲花，然后抬手看向那条冲向自己的恶龙。骆剑清手指一点，青莲便迅速的撞向了恶龙，双符剑也飞旋着冲向对方。连开一剑，娇小的莲花充溢着因果之力，刺向恶龙，刺穿了他的肚子。九夺天路的第4夺，骆剑清已经修炼多年，但是第5夺他却迟迟没有领悟。之前在封神海上，他即将面临死亡，于是他爆发出了身体中的潜力，终于触碰到了第5夺的门槛，却仍未成功。然而九夺天路的前4夺他已经领悟颇深，足以应对此刻的情况。另一边，血色长鞭霸道的撞向那条黑色的毒龙，如同红色的闪电在他的身体里乱窜，只听黑龙咆哮一声，最终化为漫天毒气，消失不见。眨眼间，2条恶龙一死一伤。骆剑清毕竟修为比莫秋低上一些，而且受了重伤。那条被他重伤的恶龙痛嚎着向他冲来，骆剑清刚刚执起双符剑准备抵抗，便见一条血色长鞭闪过眼前，绞烂了恶龙的脖子。这一战看似漫长，却十分短暂。仅仅是一个照面的交手，2条恶龙便相继被击散。见状，黑毒尊者愤怒的咆哮道：给本尊死！话音落下，黑毒尊者身上黑光大作，化为一只丑陋可怖的黑毛大蜘蛛，高达100丈，长约50丈，8双小眼睛在他的身上不断乱转，最终齐齐盯向了骆剑清和莫秋。好！8脚齐动，黑毒尊者向骆剑清2人冲来。没有一丝犹豫，2人赶紧往相反方向逃窜。然而黑毒尊者也不是傻的，他自然先去追实力弱又受了重伤的骆剑清。看到莫秋惊愕的追过来想要救人的时候，他还喜滋滋的为自己的聪明高兴了一把。情况变成了这样，骆剑清在前面迅速的逃亡，中间是黑色大蜘蛛，最后是不断追逐的莫秋。
骆剑清的身形左右晃动，曲折的在海面上逃窜，看上去已经是走投无路，狼狈不堪。黑毒尊者的速度远比骆剑清要快上许多，到后来骆剑清已经开始燃烧元神之力，才勉强不被这只毒蜘蛛追到。然而黑毒尊者却一直冲他喷吐毒液，浇在骆剑清的结界上，发出吱吱声响。莫秋气急败坏的怒道：老怪物，你敢冲我来吗？黑毒尊者才不理会莫秋，他此刻觉得这种追逐游戏真是太过有趣，这两个小畜生被他搅得惊慌失措。前面的那个小畜生已经快到了极限，后面的那个小畜生又追不上他。等到他将前面的吃了后，就转过头吃后面这个。莫秋急了：黑毒老怪，亏你还是9阶妖兽，你便是这样恃强凌弱的吗？这话听在黑毒尊者的耳中，更觉得戏耍到了两人。黑毒尊者的脚步放得更快了一些，8只长脚快速的移动着，眼看就要追上骆剑清，却见骆剑清忽然转过身，满面笑容的望着他。黑毒尊者心中咯噔一声，他前脚翘起，不给骆剑清反应的机会，打算立刻杀了他。谁料就他刚刚移动前脚的一刹那，一道火红色的长线陡然冒出，拉住了他的脚。啊，好痛！黑毒尊者疼得嗷嗷直叫，然而那擒住他的火线却没有一点松弛。这时候黑毒尊者才发现，他的身上被成千上万根细小的火焰给囚禁住了。这些火焰不似普通火焰，反而灼热非常，一根细小的火焰长线不足挂齿，但是1万根呢，足以囚禁着黑毒尊者，让他无法动弹。小畜生！骆剑清脸色苍白，但是唇角却微微翘起，道：听人说1000年前我太华山的师祖便是用这道万火囚龙阵将你囚禁住。黑毒老怪，都过了1000年，你怎么还没有一点长进？虽说你称不上是龙，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可真是白活了几千岁。火焰滋滋的灼烧着黑毒尊者的身体，令他痛苦的咆哮着。骆剑清当然知道自己实力最弱，并且身受重伤，若是黑毒老怪一心一意的来追自己，他几乎是必死无疑。可他却仍旧和莫秋分开逃亡，为的就是让黑毒老怪掉以轻心，自以为耍弄到了他们二人，从而忽视那布置在大海之下的万火囚龙阵。当黑毒老怪沿着二人布置下来的阵眼依次落地，最后真正的进入大阵后，便是两人宰杀对方的时刻。这一切的布置必须缜密细致。首先要找到黑毒尊者的弱点，知道他为火；其次要有高深的阵法实力。骆剑清在太华山多年，并不擅长阵法，对万火囚龙阵只记得一个大概，最后还是和莫秋2个人进行了改进，才勉强布置出来。而那最后便是要将黑毒尊者引入其中，这每一步都走的是如履薄冰，一旦出错，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黑毒尊者不断挣扎，痛嚎道：放本尊出去，本尊不杀你们2个小畜生。骆剑清淡笑着看着这丑陋的大蜘蛛，莫秋却十分不屑。他此刻早已没了刚才那副故意着急的模样，反而冷冷的勾起唇角，目光冰寒的望着这头大蜘蛛，低低的笑了一声后才道：你刚才叫我小畜生？黑毒尊者眼睛一转，道友，道友，放本尊出去吧，本尊这就离开，绝对不伤你们分毫。哎，血色长鞭甩了过去，在黑毒尊者丑陋的猪脸上劈开一道血口。接下来又是不留余地的一鞭，红色的鞭影铺天盖地的袭去，偏偏黑毒尊者的8只脚都被万火囚龙阵困住了，根本无法抵挡。这样一番鞭打下来，黑毒尊者眼睛里积攒了恨意。当莫秋又是一鞭下去后，他愤怒地喷出了一口黑色的毒液。莫秋双眸一缩，唇边泛起一丝冷笑，忽然抬手扔出了一颗血色的小珠子，与那毒液相撞，发出滔天巨响。2个小畜生，本尊要杀了你们！骆剑清拉住了莫秋的鞭子，道：速战速决，不要恋战，我们还要赶紧去通知外面的修士，还要去救我师傅。莫秋闻言一愣，接着神情古怪的看了骆剑清一眼，然后轻哼着转过脸去。
骆剑清不像莫秋那样，他对黑毒老怪一口一个的小畜生没有一丝反应。双符剑在他的右手中轻轻浮起，黑毒老怪谩骂的声音终于停止，他的8双小眼睛紧紧盯着骆剑清和他手里的剑，最后大笑一声，骂道：“本尊要你们死！”话音落下，黑色光芒冲天起，一股磅礴可怖的力量从黑毒尊者的身上弥漫开来。骆剑清双目睁大，莫秋也惊骇地拉住骆剑清便走。然而黑毒尊者的自爆来得太过突然，他身为曾经差点达到地阶境界的妖兽，当身体爆开时，他的本源毒液也喷了出来。妖族自爆，从此便不如轮回，魂飞魄散。这黑毒尊者竟然要闹得如此不死不休的局面！骆剑清和莫秋飞快地往后退，但两人的速度再快，也没黑毒老怪同归于尽的决心坚定。骆剑清赶紧取出了自己的元神，打算凭借九夺天路神奇的力量来搏上一搏。然而他还未曾动手，却见莫秋一把将自己拉到了身后，脚下用力，两人便如同流星一般窜了出去。骆剑清一个抬手，便能看见莫秋白皙的脸庞，那双向来桀骜的脸上露着一丝复杂的神色。莫秋垂眸看着骆剑清，骆剑清微正的抬眸看他。黑色毒液在莫秋的身后爆开，两人却似乎已经飞了出去。莫秋的速度快得超越骆剑清的想象，甚至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若是莫秋丢下他自己逃亡，或许根本不用畏惧黑毒老怪。这一道恐怖的爆炸震彻了整个极北之地。刚刚飞到封神海的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远远的看到这一幕，两人相视一眼，赶紧飞来。而正飞往枯山的凤丝仙子见到这黑色的爆炸，她微愣的看了一会儿，忽然自语道：“原来你在那里吗？”但是下一刻，她却义无反顾的继续飞进了枯山。骆剑清和莫秋处于爆炸中心，不知道飞了多久，骆剑清撞上了一座小山，而莫秋则撞在了他的身体上，闷哼一声。两人一连撞碎了3座小山，才终于停下脚步。由此可见，莫秋最后是用了多大的力量，竟然能令两人的速度快到如此境界。落地的时候，骆剑清浑身疼痛，但是他此刻却无心去管顾自己的事情，急道：“莫秋，你怎么样了？刚才那个黑毒老怪的自爆有伤到你吗？”莫秋站了起来，一脸无所谓的说道：“骆剑清，你就这么小瞧我？不过是个9阶的蜘蛛，那也能伤到了我？若不是我最近出了点小问题，早就一鞭子抽死他了。”骆剑清还是有些不放心，毕竟最后时是莫秋挡在了自己身前，直面黑毒尊者的自爆。然而看着莫秋的模样，似乎是真的没什么大碍。再联想到这个人以往那些凶悍的事迹，骆剑清提在嗓子里的心终于放下了一点。在满地的碎石中央，骆剑清和莫秋盘腿打坐，恢复灵力。刚才那一战消耗颇大，骆剑清本就受了伤，此刻更是虚弱。他紧闭着双眼，飞快地运转着9夺天路，只要恢复一点实力，他便打算与莫秋离开极北之地，将师傅的下落和嘱托告诉他人。而骆剑清自然也没有发现，坐在他身旁的红衣魔修见他进入修炼状态后，脸色便陡然苍白下去，唇边也渗出了一丝黑色的血。莫秋抬手轻轻抹去，但是那血却又再次流了下来，最后他眸中红光一闪，硬生生的将黑血给逼了回去。半日后，骆剑清和莫秋还未动身，便见到了从天边飞来的2位仙子。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见到骆剑清二人时，都是惊讶不已，两人赶紧飞了下来。问清楚情况后，刘希仙子给了骆剑清和莫秋一人1瓶丹药，道：“此乃飞花宗的宗门圣药百花丹，你们暂且吃下，可恢复灵力。”骆剑清轻轻颔首，吃了下去。莫秋虽说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吞吃下腹。这百花丹一吃下去后，骆剑清便觉得浑身轻松，干涸的丹田里也渐渐涌现出一丝丝灵力。罗征仙子问道：“为何不见玄灵子道友？”骆剑清脸上闪过一抹痛色，他闭上眼睛，哑着嗓子说道：“前辈，师傅他被困在了枯山之中，他在最后关头将我推了出来，并且告诉我，
务必让所有人离开极北之地，半年之内不可回来。他说，枯山山脉先前那一座山峰的坍塌只是开始，接下来会更加可怕。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睁大双眼，浑身颤抖起来。两人互看了一眼，惊道：凤司师叔师祖！此时此刻，飞花宗大殿中央的一座本命塔上，一朵浅金色的花朵啪嗒一声开了一条裂缝。守卫本命花的弟子惊恐地望着这一幕，却见这花朵只是裂开了一条缝隙，迟迟没有其他动静。那弟子浑身僵硬地望着，过了许久，才大声喊道：来人啊！凤司师祖的本命！声音戛然而止。啪！就在一瞬间，一朵浅金色的本命玉花轰然碎开，无数的碎玉洒满了整个大殿，光芒大绽，直冲天际，充斥了整个飞花宗。一道急促的女声仿佛用尽最后力气一般，尖锐的响起：枯山崩了，勿进。声音停止的那一刻，光芒彻底湮灭。3000年前，飞花宗的祈雨仙子以命留言，告知天下枯山之险。3000年后，飞花宗的凤司仙子以命传声，告知天下枯山已崩。连绵起伏的枯山山脉中，一座高达520丈的山峰无声无息地塌了下去。一位浅色衣裙的仙子展开结界，以身为阵眼，挡住了这一场比先前更加可怖的枯山崩塌。磅礴的力量不断地冲撞着他的身体，鲜血一滴滴地流了下来。然而终究没有一点能量窜出这牢固的结界，也没有一点风暴再次如同先前那般凶残的席卷整个极北之地，令无数人死亡。能量的冲击至始至终便没有停止。守在阵眼的美丽仙子早已死去多时，但是她腰间系着的一盏玉灯却轻轻闪耀着光芒，维系着整个大阵的持续。凤司仙子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攻击力并不强，却极善布阵与炼丹。这一座大阵散发着浅色的光芒，挡住了第二座崩塌的山峰的能量冲击，也无声无息地蔓延到了大半个枯山山脉，将其余看似平静却已然蠢蠢欲动的山峰笼罩，让他们平静下来。极北之地外，神剑宗第一个赶到此地。当广灵子尊者带着太华山的人马赶来时，却见飞花宗的刘玉仙子眼眶微红，向他们道：飞花宗太上长老凤司仙子陨落，告知各位道友，枯山崩了，请勿进入。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并未在封神海停留多久，他们为骆剑清指明了一个方向，让他与莫秋前往那里，与飞花宗的大部队集合。话刚说完，两人转身便往枯山飞去，竟是失去了理智，不顾危险，抱着一丝能将凤司仙子追回来的希望。吃下了飞花宗的圣药后，骆剑清的身体恢复得极快。枯山之崩，他无法阻挡，哪怕他现在再焦急迫切，他也知道凭他的力量是救不了玄灵子的。于是骆剑清直截了当的往极北之地外走，打算先与大部队会合。枯山崩塌，妖族现身，这两件事都实在太为重要。若是刚才刘希仙子二人还能有一点理智，便不会一起去追凤司仙子，而是会先带着骆剑清和莫秋离开极北之地，将这件事告诉众人。然而一切都没有如果，骆剑清和莫秋小心谨慎的在封神海的边缘穿梭着，在注意四周的前提下，他们尽量加快速度往外飞离。此时此刻，四大宗门已然聚集在极北之地外的埋沙森林处。八大世家中，除了苍家和魏家离极北之地太远，还未曾赶到，其余也全部到齐。埋沙森林中离恨木的幻香并未对这些大能产生任何影响，众人在此聚集，商议那一件足以撼天的大事——枯山之崩。有了凤司仙子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踏入极北之地，个个都十分警惕。因为凤司仙子陨落了，天下间一共只有10位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如今便陨落了一个。在这10人中，凤司仙子的实力只能算是末流，但是却仍旧不可小觑。是怎样可怕的力量，居然能够让这样一位绝世大能暗自陨落，无法逃脱？
在没有得到答案前，连在场实力最强的广灵子尊者和鬼岩老祖都不敢出动，因为除了凤丝仙子的陨落外，他们还知道玄灵子就在极北之地中，但是他并没能阻止枯山的崩塌，反而连本命灯的火焰都暗淡许多。就这样，事态一下子僵滞住。玉清子尊者急了整整3天，最后跑到广灵子面前，道：玄灵子师弟就在极北之地，他生死未卜，你就一点也不着急。广灵子尊者虽说十分粗犷豪放，但是却粗中有细，他蹙着浓眉安抚道：你就是急也没有办法，就算是2个我都远远不是师弟的对手，若是连他都应付不了，我却又能做什么？你这是自乱阵脚。等吧，飞花宗早已派人去通知魔域，若是那魔尊不傻，自然会亲自前来。这一等又是一天，魔道宫的人才姗姗来迟。魔道宫大管事七落往前一步，开门见山的说道：极北之地到底出了何事？他这样的态度令一些正派人士心生不满，然而玉清子尊者哪里管这些事，他直接上前道：10天前极北之地的枯山塌了，飞花宗的凤丝道友陨落前传出一道消息，告诉了我们这件事。顿了顿，玉清子直接道：魔尊未曾前来。听到前面时，七落脸色大变，但是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他却掩饰了神色，淡定道：公主正在闭关修炼，任何人不得打扰。此次枯山崩塌之事，魔道宫不会袖手旁观。一句话便浇灭了玉清子尊者的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众人便开始谋划如何应对枯山崩塌这天大的灾难。许多势力都派出了自己的人手，去极北之地里找寻一些还未逃出来的修士。太华山的火明子尊者更是亲自进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玄灵子和洛剑清。枯山崩塌后，极北之地的气息十分紊乱，不可传音，这也令众人无法联络。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太华山外，魔道宫居然也派出了大批人手进极北之地寻找。魔道宫的事情自然不会有人过问，但是他们的异样却被众人看在眼中，心里也多了一些想法。3日后，众人终于做出了决定，疏散冲州的所有修士，带走潮州的所有凡人。枯山之崩若是无法避免，那便将损失降到最低。有人可能要说，修真者脱离世俗，为何要心系天下，还要将凡人带走？那是因为修真之人是从世俗而起，凡人才是修真界的根本。救走如此多的凡人，对任何修士来说都是一件无上的大功德。自古以来便有修士功德成仙，若是真的眼睁睁的看着上亿凡人惨死，那绝对会遭到心魔反噬，就算能熬过去，余生也会在愧疚和自责中度过。商量结束后，以太华山为首，4大宗门负责深入极北之地，尽量找寻一些幸存者，同时努力调查枯山崩塌的真相。而魔道宫和8大世家则负责疏散凡人和修士，以免枯山再一次崩塌，引起更大的灾难。一切看似井井有条，但是危机却潜藏在深处，无人愿意主动触碰。妖境阴姬得到极北之地的祸事后，大喜过望，就等着黑毒尊者将洛剑清2人带回来了。然而他等了足足10天，都没等到黑毒尊者的消息。一张柔媚脸庞上全是怒意，阴姬手指捏紧，将玉杯捏成齑粉，咬牙切齿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黑毒尊者失踪这么些天，阴姬转念一想，大概便猜出了对方的下场。和黑毒尊者不同，阴姬修炼9000年，身为4大妖尊之一，却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个人修。若是他轻视玄灵子，那他在100年前便会被对方斩成2段。而事实就是，无数比阴姬更为惊艳绝世的妖族天才纷纷陨落，而他却活到了现在，成为4大妖尊之一。当初黑毒尊者前往极北之地时，阴姬便命令他带上人手，不可轻敌。然而黑毒尊者还是死在了那里，死在2个才修炼了短短数十年的小辈手中。阴姬轻轻抬袖，手指间的齑粉便随风而散。
坐在大殿宝座上沉思许久，窈窕动人的妖尊徐徐起身，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大殿里，再一出现，已是妖境深处的境地。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阴姬缓缓往前走着，一双赤裸修长的腿走着走着便变成了一条粗壮的蛇尾。他摆着长尾进了境地最深处，轻轻的低笑了一声，道：天佑妖族，理当开战。低柔的声音在境地中悠悠响起，传荡开来。一道沙哑的男声嘿嘿笑着说道：听说人族4大险地之一的极北之地出事了。阴姬眼唇轻笑：是，而且还是出了大事。一道粗犷的男声问道：阴姬，你可知道出了什么大事？阴姬毫不在意地摊了手，道：能够让凤丝那个丑女人陨落的大事。境地里一阵沉默。突然，一个高大凶猛的光头男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一脸惊讶地问道：你说什么？凤丝死了？那个飞花宗的凤丝？他怎么死的？到底怎么回事？阴姬不屑地睨了这人一眼，道：不就是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吗？光头男子目露凶光，怒道：你可比他大了7000多岁。阴姬粗长的蛇尾飞速地击向这光头男子，后者却一把将他的尾巴擒住。原本阴姬还想再骂，却听对方一脸遗憾的惋惜道：可惜了，还准备把那女人收进后宫当本尊的炉鼎，没想到居然死了，真是可惜了，可惜了。阴姬嗤笑一声，抽回了自己的尾巴，神色渐渐严肃起来，说道：开战吧。光头男子沉默片刻，道：开战吧。过了片刻，沙哑的男声也带着猥琐的大笑，响起：开战吧。三人说完后都没有再吭声，显然都在等最后一人开口。然而良久以后，却听天妖尊轻轻的叹了一声气，苍老的声音仿若晚钟，沉闷的响起：现在尚不是时机。阴姬，你可有探查出来，为何那魔千秋有了突破的机会？阴姬一下子呆住，下一刻他脸色一冷：我这就再派人，务必将魔千秋的徒弟带回来，也将这件事查清楚。苍茫无垠的封神海上，波涛四起，巨浪滔天。一道青色身影和一道红色身影沿着封神海的海岸快速的往前飞行，两人都用了最快的速度，竭尽全力的飞行，一旦体内的灵力用不上，价值倾城的百花丹便不要钱的往嘴里塞，绝对不肯停留一瞬。整整3天，骆剑清和莫秋都没有停止过赶路，他们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骆剑清在前面飞，莫秋便在他的身后跟着。骆剑清此刻心里全是玄灵子，他只怕自己晚去了一点，玄灵子就会遭遇不测，因此他完全不敢懈怠。莫秋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只是跟在骆剑清的身后随意的飞着。嗖嗖，这速度已然超过了出窍期修士的极限，甚至比普通的合体期修士还要快上许多。两人飞过沙丘小山，飞过盆地洼谷，当飞到一片平原上时，骆剑清的脚步忽然停了下来，目光错愕的转手往西边看去。莫秋飞到了他的身边，挑眉问道：怎么了？骆剑清闻言一震，他缓缓转手看向莫秋，眼神复杂的望着对方。许久后，他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气，道：莫秋，清君前辈先前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原本以为他是想帮我稳固境界，给我一次参悟的机会，但是直到刚才，我突然感应到了一些东西。莫秋蹙眉道：什么东西？骆剑清摇摇手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大概猜出来这会是什么东西。这应该就是我原本想要取来送给你的东西，是你理所应得的东西，也是我这次来极北之地的原因。当日清君化为灯芯的时候，曾经将一些温润的丹力送给了骆剑清。9品神丹的丹力令刚刚踏入出窍期的骆剑清境界更为巩固，但是除此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直到今日，当他来到这个地方时，才忽然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清君那所剩无几的丹力一直指向某个方向。之前骆剑清曾经和玄灵子搜索过封神海区域，
他们还没来得及搜索完，便碰上了枯山崩塌。脚下的这个地方，骆剑清没有来过，或许墨家先祖墨清的遗迹真的在附近，也不是没有可能。清军是由九莲尊者专门为了治疗墨清的重伤，救他一命而炼制出来的一枚丹药。清军与墨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在封神海附近发生感应，想来也只有一种可能，墨清的遗骨就在附近。骆剑清只是犹豫了一瞬，便和莫秋一起往那处地方飞去。虽然现在正在赶时间，但既然碰上了，为了莫秋，骆剑清自然不可以隐瞒这件事，空手而回。谁知道下次来这里会是什么时候，到时候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骆剑清说，这次我是为了一个遗迹而来，是你们墨家先祖的遗迹。那个遗迹打开的时候，应该会有一道非常强大的攻击，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应对。遗迹打开后，你就可以得到其中的遗物。闻言，莫秋微蹙眉头，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骆剑清说的十分详细，虽然并没有将遗迹里的所有情况都说出来，但是却说的好像去过一样。对此，骆剑清淡定道：这你就不知道了。你们墨家的先祖与我太华山玉霄峰第3任峰主九莲尊者是至交好友。我是在玉霄峰的一本古籍上看到这件事的，所以我就来极北之地为你寻找你先祖的遗迹了。奇怪的神色从莫秋的脸上一闪而过，他立即掩饰下去，并未让骆剑清发现。他轻轻的哦了一声，问道：那我是不是要谢谢你？骆剑清道：算是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莫秋怒道：骆剑清，我的救命之恩就这么不值钱？骆剑清拱手道：莫道友，里面的宝物应当能够让你再救上我数次了。莫秋，为了气我，你都这么咒自己了？见着莫秋这番无语的模样，骆剑清勾起唇角，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一连数天，从莫秋在封神海上救下骆剑清的那一刻起，他就神情端肃，不苟言笑，眉毛皱得能夹死虫子。极北之地一行，从起初的轻松休闲到如今的生死诀别，骆剑清的心好像碎成了无数块。他不是个多么大义的人，他对天下人的安危并不在意，但是他却在意玄灵子。这一世，很多事情和骆剑清上辈子都不一样。骆剑清从没听说过枯山崩塌的事情，甚至按照年份算来，他上辈子被追杀到极北之地应该是大半年后的事情，那时候极北之地还是好好的，没有一点异常。可如今枯山塌了，玄灵子被困其中，妖族也蠢蠢欲动。这么多事情压在骆剑清的身上，光是玄灵子被困就足以令他心思焦虑。见到骆剑清笑了，莫秋先是一愣，接着也不动声色的勾起红唇，轻轻的笑了2声。两人很快往前继续飞去，大约只飞了1公里，骆剑清便在一处悬崖停下。他走到山崖边往下看去，只见万丈深渊不可见底，四周的山崖也陡峭异常，似乎将这里围聚成了一个深深的大洞。这种地势放在极北之地这样较为平坦的地方，着实古怪。莫秋道：这些山崖靠得太近，就好像围成了一个圈，将什么东西藏在里面。骆剑清，虽然现在空气里霾气很重，但是我的视力也能够看到5000米外的东西，然而我看不见这个山崖的底。你确定我们要下去？骆剑清转手道：就是这里，我们下去。话音落下，骆剑清第一次跳了下去，莫秋也并未犹豫，随之跳下。这里的山只有不过3000米高，但是这山崖下却有一个洞，两者叠加至少有5000米以上的深度。然而莫秋的预算还是错误的，这个洞哪里是5000米，它足足有10000米之深。两人落地的时候都做了防护措施，却还是重重的摔在地上，受了一点皮肉伤。洞底一片黑暗，但是按照空气流动的速率来看，似乎十分狭窄。作为一个超级土豪，莫秋翻手取出了一只夜明珠，瞬间明亮的光芒洒满了整个洞底。到这个时候，莫秋才发现这里哪里是狭窄，这里根本就小到让人不敢相信。骆剑清看着四周熟悉的景色，道：果真是这里。
洞底是一个直径3丈的圆形，崖壁从山顶蔓延到这里，已经是光滑可见。明明在顶上是4、5座不同的山峰，到这里却好像融为一体，好像曾经有谁将一座巨大的山峰洞穿，从山顶一路落到了地底，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山形变换，最后形成这样一个诡异的山洞。洞底别无他物，除了一些小石子外，只有光滑的山壁。骆剑清迈步走到山壁旁，抬手便敲，他的动作十分自然，好像曾经做过无数次一样，一路仔细的敲击着。等敲到一处声音不大对的山壁时，他转手看向莫秋，莫秋也看他。骆剑清道：之前我说过，接下来会有一道很可怕的攻击，据我所猜想，至少是大成修士的攻击。原本我和师父商量过，这道攻击由他替我挡下，但如今声音戛然而止。骆剑清继续说道：如今我们2人的修为还算不错，只要避开这道攻击的攻击范围，我应当可以勉强挡住。莫秋，你呢？莫秋早已倚靠着山壁，看骆剑清动作。听了他这话，莫秋随意道：你都能挡住，我怎么可能不可以？骆剑清道：你可别逞强，不要大意。莫秋摇摇手：这种小事我还不看在眼里，你就放心好了。轰！一道青光冲天起，巍峨可怖的力量如同深海，沉沉的压了下来。莫秋脸色骤变，翻手从那戒中取出了一只血色小铃铛，一层血光结界在他的身遭形成，护住了他的身体。骆剑清则轻松很多，他避开了青色剑光的主要攻击范围，以双符剑挡住对方。足足笼罩了一盏茶的时间，剑气渐渐消散，洞底也恢复成原先的模样。这剑气声势骇人，却竟然没有伤害到一点山壁，那些山壁依旧光滑如初，只有空气残留的些许余威还在提醒着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莫秋手指捏紧，怒道：骆剑清，你是想要我的命吗？骆剑清故作诧异的说道：莫道友，你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还让我放心的吗？莫秋，你……毕竟时间紧迫，2人自然没有再争论拌嘴下去，只听一道轰隆隆的声音在小小的洞底回荡。莫秋警惕的看着四周，骆剑清却松了口气，望向洞底中央的部位。只见一道青色的流光在地上浅浅的流动，如同游鱼，先是一条，再是一条，到最后万余聚集，青光大起，在睁眼时，一具枯老的白骨陡然出现。莫秋正然的望着这一幕，骆剑清却觉得恍若隔世。他抬步走到这具骸骨跟前，直接跪了下来，轻轻的磕了3个响头。上辈子他已经向莫清前辈磕过头，接着才吸食了对方骸骨中残余的力量，而如今他却仍旧磕了3个头，不为别的，就为上一世的救命之恩。磕完3个头后，骆剑清还未站起来，便听到一道低悦的叹声。这声音轻缓雅致，尾音处略略上扬，音色柔和温润，如同美玉。骆剑清错愕的抬头向前看去，莫秋也眯了眸子，望着这个突然浮现出来的虚影。只见在这具骸骨之旁，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一个清雅俊逸的青衫男子，一只碧青色的玉簪斜插在乌黑浓密的发间。这人长得美极，不似莫秋那种雌雄莫辨的美，也不似骆剑清那种几近完美的美，却是有一种高贵出尘、绝世独立的美。他便这样垂着眸子，目光温柔的看着骆剑清。骆剑清惊愕的看着他，久久没有吭声。到最后，还是这男子先笑了一声，问道：为何你要向我叩拜3下？声音空灵，仿若仙乐叮咛。骆剑清仍旧呆愣的跪在地上，闻言，他下意识的问道：前辈？青衫男子并未回应，又问了一遍。骆剑清这才站了起来，他行了一礼，道：有些事晚辈并不好说，但是晚辈理当向前辈叩拜。今日并未想到会在此处见到前辈，晚辈是太华山玉霄峰后人。这一位顿了顿，骆剑清侧开身子，将莫秋让了出来，道：这一位是晚辈的生死好友，名为莫秋。青衫男子微微一愣，
细长如墨的眉稍稍蹙起。他抬目望着莫秋，莫秋也看着他，两人都未开口。就在他想开口时，却听莫秋道：“先祖。”不错，当这人出现在洞底的一刹那，骆剑清的心中便有了个名字：莫清。这世上有谁会有如此淡雅绝世之风采？仅仅是一道意识，连残魂都算不上，便能让骆剑清感受到元神上的压迫。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3万年前惊才绝艳的九莲师祖与之结交，二人携手历练，闯遍玄天大陆，问鼎当世人杰。骆剑清上辈子并未见到莫清的意识，想来很有可能是被李修尘见到了，可惜那求仙书中却没有详细讲述。莫清微笑着看着莫秋，也不开口。骆剑清并未发现两人间的异常，他语气恭敬的说道：“莫清前辈，晚辈因为机缘巧合得知了您的一些事迹，今日带着我这好友前来，便是想要将您的后人带给您看。如今天下大乱，枯山崩塌，极北之地死伤惨重，人族与妖族即将开战，希望您能助他一臂之力。”一双浅色的眸子转而看向骆剑清，莫清仍旧只是笑着，不吭一声。见状，骆剑清不免有些急了。他的时间十分宝贵，虽说很感激莫清前辈，同时也知道对方与自家师祖关系匪浅，然而现在他却没有时间与对方叙旧。求仙书上说，李修尘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莫清的遗物，怎么到了他这里，见到了嫡系后人莫秋，莫清反而一点表示都没有？骆剑清正奇怪着，想要再开口说一遍，谁料却听莫清轻笑着说道：“你身上有他的气息。”骆剑清诧异的抬手看向莫清，细长的双目轻轻闭上，莫清仿佛眷恋似的嗅闻着空气，谁也不知道他在感受什么，却见他薄唇微勾，露出了一抹无奈和温柔的笑容。一双澄澈浅碧的眸子柔柔的凝视在骆剑清身上，莫清语气温和的开口道：“我原本以为你若是他的后人，修炼的自是九莲本心路。”一听这话，骆剑清脸色一变，忽然想到，前辈，这件事事出有因，晚辈确实曾经修炼过九莲本心路，也确实是玉霄峰弟子。莫清并未在意骆剑清的话，他笑道：“九莲夺天路，你能修炼这个也是缘分。”轰！骆剑清脑子一猛，九莲夺天路5个字在他的大脑中久久回荡。什么是九莲夺天路？他修炼的明明是九夺天。莫清抬手摆开长袖，青色衣衫在空中划出一道好看的弧度，一只朴素简单的纳戒便出现在了骆剑清的面前。只有一枚纳戒，别无他物，但是那戒上却闪烁着晶莹的光芒，散发着极浅的威压。莫清的声音渐渐有些飘渺起来：“我这一生不过4127年，前1000年，我为墨家出生入死，踏入化神期，于庆贺大宴的那一日，与你师祖相识，从此结伴行，共闯天涯。你师祖性情桀骜，天纵奇才，3000岁便触碰天道，正是迈了成仙的第一步。玉霄峰后人，你既修炼九莲夺天路，便是与九莲结下第一缘。你今日与我相见，便是与我结下了第二缘。我并不知道什么枯山，也不什么何为极北之地，然而若你是看到的是那座山脉开始崩塌，那你便是与我和九莲结下第3缘。3缘既生，我赠你一枚纳戒，等你该打开时，便可知晓一切。然而，愿你此生不必打开。莫清抬手一点，那枚纳戒便落入了骆剑清的掌心。他再转手看向一旁的莫秋，此刻莫秋早已浑身戒备，甚至手执血鞭，只要莫清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他便会立刻扬鞭。见状，莫清白皙面容上露出一抹温润笑意，他道：“这位小友，既然在此处相见，我也送你一场机缘，祝你早日突破，结束百万世的轮回。”话音落下，莫清的额间浮出了一道白色光芒，那光芒如同闪电，飞快地窜入莫秋的眉间，消失不见。莫秋根本来不及阻拦，白光便窜入体内，令他错愕不已。当这一切做完后，莫清的身影渐渐淡了几分。骆剑清立刻道：“
前辈，晚辈并不明白您方才在说什么，请问您所说的那座山脉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否早已知道枯山崩塌的事情？晚辈的师傅被困在其中，您是否须？莫青抬起手指抵在唇间，不知何时，他的嘴唇已然没了血色，修长削瘦的手指如同白玉，透彻的连血管都丝毫不见，仿佛虚影。他目光柔静的望着骆剑清，面对这样的人，骆剑清竟然舍不得开口，到了嗓子眼的话又被自己吞了回去。那样的眼神太过缱绻，好像一片澄蓝清澈的湖泊，日光照耀时漾起点点波光，清风拂过时激出层层涟漪。这双眼睛深邃万丈，却不觉得低沉，反而柔和的令人心生美好，舍不得破坏。骆剑清渐渐觉得脑中有点发晕，他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在意识彻底失去的那一刻，骆剑清不由自主的伸出手，低声说了一句。一旁的莫秋见状，立即扶住了骆剑清倒下的身子，同时出手扬鞭。血色长鞭穿透莫青的身体，莫秋斥道：“你若有一心，本尊定要你死。”莫青却是笑着望他，视线很快又移到了骆剑清的身上，他便这样望着，也不说话。气氛一时间僵滞住，莫秋神色严峻，莫青却言笑晏晏。当莫青的身子越来越虚渺时，他终于叹了一声，问道：“你若不出来见我，又何必让我察觉到你的气息？”下一刻，一道白色身影从骆剑清的那界里飘出，看得莫秋双目圆睁。那白色身影远比莫青要凝练许多，对方转手看了莫秋一眼，忽然眯眸，莫秋便觉得脑中一疼。昏过去前，莫秋已然将这两个人给记恨上了，以后有机会定要报仇。在这安静狭小的洞中，青衫男子站在一具白骨旁，微微扬手，笑看白衣男子。两人便这般久久对视，良久，白衣男子说道：“莫青，你可恨我？我背叛了你们所有人，我早已不是当初的九莲。如今你所见到的，不过是附身在九莲夺天路上的一丝意念。我终日沉睡，若不是察觉到你的气息，我也不会醒来。真正的我，你恨吗？”莫青轻笑着说道：“你还活着，不就很好？”九莲长眉紧蹙，一张俊美无愁的脸庞上全是紧张无措。他想了很久，他考虑了很久，他又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才哑着嗓子问道：“你果真并不恨我？81位人修，64位妖尊，到最后只剩我一人，你真的不恨我？”莫青抬起手，轻轻的在九莲眉心的剑纹上点了一点，他无奈道：“我已经快魂飞魄散了，你怎的就不肯说句好听的？不若像3万年前一样，你装作凡人侠客去行侠仗义，我便装作儒生与你结伴同行。”听到魂飞魄散4个字，九莲叔弟沉默下去。莫青却道：“能在此时再见到你，已然是我之幸运。临终前，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九莲抬起头，此刻的他并不是3万年前叱咤风云的顶尖大能，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玉霄峰峰主。那张清贵俊朗的脸庞上，只有数不尽的回忆与思念。他问道：“秦州的墨青花，可真是冬日才开，春日便败？”闻言，清俊秀雅的男子微微怔住，许久后才笑道：“你愿它何时绽放，便让它何时绽放。你若成天，天规便为你所书；你若成道，大道便直指向天。九莲尊者，理当有如此豪迈之气，也应当成就这天地间唯一的天。3万年前，秦州墨家初见，你便是传闻中的九莲尊者。听闻你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炼丹炼气无不精通。那在下便考你一考，你可知我秦州的墨青花是何时绽放，何时败落？自当是春日绽放，秋日败落。世人都说九莲尊者乃是天底下最为出众的天才，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我秦州的墨青花向来冬日绽放，春日便败，从不与种花争艳，从不与春风相随。哈哈哈哈！
我当是何事？不过是一朵花，本尊要它何时绽放，便让它何时绽放。我若成天，天规便为我所书；我若成道，大道便直指向天。我九莲尊者，便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天。你这狂徒倒是有些意思，阁下也十分有趣。敢问姓名？我名清，姓莫，墨家排行第7。你便可唤我莫清。3万年前还未历经磨练，一个清疏猖狂，一个恣意昂扬。而如今当身体开始渐渐消散时，莫清轻轻的笑着问道：你会成为这天吗？他语气轻松，仿佛丝毫没有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消失，也没有感受到那一步步魂飞魄散的痛楚。九莲紧紧的凝视着他，并未转开视线，仿佛要让自己铭记眼前场景。我此刻已然失败，或许这世间并没有修士可以真正的取代这天。莫清笑了，你的后人或许可以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九莲自然知道莫清指的是谁，但是他却没有转身去看昏倒在地上的骆剑清，而是死死的凝视着眼前即将消散的好友。这时候已经无需任何言语，一点点的光芒从莫清的身上飘散到空中，他的笑容依旧温柔，他的目光依旧包容。忽然，九莲上前一步，拉住了他即将消散的手。莫清微愣，只听九莲问道：我们真的只是好友？几乎不带一丝犹豫，莫清笑道：或许不该只是好友。当最后一个字落下时，只见恍然一道亮光闪起，再细看时，那个笑意温柔的人已然不见了踪影。自这一刻起，万千执念消散，从此魂飞魄散于天地之间，不入轮回，不见天日，世间是真的再无了莫清。九莲尊者呆怔着望着自己的手，一滴泪水砸在手间，晕染开来，仿佛还能触碰到刚才的温度，却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时间渐渐流逝，当骆剑清醒来时，一切已经恢复正常。莫秋正靠着崖壁坐着，双目紧闭，似乎还未醒来。骆剑清四处打量了一番，已然不见莫清前辈的踪影。他没想太多，但转手一看时，却见那具骸骨凭空消失在了高台上，竟然连一点踪影都再也不见。前辈，骆剑清哑着嗓子轻声问道。回答他的是崖壁传荡的回声。前辈，骆剑清又喊了几次，照样没有得到回复，反倒是莫秋居然被他喊醒了。莫秋蹙着眉头，一脸十分不悦的模样。他说道：你的那戒里什么时候还藏了一道残念？实力不弱，只是一道残念，竟然还能让我晕了过去。骆剑清身子一僵，耳边忽然响起了那句九莲夺天录。然而此刻却不是他细究的时机，骆剑清沉默的弯下腰，向空荡荡的高台处行了一礼，接着看向莫秋道：既然你的先祖已经不在这里了，那我们便赶紧出去与大家会合。极北之地广阔无垠，想要将所有落难的修士都救出来，确实是一件难事。人族修士以埋沙森林为大本营，不断的将修士们接到冲州，再往外运送。他们一方面要疏散凡人和修士，一方面又要进入极北之地去搜寻伤者，忙碌不堪。世人皆知，极北之地与冲州接壤，与魔域比邻，然而仅仅隔了一个魔域，便是无边无际的妖境13海。耀眼的日光洒在13海上，波光粼粼，看似平和宁静。这第13海便是妖境与魔域相邻的地方。一望无际的海水将无数凶猛残暴的妖兽掩藏其内，海水碧蓝透彻，随着清风微微晃动，直到一圈圈的涟漪从大海中央慢慢的滑到边缘。这涟漪十分微弱，只有一点，根本无法引起他人注意。当涟漪已经飘到了第13海与魔域的交界处时，水声轻轻的响起，岸边柔软的细沙也凹陷出了一个极浅的印记。那是一个脚印，无声无息的落了下来，再走第二步的时候就已经没了任何踪迹，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人从海中走了上岸。他一步步的走过沙滩，走过正在打坐修炼的魔修守卫，走上了魔域那深红猩色的土壤，最后
他穿过了一层薄薄的血色结界，如同水入大海，没有引起一点点的关注。魔域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人的存在。当他正式走入魔域后，终于显现出了真身。宽大厚重的黑色斗篷将他的脸庞遮了大半，只露出一个线条流畅的下颚。他的嘴唇极薄且没有血色，身体被斗篷遮掩的无法窥探，并未为任何事物而停留，只是迈着脚步往魔域深处走去。此人走得看似很慢，但却身形鬼魅，身体化为虚影，每一次出现都隔了数百米的距离。妖境内，美艳妖娆的妖尊半仰着靠在宝座上，白玉般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嘴唇，看向跪在地上的人形妖兽。阴姬声音沙哑性感，他咯咯的笑着问道：“真的去了？”跪在地上的妖兽低着头，恨不得将脑袋埋进地里。他不敢看宝座上的阴姬一眼，但是眼神中却夹杂着一丝仇恨，声音苦涩的说道：“禀报妖尊，海主已经去了。”阴姬又问：“多久才能将那2个人族小子带回来？”妖兽坚定道：“海主有言，从第一海前往极北之地需要1天，从极北之地寻找到那2个人类3天足矣，将他们带回来只需1瞬，所以再回来总共5天。”极北之地的封神海旁，洛剑清和莫秋并不知道一位顶尖妖尊已经跨越13海，即将进入极北之地。他们在洞底搜索了一番后，轻轻松松的便从深不见底的洞中飞了上来。洛剑清如今早已达到出窍中期，远不是上辈子的金丹中期，更何况他还没有受那么严重的伤，从这洞中出来是易如反掌。2人出来后，洛剑清便将莫青前辈赠送的那枚纳戒收入怀中。他转手看向莫秋，只见后者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不停地整理着衣服。见洛剑清看向自己，他抬起头，没好气地问道：“看什么？难道你还想再下去一趟？”洛剑清，你可别告诉我你真想再下去一趟，说好了要赶紧离开极北之地的。洛剑清闻言道：“那就走吧。”无需言语，2人即刻动身。洛剑清记得裘仙三有说过，李修尘从莫青前辈的遗迹中得到了许多宝物，那宝物真是多不胜数。书中是这样形容的：这些法宝一共分为4层，最底下的第4层有100件法宝，第3层有数十件，第2层有10件，到了最顶层却只剩下3件。然而这3件法宝却个个散发着一股巍峨磅礴的威压，光晕环绕，令人不敢小觑。4层法宝山，洛剑清并没有看见。莫青前辈只给了自己1枚纳戒，而且还在上面设下了限制，令洛剑清不能打开。另外一方面，面对自己的嫡系后辈，莫青前辈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也没有赠予莫秋很多东西。洛剑清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困惑着，却听身旁传来莫秋轻飘飘的声音：“洛剑清，你这次送给我的东西倒是不错。”洛剑清诧异的问道：“什么东西？”莫秋说：“难道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个意念，也就是我的先祖送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洛剑清自然不知道，莫秋却轻轻的哼了一声，老神在在的说道：“是他的修炼领悟。”洛剑清倏地怔住。莫秋说道：“他已经触碰到成仙的屏障，所以他的修炼领悟对我来说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了，想必能帮上不少忙。这次就算你报了我的救命之恩了，不过你得记住，你只是报了这一次的救命之恩，我以前还救过你很多次，记得不？”洛剑清突然加快速度，往封神海外飞去，颇有一种想甩开莫秋的想法。见状，莫秋立即加快速度，一边飞一边怒道：“你突然这么快，为何不说一声？”就这样，2人按照之前刘希仙子和罗征仙子指引的方向，又花费了1天时间，终于离开了封神海区域。当2人飞过一座小山过，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便出现在2人的眼前，让2人都停住了脚步。洛剑清遥望着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脉，沉默的抿了嘴唇。这山脉如同一条沉睡着的黑色巨龙，最西北角的矮山是它低垂下去的尾巴，最东北角的陡峭山峰便是它高高昂起的头颅。那座东北角的高峰便是枯山山脉的发源地，
枯山。骆剑清至今都记得当初枯山山脉崩塌时候的场景，一切恍若昨日，但是此刻的枯山却宁静祥和，远看着好似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然而，它终究是枯山。骆剑清的手指紧紧的捏住，一双细长的凤目渐渐通红，身子完全僵直。看了许久后，骆剑清转身道：“我们必须离枯山再远一点，稍微再绕点路，不能接近它。”莫秋都没什么意见，一切任凭骆剑清做主，于是两人便更加绕了点路，远远的避开了枯山山脉，打算从无底窟经过，离开极北之地。来到无底窟时，骆剑清早已镇定冷静下来，没有之前看到枯山的时候那般失态。他之前和玄灵子来过无底窟，对这里比较熟悉，于是便带着莫秋飞快的从其中经过。这一次，他们的目的不是历练，更不是散心，只是为了赶路。于是，一路上，骆剑清和莫秋完全没有停下来休息，直到有一天，夜间那浓浓的霾气涌现上来，将无底窟充斥成一片黄沙世界后，两人才无奈的落到地面，打算休息一夜再赶路。骆剑清枕着一棵粗壮的大树，垂眸看着地上那颗散发着灰灰光芒的夜明珠。之前在莫青前辈的遗迹里，骆剑清听到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比如他修炼的是九莲夺天路，又比如莫青前辈知道有一座山脉会崩塌，而且送给了他一枚那戒，却希望他此生不要打开。一切的一切，仿佛厚重的浓雾，让骆剑清迷失在其中，无法走出。骆剑清从未觉得自己如此迷茫过。到底什么是九莲夺天路？到底为什么枯山会崩塌？到底那枚那戒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后，他到底该如何救出师傅？万一真的救不出来，万一枯山再崩塌，那师傅他……一道低柔的声音倏地响起：“你要是再用点力，我的这颗珠子就要碎了，你可得赔给我。”骆剑清闻言微怔，猛然从刚才那种焦急无措的情绪中走出。这时候他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手竟然按在了那颗夜明珠上，已经落下了一个深深的手印。骆剑清转手看向莫秋，只见后者撑着下巴看着自己，姣好的桃花眼中倒映着自己小小的身影。莫秋很少用这样的神情看自己，这令骆剑清颇为不适应，下意识的移了视线，却听对方低声问道：“骆剑清，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一句话便让骆剑清愣住。莫秋似乎也没打算要骆剑清的回答，他又说道：“你猜一猜，我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心情已经渐渐平复，骆剑清将自己的手从夜明珠上挪开，垂了眸子，道：“有。”莫秋身子微僵，问道：“什么事？”骆剑清声音平静：“你从未告诉我，你为什么会修炼得如此迅速？”刚说完，骆剑清便抬眸睨了莫秋一眼，冷冷道：“别说你天赋异禀，就算是再怎样天赋异禀，也不该是这个速度。”莫秋，可老子就是天赋异禀啊！骆剑清，那你就继续瞒着我算了，反正我也不是很在意。良久，莫秋又问：“你就真的不觉得我有事情瞒着你？不是什么修炼速度这种？”骆剑清思索半晌，问道：“你该不会对我有所图谋吧？”说着，骆剑清往旁边坐了一些，上下扫了莫秋一眼。莫秋，骆剑清，你自己说，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去图谋的？你说。望着莫秋恼羞成怒的模样，骆剑清刚才心中的阴霾终于完全消散，他忍不住的扑哧笑出声，说道：“好了好了，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难道真有事情隐瞒着我，现在想要告诉我了？我倒不是非常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相信你不会害我，所以你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莫秋静了声，目光悠悠的盯着骆剑清，两人便这么对视了一会儿。骆剑清挑眉：“怎么？”莫秋道：“你就真的不想知道？”骆剑清说：“你要是想要告诉我，那我就听着；你要是不想说，我也无所谓。”莫秋轻哼一声：“那我就一定要告诉你了。”漆黑夜色中，黄沙在空中缓缓流动，
将天地晕染成一片枯黄的景象。入夜的无底窟，看不见天空，看不见山峰，骆剑清和莫秋好像被包围在一片橙黄色的世界里，夜明珠没有照亮的地方，便是一片死寂般的枯黄。骆剑清随意道：“你要一定得说，那我就听着。”莫秋声音猛然拔高，骆剑清双眼睁大，惊骇地望着眼前这一幕。只见一只削瘦的手忽然从黄色世界中探出，瞬间就擒住了莫秋的脖子，几乎是没有一点还手之力，也几乎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那只手便牢牢锁在了莫秋的脖子上，令他瞬间僵住。哒哒，好像鞋子踩在黄沙上的声音轻轻的响起。骆剑清早已取出了双符剑，死死的握着，警备的盯着那忽然从黄沙黑暗中走出来的人。而莫秋则是僵着身体，嘴唇紧抿，他的眸子里充斥着愤怒与羞恼，掌心里闪烁起血红色的光芒。然而就在那光芒刚刚闪起的一瞬间，便被一道黑色的力量击穿，鲜血流出。莫秋闷哼一声，因为疼痛，被击穿的手掌不由自主的颤抖着。在这人出现之前，骆剑清从未察觉到对方一丝一毫，但是当这人出现后，他却感觉自己被一只可怖的猛兽盯住了。他不敢动，甚至直觉还让他赶紧转身逃跑，但是望着被对方擒住了的莫秋，骆剑清却咬了牙，问道：“这位前辈，你是谁？”几乎是抱了最后一丝希望，骆剑清终于将这句话问出口。然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冰凉刺骨的温度透过脖子传了过来，莫秋敛着艳丽的眉目，沉默的看了一眼那擒住自己脖子的手，他的目光在那极瘦的手腕上划过，最后落在了对方手背上一道暗红色的花纹上。红唇轻轻勾起，莫秋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他目光淡定，仿若讽刺一样的说道：“能够让妖境第一海海主亲自来追杀我们，骆剑清，你说我们是幸运还是不幸？”浓浓的瘴气笼罩在天地之间，如同一层厚厚的白雾，隔离了枯山与外界。枯山山脉连绵不绝，横亘在极北之地的中央上万年，却无人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因为只要走进来的修士，就再也没有走出去的，等待他们的只有陨落。玄灵子走在两座山峰之间，神色平静，眉目清冷，他十分从容淡泊，然而衣袖上却沾染了几丝鲜血，将他并不好的处境彰显出来。从被枯山吞噬后的那一天起，玄灵子已经在这片山脉间走了整整10天。这里空荡辽阔，自成一个小世界，每当玄灵子察觉到世界边缘，想要跨越出去时，都会被一股奇特的力量阻挡住，无法前行。能不能以一力降万物，强硬的破了枯山结界？玄灵子并没有尝试，因为他在进入枯山山脉后便发现这条山脉极其不稳定，若是发生大的震动，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坍塌。一切必须小心谨慎，不得大意。白衣尊者步伐翩跹的走在群山之间，忽然走到一个岔路口时，玄灵子停住脚步，转手盯向另一侧的方向，目光灼灼。下一刻，他倏地瞬移消失，快速的往那个方向而去。而此刻，在枯山之外，骆剑清和莫秋又回到了封神海。两人坐在封神海中的一座荒岛上，面面相觑的望着对方。在他们的身旁坐着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高瘦男子，宽大的斗篷将他的脸庞遮去，他盘腿打坐，也不给骆剑清二人施加禁锢，就这么任凭他们面对面的看着。骆剑清传音过去：“莫秋，你知道这个人？”莫秋也传音道：“曾经听我师父说起过，他应该是妖境第一海海主净离，大成后期大圆满修为，实力堪比4大妖尊。不过此人非常孤僻，很少与别的妖尊接触，常年将自己藏在一个黑色斗篷里。”顿了顿，莫秋又道：“逃吗？”骆剑清蹙了眉：“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为，我们逃得了吗？”莫秋勾了唇角：“不试一试，怎么知道？”骆剑清沉默了片刻，道：“我们先前试了，毫无反手之力。”当这个陌生的黑衣男子陡然出现，擒住莫秋之后，骆剑清自然是要出手相救。
莫秋原本也是要攻击对方的，可是他的手掌却被对方的黑色妖力直接洞穿，并未来得及出手，就已经落败。至于骆剑清，他堪堪使出了一招连开一剑，夹杂着磅礴浩瀚的夺因果之力，这道攻击便被黑衣男子以拳相击，直接化解。接着对方只是冲着骆剑清轻轻一点，骆剑清便直接落败，于是便有了如今的场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年头想要反抗或者反杀，那也得讲究策略。双方实力悬殊至此，若是骆剑清还冥顽不明的一味抵挡，那才是愚蠢至极。想到这，骆剑清忽然意识到，等等，他的实力高到如此境地，虽说没有用传音石检测，但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在传音？莫秋理所当然的说道，那是自然，他当然知道我们在传音。莫秋道，以我对静离的了解，他向来孤傲怪异，既然他都没有用捆仙索将我们绑住，自然是不怕我们逃跑的。他不会干扰我们传音，因为他大概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但是骆剑清，他有一个致命的要害，我们可以利用。骆剑清微微蹙眉，什么要害？1000年前，你的师祖与我这师傅合力将静离关入了一个小世界中，他们改变时间流速，让静离在黑暗中独自一人生存了1亿8000年。莫秋红唇一勾，从此静离畏惧黑夜。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人族的2个绝世天才和妖族的顶尖大能沉默的坐着，等待黑夜的离去。骆剑清和莫秋盘腿打坐，恢复气息，这一点静离并未阻止。甚至当骆剑清试探着取出了最后一颗百花丹，让莫秋吃下去后，静离也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吃下百花丹后，莫秋掌心可不残忍的血洞慢慢愈合，天地间的灵气疯狂地往骆剑清和莫秋的身体里涌入，那些凶残的罡风也朝着他们冲撞过来，但是只要抵挡住了罡风的袭击，进入身体里的罡风力量变成了庞大的灵力，滋润着他们的身体。在天亮之前，2人恢复了实力。然而此刻2人都未曾动手，似乎真的没有逃跑的计划。骆剑清在等待时机，他的目光轻轻地扫向了一旁穿着黑色斗篷的妖尊，忽然便听到莫秋的传音在自己的脑海中响起，骆剑清，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骆剑清诧异的转手看向莫秋，只见在一片深邃的夜色中，艳丽漂亮的红衣魔修正凝着双眸，认真的注视着自己。广阔无边的风神海在黑夜中翻滚着黑色的浪涛，它们在莫秋的身后撞击成雪白的水花，黑色衬得莫秋更为白皙屹立，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丽。骆剑清心里一沉，不知怎的，竟然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莫秋道，你资历尚浅，并不知道放眼整个妖境，静离的实力不下于4大妖尊中的阴姬和浩明，唯有天妖尊可以指使得了他，但是天妖尊却不善于排兵布阵，算计阴谋。能够猜到我们已经杀了黑毒老怪，并且还能如此果断的派人来继续追杀我们的，只有阴姬。骆剑清问道，我到底要知道什么？莫秋面色深沉的说道，静离竟然被派出来追杀我们，妖族的野心不仅仅是抓住我们这么简单，他们必然有更深远的目的。无论如何，你要记住，如今在妖境掌握大权的必然是阴姬，但是站在他身后的却是天妖尊独绝天老。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骆剑清的心里渐渐涌起一阵不安。他早已不想去过问莫秋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但是他却觉得此刻的莫秋十分古怪，让他有些心慌。莫秋薄唇微勾，忽然开口说道，因为我乐意，你管得着？这声音在小小的海岛上传荡，一旁的妖族尊者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但是骆剑清却眯了双眼。他立刻打算传音过去继续再问，但是却见一道明亮的光线穿破东边的天空，洒在了漆黑的风神海上。骆剑清双眸一缩，莫秋的速度更快，偷天换日。刹那间，那刚刚将天地照亮的光线消失得一干二净，黑夜再次降临。这一次的黑暗远远比刚才更为纯粹，没有任何可以反光的物质，视觉在这一刻全部丧失。
当莫丘逼出元神，以元神之力使出了这么一招奇异的功法后，骆剑清没有片刻犹豫，他拔剑向前，冲着视觉里残留的那个方位刺去了一剑。一剑刺去，包含因果之力，然而骆剑清却没有想过真的能对静离造成任何伤势，他拉着莫丘便走。两人速度极快，只听扑通两声，便齐齐落入水中。在两人落水之后，天色陡然大亮，黑暗再次离去。小岛上，黑色斗篷的妖尊抬起左手，两指夹住了双符剑，双符剑上布满了细小的银蛇，九连夺天路的力量在剑身上疯狂涌窜，然而却根本伤不了对方一分一毫。静离抬起头，露出了一双湛蓝澄澈的眼睛，他的额上布满了细汗，虽然黑暗只有一瞬，但是也足以令他面色苍白，嘴唇微颤。他手指一动，双符剑痛苦的发出一声剑吟，接着失去光芒，被对方随意扔入海中。静离起身走到了骆剑清和莫丘跳下海的地方，双目一眯，一道蓝光从眼中一闪而过。轰隆隆，大海被分割成了两半，好像有某种神奇的力量阻隔在海水之间，令海水升起，形成水墙，制造出一条供人行走的道路。无数罡风从海水中涌了出来，发疯似的冲向静离，然而他却轻轻挥手，将这些罡风驱散，一步步的往前走去。与此同时，压在骆剑清和莫丘身上的海水也消失得一干二净。当看到这海水自主自动的分向两边时，骆剑清根本没时间惊疑，他拉着莫丘便走，到最后甚至直接抱起了莫丘，运转着全身灵力，加快速度。在他的怀中，红衣魔修不断的咳出血液，脸色早已惨白。骆剑清制定计划的前提就是他们可以制造出一片纯粹的黑暗，让静离回想起人生中最大的梦魇。这一点莫丘说自己可以做到。他修炼的功法在渡劫期有一道法术，名为偷天换日。1000年前，魔尊便是用这一招夺走了静离的光明，而如今莫丘也用了这一招。然而那毕竟是渡劫期才可以使用的法术，莫丘就算再怎样天资绝艳，如今也不过是半步合体的修为。所以为了使出这一招，莫丘透支了自己的元神之力，强硬的使了出来。从那一刻往后，就变成了骆剑清的任务。他需要保证两人能够逃出这里，脱离静离的控制。莫丘伸手擦了擦自己唇边的鲜血，但是血液还是止不住的涌了上来，将他一身红衣打湿。他抬眸望着眼前的俊美修士，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说道：我突然想起来，骆剑清，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邀请我到你的房间里休息一夜，你睡在地上，我睡在床上。骆剑清此刻哪里有心情去管莫丘说的话，谁料莫丘又继续说道：那时候我见你这小孩十分有趣，便有意戏弄你。骆剑清，但是你却不理我，真的令我非常生气。嗨嗨，闭嘴，有事情等以后再说，现在赶紧离开。莫丘直接用手捂住了嘴唇，但是鲜血还是不断的从他的口中流出，顺着指缝流淌下来。骆剑清能够清晰的察觉到莫丘的气息正在飞速的减弱，不过却也不会真的到油尽灯枯的地步，只是变得十分虚弱。骆剑清不由急道：你若是有这个时间，那就赶紧为自己疗伤。莫丘问道：你的剑呢？骆剑清道：现在哪里是说这个的时间？很明显，骆剑清根本无暇取回双符剑，只能一味逃离。莫丘却蹙了眉道：对于修士来说，本命剑极为重要。我记得当年第一次见你时，你用的就是那把剑，它已与你心意相通。骆剑清，你不该嗨嗨！又是一大口鲜血翻涌上来，然而这一次莫丘却眉头一蹙，忽然将这口血咽了下去。骆剑清急着逃亡，根本注意不到这点细节，但是未曾完全吞咽下去的一丝血却从莫丘的唇边流淌下来。那血乌黑中泛着一丝忧虑，阴冷寒毒，令莫丘的脸色更加白了几分。这时候，骆剑清听到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哒哒，穿着黑色斗篷的妖尊迈着步子向他们走来。每一步看似平缓，
身影却全部虚化，一步数百米，速度快的几下便追了上来，距离二人不过10里。莫秋探过骆剑清的肩膀往后看，神色渐渐平静。骆剑清已经将体内灵力运转到了极致，他甚至疯狂地驱动着天地间的微弱规则。然而3个大境界的差距让他似乎根本甩不开对方，只能继续埋头逃跑。骆剑清知道这个计划几步不可能成功，但是他们别无选择。骆剑清一掌拍在了自己的丹田上，逼出了一朵青色莲花。当这莲花出现的一刹那，莫秋双眸睁大，惊异地望着这朵莲花。追在两人身后的静离也是倏地停住了脚步，嘴唇微张，抬目望着那莲花。一边逃跑，骆剑清一边驱使了这莲花元神，想要让他攻击静离。谁料这青莲竟然一个劲地往骆剑清的丹田里钻，还向骆剑清传达出一种甘心畏缩的意愿。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骆剑清胸膛里血气翻涌，望着即将钻回去的莲花元神，他双眼涨得通红，斥道：就算我骆剑清此生停步于金丹期，此刻你也不得退缩。莲花元神陡然停住动作，飞到了骆剑清的面前。这一刻，小小的青莲好像长了一双眼睛，骆剑清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莲花正在认真地望着自己。世间哪有修士的元神会这般奇特，居然自己能拥有了心思，但是骆剑清却没时间顾及这个。他咬了牙，苦笑道：你便是碎了，我也绝不后悔。骆剑清的话音刚刚落下，青莲便快速地向后飞去，直接挡在了静离面前。静离竟然停住了脚步，安静地望着这朵小小的莲花。这青莲实在太小，不过巴掌模样，却生得精致可爱。然而谁也无法小觑它，因为一道道苍老雄浑的力量从他的身上散溢出来，让静离眯了蓝眸，沉默地望他。轰轰轰！滔天巨响从骆剑清的身后传来，激得天地震颤。只是3道声音后，巨响便戛然而止，骆剑清却猛然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的气息顿时降了下去。一道青光从骆剑清的身后窜来，钻入他的身体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斗篷被搅碎了的黑衣妖尊。黑色长发在空中猎猎作舞，一张清秀单纯的脸庞暴露在阳光下。任谁也无法相信，妖境第一海海主竟长了这样一张如同天真少年的面孔，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更如璀璨宝石，闪烁微光。元神重伤令骆剑清实力大降，速度也更慢了几分。他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很多画面，从自己的重生到如今的生死逃亡，到最终一切凝结于枯山崩塌那一刻的场景。白衣长袍的玄灵子一掌将他击飞，但是自己却被磅礴的力量吞噬，至今也没有下落。骆剑清闭了闭眼睛，忽然将莫秋放了下来，拉着他继续飞行。莫秋拧着眉头，沉默地看着骆剑清，静离便在他们身后追着。两方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只剩下不足1里距离后，骆剑清转手看向莫秋，郑重道：我的师傅在枯山，你务必要让人去救他出来。话音落下，骆剑清一掌拍向莫秋，然而他的手腕却被对方握住。骆剑清错愕地望着莫秋，只见后者微微一笑，忽然问道：你打算殿后让我先走？不等骆剑清回答，莫秋精致的眉眼轻轻舒展开，无奈道：如果让你这个小辈牺牲，我自己反而先走，那我岂不是要声名扫地？骆剑清困惑道：莫秋，你到底在说什么？姣好的桃花眼中闪过一道红光，莫秋低笑一声：骆剑清，其实从刚才你的元神出来后，我就突然感觉到我好像欠了你什么东西。冥冥之中，因果定数，我欠了你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才需要如此补偿你。骆剑清更是迷茫，然而他却无暇问清，急道：莫秋，你先走。你的天赋比我高，现在的你比我更重要。静离之前并没有杀我们的意思，你放心，骆剑清，我的这次机会好像是你给的。骆剑清闻言怔住，却见在碧浪狂风中，莫秋长发舞动，一身红衣好似火焰燃烧，红唇一勾，
便是一个艳丽至极的笑容。骆剑清忽然觉得自己的眼前有点模糊，好像回到了10几年前，他在流雁谷外的客栈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这位生死好友。对方容颜绝世，天赋卓绝，性情却嚣张跋扈，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慢。而如今一切仿若沧海桑田，他与这个人成为了生死好友，共度难关。莫秋轻轻的笑着，笑声清脆低悦，笑了一会儿后，声音戛然而止。他用一种复杂深邃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俊美修士，忽然一掌将骆剑清击飞出去。骆剑清不敢置信的睁大双眼，撕心裂肺的喊道：“莫秋！”只见红衣魔修勾唇一笑，伸手抵在了唇间，道：“嘘。”下一刻，黑衣妖尊已经走到了莫秋的身后。莫秋转手望向他，擦了擦唇边溢出的鲜血，嗤笑了一声，问道：“殷姬派你前来，定然不是只为了抓住我和骆剑清，威胁人族？他还有其他目的？”静离抬起手掌，并不理会莫秋的话，似乎想直接将他击晕。谁料在那手掌即将拍下来的一刹那，莫秋却低笑了一声，道：“多年不见，静离，你的实力有所长进，可曾想过跨入天阶，真正化为9天神龙？”闻言，震惊、仓皇、恐惧、无措一一在黑衣妖尊的蓝眸中涌现。他哑着嗓子，终于开口说出了第一句话：“你是谁？”黑色的鲜血从莫秋的唇边溢出，他抬手拭去，抬眸望着眼前害怕颤抖的妖尊。他的语气里全是蛊惑，双目微微眯起，轻笑着说道：“你真的不想知道你的妖丹在哪里吗？”“你是谁？”滔天的咆哮声在封神海中回荡，骆剑清终于稳住了身体，他下意识的便要往回赶去，然而还没动作，却见一条巨大如山的飞龙腾空而起，疯狂地在空中冲撞怒嚎。骆剑清惊骇地望着眼前这一幕，哑了声音：“飞啄阴离龙！”可怖的飞龙如同怪兽，不断地冲着封神海撞来，发出剧烈响声。这是一条真正的龙，天生七阶，可御苍穹的龙。每当这条巨龙咆哮着撞向封神海时，骆剑清的眼睛便红了一分。仅仅是8道巨响后，骆剑清的眼眶渐渐湿润，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转身逃走，这样才算对得起殿后抵挡的莫秋，然而他却做不到。当日玄灵子被枯山吞噬，骆剑清这些日子以来虽然一直担忧害怕，却始终相信玄灵子不会出事，因为玄灵子给他的眼神中带着坚定的信心，仿佛只是一场短暂的告别，并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然而现在，他的生死好友面对的是必死的局面。骆剑清的眼中积蓄了泪水，他站在原地望着遥远之处的惊天大战。忽然他下定决心，决定辜负莫秋的好意，飞身过去帮忙。然而才他刚刚抬步，轰鸣的巨响便渐渐消失。这一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仅仅是1刻钟的功夫，那条飞龙便疯狂似的飞向天空，消失在了云霄之间。骆剑清毫不犹豫的往回赶去，他根本无法在意静离是不是使诈，骗他回来，可是他却不得不回来，因为这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相识10余年，共同历经生死，又怎能在这里将对方抛弃？当黑龙离去后，封神海又恢复成原先的模样，海水渐渐聚拢，骆剑清冲破海面，急速飞往前方。当他来到那一片海域时，还未落下，便闻见了刺鼻滔天的血腥味。任何词语都无法形容这里的场景。鲜血将一整片海域染成血红色，仿佛是要将一个人身体里的所有血液全部掏光。只有刺目的红色充斥了骆剑清的视野，每看一眼，他的心都宛若刀割，更为慌张一分。这一切触目惊心。骆剑清没有一丝犹豫，忽然跳入了海中，漫无目的的寻找起来。这还有多深，这还有多大？他找了整整1天1夜，终于找到了那在海中沉浮的人。他惊慌失措的瞬移过去，刚刚触碰到对方的身体，便被那寒冷至极的体温更烫到了手指，身子一颤。莫秋，骆剑清抱住了好友的身体，
低声问道：“莫秋。”在这一片被血液侵染了的大海中，骆剑清一声声的喊着，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他的眼睛轻轻的颤动着，手指也害怕的颤抖，眼泪终于从眼眶中砸了下来，融入了大海之中。骆剑清仿佛不知疲惫的一遍遍喊着，但是他所喊的只是一具早已没了呼吸的尸体，永远都不会回答他。许久后，一道青光从远处飞来，化为一朵小巧别致的青莲，欣喜的在骆剑清的身旁飞舞。他所带来的还有一把颀长的剑，仿佛邀功似的在骆剑清的面前舞动。然而骆剑清却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拥着这具冰冷的尸体，呆滞的望着海水中的一点。青莲有些生气的乱窜着，故意将水拍到了骆剑清的脸上，可他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到最后，青莲无可奈何的抖动了两下，十分嫌弃的又钻入了骆剑清的身体，而那一把双符剑则化为青色光芒，钻入他的眉心。短短的一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他却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朋友。骆剑清抱着莫秋的尸体，一步步走上海面。他找到了一座小岛，将莫秋的身体轻轻放在了沙滩上，然后从身体里找出了那朵小莲花。望着那精致的青莲，骆剑清张了张嘴，一时间竟然没有说出话来。等到他再开口时，声音粗粝的如同在砂纸上磨过一般，每一个字都充斥着极大的绝望。他一字一句的说道：“我知道你的存在和九莲夺天路有关，你可以夺走草木春秋，你可以夺走生灵法义，你可以夺走对错是非，你可以夺走缘法因果。那如今你可以将它唤醒吗？你可以回溯他身上的时间，你可以还给他生灵法义。”小莲花直接飘入了骆剑清的身体里，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答案。骆剑清眼中的希望一下子熄灭，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样的痛苦绝望，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割裂成了无数碎片，被碾压成了细小的齑粉。若是躺在这里的是他自己，那该多好。骆剑清垂着双眼，呆滞的望着眼前的红衣魔修。许久后，只见一道血色光芒猛地从莫秋的眉心亮起，骆剑清睁大眼睛，忽然看见莫秋的睫毛动了一下，然后睁开了双眼。骆剑清不敢置信的望着这一幕，面容姣好的魔修也抬眸望他，轻哼了一声后问道：“以为我死了？”骆剑清哑口无言，只是一个劲的点头。莫秋轻笑了一声道：“我会这么轻易的陨落？笑话！”骆剑清立即点头。莫秋慢慢的坐了起来，他随口说道：“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不应该赶紧离开吗？万一那个劲离突然醒悟，又跑回来，现在的你我可挡不住他。”说着，莫秋便站起身，骆剑清也站了起来。两人走到小岛的边缘，只见一轮夕阳缓缓的从西边的天空落下，绚烂云霞渲染了整片天际，姹紫嫣红，如同火焰一般燃烧而过，留下曼妙至极的自然风光。望着这一幕，骆剑清渐渐回过神来，他仔细望着身旁的莫秋，当确认真的不是幻觉后，终于忍不住的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秋，你不是你怎么又醒来了？”莫秋没有回答他，只是望着那一片蔚为壮观的晚霞景色。许久，他才开口说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这么安静的看过晚霞了。”骆剑清，凡人的世界非常小，他们的一生也非常短，但是有时候他们却过得比我们要幸福很多。骆剑清蹙了眉头，困惑的问道：“莫秋？”莫秋继续说道：“17年前，我并未想过我能获得那个机会。我失败了无数次，似乎是天道不肯给我一个机会，也似乎是那些人不肯给我一个机会。然后那一夜，天道规则冥冥中有一瞬间的紊乱，我就突然成功了。莫秋，你说的是什么机会？”莫秋转手看向骆剑清，没有回答，反而红唇勾起，笑道：“其实我早该想到，你与我的相遇并不可能是巧合。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便欠了你一条命，所以才会有机会屡次三番的救了你，才会有如今的莫秋。”这样的话令骆剑清十分陌生，他不懂莫秋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却又感到了一丝惊慌。他直接抬步向前道：莫秋，我们先离开这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话音刚落，骆剑清便打算飞身离开，谁料一道低柔的声音却在他的身后响起：骆剑清。骆剑清下意识的转手看去，视线在看到对方的时候猛然怔住。只见漫天夕阳照耀在莫秋的身上，衬得这张脸庞更加艳丽。他仿佛穷尽了天底下所有的艳色，好看的难辨雌雄，红唇微勾，一抹夺人心魄的笑容便展露出来。然而无数泪水却从那双妖娆的眼中落下，一滴滴的砸在了沙滩之上，落下一个个小坑。骆剑清颤抖着倒退一步，他从未见过莫秋的眼泪，即使是在两人遇到再大的险境，即使是受了疼痛至极的伤势，莫秋也从未哭过。直到今天，他在笑，但是却也在哭，哭得好似痛彻心扉，好似失去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东西。莫秋，骆剑清的手指轻轻颤动，他伸出手想要将莫秋拉过来，却见对方唇边的笑意更胜了几分，舒地起唇说道：骆剑清，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我为你到底付出了什么。话音落下的一刹那，红光大起，那道红色的身影化为漫天的光点，往天上飞去。骆剑清双目睁大，默然无措的看着这一幕。突然他抬步便追着那些光点而去，但是风神海上的罡风却凶猛的冲他刮来，阻挡住他的脚步。莫秋！骆剑清大喊出声，然而那些光点却没有停留的往西边飞去。咔嚓一声，骆剑清忽然觉得自己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他低手一看，只见一个小小的血红色铃铛从他的心口落了出来，精致的铃铛裂成了4块，再也无法响起，终于真的成为了碎渣。骆剑清紧紧的捏着铃铛碎片，疯狂地击散这些罡风，但是那些红色光点却义无反顾的飞离了他的视野，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海平线上。敢问阁下姓名？莫家，莫秋。我是魔萧。我知道。你既然知道，那还和我成为生死好友？与你交友的是我骆剑清，不是太华山首徒，更不是所谓的正道。你师父为了你离开太华山，确实是受到了元神重伤，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或许还有人为你也受了伤？你是说谁？我说什么你都信？太华山的骆剑清，你也太天真了吧！冥冥之中，因果定数，我欠了你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所以才需要如此补偿你。其实我早该想到，你与我的相遇并不可能是巧合。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便欠了你一条命，所以才会有机会屡次三番的救了你，才会有如今的莫秋。骆剑清，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我为你到底付出了什么。莫秋。这句话无人能够回应。海浪奔腾汹涌，冲撞出一道道雪白的水花。荒僻凄凉的小岛上，满身血污的青衣修士瘫坐在地上，望着一望无际的海面。他的左手里紧捏着铃铛的4块碎片，脸上和衣服上全是斑驳的血迹。可他却只是安静的望着海面，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日升日落，月起月伏。骆剑清在这里呆呆的望了整整3天，忽然只见一只洁白的海鸟从天边飞来，轻轻的落在了岛上。这鸟自然不是普通的小鸟，它是极北之地风神海独有的一种2阶妖兽，名为风雨鸟，长相与海鸥相似，攻击力不强，外皮却坚硬如玄铁，可抵御风神海上的罡风。当这鸟落下来时，骆剑清并没有去看它一眼。白色海鸟警惕的在远处打量着这个仿佛没有了呼吸的人类，一个沉默无视，一个小心打探。半天后，风雨鸟长鸣一声，快速的向骆剑清飞去，直直的啄向他的眼睛。只剩下10丈距离，骆剑清没有挪动；只剩下5丈距离，骆剑清仿若未闻；只剩下1丈、1尺、1寸。忽然，骆剑清抬起手指，2指一并夹住了这鸟的鸟喙。嗷！
骆剑清手指一紧，鸟喙便断成两截，风雨鸟痛嚎着逃去，扑扇着翅膀离开。清澈的瞳孔里渐渐有了神色，骆剑清缓慢地抬起眸子，望向天空中炙热明亮的圆日。许久，他站起身，走到了小岛的边缘，俯下身子，轻轻地舀了一捧海水。任何人看到这海水都无法想到，这样干净清亮的水，竟然会是封神海的水。它纯洁无害，但是就是从这水中诞生了足以令无数人心惊胆战的罡风，也正是在这水形成的汪洋大海里，他失去了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骆剑清望着这盆水，低手看了许久。奇怪的是，这水并没有像正常的水一样从骆剑清的手缝里流出。骆剑清沉默地看着这水，抬起了左手，将一只血色的铃铛碎片放了进去。他在弯腰将这一盆水和铃铛放入大海，看着红色的小铃铛碎片沉入海底。接下来的3块碎片，骆剑清取出双符剑，以灵力灌入其中，在铃铛上钻出了一个小孔。他从那戒里拿出了一束金乌天蚕丝，将这3块铃铛碎片穿了起来，当作项链系在了脖子上。做完这一切后，骆剑清以剑撑地，抬手望着渐渐西沉的落日。如同莫秋所说的一样，封神海上的落日美得令人心醉。这般美丽的景色，莫秋很多年没有看过，骆剑清又何尝不是如此？修真之人有所追求，就必然有所舍弃。这世上不可能所有好事都属于你，总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而你却必须得去接受。但是这件事，骆剑清从未想过会是失去自己的生死好友。他与莫秋的关系并不像修真界有些好友一般那么和睦融洽，两人时常嘲讽对方，时常针锋相对，甚至早些年的时候，他还屡次三番的用剑鞘抽莫秋最在意的脸。然而如今回忆起来，与生离死别相比，却都是美好的。骆剑清慢慢坐了下来，他坐在柔软的沙滩上，看着这轮夕阳慢慢沉落。这一幕莫秋无法看完的美景，他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当最后一丝光线从海平面上消失时，他仍旧凝视着深蓝色的天空，未曾离开视线。不经历生死，又怎会明白生死？清润无奈的声音轻轻响起，我并未想过你会如此重情重义。已过3日，你还是不打算离开这里吗？骆剑清缓缓转过头，只见在他的身后，一个虚幻的影子渐渐浮现。这人穿着一件浅青色的襦袍，面容清秀，气质润朗。骆剑清望着这人，并未开口，但是对方看着他这番模样，却说道：骆剑清，你该走了。3天以来，骆剑清终于开口：清君。清君道：你是否在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骆剑清静了声，没有回答。清君说：那一日，我的本体化作灯芯时，我留了一丝意念下来，送到了你的身上，原本是希望等以后能够在你练成9连夺天路的最后2夺时，或许可以帮你一帮。接触到那盏灯时，3万年前的很多事，我全部都回忆起来了。我的主人在第8夺时便已然失败，但是相识一场，我并不希望你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便是比死亡更惨痛的结局。骆剑清问道：9连夺天路到底是什么？3万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清君轻轻摇手，抬目望天，3万年前的事，我不可说，也不能说。但是9连夺天路是我的主人根据9连本心路改编而成，前7夺看似凶险，却有一线生机。然而最后2夺却几乎不可能成功。我的主人是天纵奇才，最终也没有找到第8夺的正确途径，只是有了一点隐约的意识，知道那应该有9夺。骆剑清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铃铛项链，他站起身看向清君，神色中的沉寂与悲痛慢慢的掩藏在了他的眼底。他朝着清君行了一礼，道：数日前我见到了莫清前辈，也从前辈那里知道了很多秘辛。清君沉默了一瞬，接着忽然笑了起来。是，我也看到了他，原来他便是那番模样。骆剑清道：清君前辈，若你的这丝意念是想在我修炼到9连夺天路最后2夺的时候
再现身帮忙。那如今你为何要现身？我很快就要消失了。清军声音平静地说道，我的这丝意念只能现身一次，而且没有任何实力。我只能以自身境界和对主人的了解来帮助你，却无法帮你做太多事。但如今你却不想再修炼夺生死了，所以我必然要现身为你助力。骆剑清冷笑一声，问道，何为生死？之前就是在这封神海上，你对我说过，一人之生死并非真的生死，众人之生死也并非真的生死。那到底何为生死？对我而言，我并不心怀天下，我的心很小。我只要我的师父活着，我的好友活着，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活着，那么他人的生死我并不在意。清俊转手看向这天，那你觉得此刻让莫秋再活过来，你就认为他是真的活了？骆剑清面色复杂的蹙了眉，清俊，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活并不靠他，而要靠你。与之相同，你真以为3日前你让莫秋逃过一难，他没有因救你而死，他就能真的活下去了？清军大袖一甩，骆剑清，自你修炼9连夺天路的那一天起，你就不再是天道掌管下的人。你要走的路与任何人都不相同。多少万年了，天地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飞升成仙。就算莫秋修炼到大成期，他拥有了5000岁寿命，那么5000年后呢？依旧只有死。一人之生死并非真的生死，众人之生死也并非真的生死。真的生死是要改变这天道要修饰陨落的意图，是要让天道真正的重启那条成仙的路。当你修炼到9连夺天路的终章时，你便会明白，如今你所认为的魂飞魄散并非真的魂飞魄散，如今你所认为的生离死别也并非真的生离死别。第5夺，夺生来死去，这是天道对世间生命的最后一夺，你不可畏惧，更不可弃。骆剑清，我再问你一遍，你可懂你所要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一刻，清君这张端秀清俊的脸庞上似乎骤然多了一丝威压之气。他双目凛然，郑重肃穆地望着眼前狼狈失措的俊美修士，目光灼灼，仿若审视。良久，骆剑清抬手望他，我所修炼的是9连夺天路。9连尊者并未成功，但他却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从今往后，我必当继承他的愿望，是要夺天。刹那间，滔天气势猛然升起，将荒岛周围100丈的海水冲压荡平。清俊慢慢柔软了神色，他以温柔的神色望着骆剑清，似乎是透过他在看什么人。接着书定，他抬起手指点在了骆剑清的眉心之间。手指与眉心相接触的瞬间，太华山玉霄峰上禁地里的一盏青莲玉灯突然亮起，光芒万丈，可达天地。浓郁的丹香弥漫在禁地中，被结界包裹其内，如同仙境。骆剑清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清俊的脸色却渐渐苍白。9连夺天路第5夺，夺生来死去，这是天道对世间生灵的最后一夺。从这以后，生命再不受天道控制，自由无虑。磅礴的丹力顺着骆剑清的眉心往他的身体里钻涌进去，他的经脉被这股温润的丹力细细的调养滋润。这丹力没有任何攻击力，也没有治愈的作用，却让骆剑清仿佛来到了一汪温水中，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变轻，好像浮在了半空中，感受到许许多多充斥在天地间的规则。夜色初生，黑暗笼罩封神海。小小的荒岛上，浑身血污的年轻修士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身体里的气息也不断上涨。但是一旁的儒生却身形渐弱，原本就十分虚渺的身子更是变得如同虚幻。一整夜过去，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荡漾起粼粼波光时，清君轻轻收回了手，骆剑清便立即盘腿坐下，打坐修炼。这一刻的骆剑清好像宝剑藏锋，不再那么锋锐，但是却更积蓄了一股磅礴的力量。清君负手在后，抬步走到了海边，身体几乎快要消失。
他遥望着那渐渐升起的朝阳，望了许久，才转过头看向紧闭双眼正在打坐的骆剑清。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你觉得呢？回应清君的是海浪拍岸的水声，并没有任何遗憾。清君轻轻的笑了一声，一笑过后，浅青色的身影便也消失在了天地间。玉霄峰的禁地中，青莲玉灯的光芒缓缓变弱，然而温润绵长的丹力还是不断的从一根小小的灯芯中散发出来，努力的点燃这盏将熄未熄的灯。一日后，骆剑清睁开双眼，他四处找寻了一下，并未找到清君的影子。沉默了片刻，骆剑清起身离开。临走前，他回过头再看了这片海域一眼，最后一道青光闪过，荒岛上便再无人影。而此时此刻，枯山山脉中，一个白色的身影徐步走入了一道狭长的峡谷中，镇定从容。这是一个只能供一人行走的狭小山谷，两边的悬崖陡峭险峻，几乎笔直的矗立在大地之上。崖壁上多有斑斑点点，又有一条条的长条印记，仿佛历尽沧桑。阳光根本无法照进这里，令这里成为一个未知地。然而清冷俊雅的尊者却一步步的踏入其中，衣袖微动，轻发扬起，神色平静淡定。大约走到70丈时，他稍稍顿了一瞬，接着再往前行。玄灵子目光淡静的望着峡谷最尽头的一缕亮光，一步步的走着，如履平地。然而只有几乎停止的空气才能预示这里到底有多么恐怖。10丈之内可击杀炼气修士，20丈之内筑基期修士必死无疑，30丈之内金丹期修士无法脱身。当玄灵子走到70丈，那几乎凝结成实质的威压已经达到了大成期大能的水平。然而这峡谷却有足足100丈的长度，若是说第60到70丈是渡劫水平，70到80丈是大成期修士的水平，如此算来90丈以内应该是化神期修士的水平，那90丈往外莫非是仙人水平？玄灵子面色镇定，一步步的走到了第80丈。当他跨出下一步时，一直未曾改变的空气瞬间变得狂暴起来，空间被碾压到坍塌，无数凶残到可以击杀渡劫期大能的罡风疯狂地向玄灵子冲来，气势汹汹，似乎要将他搅碎。玄灵子眼睛一缩，双指并拢，抬手便是一道浩浩荡荡的金色剑气，将这些罡风碾压过去。接下来玄灵子脚步陡快，一路闯到了第85丈。当他走到这里时，那些杂乱的罡风忽然消失，却在眨眼间，一道磅礴刺眼的光芒亮了起来。滔天罡风形成一只野兽，咆哮着向玄灵子冲来。玄灵子眉间金光大作，他翻手取出玄灵剑，抬剑与这野兽撞上。吼！一击之下，野兽化为漫天光芒，顷刻消散。玄灵子再走一步，又是一头庞大可怖的巨鸟。他哞叫一声，俯冲向玄灵子。短短5丈，玄灵子走了整整1个时辰，额上也布满了汗水。当他正式踏上第90丈时，那些在他身后叫嚣猖獗的罡风倏地消散。玄灵子微微蹙起眉头，仔细的望着最后这10丈距离。到此时，他已经能看清峡谷尽头的亮光到底是什么。那是一颗圆润平滑的丹药，只有不过指甲大小，却光芒撼天。在玄灵子的平生所见中，连那颗9品神丹清君都远远没有这颗丹药来得如此气势滔天，但是这颗丹药居然没有化作人形，也似乎没有任何意识，只是安安静静的悬浮在一座高台上，仿佛任人宰割。玄灵子手中执着玄灵剑，远远的望着那颗丹药。仅仅是一瞬间的思索，玄灵子便往前走了一步。霎时间天地变幻，玄灵子忽然回到了玉霄峰上。说是玉霄峰，却又不是玄灵子认知里的玉霄峰。他的药田不见了，骆剑清的竹屋也不见了。玄灵子仔细的望着这些场景，突然只听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无因，怎的今日还不赶紧修炼，竟然如此怠慢。玄灵子心中一颤，他慢慢转身，便见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对方抬步上前，斥责道：你身为玉霄峰的弟子，如今两族情势危急，
你还不潜心修炼，如何担当得起率领太华山、率领正道迎击妖族的责任？玄灵子低头看着自己小了一圈的手掌，沉默不言。对方又道：“1年前，你的16师叔陨落了。10年间，我太华山牺牲了96条性命。你身为玉霄峰的弟子，怎能不担当起责任，努力修炼，早日跨入大成期，为我人族效力？”无因，你知错了吗？玄灵子缓缓抬手，看向这位陌生又熟悉的老人。一张沟壑满布的脸庞上，老人目光威严，将慈爱隐藏在眼底。他沉重的目光压得曾经的玄灵子快要喘不上气，但是此时此刻，玄灵子却闭上了双眼，轻声喊了一句：“师父。”老人叹气一声，并非师父对你要求颇多，你要知道，你是当今天下唯一一个超品根骨。若是你能早日踏入大成期，甚至早日踏入化神期，那如今在战场上，我人族便不是这般被妖族压迫的地位。玄灵子又说道：“师父。”老人似乎这才发现弟子的不对，他困惑的蹙了眉：“怎么了？无因。”玄灵子认真的望着对方，仔细凝视了许久，接着后退一步，双膝跪下，行了一个大礼。老人惊讶的睁大眼睛，却见玄灵子叩了3叩，最终站起身来，轻声道：“师父，多年不见，徒儿非常想念您。”你！一道金色剑光猛地穿过老人的心口，他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弟子，却见玄灵子轻轻拔出了玄灵剑。片刻间，眼前再次变幻，玄灵子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峡谷。他不悦的眯了双眼，低手看向自己的剑，只见玄灵剑上并无任何痕迹，但是玄灵子却紧抿了嘴唇，手指也攥紧了剑柄。第二步踏出，这一次玉清子等人死在了玄灵子面前。他一剑破碎幻境，再次回到峡谷。第3步踏出，玄灵子回到了100年前的两族战场。那时他还未曾突破化神期，天妖尊带着100万妖族大军倾轧而来，而玄灵子的身后只有不足1万修士，他一人一剑斩杀妖兽数万。接下来是第4步、第5步、第6步，到最后，玄灵子终于来到那颗丹药的面前。他没有一丝犹豫，抬手便要夺药，却见一阵可怖的黑风刮过，玄灵子立刻收手后退，抬眸望向那一团黑影。黑色的飓风旋转成了漩涡，挡在了那颗丹药面前。玄灵子戒备的将玄灵剑横至身前，只见那团黑风不断转动着，漩涡越来越大，一股股威压激荡在峡谷之间，令山体震动。黑风仿佛要吞天灭地，但是在触碰到那团白光时，却倏地停住。玄灵子警惕地望着这团黑风，只听一道干枯似的声音响起：“人族，竟然是人族！”玄灵子沉默地望着这团黑风，没有吭声。为什么会是人族？为什么不是妖族呢？你是人族，对，你是人族。人族，你想拿到这颗灵丹吗？对，你一定想要拿到。那本尊为何要给你？对，本尊绝对不想给你。你们人族最背信弃义了，你们人族最不守信用了。玄灵子早已将灵力灌输到了剑上，只等着攻击。那黑发还在自言自语道：“你一定就和那个人族一样，只会骗人。对，你也会骗人。说好了一起破除禁锢，说好了大家一起成仙，他一个人成仙了，只留下我们，只留下我们。不对，他害死了我们，他害死了我们。人族，人族！”尖锐刺耳的声音落下，黑色旋风疯狂地向玄灵子扑来。这旋风里包含着惊天动地的妖力，黑气便是最可怖的毒液，锋利则成了最锋利的攻击。双管齐下间，玄灵子的手臂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露出了雪白的骨头。毒液在他的伤口上渗透，令这恐怖的伤口无法愈合。玄灵子直接一掌拍下，掌锋将这块血肉全部切去。那血肉掉落在地上，吱吱2声后，便化为了一滩黑水。玄灵子仿佛没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疼痛，看着这一幕，他微微眯了眼睛，
台剑便上。金色剑光充斥在玄灵剑上，浩瀚正气如同大山，又如同利刃，一剑刺去时，带着可穿破一切的磅礴力量，却只是将那团黑色漩涡击散了1/10。黑风愤怒地咆哮道：“人族！”玄灵子却是一脚跺地，猛地冲了出去。九瓣金莲与黑色漩涡在这小小的峡谷之间碰撞着，每一次的撞击都可震撼天地，每一次的出手都足以将任何一个渡劫期修士碾压成齑粉。这黑色漩涡当真是玄灵子遇过的最可怕的对手了，仅仅是一道漩涡便有化神后期大圆满的实力。如果不是对方只会蛮横的冲撞，玄灵子恐怕早已败下阵来。而且奇怪的是，两方这惊天动地的大战居然没有破坏峡谷里的一草一木，连山壁上都没有形成任何的碎痕，好像他们正在一个异世界里战斗，无法影响到外界的任何事物。这一战，两方几乎势均力敌。随着时间的流过，那黑色漩涡愈加暴怒，这一次狂暴地吸纳着天地间的灵气，再次撞向玄灵子。然而玄灵子却轻轻叹了声气，手指在剑身上缓缓一抹，浅浅的金色光芒便形成了一道符箓，在剑上显现。繁复的文字在剑身上微微闪烁着，这万千光芒汇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朵精致小巧的金莲。只是很小的一朵，也看似柔弱平凡，但是当这金莲与那黑色漩涡相撞时，却让后者痛嚎着惨叫出声。黑色漩涡前言不搭后语的大声喊道：“你是九莲的徒弟，本尊要杀了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本尊要杀了你！九莲！”玄灵子听到这话时，身形微微一顿，但是他却仍旧趁机取走了那颗丹药。当这颗丹药被他握在手中的那一刻，黑色漩涡陡然消散，峡谷间只留下了一道道痛恨绝望的回声。这声音里夹杂了仇恨和杀气，尤其是喊出九莲2个字时，带着似乎要将对方千刀万剐的恨意。此恨深入骨髓，怨气直冲云霄。玄灵子脸色沉重地望着黑色漩涡消失的地方，最后他低手看向这颗丹药，却见一双手忽然附在了他的手背上，手指细长削瘦，白皙如玉，熟悉的温度让玄灵子陡然怔住，身子僵硬地抬起头。只见在这狭窄的峡谷内，俊美无愁的修士双目湿润，认真地凝视着他。这双眼睛玄灵子看过无数遍，他很少睡眠，但是一旦睡着时，梦里都会出现这双眼睛。早些年的时候，在梦里，这双眼睛的主人会痛骂他不知廉耻，对自己的徒弟产生龌龊感情，有时候又会嫌恶地看他，将他看作是地上的尘土。只有很少数的时候，这双眼睛的主人才会接纳他，轻轻地告诉他一声：“师傅，我也心悦于你。”不知怎地，几十年前的苦涩回忆又涌上心头。玄灵子喉间一涩，还未开口，却见骆剑清抬起手指挡在了他的唇间：“师傅，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可知道这些日子里我有多么焦急？若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你，那该如何是好？”剑清，骆剑清轻轻摇手，他抬步上前，靠在了玄灵子的胸膛上。炙热的温度顺着两人相碰的地方传递过来，骆剑清低低的哼了一声，这才继续说道：“师傅，那一日你将我推出去，我至今都记着仇。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若是你不在了。”顿了顿，他才继续说道：“若是你不在了，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玄灵子情不自禁的伸出手揽住了青年的腰身。剑清，骆剑清说道：“我在。师傅，我们离开这里吧，这里实在太危险了。”说着，骆剑清拉住了玄灵子的手，拉着他一起往峡谷外面走去。玄灵子的右手里捏着那一颗灵丹，左手被骆剑清紧紧牵着，他几乎是被骆剑清拉着走的。站在对方的身后，玄灵子的视线从骆剑清的脸庞上划过，落在他那高挺的锁骨上，最后落在那只紧牵着自己的手上。骆剑清无奈的回头笑道：“师傅，你怎么一直看我？你再这样看下去是要出问题的。”玄灵子问道：“什么问题？”如同往常一样，骆剑清挑起一眉，戏谑的神色从眸中一闪而过，
他快速的说了一句很大的问题，接着猛地俯身上前，就要亲上玄灵子的嘴唇。然而他亲到的只是玄灵子的掌心。骆剑清错愕的望着玄灵子，玄灵子垂了眸子，宠溺的望他。虽然我舍不得杀你，但你又何必这样骗我？你就是再像，也终究不是他。骆剑清一下子怔住，他脸上的笑意慢慢敛去，一张绝世出尘的脸庞上渐渐笼罩了阴霾。最后他低下了头，古怪的笑了一声，问道：你说你舍不得杀我，那上辈子是谁的剑刺穿了我的心？是谁没有就得了我？你以为你入了魔？你以为你为我屠杀正道就够了吗？你从未就得了我，不是李修尘杀了我，就是你杀我。玄灵子的身体倏地僵住。玄灵子，你口口声声的说喜欢我，但你可别忘了，为了你的天下大义，你在最后的时候根本没有救我。你明明可以不收李修尘为徒，你也可以不教导他法术，甚至你可以直接向我表明心意，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以为你是在救我，但事实上就是你一步步的把我逼上绝路。不，我是为了救你，我收他为徒都是为了你。玄灵子，你还在欺骗自己吗？世界陡然变幻，冲州断情崖上，玄灵子站在正道人士的身前，睁大眼睛望着眼前的情景。他看到他最爱的那个人正不敢置信的看着他，那张清雅好看的脸庞被鲜血打湿，一把长长的剑刺穿了那个人的心口，他的手指紧紧掐着剑刃，踉跄着脚步，一步一步的向玄灵子走来。每走一步，他便吐出一口鲜血，他的眼泪从眼眶中不断的淌下，但是他却又在笑。他一声声的问着：你为什么不救我？血色充盈了玄灵子的双眼，他的身体不断的颤抖，他几乎感觉到了体内的灵力已经暴动起来，身体里的每一处经脉都在崩坏，他的嘴边流下一道鲜血，但是他仍旧没有动作，只是睁着眼睛一直望着那个向自己走来的人。你为什么要收他为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喜欢我？你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我众叛亲离？吴音，你真的喜欢我吗？轰！玄灵子的世界猛然崩塌，他喷出一口金色的血，用尽力量的奔跑上前，抱住了这个人。他紧紧的拥着对方，紧紧的将他按入自己怀中。玄灵子用手挡着对方胸口上不断涌出的鲜血，一直不停的重复道：剑清，不要死，不要死，你不要死。可是那些血就是一直涌出来，怀中人的脸色也越来越白。骆剑清轻轻伸手抚上了玄灵子的脸庞，哑声道：师傅，你真的爱我吗？玄灵子立刻回答道：我爱你。骆剑清却笑了一声道：是啊，你爱我，可你却收了第二个徒弟，你却没有阻止他对我的诬陷。我被逐出太华山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被天下正道修士追杀的时候，你又在哪里？玄灵子呆了许久后才道：天道说那是为你好，为师算出来只有这样你才能。无因，你根本不爱我。玄灵子睁大眼睛，剑清，是你或许爱我，但你爱的只是我的皮囊。你哪里爱我呢？真正爱我的人不会看着我被别人冤枉，不会站在我的对面让他的剑杀了我。剑清，无因，你为何不和我一起去死？玄灵子垂了眸子，望着怀中冷笑着的青年，这抹阴冷仇恨的笑容令青年俊秀的脸庞显得有几分狰狞，但是玄灵子却仍旧是痴痴的看着，他的眼睛被血红色充斥，他认真的望着，连一秒钟都舍不得挪开。仿佛缠绵一样的声音缓缓响起，剑清，骆剑清也放柔了声音，如同蛊惑的说道：无因，和我一起走吧。话音还没落下，骆剑清却忽然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白衣尊者。他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把匕首，刺入了玄灵子的心脏，但是这匕首只刺入1寸，便被玄灵子的手制止，眼中的血色竟然缓慢的褪去，
玄灵子温柔包容的目光轻轻落下，他宠溺的说道：“你就算只是披着他的皮囊，我也不愿意伤你啊。”一句话落，骆剑清双眸震颤，他沉默的低下了头，最后轻笑了一声，忽然消散。万物陡然变幻，又回到了曾经逼仄的峡谷。玄灵子的胸口被鲜血打湿，他猛地倒地，右手里紧攥着那颗丹药，唇边留下一道血痕。半日后，玄灵子终于恢复，胸口的伤势已经愈合，但是衣服上却多了一个洞，匕首穿过的痕迹十分突兀，但是玄灵子却没有去管。当他再站起来时，整个人好像有了什么变化，似乎某种曾经一直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忽然消失了，他好像走出了某种困境，又好像逃脱了一种桎梏。玄灵子神色平静，眸光清和，迈步走出了这道峡谷。当终于离开后，就算是玄灵子也不免松了口气，布下了一道结界后，这才低手看向手中的这颗丹药。灵石扫过这小小的丹药，玄灵子双眸圆睁，惊愕的望着丹药。不是丹药，竟然是灵力。魔域。天空仿佛被云霞浸染，反射出斑驳陆离的光彩。却见顷刻间，万丈红光从东边的天空中飞来，引得无数魔修飞出老巢，个个惊异的望着这一幕。魔道宫中，留守在此的右护法秦思仪瞬移出门，目光警惕的望着这几乎遮蔽了半边天空的红光。当红光飞到魔道宫上空时，秦思仪脸色大变，赶紧瞬移回了宫殿。只见那红光飞到了魔道宫主殿的上空中，便停了下来。突然，他们毫无预兆的落下，全部撞入了巍峨庞大的宫殿里，激起一阵浩荡可怖的灵力微波。秦思仪已经瞬移到了宫殿外，望着这一幕，他慢慢的敛了眸子。良久，秦思仪单膝跪地，往日冷静的脸庞上闪过一瞬的悲戚。公主？什么？静离没有回来？妖精大殿上，性感妩媚的妖尊怒而瞪视，长长的蛇尾一甩，便将前来禀报的妖兽拍成了肉酱。然而阴姬的愤怒却只是个开始，他的双眼在瞬间变成阴冷的幽绿色，一条蛇尾疯狂地在大殿中拍打着，激荡起阵阵微波。低海，给本尊一个交代。低海前来禀报消息的妖兽一共有2只，一只早已命丧黄泉，连一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出，另一只妖兽则身体颤抖，他不断的磕头，一个劲的说道：“阴姬大人饶命，阴姬大人饶命。”海主未曾回来，小的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阴姬大人息怒，怒火对于阴姬这样的阴狠之辈只是瞬息即止的。他压抑住心中的怒意，蛇尾再次变为双腿，交缠着横放在宝座上。若是在平日看来，这活色生香的一幕定能叫人血脉喷张，然而如今却没有人敢将视线放在阴姬身上。细长鲜红的蛇信子轻轻从红唇中吐出，阴姬冷笑着问道：“你让本尊如何息怒？”那妖兽再次磕头求饶。怒气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快就有妖兽进入大殿，把那被拍成肉泥的妖兽带下去，将大殿清扫干净。阴姬垂着眸子，神色平静，阴晴不定，但是跪在下面的妖兽却不敢抬头。许久后，阴姬淡淡道：“压下去，关入18火牢。”静离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出来？阴姬大人饶命！阴姬大人饶命！很快，这妖兽便被带了下去，半躺在大殿上的柔媚妖尊却抿了红唇，目光阴冷。却在此时，只听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阴姬的脸色倏地一变，他微微抬身，下一刻便消失在了大殿内。妖境内此刻仍旧是一片平静，似乎没有主动开战的意图，但却也隐藏着一股蠢蠢欲动的力量。极北之地，枯山山脉。自从1个月前的山峰崩塌结束后，枯山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变动，并没有什么山峰在崩塌，但是却时不时的有一些小的震动，令极北之地外的修士们小心提防，胆战心惊。无形的力量充斥在枯山山脉四周，以这里为中心向周围扩散。
这力量将大地上的黄沙卷起，形成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黄沙世界。外面的人不敢随意靠近，于是也不知道目前枯山内的具体情况。其长青郡的白衣尊者坐在一个山洞内，低手打量着手中小小的灵丹。天底下的丹药一共只有一种，那便是由天地灵物炼制而成的，其中还可以细分为只由灵药炼成的，加上妖兽炼成的，以及用人族血肉炼成的丹药3种。比如曾经的那个血丹老祖，便是经常用人类当作炼丹材料，还抓过骆剑清当作炼丹材料。玄灵子极擅长炼丹，虽说他并不是专攻丹道，但是天下炼丹大师中，玄灵子能排上前20。可是他从未听说过有丹药是单纯的以灵力炼制。是的，这颗白色的宝丹上并无任何天地灵宝的波动，有的只是最纯正的灵力。这灵力到底有多么庞大，玄灵子也不好分辨，但是他却知道这里面的灵力汹涌澎湃，绝对远超他自身的灵力。至于上限是多少，恐怕只有将这颗灵丹吞下后才可以得知。细长的凤目微微垂下，玄灵子眸色复杂的望着这颗丹药，没有立即吞下。如此磅礴的灵力，若是掌控不好，恐怕会有爆体而亡的危险。这是一份无上的机遇，也是100多年来玄灵子出了太华山后第一次碰到的绝世机遇。但是看着这份机遇，他却有些犹豫，不是因为担心爆体而亡，而是因为若是将这灵丹再炼制2次，或许可以分出一些送给剑清。百般犹豫后，玄灵子还是叹了一声气，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说法。不要说是他了，就算是天下第一炼丹大师玉清子尊者在此地，都不敢说自己能将这颗灵丹中的力量分成2半。这种闻所未闻的绝世奇丹，一个掌握失误，便有可能造成丹毁人亡的结局。玄灵子双目一缩，手指一点，灵丹便吞入口中。刹那间，狂暴的灵力在他的身体里窜动起来，如同一道道凌厉威猛的闪电，从他的每条经脉里碾压过去，似乎要将他整个人劈开。如果遇到这件事的人是骆剑清，或许还会有一刻的慌张。但是玄灵子身经百战，曾经遇过无数险境，他并未有一丝惊慌，而是冷静理智的开始运转身体里的9连本心路，元神之力疯狂转动，开始与这股涌入体内的灵力做抗争。两者开始大战，以玄灵子的身体为战场，谁若是夺得了这场大战的胜利，谁便是真正的胜利者。面对这几乎有自己数倍力量的灵丹，玄灵子的元神镇定沉着，以无形的元神力量与对方斗争。这元神轻轻一动，金色的莲花便一瓣瓣的打开，无数的金莲好似飞花，冲向了这雷霆般的灵力。二者相撞，便如惊涛拍岸。在这小小的山洞内，山石震颤，被这2股庞大的力量逼压得快要粉碎。然而这终究是枯山山脉，这些小山只是不停的颤动，没有被这一道道化神期大能力量的攻击而崩塌。玄灵子闭上双眼，屏蔽四周，开始引导自己的元神与这股力量进行对抗。以他的身体为圆心，一道道虚无的力量好似波纹，一层层的往外扩散。当他们触碰到枯山的每一座山峰时，都悄悄的避让开去。然而当他们抵挡枯山山脉最东北角的那座枯山时，却狂热似的涌了过去。顷刻间，枯山山顶亮起了一道白光，只是短短一瞬间的明亮，便瞬间暗下，但是近100道沧桑疲惫的声音却轻轻响起。他们仿佛是在回忆，仿佛是在诉说，又仿佛是在叹息。多少年了？3万年了吧？好像是一个人族，并非我们妖族。我们在此沉睡了3万年，没想到最终还是便宜了一个人族。也罢，他们人族也已经转世的转世，魂飞魄散的魂飞魄散。前几日我探查到一丝波动，就连那莫青也魂飞魄散了。81个人族中，他是最后一个了。他与那9连不是好友吗？9连，狼心狗肺的9连！哈哈哈哈！9连，你骗我等至此境地，
你骗我等至此境地，我必杀你，我必杀你！各位，3万年相伴，琼花那婆娘上个月已经塌了，今日我便也随她去了。有人族设下大阵，阻拦我等坍塌。以我等生前的力量，倘若真的崩塌，确实会给玄天大陆造成灾难。这有何难？不过是一场终结而已。诸位，我先去了。那我也去了。还有我等不是那泯灭良心的九连人族，既然魂飞魄散了大半，那么妖族更是有情有义。悄然无息之间，枯山山脉中一座座山峰轻轻震颤了一下，接着恢复平静。它们一共有64座，好像只是一座座普通的山峰，若不是矗立在枯山山脉中，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当他们震颤了这一小下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一道道微弱的力量从山峰中心飘荡开来，最后消散于天地之间。震颤从最西北角的一座矮峰开始，一路向东北角蔓延。当蔓延到玄灵子所在的这座山峰时，玄灵子似乎有所察觉，他想要睁眼探索一番，谁料体内的能量碰撞正达到最危险的时刻，令他根本无法分心。而他所在的这座山峰却是微微的震颤了一下，仿若低笑似的留下了一道微弱的山峰。人类，若你能听到，那便记住吧，我名为鸾凤。3万年前，我便仰慕你的师祖。倘若某一日你能见到他，请你帮我带句话，就算他骗得我们64个兄弟姐妹死无葬身之地，鸾凤也从未恨过他一天。这道风声从玄灵子的身上飘过，却并没能传入他的耳中。这样的震颤还在继续，一路浩浩荡荡的闯过了整条枯山山脉，最后终于来到那最后一座最高的山峰枯山。枯山旁一座矮峰轻轻抖动。大哥，我等真的只能如此了吗？回应他的是枯山山脉一如既往的风声。良久，这座小山重重的一颤，那山心的精髓顷刻消散。从此整条枯山山脉中，只有那最高耸陡峭的枯山仍旧平静。他仿佛沉睡似的，没有参与刚才那近100道声音的谈话，也没有参与这些山峰的震颤。时间渐渐流逝，日升日落，距离极北之地的灾难已经过去了整整1个月。骆剑清加快速度，穿过无底窟，又飞了几天，终于看到了埋沙森林的影子。那一大片茂盛繁密的离恨木高耸入云，与千百年来的一样，它们依旧散发着一股微弱的香味，好像没有察觉到极北之地的变化似的。见到这番景象，骆剑清不由眼中一热，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离开了这黄沙漫天的极北之地，骆剑清很快被一些修真者拦住。当他出示了自己悬在腰间的太华山弟子的令牌后，这些人立刻放行，同时给他指明了前往太华山的驻扎地的任务。但骆剑清来到这里时，很快便得到一个消息。什么？火明的师伯去极北之地里找我和师傅了？玉清子尊者颔首，是，火明子师兄已经进去半个月了。对于火明子尊者，骆剑清的心情极度复杂。他的这位师伯十分热爱炼器，几乎不理会任何宗门事务，成日埋头在自己的屋子里闭关炼器。而他的徒弟便是骆剑清的六师弟修恒。上辈子因为修恒的无辜惨死，火明子尊者一怒之下，直接发布了太化令。这一道太化令逼得骆剑清被天下正道修士追杀，最终众人追杀他到了断情崖，他的生命也在那里结束。骆剑清2辈子都与火明子尊者交流不多，这位尊者也曾经送过骆剑清礼物，但终究没有玉清子尊者对他那般好。然而一切都只是上辈子的事情了。骆剑清稍微代入了一下，倘若所有证据都证明火明子尊者杀了玄灵子，那他绝对会用尽一切方法，誓死都要杀了火明子尊者，为玄灵子报仇。玉清子尊者道，我会派人去极北之地里寻找火明子师兄。剑清，你好好休息一下，等会儿当其他宗门世家的人来了后，你便将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们，不可隐瞒。是。不过多时，
4大宗门和8大世家的代表全部到齐，一些小门派也派了长老前来，少数修为较高的散修也抵达这里，为的就是从骆剑清口中得知极北之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按照玉清子尊者所说，骆剑清亲眼看到了枯山的崩塌，这可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骆剑清也不敢隐瞒，他仔细的将自己那一日的情景描述出来，同时还将玄灵子被吞进枯山的事情说了出来。此话一落地，便引起轩然大波，众人都不敢相信，连玄灵子都被枯山缠住，无法脱身。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令在场的大能们也不得不更加重视这次的灾难。将这一切说清楚后，骆剑清抬手看向了站在众人中间的墨家人，他的脸色看似平静，但是眼中却沉淀着浓浓的悲意。他一步步的走上前，在墨家人诧异的目光中，忽然行了一礼，语气悲壮的说道：“此次妖族偷袭下，我能顺利逃脱，多亏了我那好友。我那好友再也无法离开极北之地了。他是为了人族而牺牲的，请各位前辈做主，将那寒冰荒原的墨家一脉迁回秦州。”墨家人纷纷呆住。正在此时，魔道宫的代表也千里迢迢的从冲州赶来。当他们落地时，正好听到了骆剑清的这番话。一向冷静的魔道宫大管事七落倏地呆在原地，瞳孔颤动，左护法秦归鹤也张大嘴巴，震惊的望着骆剑清。而那魔女云香更是直接跑上前来，她一把拉住了骆剑清的领口，不顾形象的将他拉了过来，怒道：“你在胡说什么？什么叫莫秋无法离开极北之地了？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骆剑清闭了闭眼，止住了心中泛滥上来的悲痛。他声音沙哑的说道：“莫秋陨落了。”云香睁大眼睛，七落和秦归鹤则是沉了脸色，而一旁的墨家人却神色古怪的看着骆剑清。其中一位白发老者上前一步，语带怒意的说道：“这件事老夫正要问你。骆剑清，当日是你说你这好友乃是我墨家的莫秋，我等才没有一丝怀疑。半个月前，我墨家的莫秋已经抵达本家，正式并入族谱。你为何戏弄我墨家，将一个冒牌货推到我们面前？太华山必须给我墨家一个交代。”有些事不说则已，一旦挑明，骆剑清才想起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奇怪的事就是为什么莫秋始终不肯回墨家。以前骆剑清是这样认为的，墨家人希望莫秋能够回来与墨家嫡系的姑娘联姻，莫秋始终不肯答应，所以才故意疏远墨家。可是现在莫秋如此年轻就达到了半步合体的修为，墨家不把他当宝贝一样的供着就算了，怎么还会去勉强他？因为自家三师妹的事情，骆剑清向来不喜欢世家的人。魏琼英的父母死去后，他的叔叔婶婶很快抢占了属于他父母的资源，也令他不得不离开魏家，来到太华山拜师修炼。然而，骆剑清就算再怎么不喜欢世家的人，也不代表他不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除此以外，最让骆剑清感到惊异的，便是莫秋陨落时的场景。骆剑清就算再怎么紧张悲痛，他也不可能把一个人是否死亡这件事搞错。在他将莫秋从封神海中抱出来的时候，他敢确定莫秋已经没了呼吸。可是，在短短1刻钟后，莫秋却神乎其技的醒来了，最后甚至变成了万丈红光，消失在了天边。这根本不合理。世界上哪里会有修士死去后不留下任何痕迹，反而变成光芒飞上天空的？这种诡异的事情，骆剑清闻所未闻，只是过去这些天沉浸在莫秋离去的悲伤中，一时间没有在意这个问题罢了。现在想来，这整件事都充斥着诡谲。骆剑清惊怔的望着眼前怒气冲冲的墨家老祖，情不自禁的吞了口口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说出口的，只听到自己这样说道：“莫秋确实是在我的面前陨落的。莫秋为了救我，独自拖延住了那妖境第一海的海主静离。我与他是生死好友，以他的实力，我为何要编出一个身份，让他成为你们墨家的人？你说莫秋半个月前到了你们墨家，
我并不懂您的意思。墨家老祖却是冷笑一声，一张皱纹遍布的脸庞上充溢着因欺骗而形成的恼怒。他轻轻抬起左手，骆剑清便见到一个骨瘦如柴的高瘦男子从人群中走了过来。那人长相清秀，瘦的简直是皮包骨，因为太过瘦，导致原本秀丽的相貌显得有些普通。见到骆剑清时，这人还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元婴初期修士，骆剑清看了他一眼，就随意地转开视线。谁料墨家老祖却轻哼一声，压抑着怒气道：他便是莫秋。骆剑清双目圆睁，几乎是下意识的，骆剑清便反驳道：这怎么可能？他若是莫秋，那我所认识的人是谁？17年前，我与莫秋在流雁谷外相识，当时他便告诉我，他是墨家的莫秋。那时候莫三公子也对我说过，你们墨家确实有个莫秋，还向我承认过这件事。稍稍一顿，骆剑清转手又道，在太华山时，你们墨家人也一直追着莫秋，要他回墨家。怎么现在你们又找出来一个莫秋？一听这话，墨家老祖更是怒极，好你个太华山，你们欺负我墨家已经欺负到这个份上了吗？是你们太华山的人一直在说，那是我墨家的莫秋，我们才没有一点怀疑。这10几年来，我们墨家已经成为了天下人的笑柄，你们竟然还咄咄逼人。话音落下，墨家老祖气急败坏的望向骆剑清，他右脚跺地，瞬间激起一阵微波。见状，广灵子尊者立刻沉了脸色，打算上前阻拦。然而他根本还没出手，却见站得更近的七洛倏地眯了双眼，手中黑光一闪，便挡住了那冲向骆剑清的磅礴力量。广灵子尊者上前道：墨家，此事必然有所误会，但你若敢当着我的面对我们太华山的弟子出手，那我广灵子必要你们知道，太华山不是好欺负的。墨家老祖，你！一场见面不欢而散。4大宗门和其余7大世家完全是以一种看好戏的态度在看待这件事，见事情暂时被压下了，不少人还遗憾的摇摇头，这才离开。人群中，断魂宗的大弟子严肃是最为开心的。当他听到莫秋陨落这件事时，喜悦已经止不住的攀上了他的眉梢，等到要走时，他更是忍不住的笑了一声。啊！这一笑刚出口，严肃的嘴巴便被一道刀光刷的切断，全是鲜血的嘴唇落在了地上，严肃痛的眼泪鼻涕一大把。断魂宗的长老更是愤怒的看向始作俑者，骂道：秦归鹤，你这是何意？你竟敢出手伤人，魔道公是想要与我断魂宗为敌吗？你当老子怕你吗？白衣秀美的左护法往前一步，一把大刀忽然出现在手上，怒视严肃：竞争对手陨落了，你便洋洋得意，以为少了一个压在你头上的人。像你这样的小人，此生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强者，你给老子滚！断魂宗的人还想再发作，但是秦归鹤此刻却双眼通红，似乎下一秒就能发疯。见到这样疯狂的秦归鹤，断魂宗的人只得咽下了这口气，带着被砍了嘴唇的严肃回去治疗。一时间，现场只剩下了太华山、魔道宫和墨家3方的人马。如果说墨家人得知莫秋的死讯后，怀抱着的是对骆剑清等人兴师问罪的态度，那么魔道宫的人显然更为悲痛伤心。魔女云香直接哭了出来，骆剑清被墨家人质问时，他便一直在旁边哭，哭得痛不欲生，仿佛失去了最重要的人似的。云香的情绪实在是太过崩溃，所以方才骆剑清就拜托佛子将他带走，离开了这里。而另一边，秦归鹤也是双目赤红，七洛则冷静许多，只有惨白无色的嘴唇和额上细细密密的汗水，揭示了他此刻极度不平静的内心。终于只剩下3方人，骆剑清总算能仔细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他听墨家人将真正的莫秋认祖归宗的事情说出来后，他早已脸色苍白，紧紧的咬着自己的嘴唇，似乎要将嘴唇咬出血来。墨家人怎么可能没办法认出自家血脉？
只要莫秋回到本家，他很快就能接受到血脉测试，确定自己的身份。据这个真莫秋所说，他在金丹后期的时候就从寒冰荒原出发，因为太过贫困，所以留下了很多时间想跑到秦州认亲。在航至云州的时候，真莫秋忽然陷入了一片迷雾森林当中。这迷雾森林太过广阔，仿佛是一个相当可怕的阵法，足足困了真莫秋10年。当他出来后，已经离自己从家出发的时间过去了12年。他身上没有什么钱，只得一路捕捉妖兽赚钱，一路往秦州赶。中途也碰上过1、2次机缘，再加上那次在迷雾森林里得到的法宝，他终于突破元婴，也顺利抵达秦州。看着真莫秋的模样，骆剑清将自己想问的所有话都吞了回去。这个真莫秋胆小畏缩，天赋着实很高，但是见到谁却都有一点唯唯诺诺的意思。是啊，若是真的在寒冰荒原那样如毛饮血、荒僻疾苦的地方长大，见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怎能不小心谨慎，却又不够大胆敏捷？从一开始，骆剑清就没怀疑过莫秋。但是当如今得知这些事情后，骆剑清却又无法怪莫秋欺骗自己。一想到那个人，他的心里全是愧疚与悲痛，哪里还怪得起来？解释完来龙去脉后，骆剑清决意给莫家一些补偿。这件事莫家丢了面子，他也误导了莫家这么多年，虽说大可不必，但是不知怎的，骆剑清就是想为莫秋做点什么，比如为他解决一点身后事。解决完莫家的问题后，骆剑清终于可以与魔道宫的人交涉。刚才那一幕发生的太过清楚，莫家人也已经猜出来，这个假莫秋肯定与魔道宫有所联系，甚至极有可能是个魔修。然而莫家人却没有过问，之前骆剑清给他们的补偿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封口。莫秋已死，无论他生前做了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算他是魔修，骆剑清也不觉得是件丢脸的事情，但倘若有人敢拿此当把柄，侮辱莫秋身后的名声，骆剑清绝对不会轻饶。走到魔道宫众人的面前，骆剑清垂眸望着大地，道：“我没有救得了他。”只有短短7个字，却让秦归鹤忽然红了眼睛，上前便问：“他真的是？”骆剑清短暂的回答。秦归鹤的眼中倏地积蓄了诗意，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将喉咙里的色意吞咽下去。接下来便是七洛与骆剑清的交谈。七洛冷静的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中途秦归鹤曾经举起大刀，愤怒的说要砍了静离，但是却被七洛拦了下来。问完一切情况后，七洛望着骆剑清，语气平静的问道：“你觉得对不起莫秋？”骆剑清沉默不语。七洛看了他许久，道：“你也不必太过愧疚，既然是他的选择，那自然也是他的意愿。”一旁的秦归鹤立刻大声道：“可是他付出的若只是一条命，便也就罢了，还有那接下来的300万多事，闭嘴！”七洛呵斥。秦归鹤立刻静了声，他轻轻别开脸去，肩膀微微耸动着。骆剑清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却能见到他抽动肩膀的模样。到后来，秦归鹤转过身，大步离去，竟是不想让别人见到他哭泣的模样。七洛朝骆剑清行了一礼，随之转身离开。骆剑清哑着嗓子高声问道：“他到底是谁？”七洛停住脚步，转身看向骆剑清，神色古怪的问道：“你当真不知？”骆剑清怔然。七洛仔细的打量着骆剑清，一张秀丽脸庞上全是失望。他轻轻叹了一声气，悠悠道：“那你便不知道吧，如此还会心安一些。”留下这句话，七洛转身便走，带着一丝决绝。骆剑清呆站在原地，良久才被玉清子等人拉走。沿途玉清子并未询问他关于莫秋的事情，就算莫秋是个骗子，他是个魔修，那又能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死去，终究不会重来。莫秋的事情给骆剑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然而此刻的他并没有办法专注于那件事，他很快便与玉清子一起再次进入极北之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火名字尊者，
第二任务是想办法能不能与枯山中的玄灵子联络。与玉清子尊者一起时，骆剑清便觉得轻松许多。这位师伯向来爱护他，对他十分疼爱，即使如今情势紧张，玉清子也以一己之力护住了骆剑清。否则因为骆剑清亲眼见到了枯山崩塌，他或许会被其他宗门的人围追堵截，势必让他回忆那个恐怖的场景千万次。进入极北之地后，玉清子感慨道，或许连我也没有玄灵子师弟那般坚定的决心。骆剑清困惑地问道，决心？玉清子笑着颔首，不错，决心。在那样紧急的关头，玄灵子师弟能一掌将你推出去，果真是待你好极了。剑清，你也不必担心，玄灵子师弟实力强悍，玄天大陆上的4大显地，他去过3个，也曾经来到过极北之地，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失手？骆剑清没有回答。玉清子说道，不过你这次回来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并不是枯山的崩塌，而是妖族的野心。你年纪尚轻，并不知道追杀你的劲力有多么可怕，他的实力远在广灵子师兄之上，甚至可以说能将浩星子师兄击败。骆剑清一下子怔住。在太华山，实力最强的自当是玄灵子，其次就是浩星子尊者和广灵子尊者。前者修炼2000余年，钻透了苍霜峰的绝世功法青云剑，后者则天赋极高，曾经斩杀过2头相当于大成中期的地阶妖尊。算上已经陨落的凤丝仙子，天下10位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里，浩星子可位列前5，广灵子也能算是前7。那劲离竟然有这般可怕的实力。玉清子说道，劲离是世上最后一个龙族，他身为最后的神兽，自然天资卓越，修炼6000多年便达到了地阶，距离那天阶也只剩下一步之遥。1000多年前，你师祖与那魔尊一起给劲离设了一个局，将他的妖丹夺走。从此以后，他实力大跌，据说心智和外貌也受到了影响。如今想来实力不会比4大妖尊中的阴姬强悍。骆剑清不可思议地说道，他竟然那般厉害。玉清子无奈道，所以说当我知道你竟然能从劲离手中逃脱时，真是不敢相信。剑清，你也算是幸运的，若是那劲离没有心智不清，恐怕连你也逃不出来。骆剑清没有回答，他并不想再谈及这件事。大约找了3天，骆剑清2人终于在封神海找到了风尘仆仆的火明子。那时候火明子正蹲在一座小岛上，认认真真的等候一朵花的绽放。见到骆剑清和玉清子来了，他大袖一挥道，等这朵花开了，我自会回去。玉清子恼怒道，说好的来找玄灵子师弟何剑清呢？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偷懒？火明子一下子呆住，他摸着脑袋喃喃道，见到风回花的时候我太过欣喜，竟然忘了这件事。一不对，当时我是想，若是等到这风回花开了，我便可以以它为核心来练气，说不定可以凭借这东西直接找到玄灵子师弟。玉清子诧异道，你这是练的是什么？竟然还能以花找人？火明子道，再过1日你便知道了。嘘，不要说话，这花要开了。风且花胆小如鼠，你们可别吓着他，我此生还是第一次拿风且花来练气，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应该去找玄灵子师弟。是，待我练完这朵花，我一定去找他。玉清子尊者冷哼一声，带着骆剑清在小岛上落了脚。他和骆剑清都不相信火明子尊者能用一朵花练出什么找人的法宝，只是风且花确实难得，如果不是被火明子尊者先发现了，恐怕连玉清子尊者也会眼红。玉清子尊者说道，剑清，这风且花着实是个宝物，真是可惜了，竟然已经被火明子师兄找到。骆剑清点头道，玉清子尊者疑惑的转手看他，问道，剑清，你便一点都不好奇？俊美秀朗的修士转过头，神色平静的望着自家师伯，他的脸上并无笑意，也不可能挤出任何的笑容，只是说道，师伯，我此刻只想去找师父，只想知道他是否安好。此生此世
我从未如此后悔过。我为什么要来极北之地？我为什么要害得我的师傅和我的好友全部在此陷入险境？师伯，你说我哪有心思去好奇？望着骆剑清疲惫不堪的模样，玉清子尊者慢慢的睁大眼睛，嘴唇微张，却没有开口。两人就这样在一旁坐着，骆剑清沉默的低首。许久后，只听玉清子尊者小声的说道：剑清，你与你师父的感情似乎真的很好。骆剑清轻轻嗯了一声，并未太过在意。玉清子尊者却困惑的蹙了眉，眼神迷茫。而此时此刻，枯山山脉里两股灵力间的争夺战仍旧继续。一道道虚无缥缈的力量从玄灵子的身上散发出来，激荡在山壁上，令山体颤抖。玄灵子的唇边渐渐流出一道血丝，他眉头紧锁，脸色渐白。天色渐渐变暗，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争夺还在继续。胜便是逆境突破，斩获机缘；败便是前功尽弃，爆体而亡。枯山山脉里所有的山峰都沉寂下来，平凡的如同世界上任何一座最普通的山峰。唯有在那山脉最东北角的枯山，仍旧巍峨雄立，制霸整条枯山山脉，一出可不威压。魔域魔道宫，秦思仪单膝跪地，跪在一座雄伟壮丽的宫殿前，跪了足足5日。当那扇门轻轻打开时，秦思仪立刻抬手，下一刻却惊骇的睁大眼睛，赶紧起身上前，一把将人扶住。艳丽精致的脸庞上毫无血色，一身红衣也好像变得暗淡了许多。3年前骆剑清见到的那个强大可怕的魔尊，如今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一缕血丝从他的唇边流下，衬得皮肤更加苍白。秦思仪低声道：七洛和龟鹤都去了极北之地，公主，您如今受了重伤，不必担心那边的事情。若有什么吩咐，尽可交给属下。魔尊松开秦思仪扶着自己的手往前走去，然而只走了一步，他便再次要倒下。秦思仪立刻再次上前扶住魔尊，这次没有再强硬的拒绝属下的帮助。他缓缓抬手看向魔域上空这片血色的天空，天空中没有阳光，没有云絮，有的只是魔域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鲜艳血色，好像是被无数人的鲜血浇灌，狰狞斑驳的血色充盈在整片天空上，压抑沉闷。许久，魔千秋声音沙哑的问道：还有多少年？秦思仪低下头回答道：血灵大法耗了您100年的寿命，如今还剩下197年。在这197年内，不可太过消耗灵力，不可太过操劳，每使用1次灵力，便是消耗1分寿命。后面这句话秦思仪没有说，然而红衣魔修却全都知道。两人沉默的站在大殿前，又是许久，魔千秋甩袖而去，再次将秦思仪推开。这一次他刚刚踏入大殿，便虚弱的往地上倒去。秦思仪想要再去帮扶，却听魔千秋低喝了一声滚。他立刻止住了动作，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狂妄嚣张了数千年的魔尊狼狈的倒在地上，尘土扬起，沾染上了他白皙的脸庞。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仿佛要将身子里所有的血掏空。1日后，魔尊封锁宫殿，闭关修炼。秦思仪命令属下将消息传向极北之地，同时警惕的审查魔道宫中的每个魔修，势必要将所有的奸细都抓出来，碎尸万段。然而并没有人知道，此刻在妖境内4大妖尊再次聚首。妖尊浩明声音粗犷的问道：玄灵子真的被困在了极北之地，出不来了？妖尊阴姬阴柔着声音道：那是自然，还能有假？妖尊行威桀桀一笑：此时是我妖族反攻玄天大陆的最好时机。阴姬赞成，无需犹豫，必当立刻起兵。浩明颔首：是要起兵？行威大笑出声。3人的目光转向了黑暗深处，却听里面传来一道悠长的叹息。天妖尊独觉天老淡淡道：开战吧。1日后，阴姬柔弱无骨的身子倚在宝座上，看似妖娆妩媚，说出来的话却冰冷狠厉。第10海至第13海，直接从13海登陆上岸，
攻向魔域，第5海至第9海，去岑州、明州和潮州，布下天晴破海阵；第1海至第4海，绕去云州，给本尊屠了云州。风回花100年一开，开花只有10个瞬息时间，随后花谢。这种花在玄天大陆上非常罕见，因为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要有极其浓郁的罡风日日夜夜的吹刮，又要有相当温润的日光徐徐照耀。如此一来，极北之地的封神海便是风回花最好的生长地。然而即使这样，在封神海也极难碰见一朵风回花。火明子尊者取下这朵风回花后，当真开始盘腿练气。他翻手取出了一尊大鼎，火红色的大鼎四周全是细小的火蛇。火明子尊者将风回花放进去后，又放入了千年玄晶、花神精髓以及许多相当珍贵的宝物。1日后，火明子尊者一掌拍向那大鼎，只见一道红光倏地飞出，被他攥进手心。火明子尊者放声大笑道：“哈哈哈哈，总算炼制成功！有了这块玉牌，以后便可随意穿梭10万里距离，就算是玄灵子师弟想要抓住我，那也绝对不容易。”一道冷笑声响起：“师兄，你方才不是说炼制这法宝是为了找玄灵子师弟吗？”火明子尊者笑声一僵，玉清子尊者一个拂尘过去，便将火明子的身体卷了起来。他轻哼一声，带着这个不着调的师兄便走，同时拉上了骆剑清。有着一位大成初期的尊者和一位渡劫后期的尊者，骆剑清这次离开极北之地的速度很快。在3人走到离枯山最近的地方时，他们停下脚步。火明子尊者从那戒中取出一样法宝，那是一张小巧的古琴，不过巴掌大小，但是从那戒里出来时，却引发了天地之力。火明子尊者神色严峻的低手看着古琴，他抬起手指，在细细的琴弦上轻轻一拨，嗡！琴并未出声，却有一股强悍的波动往枯山而去。火明子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得到回应。他继续拨动琴弦，然而永远都没有任何声音回应他。叹了一声气后，火明子说道：“200年前，我为师弟锻造了一把琴，后来因为他只弹奏玉箫琴，我便将那琴取了回来，改造成现在这样。若是师弟听到我这琴声，定然会与我回应。可是现在玄灵子没有回应。”玉清子立刻沉了脸色：“你确定这声音能传遍整个枯山？”火明子道：“这还有假？师妹，你怎可怀疑我所锻造的法宝？”玉清子不再吭声。既然找不到玄灵子，同时又不敢贸贸然的进入枯山山脉，所以3人只得离去。临走时，骆剑清不由自主的回首看向枯山山脉，他从天空中往下看去，64座山峰个个巍峨屹立，在黄沙弥漫的世界里显得雄浑森严。枯山中，一个白衣身影已经在此打坐修炼了多时，一层浅浅的黄沙落在他的衣服上，让这件雪白的长袍竟染上了一层朦胧的浅黄。唇边的血丝早已凝固，但是这张清冷淡雅的脸庞上却渐渐泛红。玄灵子此刻并未呼吸，他的心脏也早已停止，唯有身体里那时刻撞击的战争能提醒他人，这个人还活着。密密的血珠开始从毛孔里渗了出来，不过多时，他便成了一个血人。这流出来的每一滴血中都蕴含着大量的灵力，若是其他人失去了这么多的灵力，恐怕会心痛焦急，但是这对此刻的玄灵子却是极为有利。距离他吃下那颗灵丹已经过去了整整10天，那灵丹中到底有多么雄厚的灵力，玄灵子在吃下去前并不清楚，刚吃下去时也只以为是自身的2-3倍能量，直到他千辛万苦的将那2-3倍的力量吸纳后，才发现这力量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没有尽头。玄灵子善于布阵，虽不像凤丝仙子一般是世间顶尖的阵法大师，但是却也在阵法上颇有造诣。如今他正在自己的体内布下一个阵法，以元神为阵眼，以浑身经脉为阵，将那颗看似永远不会减少的灵丹求入这个大阵中，令他无法暴动。这一战远比先前与灵丹对抗来得更加危险。
只要有一步差错，玄灵子的身体便会被这颗灵丹彻底占据，而占据的结果只有爆体而亡。玄灵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此刻已经吸收了多少灵力，但是他却知道，若是再让对方这么无所顾忌的释放灵力，自己面对的只有死路一条。身上的血渐渐结成了一层血痂，微弱的罡风从洞口吹了过来，将这层血痂吹开剥裂。一层血痂崩裂后，从毛孔中渗出血珠，很快又凝结成了第二层血痂。吹裂凝结，吹裂凝结，无声无息的争夺战在枯山山脉的深处进行着。从枯山崩塌的那一天起，甚至是从玄灵子撕毁契约的那一天起，天下修士便绷紧了神经，时时刻刻准备掀起大战。而这些仙家事情永远与凡人无关，凡人们在这片大地上辛勤劳作，过着自己平凡温馨的日子。云州上一共有4个国家，分别是程冲国、螺旋国、明申国和赵梯国。程冲国国力强盛，占据了云州1/2的土地，其余3国每年都会向他进贡，祈求获得他的庇佑。在这片大地上没有太过强悍的修真门派，于是许许多多的小宗门便占据了这片地域，他们各自划分势力，从这些国家的手中获取资源。这些门派每个都会派出一个代表，担任该国的国师。程冲国实力强悍，每年要向4大门派进贡，一共拥有4个国师。然而这些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终究是一件太过遥远的事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年来与长辈一起过着如此安静平和的日子，很少会遇到烦恼。这一日，程冲国边境的一座小镇上，正是1年1度的庙会，许多年轻的男女都穿上了最新的衣裳，姑娘们别着最精致的玉簪，公子们摇扇在茶楼上吟诗作画。一旦有姑娘游船停下，这念诗的声音便更加高了几分，惹得众人欢声大笑。一轮明亮皎洁的月高悬于半空中，将清亮的光辉洒向人间。在这般如水的月色中，小镇上灯火通明，灼灼映眼，小船从河中摇过的悠悠桨声，伴随着姑娘们矜持的笑声，令夜色更加浓郁。一位白衣公子喝多了一些，踉踉跄跄的走到河边，身子一歪，险些摔了下去。电光火石间，一只柔软的手将他扶了起来。公子抬手，只见一位戴着面纱的娇俏姑娘正望着自己，那双眼睛含着笑意，笑起来便弯成了好看的月牙。他柔声道：“公子，切莫摔下水去。”那公子只觉得心中一紧，连连点头。待那艘船划开后，伴随着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涟漪，这公子低手看向了手中的方帕。只见在那方帕的角落上绣着一个简单清雅的方字，公子立即喜出望外。这是镇上的习俗，若是在庙会上女子对男子倾心，便可将写着自家姓的手帕送出去。日后若是男子也有意，便可拿着手帕上门提亲，成就一番姻缘。这公子高兴的笑了起来，他扶着小桥，一边笑一边看向那微波荡漾的河水。今夜的月色真是明亮，越来越多的星星在空中闪烁，好似火球一般，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公子望着从天空中垂落下来的星星，早已开始想象明日上门提亲时所见到的那般场景。那会是怎样一个姑娘呢？声音如此的温柔，行为谈吐又是如此娴静，她的那双眼睛真美啊！等到无数可怖的火球从天空中落下，这公子被许许多多丑陋恐怖的怪物追逐的落荒而逃时，他刚躲到河边的一艘小船上，又再次见到了那双眼睛。那双笑起来好似月牙的眼睛，此刻正惊恐地望着船头的方向。一根粗壮的木刺从他的后背穿心而过，那双眼睛里是恐惧、绝望、害怕、遗憾。温柔的声音好似在耳边徜徉，带着姑娘家的娇羞：“公子，切莫摔下水去。”酒醉的公子呆怔着望着这一幕，他胸口处的手帕好似能够发烫，将他烫得燃烧起来。公子大吼一声，双目通红的冲出船去，他手中破碎的木棍还未碰到怪物的身体，怪物的镰刀爪子便将他从头顶剖开。庙会还未结束，小镇变成了火海。1日时间内，
程冲国王。这个云州最大的国家临近大海，有4个国师，有整个云州最精锐的部队。然而这一日，37个修真门派逃了12个，还有25个誓死留了下来。仅仅是一天的大战，妖兽死伤上万，一个妖兽倒下，便有10个妖兽迎上。云州程冲国3618个修真者全部身死，程冲国血流成河，连一个活口也未曾留下。妖兽们疯狂地屠杀着这个国家，血肉纷飞，白骨嶙峋。皇帝在妖兽们攻进都城前，走到了太庙之中，跪着书写下一份血书罪己状，以头枪地，活活磕死在了太庙中。大臣们跪在大殿中，随着皇帝一起磕头数百，磕死了78人。程冲一日死了13129846人。邻近的岑州归元宗闻之惊愕不已，立刻派人前来。同样，与云州只隔了一条大河的魔道宫也听闻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无数魔修不敢置信的再问了一遍具体的人数，当确认整个程冲国竟然真的无一活口后，竟有曾经杀人数万的魔修怒斥妖族，尔等欺人太甚。然而就在魔修们准备往云州而来时，13海上妖兽登陆，铺天盖地的妖兽将天空遮蔽，数以千计的魔修从魔域的各个地方赶了过去，形成一道潮流。然而却有不少魔修逆着大流往后偷跑，并没有人阻拦他们的行为。半日时间内，魔修将妖兽大军挡在了魔域望都外。此刻魔修总共912人，妖兽数以万计。天道在理修陈一事上偏颇太多，但是在其他很多事上却有着绝对的公允。1万凡人中，难有一个有修仙天赋，这便令玄天大陆上修真者的数量不多，和那遮天蔽日的妖兽狂潮相比，如同螳臂当车，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然而天道还是颇为公正的，妖兽的进阶比人修还难，且大多数妖兽都有自己的修炼上限。比方说经常充当小兵的青角兽，它的上限便是3阶，永远远无法晋升为4阶。甚至有个说法在玄天大陆上流传广泛，始终没有得到验证，神兽以外，妖兽不可成仙，妖兽不可成仙，止步天阶，即人修的化神期，其后便是漫长岁月，最终化为一滩黄土。魔域与13海的交界处是一条长而蜿蜒的高墙，墙内并无任何凡人的踪影，望都里早已空无一人，有的只是整装待发的900多魔修。这道墙是100年前两族契约签订后，魔道宫派人修葺的，高达100丈，站在上面再看地面，看人便如同看待尘土，十分渺小。魔域共有8大都城，曾经只有7个，100年前多出了一个望都。望都取自遥望警惕之意，与13海只有10里距离，每年魔道宫都会派人在这里巡逻观测。而如今他们终于还是来了，912位魔修和10300头妖兽。大地上，天空中，遥远的海域里，成千上万的妖兽缓缓登陆，咆哮着向城墙冲来。城墙上为首的渡劫期魔修双目一缩，举起右手，他身后的100个魔修齐齐伸手，将右手放入了城墙上的100个凹槽中，顿时黑光大作，强劲的魔力灌输进去，令整个城墙瞬间变成一整块黑玉，晶莹剔透。时间好似凝滞，一道道暗黑的光束在黑玉城墙上显现，光影流转，连绵曲折，从100个魔修所在的凹槽处，不断的有黑色魔力顺着凹槽缝隙往下流淌。当众多能量汇聚于城墙上后，终于形成一个圆形大阵。阵眼便是为首的渡劫期魔修，100个阵点便是那100位魔修的灵力。大阵开始轻轻运转，它转得很慢，远处的妖兽来的却是这么的快。两者只隔了9里距离，8里、7里、3里距离时，倏地，一股苍茫浩瀚的力量从大阵上显现。轰！天阶天魔大阵全数激发，飓风疯狂扫过，将第一排冲击过来的妖兽们碾压成了齑粉。3阶以下的妖兽死了2000，4阶妖兽死伤1000，
5阶妖兽，死伤500。城墙上黑色大阵被激发过后，便用坚硬的外壳挡住了这些妖兽的进攻，将6阶以下妖兽全部挡在了城墙3里外的地方。然而6阶以上的妖兽全部闯入结界内，大步向城墙而来。其余道友，与老夫一起下去杀敌。好！100魔修仍旧留在城墙上启动大阵，800多魔修却飞身下去，正式与妖族开启了大战。血色将整片天空笼罩，股股鲜血从魔修和妖兽的身上流淌下来，流入了魔域那褐红色的土壤中，令土壤渐渐发黑。从海上吹来的微风吹拂着这片狼藉满目的战场，浓郁的血腥味如同腐败的食物，泛着让人忍不住呕吐的味道。灵力与妖力在拼搏，妖兽强韧的身躯与魔修锋锐的法宝在碰撞，嘶吼声响彻天地，铁刃撞击的轰隆声令大地颤动。这些往日里杀人无数、作恶多端的魔修，在这一刻变成了挡住妖兽的一道城墙。当一个人倒下后，另一人便立刻迎上，砍飞妖兽的头颅。鲜血从头颅断裂的地方喷溅，洒了每个魔修一身一脸。1日时间，天魔大阵封锁了妖兽进攻的路线，妖兽大军暂且退下。望都第一战，妖兽死伤8000，魔修陨落761人。望都城外是一片血海地狱，腥臭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天色已暗，却无人敢掉以轻心。守在城墙上的魔修们个个沉了脸色，面无表情的疗伤打坐。而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汾州的大小宗门全部派人进入云州，极北之地的各大宗门也纷纷派人穿过冲州，往魔域和云州而去。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跨越冲州时，汾州北部的一座修真者都城外，只见浩浩荡荡的妖兽大军挡在了人修面前，为首的妖兽手持一块绿色玉牌，直接挡住修真者的去路。明州如此，潮州也是如此。以汾州、明州和潮州3州最北方的重藤山脉为基础，连成了一条线。在横跨3州的地方，一座恐怖的大阵不知何时已经布下。每个从极北之地南下的人修们都神色惊骇的被挡在这座大阵外，屡次破阵却无法成功。不过1日，太华山的广灵子尊者和神剑宗的太上长老见笑，齐齐来到了明州外。2人身后是太华山和神剑宗的精英力量，他们望着那手执玉牌挡在自己面前的精英妖尊，纷纷沉了脸色。广灵子上前一步：“金蚕老祖，你可敢与本尊一战？”大阵内苍老丑陋的白发妖尊桀桀一笑：“本尊并不会信你的激将法。130年前，我们那场大战还未分出胜负，你如今竟不敢接受本尊的邀战，你是畏惧了本尊。广灵子，今日你休想过了我这道防线，你便看着吧，3日以内，你们人族的云州必将覆灭，魔域也休想逃脱。”哈哈，放屁！老子把你打到服气为止。二话不说，广灵子翻手取出法宝，直接轰上了那座稳固的大阵。然而这座天晴破海阵威力无穷，以3州大小不开的天晴破海阵岂是那般好破坏的？广灵子尊者攻击了足足1个时辰，这大阵也只是松动几分，并无任何异常。广灵子双目一缩，忽然停了攻击。你们杀了多少妖兽？金蚕老祖身子一震，本尊并不懂你在说什么。广灵子哈哈大笑，能不开这样的一座天晴破海阵，必然用上了无数的妖兽血骨。妖族果然全部都是畜生。金蚕老怪，你就是个老畜生，你又丑又胖，修炼1万余年也不过大成后期的修为，你只剩下5000年便要死了，你还不敢与本尊一战，缩在你的龟壳里，你就是知万年的王八。哈哈哈！给本尊闭嘴！话音一落，一道金色身影便冲出大阵，直直的与广灵子尊者对上。天晴破海阵的阵眼由金蚕老祖的手下继续开启，但是这金蚕老祖却与广灵子斗上了。金蚕老祖乃是第7海海主，地阶妖兽，
实力极高，相当于人类的大成后期大圆满。二者一经对上，便如同天地相撞，巨大的灵力撞击令整个空间都在颤抖，周围的山峰崩塌无数，碾压似的将这片区域化为狰狞的地狱。与金蚕老祖相比，广灵子似乎非常轻松。妖兽寿命极长，然而却很难修炼，经常会遇到瓶颈。这100年来，金蚕老祖几乎没有长进，广灵子尊者却实力有了进步。锐利的灵力化为一只雄鹰，呼啸着向金蚕老祖冲来，气势压迫，好似小山。金蚕老祖抬手一挡，整个人便被压入大地之中。广灵子一脚踩上去，给老子把这个破阵打开，否则老子就宰了你这王八！金蚕老祖虽然已经被广灵子尊者擒住，但是却并不慌张，他桀桀的笑着：“本尊还怕了你不成？你要是真能杀了本尊，便上来试试。广灵子，你就亲眼看着那云舟破灭，魔域血流成河吧！”又是一场大战再次开启。广灵子尊者以一己之力拖住了金蚕老祖，令明州的天晴破海阵略微失色。见效，老祖便率领众人强行破阵，将上千人的灵力聚集在一起，与阵内的妖兽们进行抵抗。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潮州和岑州。顶尖的人修大能大多被困在了三州与极北之地之间，无法往南前进。妖族一共派了5片海的力量，第7、第8和第9海的力量全部用来维护这座天晴破海阵，另外2海的力量则与3州背后想要进行支援的修士力量对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将人族大能拖住。人族从未如此被动过。玄灵子被困于极北之地，大多数顶尖修士也都在极北之地，而且极北之地还面临着随时可能再发生灾祸的险境，同时魔尊也闭门不出，潜心修炼。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妖族几乎出了全族力量，进行了一场快速的突袭。明州外又是一次被擒，金蚕老祖浑身是伤，被广灵子掐住了脖子。此时金蚕老祖化为原形，变成了一只足有30丈长的巨龟，他挣扎着想要逃回结界内，广灵子却一脚踩住了他的龟壳。广灵子问道：“老王八，你开不开阵？”仿佛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金蚕老祖神色一变，骂道：“本尊便是死，也绝对不开。”广灵子冷冷道：“你们到底在孕育什么阴谋？”金蚕老祖却是哈哈一笑：“你这无知小儿，当真是愚蠢！我妖族的阴姬大人的谋略，又岂事儿等可以参透的？”当骆剑清跟在玉清子尊者身后来到明州时，见到的便是广灵子尊者一脚踩住巨龟的场景。这头巨龟傲慢嚣张，将自己缩在了龟壳里，广灵子尊者即使擒住了他，也无法将其击杀。听着巨龟的话，骆剑清不由蹙紧了眉头。如今妖族以岑州、明州、潮州的重层山脉为线，布下大阵，挡住了南下的顶尖修士的去路，同时还耗费周折，派了2海的力量，挡住了想要从自己背后北上反攻的人修。据广灵子所说，这天晴破海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大阵，这一次妖族定然死伤百万。因为横跨3州的天晴破海阵需要滔天怨气和无尽血肉才可布下，而且还必须得是同族人的血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因果之力。妖族牺牲这么多，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阻止住顶尖人修的支援？若真是那样，为何一定要在岑州、明州和潮州这3处地方布下？要知道，岑州是归元宗的大本营，明州和潮州则是飞花宗的大本营，在这些地方布下大阵，定然会与归元宗和飞花宗直接对上。妖族阻挡人修南下，妖族屠杀云州，妖族从13海攻上了魔域，妖族骆剑清猛然站起，惊骇地看向一旁的广灵子尊者，问道：“师伯，您刚才说什么？”广灵子尊者先是一愣，在场的其他大能也诧异地看向骆剑清。以骆剑清的修为，其实不该进入这个场合，然而他却是太华山的大弟子，同时也是被困的玄灵子的徒弟，因此才有了这个特权。广灵子想了想，
道：“我方才说，我们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如今看似是妖族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其实我们人族也将他们包围住了。如今的战线一共分为4段，13海以外一直是妖族大本营，这个暂且不算。魔域、云州、岑州、潮州和明州都是我人族领域，魔道宫、归元宗和飞花宗正在这几处地方与妖族大战。鹰姬放了5片海的力量布下大阵，阻挡我们的去路。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也拖住了他们5片海的脚步。”说完这些后，广灵子一手指向了岑州方向。若是以我们加归元宗的力量，从岑州突破，便能一举打破僵局。明日断魂宗的人便会来了，到时候便让他们在明州和潮州下手，声东击西。广灵子尊者外表粗犷，却心思极细。这世上的任何一场战争，若不是有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控制全局，其余任何时候都要讲究策略。除非你能够一掌将敌人全部拍死，否则在绝对力量之外，谋略更是决定一场战争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听了他的话，骆剑清却轻轻摇了摇头，神色严肃地看着他。广灵子尊者慢慢蹙了眉，问道：“剑清，怎么？你觉得不好？”蜻蜓的眉峰早已皱成一团，骆剑清伸手指向了一个方向，语气肃穆地说道：“妖族为何要花费周折抵挡住我们？我认为这看似是不想让我们去支援云州，让人族的顶尖大能都被困在冲州和极北之地。然而事实上，布下这座大阵的代价相当高，妖族也不可能维系多久，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困住我们多久。”广灵子道：“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在拖延时间，而拖住人族顶尖大能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何要屠杀云州？因为要将云州变成妖族的领域。为何要布下大阵？因为要阻止人族修士支援。待大阵撤离后，想必他们便会全部撤退到云州，死守云州。”广灵子诧异的睁大眼睛，可是为什么？遥远的妖境中，妖娆美艳的妖尊轻抚着嘴唇，低低笑着：“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4大妖尊中的浩明点点头，道：“我已经被你安排了要去魔域了，你倒是说说，平白无故干什么花费力气，还要布下天晴破海阵？这次可死了不少同族，据说底下怨气不少。”殷姬柔媚一笑，抬眸道：“你不想杀了小千秋？”浩明挑眉：“若是真能杀了他，100年前我便会下手。”殷姬笑了：“玄灵子被困在极北之地，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待我屠了那云州，13海便与云州一起，将他魔域夹在中间。从此以后，魔域便是我等的囊中之物。你1日杀不了小千秋，2日杀不了他，那1年、10年、100年呢？”浩明倏地怔住，只见殷姬缓缓起身，浅绿色的纱袍随之滑落，露出了凹凸有致的身躯。她看似美貌，说出来的话却很辣如毒蝎。只要2族战争不停，魔域便永远被我妖族围困。魔千秋一死，就是那玄灵子再从极北之地出来，也再也挡不住我妖族大军。到那时候，我等4人将玄灵子缠住，我100万妖族大军便可轻易灭了他人族。妖境内，殷姬笑意阴冷，明州外，骆剑清面色严峻。2人异口同声的说道：“一切只为夺下云州，困住魔域，趁虚而入，击杀魔尊。3日以内，妖族攻下大半云州，人族退守到云州最南方的最后都城，死守于此。”归元宗的佛修们第一个赶到，300位佛修端坐于城门上，念诵金刚咒。袅袅梵音在天地间回荡，一道坚硬强悍的结界阻隔在妖族的10万大军面前，令他们无法再前进一步。战局立刻僵滞。然而僵滞住的不仅仅是云州战场，岑州、明州和潮州的重藤山脉外，人族与妖族展开大战。妖族以天晴破海阵作为强韧的防线，就算人族仅剩下的9位大成后期大圆满的修士来了5位，也依旧没能破了这道阵法。当3天时间过去时，绵延曲折的重藤山脉已经无法阻挡住那滔天的血腥味。
人族亲眼看着结界内的妖族自相残杀，然后将死去的妖兽扔进维护大阵的阵法中，看着他们的尸体堆积成山，用怨气、血肉和因果将这天晴破海阵维持住。飞花宗掌门咬牙道：“若是凤司师叔还在，哪里由得到妖族得逞？天下最厉害的阵法大师，并非妖尊阴姬，也并非玄灵子魔千秋，而是那飞花宗的太上长老凤司仙子。120年前，凤司仙子就曾经破了一次阴姬的天晴破海阵，令阴姬被抓住，险些身陨。然而世上并没有如果。再过2天，除了留守山门的浩星子尊者外，太华山最后的2位尊者齐齐赶到岑州。挡在他们面前的是妖族第5海和第6海的大军，再往北则是布下了天晴破海阵的重藤山脉。人族被妖族分裂为2部分，隔山相望，无法汇聚。情况紧急，不容人多想。魔道宫的力量因为此次枯山崩塌的事情，已经大部分离开了魔域，甚至大多数人族大能都被困在了这里。若是时间一长，等不及妖族内部无法再维护天晴破海阵，人族恐怕就已经要失去云州，同时再失去魔域了。正是一筹莫展之际，火明子尊者却忽然得到了一条消息。他将众人召集过来，道：“虽说我们如今被重藤山脉阻隔，无法与外界交流，但是我曾经给我的弟子炼制过一样法宝。我们太华山的本命灯与飞花宗的本命花不一样，在你们飞花宗，只要是渡劫期以上的修士，都可以用你们的本命花在临死时留下一句话，可对？”飞花宗长老颔首：“不错，这是本门秘辛。”火明子尊者也不拐弯，说道：“我曾经为我的徒弟炼制过一块玉牌，只要他出了意外，玉牌便会自动破碎，他也可以将他的仇人告诉于我。但是前几日，我的徒弟亲手捏碎了那块玉牌，将一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了我。”骆剑清忍不住问道：“修痕师弟说了什么？”火明子尊者道：“得知了这一次的云州之难，浩星子师兄让我的师弟将太华山的一样秘宝带出来了。各位道友，在下不方便说出那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却敢保证，那东西说不定可以破了这天晴破海阵。”众人立刻激动起来。既然如此，那还不赶紧让南边的道友们直接破阵？是啊，太华山的文龙子道友和赵贤子道友既然带了重宝，那便赶紧破阵吧。见着火明子一脸犹豫的模样，神剑宗的剑啸老祖道：“你便放心，我等虽说在往日里或许不够齐心协力，但是此刻还是知道一些分寸的。太华山的秘宝，我神剑宗绝不眼红。”飞花宗掌门也道：“不错，我飞花宗愿立下天道誓言，绝不染指太华山的重宝。我归元宗也可以，云家也愿意。”到最后，白家老祖面色古怪的说了一句：“老夫也可立下天道誓言。”只剩下断魂宗还没有表示。只见那断魂宗的太上长老垂着头，一张沟壑遍布的脸便被埋在了阴影了，看不清表情。火明子尊者斜了鬼岩老祖一眼，并未吭声，只是拱手道：“在下犹豫的并非此事，而是文龙子师兄和赵贤子师兄无法使用那秘宝。”众人一片哗然。既然无法使用，那这秘宝到底有何作用？火明子也不再隐瞒，那样秘宝往日里只有玄灵子师弟使用过，100年前他曾用此物重伤了天妖尊，独绝天老。如今玄灵子师弟被困在枯山，世上能够使用那样秘宝的人便只剩下一个。火明子转过头，目光郑重地看着站在角落的俊美修士。骆剑清微微一怔，在场所有大能的目光全部转到了自己身上。他错愕地望着火明子，只见后者长叹一声，道：“剑清，只有你催动九连本心路，才将那样秘宝的效力发挥出来。”当日深夜，3道黑色的身影飞速地穿过夜色，窜入了重藤山脉。令人惊异的是，这3人穿过天晴破海阵的时候，大阵只是轻轻晃动了一下，并未有任何其他反应。3人快速地往前飞行，他们将自己隐藏在黑暗里，专门行走在偏僻狭窄的山涧中，甚至直接选择妖兽尸山进行穿越，为的就是避开那些巡逻的妖兽。
进入天晴破海阵是第一道大关，第二道大关便是避开这些妖兽，而那最后一道大关就是离开天晴破海阵。聚集在冲州的人修几乎都是顶尖大能，以他们的实力，想要穿过天晴破海阵绝对是一件天大的难事。然而天晴破海阵有一个算不上缺点的缺点，那便是他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骆剑清如今是出窍中期大圆满的修为，若是有2位大成期的尊者愿意为他耗尽灵力，帮助他欺瞒天晴破海阵，他再一路往南而去，便有5成可能可以离开。同样，如今刚刚出窍初期的佛子和不过元婴后期的云香，也是可以离开这里的。于是众人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3人，他们只有1个夜晚的时间，天色一亮，他们身上隐匿气息的佛珠便会失效，行踪会被妖族发现。2位大成期修士灵力枯竭，为骆剑清布下了一道小阵，还有3位大成期修士一起为佛子和云香布下这道阵。时间越久，这个欺瞒天晴破海阵的阵法便会磨损失效，他们要用最快的时间穿过第3道大关，离开天晴破海阵。东边的地平线上，一道浅浅的光芒渐渐显现。3人急速穿行，每当遇到妖兽的巡逻小队时，都会警惕地停下来，待对方离开再走，着实消耗了一些时间。一路上，骆剑清和佛子虽说行路匆匆，却神色平静。唯有云香一直咬着牙，即使穿越血淋淋的妖兽尸山时，也不娇弱的吭出一声，在有些时候走的甚至比骆剑清和佛子更快。又是10几头妖兽在前方行走，3人再次停了下来。即使停下来，云香也一直仔细的盯着那些妖兽，只要对方一走，他便赶紧前进。望着他这番模样，骆剑清沉默的低下了头，佛子也拨弄着手中的佛珠，轻叹一声，摇了摇手。然而这一次，那10几头妖兽竟然停了下来，似乎短时间内不想再走。这里已经快要离开重藤山脉，抵达岑州，只要再走100里，便能离开天晴破海阵。云香握紧了手心的一只小巧铃铛，他咬牙望着那群不挪窝的妖兽，许久后终于忍不住小声道：“他们里面最强的也不过是7阶，比你要弱。”骆剑清，我们出去杀了他们。骆剑清蹙了眉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通风报信的法子，能不出去招惹是最好的。倘若真的招惹来了8阶、9阶的妖兽，我们就麻烦了。望着东边渐渐泛起的鱼肚白，云香急得双眼通红。难道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下去？骆剑清一时哑然，继而移开视线。云香的眼里渐渐湿润，他目光复杂的看着眼前这个沉默不言的青衣修士。他自然知道骆剑清说的是正确的，如果他们不在天亮前离开，那他们只是有几率会被敌人发现，但倘若他们袭击妖兽不成，那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顿时增加了1倍。然而逐渐变亮的天色却让云香无法冷静，他盯着骆剑清，眼神慢慢冰冷，到最后竟然嗤笑了一声，模样像极了曾经那狂傲的红衣魔修，道：“是，你们都不急，但是我急。你们知道，就算来不及破开这天晴破海阵，早晚有一天他也会自己破开，因为妖族没办法一直维持这么大的大阵。可是现在不破开这个阵，死的不是你们太华山的人，也不是你们归元宗的人，而是我魔道宫的人，甚至是我的师傅。”佛子拨弄佛珠的动作缓缓停住，骆剑清抬了眸子看向云香，嘴唇紧抿。只见一滴眼泪从云香的眼中缓缓流淌下来，流过她白皙的脸颊，流入了那干涩发白的嘴唇里。他一直盯着骆剑清，就这么盯着，仿佛要看透他一样。我的师傅只剩下不足300年的寿命，他早晚会死，甚至他此生已经没了再突破的机会，但是我就是不要他死。你们死了是进入轮回，我的师傅死了就是361万世的畜生道。是，他死有余辜。云香转手看向佛子，你这个和尚说过，我师傅杀了那么多人，他便该受到这些报应。但是你可知道，这2000多年来，我师傅在2族战场上救过多少人？他年轻时为何会杀了那么多人？
你可有问过原因？他后来为人族做了多少贡献？你可曾看到知道？佛子永远噙在嘴角的笑意，随着云香的话一点点地敛去。云香忽然转手看向骆剑清，你是最没有资格看着我师父死的人。骆剑清，他若是死了，你便后悔一辈子吧。我师父此刻绝对抵挡不住妖族大军，他更不可能是天妖尊的对手。骆剑清，你一定会后悔的，你肯定会后悔，你一定会后悔。喉咙里有些发涩，骆剑清嘴唇翕动，不知怎的，脑中竟然浮现起了一道血色身影。3年前，他曾经去往魔域，见到了那位传闻中的魔尊。一切往事竟然在此刻成了虚影。骆剑清想要再回忆起魔尊的长相，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记清楚。对方的相貌隔了一层水雾，朦朦胧胧得看不真实。他越是回忆，便越是想起莫秋，完全想不起魔尊。骆剑清的脑中有些发疼，他很想开口询问云香，为何他一定会后悔。但是话还没出口，却听云香沙哑了嗓子，快速道：他们走了。下一刻，云香率先飞身出去，骆剑清和佛子紧随其后。3人眨眼间便穿过了刚才那道小山谷，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后，一只狼头妖兽跑到了他们刚才待过的大石头后，正要方便。突然，那妖兽鼻子一动，他再仔细闻了一会儿，不好了，这里有人族的味道，这里有人族待过。砰砰砰，3道震天的响声从骆剑清3人的身后响起，令3人脸色大变。那群妖兽果然有联络同伴的方法。骆剑清加快速度，身子如同离弦之箭，眼见着就要冲破大阵。佛子和云香的修为毕竟不如他，到最后骆剑清直接一手拉住一个，直直的就往外冲。大阵的终点已经可以看到，被挡在大阵外的人族修士也已经入了眼帘。骆剑清不敢懈怠，然而就在他们距离那大阵边界只剩下100米距离时，一只巨大壮硕的人头金狮挡在了他们面前，阻拦住他们的去路。这人头金狮高达30丈，当他低头时，一双巨眼有房屋大小，锋利的獠牙随着他的咆哮从口中显露出来，仿佛一把把巨大的尖刀。望着对方，骆剑清的心渐渐冷了下去，松开了拉住佛子和云香的手。人头金狮哈哈一笑，道：竟然有3个人族。大阵外，文龙子尊者大声怒道：石荣，尔敢！人头金狮转手看向大阵外暴怒的文龙子，反而冷笑道：文龙子，你这般紧张，莫非这是你认识的人？让本尊瞧瞧50多岁的元婴后期，70多岁的出窍初期，还有……声音戛然而止。这人头金狮双眼睁大，惊道：50多岁的出窍中期大圆满，你们3个都是人族的顶尖天才。骆剑清早已取出双符剑，佛子也取出佛珠，云香拿出了一串黑色小铃铛。然而这一切在这人头金狮的面前却仿佛是个玩具。第9海海主石荣，地阶斩铁金狮兽，实力极高，相当于人类大成后期大圆满。他的双眼在骆剑清3人的身上打转，一到云香身上时便道：如此年轻的魔修天才，还是个母的，你难道是魔千秋的徒弟？一到佛子身上时又说：你是个和尚，肯定是归元宗的。最后再一到骆剑清身上，本尊从未见过如此天才。便是那静离，就算他是龙族，也不可能有这般修炼速度。但是本尊曾经听鹰姬大人说过，人族中好像真的出了一个天才。莫非你便是那玄灵子的徒弟？骆剑清抬步上前，是又如何？这石荣显然是没想到骆剑清会这么坦荡的承认了，他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果然是玄灵子的徒弟。骆剑清说道：你为何不化作人身？石荣道：本尊为何要变成你们人族的模样？天道溺爱你们人族，任何妖兽进阶到最终都可化作人形，但本尊就是不喜欢。听着石荣的话，骆剑清一张清俊脸庞上都是警惕神色，但是额头上却有细细的汗渗出，
嘴唇也有些发白。他看上去像极了一个明明很害怕恐惧，却强装镇定的年轻人。于是石荣便没有发现，骆剑清此刻将右手别在了身后，大拇指在食指上有节奏的敲打着。天晴破海阵外，文龙子尊者等人早已急得开始攻击大阵，而在大阵内，骆剑清井井有条的与妖尊石荣交谈。这石荣看似斯文，语气中却带着对人族满满的不屑与鄙夷。每当看到骆剑清被他的话气得满脸通红时，他便会哈哈大笑。骆剑清一边气急败坏的好似被羞辱不堪，一边敲打着自己的手指。佛子和云香望着他的手指，两人都神色肃穆，捏紧了自己的法宝，似乎在等待全力一搏的时机的到来。骆剑清气得不行，他声音颤抖的说道：“你不许侮辱我师父！”这话似乎愤怒难忍，但是底气却十分不足。石荣摆着长长的尾巴，你也敢在本尊面前叫嚣？玄灵子那种东西，骆剑清双眼一红，仿佛失去了理智，拔剑便向这斩铁金狮兽冲去。他的剑上凝聚着青色剑光，很快在空中浮现出一朵淡雅别致的舞瓣青莲，带着一股压迫强大的气场。然而这一切看在斩铁金狮兽眼中都不过是小打小闹。他毫不在意的抬起前爪，打算直接将骆剑清给压下去。谁料就在此刻，刚刚一直未动的佛子和云香突然出手，两人一左一右向斩铁金狮兽攻去。云香摇晃中手中的小巧铃铛，刹那间魔气涌现，黑色的魔气顺着铃声往外传荡，变成一头凶猛的野兽。野兽咆哮着向斩铁金狮兽的左腿冲去，云香一掌拍向自己的胸口，顿时便是一口心血吐出，喷在那野兽身上，令他身上血色弥漫，形成一道道奇异的花纹。与此同时，佛子手指一弹，一串檀木佛珠便飞向斩铁金狮兽的右腿。佛子口中轻轻念诵着大般涅盘经，随着一句句佛语的吐出，佛珠上金光大作，一尊七处平满像的金色巨佛出现在半空中，法相尊严，佛光凛然。佛祖一只大手缓缓落下，拍向那斩铁金狮兽。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斩铁金狮兽完全没反应过来，骆剑清却身子一弯，双符剑从下而上的刺向金狮兽的眼睛，但是他自己竟然从金狮兽的身下滑了出去，往大阵外而去。轰轰！铃铛幻化的魔气野兽并未对金狮兽造成一点损伤，佛珠拍下的手掌也只是令金狮兽断了几根筋毛。但是佛子和云香却已经灵力枯竭，后者更是不断擦拭着唇边的鲜血，提防的盯着斩铁金狮兽。唯有骆剑清已经出了大阵，短短100米的距离，早在和这金狮兽说话时，骆剑清就一步步的走近，到最终已经只剩下不过30米的距离。他一直站在金狮兽的脚下，抬头与他说话，金狮兽竟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反而看着骆剑清被羞辱的模样，觉得十分有趣。其实以石荣的实力，骆剑清三人根本没有机会对他出手，只要他放出自己那大成后期修士的威压，骆剑清三人便会不战而败。然而石荣并未对骆剑清三人上心，那电光火石间的变化令石荣瞠目结舌，他没来得及阻拦骆剑清，可是他却已经挡在了佛子和云香的面前。斩铁金狮兽仰天咆哮，怒吼道：“你们竟敢欺骗本尊！”佛子抚着呕血的云香，一手按在他的后背，为他输送灵力。大阵外，骆剑清被文龙子尊者接住，他立刻转手看向大阵内的情况，却见那妖尊愤怒的盯着自己，但是却也只盯了一会儿，他便阴笑着转过身子，再次看向阵内的佛子和云香。此时此刻，旭日缓缓升起，将万丈光芒洒向大地。穿着浅色僧袍的年轻僧人面色平静的看着那妖兽，一张清秀脸庞上无悲无喜，只是安静的看着。而在他的身旁，黑衣娇俏的魔女擦了擦嘴角的鲜血，慢慢的直起了身子。能够催动法宝的只有玉霄峰弟子骆剑清，那为何要将佛子和云香也送进来？离开冲州前，火明子尊者望着骆剑清，这样说道：“万不得已之时，
你需要有人为你垫命，你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只有你才可以催动那样法宝，也只有这样才能破开这天秦破海阵。听闻这句话后，在场所有修士都噤了声，面面相觑。这般送死的事情，有谁愿意去做？若是真的被妖族被发现了，且不说送死的人能不能逃出升天，便是骆剑清恐怕也很难逃出去。这世上有几个石荣那样狂妄自大的妖尊？能碰上他算是骆剑清的好运，但是这运气却救不了佛子和云香。云香是主动上来的，能够与骆剑清一起前去的人，必须得是出窍期以下的修为。修为再高，便需要更多力量来掩饰自己的气息，穿越天晴破海阵。而且如果骨龄小，耗费的修为越少，能够维持力量的时间便更长。事实上，当今天下最好的人选是3个人：断魂宗的大弟子严肃，归元宗的佛子雨辰，以及白家四公子白吉。然而第一个站出来的却是云香。面对云香的选择，七洛没有阻止，秦归鹤却眼睛一红，不肯让他上去。云香却甩开了秦归鹤的手，只是一句话，便让秦归鹤无法再阻拦。50年前，师父将我从云州捡回魔道宫，若连我都能眼睁睁的看魔道宫被围困而不动容，那我为何不在50年前直接死在那场大雪里好了呢？听着云香的话，佛子长叹一声，上前一步。除他以外，严肃撇开脸去，白吉也抱枪长立，没有吭声。于是便有了如今骆剑清、佛子和云香的3人队伍。微弱的风从重藤山脉的山峰中吹拂下来，将云香的黑色纱裙吹起。他们的背后，越来越多的妖兽向这边围拢，似乎要将他们包围。而在他们的眼前，则是一头盛怒中的地阶妖尊。佛子与骆剑清只隔了一道浅浅的结界，两人对视许久。佛子先是笑了，他行了一道僧礼，道：“与骆道友相识多年，今日能解骆道友之困，却是一件乐事。”骆剑清哑了嗓子，竟然无法出声。佛子又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寂灭未乐。骆道友佛缘深厚，必然明白世间从无任何常法，此间规则错综万象，并不为生，也不为死，生便是死，死便是生。所以骆道友又何必流泪？”这时候骆剑清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竟已流了眼泪。一旁的云香见状，忽然笑了：“你们说的这般玄乎，不就是一场死吗？”骆剑清，没想到居然也会为我而哭。我很想知道，那一日莫秋死的时候，你可曾为他哭过？骆剑清轻轻颔首。云香扬起唇角，笑靥如花。他定然看不到那一幕，我便替他记住你现在的模样。等以后他迈入轮回之路去找我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他口中的小美人哭起来也非常好看，只比他差了一点点。这样的玩笑话并不能让骆剑清笑出来。他此刻已经无法去想云香话语中的奇怪之处，他早已来到了结界的边缘，睁大眼睛看着那成山成海的妖兽将他们2人围住，看着那暴怒的斩铁金狮兽一步步的走到佛子与云香跟前。斩铁金狮兽怒吼着：“你们以为本尊会轻易的杀了你们吗？”佛子微微扬手，一边拨弄着手中碧玉似的佛珠，一边上前一步挡住了云香。勇者入定关，身心所与尘。小僧名为雨尘，本便看清事物，目空无相。施主既然心生恼怒，不如便由小僧全部担下吧。金狮兽咆哮一声：“本尊要你们都死，要让你们不得好死！”佛子微微一笑，不喜不嗔：“阿弥陀佛，若施主执意如此，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云香被佛子挡在身后，正然的望着他与这斩铁金狮兽对话。佛子并未像骆剑清那样佯装，他从未欺骗这斩铁金狮兽的意思，他也知道对方不会再给自己和云香任何一个逃脱的机会。他只是如同每一日在佛像前念经一般，笑着说出一句句简单的寄语，仿佛说着自己这曾经平凡安宁的一生。就好像金狮兽一只巨脚踩下来的时候，佛子也没有再抬手抵挡。
那一脚下来的威压还未近身，便令佛子无力逃脱。他转身将云香击飞，两人短暂的对视一眼，再眼时一脚已经落下。云香的脸上早已是泪痕遍布，他想着刚才和善白净的脸庞，呆傻着不知所措。在那最后的时候，那个和尚对他笑了，只是极为浅淡的一笑，却好似隔了一世的距离，穿越时空的来到他的面前，专门为他露出这一抹笑容。佛子对他说：“小僧便是还给施主了。”刹那间，无数的画面涌入了云香脑海里。他看到自己深陷在一片尸山尸海中，地上是血，水里是血，好像连天空都是血。妖兽怎么会这么多？怎么也杀不完。他所在的那支队伍被妖兽骗入了一个陷阱里，被围困在一处山谷中，无法逃脱。杀到最后，他也不记得自己杀了多少妖兽，只知道一支100人的队伍里只剩下他和一个和尚。那和尚的身上也全是血，脸上破开一道口子，回首看他。云香高声问道：“你叫什么？”仿佛没想到云香会突然这样问，这白净清秀的和尚微微一愣，接着才笑着颔首，行了一个僧礼，声音柔和清雅的说道：“小僧名为雨辰。”自此，他便与这和尚联手，一路往山谷外杀去。然而，当两人即将离开山谷时，却遭遇了一次伏击。云香第一个出山谷，一眼便见到无数妖兽，他赶紧转过身子，用身体挡住了那道攻击，同时一把将那白白净净的和尚压在身下。他看见这小和尚错愕的望着自己，惊道：“施主，你……嘘！”云香手指一动，旁边的几具尸体便飞了过来，挡住了和尚的身体。他一边呕着血，一边说道：“他们并未见到你，你含着这颗丹药，他们应当无法发现你的气息。”和尚震惊的望他：“施主。”云香笑了：“我快死了，能活着一个便是一个吧。今日能与你联手走到这，也算是缘分。我名为云香，你这和尚若是有点良心，以后记得天天为我烧炷香。”和尚沉了声，良久，问道：“施主可有遗愿？”云香道：“你哪一日若是见到我的师傅，请告诉他一声，我这徒弟真是令他丢脸了。我的师傅名为魔千秋，你应当知道他是谁。”和尚又道：“只有如此。”云香沉默了会儿，凄然一笑，如同花谢，还有一个冤家。我气他结了亲，居然还骗我，于是便来到这里杀敌。现在想想，一切或许也是命中注定。哪日你要是见着他，可否也帮我为他带句话？和尚的眼中有暗光波动，他静了声，抿着嘴唇，没有再回答。云香却未曾察觉，只是自顾自的说道：“他叫李修尘。”雨辰！云香悲痛的大喊出声，奋不顾身的往前飞去。然而斩铁金狮兽的巨脚死死的踩在地上，浓稠的鲜血从他的脚底渗出，很快蔓延成了一片，将大地侵染成刺目的深红色。云香仿佛疯了一样，不停的用灵力攻击这斩铁金狮兽的巨脚。他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将身体里被搅烂破碎的东西全部都哭出来一般。明明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伤了这妖尊一分一毫，却用尽浑身气力不断的攻击厮杀。攻击到最后时，他已经用上了元神之力，每攻击一次，金狮兽还没有反应，他自己便呕出大口大口的血。金狮兽饶有兴致的看着这一幕，哈哈笑着。云香仿若未闻，仍旧送死一样的攻击着这头妖兽。他的攻击对于斩铁金狮兽而言只是挠痒痒，可是他却仍旧不知疲惫的重复着。黑色的纱裙被鲜血浸湿，云香姣好的脸庞上全是血液。他一边用尽元神之力攻击，一边仿佛梦魇似的呢喃着：“雨辰，雨辰，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喜欢他，我真的没有喜欢他。雨辰，你在哪里？雨辰，雨辰，雨辰，雨辰。”好像回到了过去的这些年，他悄悄的潜入岑州，来到归元宗下，摇响了曾经送给这小和尚的铃铛。这小和尚居然赶不下山，他更加生气，一个劲的摇铃铛，足足摇了一个晚上。到天色快亮的时候，
他才终于看见那小和尚。你为什么不下来找我？施主又为何来到这里？我来找你还不行吗？小僧蓬荜生辉。那你还不请我去你的屋子里坐坐？男女授受不亲。你又好像是一个月色清亮的晚上，他又偷偷跑到归元宗。那白净温润的和尚每每都是用无奈的目光看着他，拿他没辙，却又不给他一个答案。他终于恼怒，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月光下，白皙清朗的和尚神色复杂的望着他，行了一礼，声音悠长的说道：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小僧早已皈依佛门，施主又何必多此一问？娇俏明媚的魔女怒而出手，安宁温善的小和尚静静承受下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找他，再次见面便已是这次枯山之崩。今后真的再也见不到了吗？云香麻木似的不停攻击着，随着元神之力的耗尽，他的身体渐渐变冷，一头长发从发尾开始化为雪白，仅仅是一瞬间，青丝变白发，容颜依旧，却不见故人。坐在这样一滩温热的血泊中，云香木然的望着妖兽脚下的地方。他已经哭不出来了，只是呆呆傻傻的望着，口中一直念着那个名字，简单的2个字，却好像掏空了他的精神，让他痴傻的念着。雨尘，都说红尘苦，都说红尘累，却道一声红尘劫，若不是心甘情愿，又哪来的一道红尘劫？雨尘，隔着一层结界，骆剑清瘫软的坐在地上，望着那滩血水，好似又回到了数年前，他在院中见到了那位年轻的僧人。2人相见恨晚，促膝长谈，他便以为对方是一个温雅出尘的得道高僧。后来他知道这僧人还十分有趣，拍卖大会上，这人竟然如此不食人间烟火，魔道公一行，这人更是温雅风趣。佛子，沙哑粗粝的声音从骆剑清的喉咙里吐出，他猛地回首看向一旁的文龙子尊者，后者被骆剑清灼然的目光震慑住，只听骆剑清坚定的说道：师伯，那样秘宝是什么？文龙子先是一愣，没有立刻回答，骆剑清又问了一遍。文龙子立即翻手取出一颗青白色的宝珠，这珠子有骆剑清的手掌大小，通体雪白，泛着一层淡淡的青光。文龙子说道：这是太华山代代传下来的秘宝，叫做明光青玉珠，一直放在玉霄峰，很少被带出去。里面聚集了玉霄峰数代峰主的力量，虽说都不是鼎盛力量，但却是我太华山最珍贵的秘宝之一。骆剑清咬牙擦去了脸上的泪水，直接问道：如何使用？以你的灵力，暂且不能开启这颗明光青玉珠，但是有我、你赵贤子师伯，还有归元宗、飞花宗的几位长老联手助你。只要你用九莲本心路催动这颗珠子，我等便会将力量传送给你。你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将天晴破海阵击破。剑清，我认为你应当再准备一段时间，恢复好体力。接着再，师伯。骆剑清哑着嗓子，目光灼灼，我或许还来得及救他。文龙子尊者静了声，能再救，几乎是不可能的。文龙子尊者望着骆剑清，许久才道：你可知道，你若是失败了，明光青玉珠至少要再封存1个月，才能再次使用。我们承受不了你的失败。我绝不失败。青年坚定的话语令文龙子不由动容，他长叹一声，将手中的玉珠交到了骆剑清手上。众人围聚过来，骆剑清转身看向天晴破海阵内的妖兽们，他的目光扫过那成山成海的妖兽，扫过讽刺大笑的妖尊石龙，最后落在呆傻的云香和那一滩血水上。骆剑清咬了牙，催动其体内的九莲夺天路。他早已不再修炼九莲本心路，若是九莲夺天路不行，那他们面对的只会是失败。然而万幸的是，骆剑清感觉到自己的灵力顺利的探入了这颗珠子里，触碰到了藏在珠子中心的一些东西。文龙子尊者等人掐弄手诀，手指一点，磅礴灵力便涌入骆剑清的身体里。
结界内，斩铁金狮兽诧异的嗯了一声，转手看去，他只见那个被他一不小心放过去的人修，此刻正捧着一颗小小的珠子，珠子慢慢浮到了半空中。文龙子等人将力量灌入这人修的身体里，顿时珠子上青光大作。不好！斩铁金狮兽下意识的觉得不妙，赶紧转身向这边走来。他一松脚，云香仿似突然活过来一般，他爬也似的跑到了血泊中，一把将那浑身血污的人抱入怀里。这张曾经白净的脸庞上此刻全是血水，他无法温善的笑，也无法用这张嘴唇说出那些令他厌烦的佛语，但是云香却紧紧的将他抱入怀中，颤抖着身体念着他的名字。雨辰，雨辰，雨辰！斩铁金狮兽咆哮一声，直接飞出结界，他一脚向洛剑清踩来，却被早在一旁准备着的归元宗僧人拦住。妖尊石荣怒吼道：“尔等竟敢阻拦本尊！”拦住金狮兽的佛修，一个是大成中期，比他的境界要低了一等，另一个则是大成后期。金狮兽勉强也能算是大成后期大圆满，所以就算对方有2人，他也毫不畏惧。然而此刻2位僧人却双目通红，仇恨地望着这头妖兽。年轻一点的僧人早已咬紧牙齿，落下眼泪，年长一些的僧人却只是红着眼睛，目光平静地看着这头妖尊。恰恰是这看似平静的僧人，却让金狮兽心中一紧，脚下生寒。只见对方拨弄着佛珠，问道：“施主，当你踩上贫僧徒儿的身体时，你可有想过，贫僧也很想拦你？”金狮兽兽同意说：“贫僧在岑州隐居多年，从不在意那些身前虚名，只有这一个徒儿。他临走时，贫僧曾与他说，切莫大意。贫僧知道他从小听话，他没有大意，然而贫僧却只能站在这里，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你踩在脚下。”妖尊石荣身子一颤：“你到底是谁？”这头发花白的僧人抬眸望他，一双通彻的眼睛似乎能看清他此刻的心思。而石荣自然也没注意到，方才在他的脚踩上佛子的一刹那，这僧人便仿佛顷刻苍老，直接呕出了一口鲜血。僧人淡然道：“贫僧法号至善，乃是归元宗掌门。”轰轰轰！2位僧人念诵着佛经，将这粗鄙的妖兽困住。年轻的僧人见到妖尊被困，气愤的想要将对方击杀，谁料至善大师却拦住了他，平静道：“我等的任务是拖住妖尊石荣，如此便好，不可大意。”年轻僧人不敢置信的说道：“师兄，他刚才杀了雨辰师侄，您难道没有看到吗？”至善大师闭了闭眼睛，声音嘶哑的说道：“我已看到，你又为何再提起呢？”说话间，一滴泪水终于止不住的从眼角落下，湿润了脸颊。年轻僧人静了声，不再开口。另一边，人修大军与妖族大军对上，这些妖兽往日里都躲在结界里，死活不肯出来，此刻他们纷纷出来，想要阻止洛剑清众人施法，便被愤怒当中的人修们碰上。没有人可以接近洛剑清一分一毫，他催动着明光青玉珠，令其绽放出万丈光芒。当这光芒闪烁到某个节点时，只听一道微弱的嗡声响起，一朵青色的莲花从珠子上浮现，慢慢的飘到了半空中。这莲花小巧精致，轻飘飘的飞到了天晴破海阵的结界上，轻轻的碰了上去。砰！一阵可怖的波动从2者触碰的地方传来。洛剑清脸色一白，整个人倒跌半步，被文龙子尊者按住。文龙子急道：“剑清，你可以再坚持下去。”洛剑清抹了抹唇边的血丝：“可以。师伯，再给我更多的灵力。”好！众位大成期的修士再次将灵力灌输过去，令明光青玉珠上的光芒更盛。与此同时，那朵小小的青莲也更加凝练了一些，它疯狂地撞击着天晴破海阵，2者相撞时发出滔天巨响，令大地颤动。一方是以明光青玉珠破阵，耗费顶尖大能的灵力；一方是以天晴破海阵守阵，消耗上万妖兽的生命。双方再次开始了一场拉锯战。
在骆剑清的身旁，人修与妖兽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时不时的有鲜血喷溅出来，绝望的咆哮声和痛苦的喊声充斥着骆剑清的耳朵。所有人都在努力维护着他们，不可被这些妖兽近身，破坏破阵行动。半个时辰后，第五海的妖兽援军到来。再过一个时辰，第六海的军队也赶来此地。生命成了此刻最不值钱的东西，鲜血汇聚成河，每一刻都有人修陨落，每一刻也都有妖兽陨落。第五海与第六海的海主齐齐向骆剑清这边发起进攻。一位大成后期的飞花宗长老见状，立即离开了向骆剑清传输灵力的队伍，向这两头妖尊冲去。文龙子道：剑清，还需要多久？骆剑清咬着牙望着被妖兽包围的地方，在那里云香正艰难地杀戮着那些妖兽，保护住血泊中早已不成人形的佛子。师伯，至少还要1个时辰。这个天晴破海阵太过庞大，就算有明光青玉珠里各位师祖的力量，也需要1个时辰。文龙子蹙眉道：好，你继续。正在此时，那位飞花宗的长老被第五海海主一爪子击飞。传输灵力的队伍最后，飞花宗的另一位长老双目通红，立刻离开队伍。师妹，又是一份力量的离去。骆剑清脸色更加惨白许多，青莲撞击大阵的速度也更加放缓。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归元宗的一位大师也无奈离去，与那2位飞花宗的长老一起，3人终于阻挡住了2位地阶妖尊的步伐。这下子只剩下一位归元宗的大师，一位大成期的散修，一位苍家老祖赵显子尊者和文龙子尊者，5个人一起给骆剑清传输灵力。骆剑清的眼睛死死盯着大阵不远处正在费力斩杀妖兽的云香和躺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佛子。他明明知道佛子应该已经陨落了，却仍旧不肯接受这个现实，只是死死的盯着他们，直到佛子没死。骆剑清望着佛子轻轻动了一下的手指，激动的大喊出声。在他的身后，至善大师浑身一僵，转手问道：你说什么？骆剑清高声回答：大师，佛子没死。他真的还没死？至善大师直接道：师弟，你去帮助他们，这里有我便可。年轻的大师惊道：师兄，你一人怎么可能困得住这妖尊石容？快去！好。年轻大师的离去令困住妖尊石容的阵法略有松动，但是很快至善大师便将其稳固下来。石容愤怒的咆哮着，至善大师却面色平静的呕出一口心头血，手中多番变换，将其再次封在阵法里。这一口心头血呕出来后，至善大师面如金纸，身形微颤。而在另一边，有了他人的加入，骆剑清操纵明光青玉珠的速度更快了几分。然而此刻，他却见到云香被一头妖兽击穿了肩膀，云香瞬间倒飞出去，倒在了佛子的身旁。没有一点犹豫，他立刻爬起来，再次迎击上去，将包围住2人的妖兽一一击杀。又是一只妖兽砍断了云香的左臂，鲜血从断臂处喷溅出来，云香疼得浑身颤抖，却仍旧迎击。接下来是小腿被击穿，是手掌被碾碎。骆剑清的眼睛里被血色弥漫了，他眼睁睁的看着包围住云香和佛子的圈子越来越小，心中的犹豫只是一瞬间。骆剑清一脚跺地，顿时一朵青色莲花从他的丹田里飘了出来，直直的撞上这天晴破海阵。文龙子尊者惊骇的说道：剑清，这是你的元神？骆剑清根本没时间回答他，青莲元神触碰到明光青玉珠幻化的青莲的一刹那，两者合为一体。这种事连骆剑清都没想到，他本来只是想以元神之力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加快速度，谁料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骆剑清看着自己的元神代替了刚才的虚无青莲，明光青玉珠里的雄浑力量不断的支援他的元神，一起撞击这恐怖的天晴破海阵。轰隆隆，大阵被撞得不断崩散。骆剑清第一次感受到这样强大的力量，明光青玉珠里的力量
包括了他身后这5位大能的灵力，包括了珠子本身蕴含的数代玉霄峰峰主的灵力，此刻他们全部都涌入了骆剑清的元神里，令他好像一瞬间超越了出窍期，超越了合体期，超越了渡劫期，超越了大成期，甚至强大的好像超越了化神期，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境界。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感觉？骆剑清只觉得自己的修为似乎在上涨，但是却还远远不够。他离那个境界还很远，他需要更多的力量，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轰轰轰！骆剑清手掌一推，青莲元神再次用力的撞上了天晴破海阵。这一次，整个天晴破海阵都在疯狂地站立，然而青莲却不给他准备的机会。再一次的攻击到来，仿佛有一道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霎时间大阵破碎，骆剑清也擦去了唇边的鲜血，来不及召回元神，便飞向了不远处的佛子和云香。他飞得快，有人比他飞得还快。至善大师一掌把一头刺向云香的妖兽拍飞，他赶紧扶起了倒在血泊里的佛子，仔细一查，这才发现佛子浑身经脉全断，骨头也成了碎渣，血液已经几乎快要流光，整个丹田被那斩铁金狮兽的灵力碾压成了碎片。但是还有呼吸。至善大师一掌按在了佛子的心口上，磅礴的灵力便灌输进去。然而佛子的气息却还是在不断的减弱。很快又有归元宗的大师飞了过来，手指点在了佛子的眉心处，再次传送灵力。天晴破海阵的破碎令无数妖兽纷纷惊呆。第5海和第6海的海主互相看了一眼，二者双目一缩，直接往后飞去，竟然是不战而逃。另一方面，被困住了的妖尊石荣此刻也逃了出来。他不敢置信的看着早已破碎的天晴破海阵，庞大的身子不停颤抖，但是他却没逃，因为他知道他就算逃了，阴姬也绝对会要了他的命，他必须将功抵过。石荣眼睛一红，立刻转头看向人群中的骆剑清，但他并没有出手的机会，一道剑光瞬间划过，文龙子尊者和赵贤子尊者挡在他的面前，两人冰冷的目光落在斩铁金狮兽的身上，如同寒冰库铁，要将他击碎。文龙子尊者脸色冰冷，今日若不杀你，如何面对惨死的诸位道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玄天大陆上，人族终于破了这座天晴破海阵。岑州、明州和潮州大地上，人族立刻发起反击，展开了反攻战。尤其是在冲州，早已憋了一口气的顶尖大能们疯狂地宰杀妖兽，他们碾压似的将妖兽们击退，第7海海主甚至当日陨落。与此同时，谁也不曾想到，在魔域内，妖族大军已然破开了望都城中的天阶天魔大阵。他们势如破竹，一路上连破3座都城。当来到距离魔道宫最近的玉都时，这里的新任城主更是没有任何抵挡，早已弃城离去。仅仅用了3天，妖族大军便攻到了魔山脚下。为首的早已不是曾经的4位海主，一个粗犷威猛的大汉一脚踩上了魔域猩红色的土壤。站在魔山下，他哈哈大笑，高声道：“魔千秋，本尊又来看你了，你可敢出来与本尊一战？”来人，正是妖境4大妖尊之3，妖尊浩明。魔域境内，怕死的魔修早已逃亡云州，等待他们的是已经攻下云州大半土地的妖族。然而他们还可以依靠归元宗的佛修们所念出的金刚咒，暂时保住自己的一条命。此刻魔山上只剩下1000多位魔修，面对妖族的30万大军。魔修向来实力强悍，超越同境界的修士，但是他们照样不可能以一敌百，更不用说是面对数量超过他们300倍的妖族。守在魔道宫的魔修中，大多数已经受了伤，更有少数的一些魔修受了重伤，根本并没有战斗力。然而他们无法退缩，也不能退缩。距离妖尊浩明在魔山下叫嚣呐喊已经过去了1天。这1天内，妖族并没有完全的进攻上魔山，他们之中相当于人类大成期修士的地阶妖尊都十分悠闲的待在大军之后，
看着那些9阶以下的妖兽们疯狂地冲涌到了魔山，与魔修们厮杀。狂风也吹不散空气中浓烈的腥臭味，血液汇聚成河，如同蛛网蔓延在魔域红褐色的土壤上。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数不清的尸块，白骨嶙峋，血肉模糊，残忍到令人不忍直视。这一战，地阶的妖尊仿佛高坐在酒楼上的贵公子，他们喝酒吃肉，说笑着看着自己的军队碾压似的冲进魔山。而另一边，除了魔尊外，魔修已经全部冲入战场。魔道宫的魔修大能个个凶悍非常，然而他们从不万能。当他们杀了100头妖兽后，还有1000头妖兽；当他们杀了1000头妖兽后，还有1万头、10万头。魔道宫右护法秦思仪此刻穿着一身黑衣，站在魔山之巅，神色冰冷地望着不远处的5个妖尊。妖尊浩明以及妖境第10海至第13海的4个海主，这5位便是此刻妖族最强悍的力量。除了妖尊浩明，其余4个并无太大威胁，然而仅仅是一个浩明便足以威震全场战局。秦思仪沉默地遥望着浩明，手中的长剑上在阳光下闪过冷冽的光芒。他反手将一头冲向自己的无知妖兽砍成2截，最后倏地长叹一声，右脚跺地，整个人飞越了妖族大军，冲向那悠闲自得的妖尊浩明。浩明却不紧张，他手指抬起，直接夹住了秦思仪的长剑。浩明哈哈一笑，说出狂妄的话语：魔千秋为何不出来？莫非他真的是在冲击化神期？秦思仪手腕一动，一股磅礴力量便从剑身上涌现出来。这夹杂着魔气的剑气充斥在他的身遭，让他仿佛被黑气笼罩一般，显得有些可怖。他单手执剑，英俊脸庞上没有一丝表情浮动，冷静地说道：公主做什么事需要向你这等妖畜报备吗？浩明脸上的笑容一僵，他脸色一冷。下一刻，此地最为强大的2位大能便开始了一场惊天大战。轰轰轰！魔尊不出手，浩明和秦思仪便是此刻最顶尖的大能。只见秦思仪的长剑幻化成一条黑色巨龙，咆哮出漫天黑色烈火，喷向那傲慢的妖尊。浩明便翻手取出一座刻山印，此印变成万丈高度的巨山，将巨龙压制在山下。秦思仪掐弄手诀，千万条黑色魔龙如同闪电，直直地劈向浩明。浩明脸色微变，立刻刻山印缩小成了一粒石子，他双手在刻山印上一抹，这颗小石子顿时幻化成无数颗小石子，撞向那一条条魔龙。顶尖大能的战斗好似夺走了太阳的光辉，令天空时明时暗。这大战的波动已经令战场上无数的魔修、妖族陨落和受伤，于是他们暂且停下战斗。妖族退回领地，魔修们退回魔山，将整片战场留给这2位惊天大能，等待这一场大战的结局。短短一盏茶的时间，双方已经交手100次，不分胜负。妖尊浩明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地阶，而秦思仪在500年前才达到大成后期，最近200年才迈入大圆满境界。握着这把冰冷修长的剑，秦思仪一剑刺穿了自己的掌心，股股鲜血渗进了剑身，令这把剑瞬间成为了一把血剑，通体血红。狂风刮过时，还能闻到浓烈的血腥味。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剑指向天，顿时天地间雷云聚集。那浓密的雷云与往常并不相同，整片云层都是鲜艳的血色。秦思仪双目一缩，长剑一甩，倏地，一条条血色长龙便从云中翻滚出来，掀起可怖的飓风，刮向那粗犷苍茫的妖尊。焚天灭魔！浩明自然不敢大意，他长啸一声，忽然变成了一头3眼巨狼。这狼庞大凶猛，竟然只比魔山小了1寸。额头上的3只眼睛里汇聚着凶狠的光芒，尖锐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无一不彰显出其可怕的实力。当血色长龙一条条的冲向这巨狼时，只见巨狼一脚拍地，瞬间大地撕裂，一座座小山相继崩塌，遮天蔽日的石块山土凝聚在一起，变成了上百头野狼。
这些野狼嚎叫一声，疯狂地朝血龙冲去。狼爪将巨龙拍在地上，狼牙咬断了巨龙的脖子，秦思仪随之喷出了一口鲜血，气息陡降。今日本尊便将你的人头送给那魔千秋。话音落下时，一座巨山直直地向秦思仪砸来。秦思仪惊骇地望着这座巨山，抬剑便挡，谁料这山却一直将他砸向大地，他的剑不断地割裂山体，但是这山却好像永远割不完。当他终于再见到阳光时，却见不知何时，浩明竟然已经到了他的面前。这头高大强壮的三目青心狼一脚踩下，空间被他这撕裂般的一脚碾碎，时间在此刻好似静止。秦思仪抬起长剑，啪！电光火石间，一条血色长鞭拉住了三目青心狼的大脚，将他的动作生生遏制住。秦思仪惊愕地望着这条鞭子，他立刻转手看向身后，在见到那个血色锦袍的人时，他声音颤抖地喊道：“公主，您不可！你想将谁的人头送给本尊？”血红色的长鞭衬得来人的皮肤好似白玉，站在这头三目青心狼的面前，魔千秋就如同一颗石子般渺小，但是他轻轻勾唇，便令时间停滞，大地平静。不用言语，可怖的威压便压制住了在场所有大成期以下的妖兽和魔修，令他们无法喘气。浩明的右脚被魔千秋的鞭子缠住，他想要挣扎，却见魔千秋忽然松开鞭子。正在浩明疑惑不解时，一道血光从浩明的眼前划过，他的眼睛立刻被血色充斥。啊！你竟敢伤了本尊！这不可能！鹰姬说：“你的实力应当有所下跌。”他说：“你正在冲击化神期，不可能分心出来，只要一旦出关，就会受到反噬。为什么你的实力还有所提升？”浩明后退数步，左眼被鞭子抽出了一道血印，翻出血肉。魔千秋一身血红，手腕一扬，鞭子便将秦思仪拉到了身后。他的身体在浩明面前太小，可笑的像一个玩具。然而他仅仅是往前一步，浩明便不由自主的往后一步，左眼睛还不断的流血。精致面容上全是讽刺。魔千秋冷笑道：“本尊如何？你这头畜生也敢揣测？”浩明的眼中燃起怒火。200年前我们的那场战斗还未曾结束。魔千秋，你可敢与我一战？魔千秋手指一动，长长的魔鞭便被他收入掌中。一双妖娆的桃花眼在浩明的身上扫了几下，低笑道：“我和行威从未分出胜负过。你今日突然挑衅，不过便是想拖延时间。你觉得本尊会给你这个机会？”妖境的4大妖尊中，天妖尊独觉天老实力超绝，虽说并未跨入天阶，却无限接近于那个层次。在玄灵子跨入化神期前，他与魔千秋联手都不是独觉天老的对手，而在独觉天老之下，便是妖尊行威和妖尊浩明。魔千秋的实力介乎两者之间，与行威相斗，二者不分胜负；与浩明相斗，二者亦不分胜负。到了他们这个层次，若不是有压倒性的实力差距，想要击杀另一方实在太过困难。因此100年前的两族大战时，向来都是顶尖大能们互相牵制，寻找机会击杀对方，大成期以下的修士相互厮杀，争夺战争胜利。听着魔千秋的话，浩明哈哈大笑：“你就算不想给本尊时间，也不得不给。你杀不了我，我也杀不了你。既然如此，等行威来了后，你便等着被我们联手击杀。”浩明说的没有错，虽然行威此刻不知为何没有来得及赶过来，但是妖族拖延时间的策略却是相当明显。只要行威一到，他与浩明联手，魔千秋绝对会败于两者之手，陨落的可能性高达50%。然而对此，魔千秋却忽然笑了，一张艳丽嚣张的脸上全是浓浓的讽刺。他嘲讽地望着眼前这头粗莽的巨狼，红唇一吐，便是冰冷的话语：“畜生果然思维简单，天生愚蠢。浩明，200年过去了，你真当本尊杀不了你？”浩明心中一紧，你是想虚张声势？魔千秋敛去笑容，眯了眸子，
那便让你知道本尊是如何杀了你的。轰隆隆，天地颤抖，一道血色身影和一头巨狼互相冲撞，直接将整片大地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洞。这一战来得突然，秦思仪还未来得及阻止，魔千秋和浩明却已经用上了杀招，当真是不死不休。望着那道血色的身影，秦思仪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暗淡了几分，他捏紧了手指，布下大阵，让这场大战的波动无法波及到魔山。与此同时，天晴破海阵破灭，被困在冲州的人族大能们纷纷南下。这是一场无情的杀戮，人族大能们一道剑光飞过，妖族们的头颅便成片落下。然而大能们却不能太专心战事，他们加快脚步往南边去。骆剑清和文龙子等人早已赶到了云州，一路再往魔域赶去。他们与南下的顶尖大能们在云州碰上，双方联手反攻回去，将妖族们一路赶出云州。太华山、断魂宗、飞花宗、神剑宗，还有8大世家，已经数不尽的散修。除了留守岑州的归元宗外，一山四宗8大世家一起跨越岑州，往云州而去。其中，骆剑清跟在广灵子尊者、白家老祖和玉清子尊者等人的身后，先进了魔域。云州被妖族攻占了大半，想要真的全部反攻下来，需要一定时日，绝不是一天就可以解决的事。他们早已得知魔域此刻的困境，于是便组成了一支小队，先行前往魔域。归元宗的4位大乘期修士全部留在了岑州，为经脉尽断的佛子疗伤。七洛和秦归鹤等人自然是要赶往魔域的，然而云香却留在了归元宗。以他的实力，自然也不可能在那样顶尖的战士中贡献出力量，但是他却将自己的一支铃铛交给了七洛，跪地道：他为了我才变成如今这样，若是他死了，我又怎能独活？今日云香无法去见师傅，若师傅要责怪，便让他直接将云香的本命灵毁了吧。七洛神色复杂的看着云香，最终还是没带他走。一路上，这支队伍遇神杀神，遇妖杀妖。魔道宫大管事七洛脸色阴沉，秦归鹤也从不吭声。当广灵子尊者提及我相信魔千秋暂时还是可以应对下来，大家也不必担心时，秦归鹤望了他一眼，道：公主此刻不该出手，也不可以出手。广灵子叔弟一愣，但是秦归鹤却没有再吭声。当众人杀了挡住去路的一头9阶妖兽后，终于是进入了魔域。而此时此刻，他们也并不知道一战撼动天地的大战已经结束。一道狰狞的血口从魔千秋的左眼角一直滑到了嘴角，露出血淋淋的白骨和血肉。一半脸庞美艳到令人屏息，另一半脸庞却已经被毁成了夜叉。魔千秋的魔鞭缠在了巨狼的脖子上，滔滔魔气冲天起。如果说魔千秋全身是血，狼狈不堪，那浩明明显已经濒临死境。他浑身的骨头都被魔千秋打碎，巨大的身体上至少有3000道伤口，每一道伤口都可见白骨。而且血色的魔气一直不断侵蚀他的身体，他的腰丹更是被那魔气包裹住，令他无法动弹。浩明的牙齿断了4颗，他惊恐地看着踩在自己身上的血衣魔尊，不敢置信地说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强悍到这个地步？你不是没有突破化神期吗？你不是应该受到反噬吗？为什么？为什么？魔千秋疯狂地笑着，他的口中有鲜血流出，但是他却毫不在意地将其抹去。一双红色魔瞳盯在浑身颤抖的妖尊身上，他并没有回答浩明的问题，反而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的4个妖尊。你们这些畜生，可敢与本尊一战？4大海主齐齐一震，竟然无一人敢开口回应。浩明怒吼道：魔千秋，你杀不了本尊，你不可能杀了本尊！魔千秋闻言终于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下这头伤痕累累无力起身的巨狼，勾起红唇。1300年前，本尊与那太华山的臭道士一起夺走了静离的妖丹，从此他神志不清，修为大跌。浩明，当年你可是被静离踩在脚底下的一条小狗，你说本尊今日要是取走你的妖丹，不将其封印，反而把它碾碎，你会死吗？
浩明颤抖着大喊：“你做不到！你不可能取走我的妖丹！”魔千秋挑眉一笑：“你就这么不信任本尊？”浩明此刻哪里还有挑衅的想法，他只感觉那不断侵蚀自己的魔气好像更加活跃起来。他抖着身体求饶道：“魔千秋，魔千秋，你不可能杀我的！你若是取走我的妖丹，定然要费一番功夫。今日你确实击败了我，你的实力恐怕不比行为帝，但你若是要杀我，这实在太难了。”魔千秋渐渐收了笑，他将鞋子从浩明的脸上挪开，正当浩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他却忽然感觉到一道凶残狂暴的魔气向自己的心口冲去。不，妖兽的妖丹大多会藏于生命最本源的地方，比如心脏深处。1000多年前，魔千秋正是与上一任的玉霄峰峰主联手取走了静离的心脏，自此才令他失去妖丹，外貌改变，实力大跌。那时候浩明虽说对这件事看似愤怒，其实心中却十分幸灾乐祸。他眼睁睁的看着那条往日里冰冷优雅的龙变成了一个易怒痴傻的废物，实力也比他低。以往那静离虽说只是第一海的海主，却从来不会正眼看他一眼，将自己当作所谓的神兽后裔，与他们这些妖兽格格不入。但是这1000多年来，浩明以前受过对方多少的无视，他都全部羞辱回去。正是因为知道静离失去妖丹后变成了什么模样，浩明才会如此惊恐。如果魔千秋真的夺走了他的妖丹，如果他变成了像静离那样的傻子，那他……浩明撕心裂肺的喊道：“你不可夺走我的妖丹！”他确实不可夺走你的妖丹。一道淡漠冰冷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天地间浓烈的血腥味忽然减弱，清凉的水汽冲上了魔域这片干旱的大地。只听一道高亮的龙吟从远处传来，将红衣魔尊击退3步。狂风卷地，天空中的乌云被瞬间吹散，一条优美高贵的白龙盘旋着飞向了大地。白龙落地，幻化作人形，水蓝色的双眸里不夹杂一丝情感，俊美深刻的面庞好似天道雕琢，他抬步间的一举一态好似天底下最完美的规则，每一步落下便有一层涟漪拨开，白衣长袍，黑发卓然。他缓步走到了巨狼面前，抬手望向那个站在巨狼身上的红衣魔尊。魔千秋危险的眯了眼睛，静离也抬眸望他。两人对视片刻，静离忽然抬手，一道水箭刺去。不远处，第13海的海主颤抖着身体：“静离大人！” 12海海主惊恐道：“他找到他的妖丹了，他怎么会回来？”第10海海主直接往后退了一步：“静离大人竟然回来了！不，他怎么可以回来？”似乎听见了他们的话，一道水球忽然冲向了这4个妖尊，将他们包裹住。以他们的实力，想要冲破这水球，其实易如反掌。但是此刻他们竟然没有一个敢逃离，只是乖乖的缩在水球中间，看着那一白一红2道身影间的惊天大战。魔千秋向来出手狠辣，招招致命，然而令他们惊异的是，静离竟然出手更重。但是只要一想，他们便也能想到，以往静离出手都比较留有分寸，从不赶尽杀绝。但是他1000多年前被魔千秋和那太华山的吴萧子算计，失去了妖丹。吴萧子早已陨落，那他现在仇恨魔千秋是理所当然的。他应该也恨行为大人和浩明大人吧？这1000多年里，2位大人趁着静离大人神志不清，便对他百般羞辱，甚至还逼迫身为龙族的他。说到这，第10海的海主噤了声，不再多说。3000年前，那时候世间还没有魔千秋，更没有玄灵子。天下最后一只神兽名为静离，身为龙族，是唯一有成仙希望的妖尊。那时候，除了一位天阶妖尊，他的实力便仅仅次于天妖尊独绝天老，徜徉在天阶的门槛前，久久没有踏出这一步。若是说1000年前，为什么魔千秋和吴萧子要联手算计静离，夺走了他的妖丹，便是因为静离似乎要踏入天阶。吴萧子并非超品根骨，当时他的实力也不过是化神中期。若是让静离突破，
那局势便会对人族大大不利。所以吴萧子和魔千秋联手设下大阵，困了静离300多年，改变时间流速，令他在黑暗中待了1亿年，并且失去了自己的心脏。如今静离的实力超越了邢威，只低于独绝天老。魔千秋在刚才与浩明一战时已经受了重伤，此刻静离招要了他的命，于是当静离的手掐住了魔千秋的脖子时，这一切好似理所当然，又好似本该如此。魔千秋的嘴边流淌着鲜血，滴到了静离的手上。静离容颜冰冷，但是眼中却隐藏着一丝恨意，这抹恨意令他再也没有了曾经超脱世俗的高贵，反而好像被拉入了尘土之中，再也不是那个轻视一切的神兽。秦思怡沙哑的大喊道：“公主！”魔千秋好像没听到，只是低低的笑着，鲜血不断的从嘴角流下。静离冷冷道：“你的徒弟似乎被我杀了。”魔千秋哑着嗓子问道：“谁？”静离神色平静：“极北之地的封神海上，你的徒弟。”魔千秋闭了闭眼睛，唇边笑意更盛：“所以你要再杀我一次吗？”静离淡然道：“杀你很难，比杀邢威还难。”魔千秋道：“是吗？但我势必要杀你。”抬起那双冰蓝色的眸子，静离目光宁静的看着眼前已经重伤的仁修。他看似金贵雅致，但是身上沾染遍了的血，却已经让他无法再端着那副神兽的姿态。刚才的那场杀戮，几乎是他对魔千秋的一次单方面的屠杀。他用尽方法的在这个魔修的身上留下伤口，屡屡刺穿他的胸口，似乎要将他的心脏搅烂。此恨如毒，不飞灰烟灭，绝不罢休。静离抬起左手，手中妖力起伏，他缓慢的将手伸向魔千秋的胸口，然后突然穿透进去。源源不绝的魔气从魔千秋的身体里涌出，好像毒液不断腐蚀着静离的手。然而静离却没有松手，他在魔千秋的胸腔里摸着，终于摸到了那颗心脏，轻轻握住。秦思怡双目血红：“公主！”当骆剑清赶来时，见到的便是这番场景。3年前他曾经见过的那个魔尊，那个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的魔尊，此刻正被一个白袍男子压在地上，掐住了脖子。对方的手探入他的胸口，似乎已经抓到了什么，停住了动作。不知为何，骆剑清只感觉自己的呼吸停住了。那个白衣背影，他明明应当从未见过，他与魔尊也交情极浅，可是他却觉得心痛到仿佛撕裂，浑身的力量都被剥夺了。他好像看见了封神海上那个他并未见到的一幕。他不知道妖尊静离是怎么杀了莫秋的，但是他此刻却仿佛看见了莫秋被对方杀死的一幕。那头畜生会怎样杀了莫秋？骆剑清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当他找到莫秋时，莫秋外表看似完好，身体里的内脏却已经全部被搅烂，成了一团没有完形的血肉。不！骆剑清忽然飞身上前，他翻手取出明光青玉珠，手指一点，青莲便从丹田里浮现出来。骆剑清几乎没有犹豫，他耗尽了自己浑身的力量，催动了这颗明光青玉珠。就在他的气息即将衰败下去的时候，突然感觉到2股庞大的力量从自己身后传来。那是静离，他是静离。你要救公主，你一定要救公主。七洛和秦龟鹤早就得知明光青玉珠的威力，他们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灵力灌输到骆剑清的身体里，甚至骆剑清还感觉到一丝奇异的元神之力。他们竟然连元神之力也一股脑的灌输进来了。轰！骆剑清仿佛来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他将全部力量灌输到明光青玉珠里。他看到了这颗珠子里无数道灵力光束正在流动，他轻轻一碰，这些灵力就突然向他涌来。就在骆剑清情被蛊惑一样，不自禁的用灵力碰到了这些灵力光束时，七洛和秦龟鹤齐齐被震飞出去。只见明光青玉珠上忽然涌现出2道光芒，第一道直直冲向静离，后者并未在意，随意的抬起右手便要阻挡，谁料这力量却穿透了他的手掌，
将他击飞出去，而第二道光芒却直接从骆剑清眉心的青莲剑纹中钻了进去，他瞬间晕厥，被玉清子尊者抱住。玉清子尊者焦急地喊道：“剑清，剑清！”七洛和秦龟鹤察觉到自己的灵力已经亏空了一大半，然而他们并没有时间仔细巡查，他们赶紧飞过去将魔千秋带走。静离赶紧飞身过来，谁料广灵子尊者和白家老祖等人却拦在了他的面前。广灵子尊者脸色一沉：“妖尊静离，我们五人虽然实力不如你，但是你也受了伤。我看你的修为并不算多么稳固，想来也才刚刚找回你的妖丹。你应当知晓刚才那颗珠子的厉害，不如今日就此结束，我们改日再战。”静离沉默良久，他眉目微冷，淡淡道：“交出魔千秋，本尊不再管此次两族战事。”一旁的白家老祖闻言一愣，眼珠转动。广灵子却冷笑道：“做梦！魔千秋是我人族的魔尊，凭什么将他交给你？你若要战，本尊陪你一战，就算本尊灵力耗尽，今日也要用这颗明光青玉珠击杀你。”说着，广灵子尊者抬手将骆剑清怀里的明光青玉珠吸了过来。静离面色渐冷，俊逸脸庞上沾染着魔千秋的鲜血。他的视线在昏迷的骆剑清和渐渐远去的魔千秋身上各自落了一眼，最后再看向广灵子手中的那颗明光青玉珠，然后白袖一道高亮的龙吟声后，白龙飞天，转身而去。广灵子尊者顿时松了口气，他修炼的不是九莲本心路，自然无法使用这颗明光青玉珠。他刚才只是在诈静离，没想到静离居然真的相信了。勉强解决了这个可怕的对手后，广灵子尊者立刻看向玉清子，问道：“师妹，剑清这是怎么了？”刚才他反应很快，居然那么果断的就用明光青玉珠去救魔千秋了。不过刚才明光青玉珠是不是也袭击了剑清？他如何受伤了吗？玉清子尊者将灵石从骆剑清的身上收回，他看向广灵子道：“剑清确实有事。”广灵子紧张道：“什么？剑清怎么了？若是他出了事，我该怎么向玄灵子师弟交代？”玉清子尊者神色复杂的看向广灵子尊者，他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小声说道：“剑清似乎要突破了。”广灵子尊者这才松了口气：“我当是什么事？剑清在出窍中期确实待久了点，他此番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历练，危机突破是十分正常的。师兄，若是我说，剑清恐怕不止突破到出窍后期，可能要突破到合体期呢。”啊！四周天清，微风徐润，骆剑清感觉自己被包裹在一团温暖的热水中，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他浑身上下的毛孔都舒服的张开了，这种滋味令他忍不住的流连其中，感受着每一滴热水对自己的元神进行浇灌。这里到处都是温暖的灵气，轻轻一碰，灵气便自动的涌了过来，疯狂地钻入体内。一朵青色的小莲花在这样美好的温水中徐徐绽放，5片花瓣轻轻缓缓的舒展开来。当第6瓣花想要再展开时，仿佛遇到了什么困难，挣扎着难以再前进。这一切骆剑清并不知晓，他正在那一片温暖的水中流连忘返，根本无暇顾及青莲元神。然而即使没有骆剑清的指使，却有无数凝结成实质的灵气，用力的将第6片花瓣无声无息的推开了。花瓣绽放的那一刻，骆剑清整个人忽然清醒，他错愕的望着四周。只见这里是一个望不到尽头的无限空间，天空是雪白的，泛着一点淡淡的青色，大地是正方的锅底，依旧是雪白泛青。这里就是一个球形的空间，看不见尽头，因为或许就没有尽头；看不见外界，因为或许就阻隔了外界。只有无边无际的灵气充斥在这片空间里，想要攫取便可随意攫取，想要修炼便可随意修炼。这里实在太过美好，让骆剑清渐渐迷离了双眼，沉沦其中。数不尽的灵气向他身体的每一处经脉中钻涌进来，转变成灵力。
这些灵力洗刷着他的筋骨，冲荡着他的丹田，令那朵藏在丹田里的小青莲更加精炼圆满，连花瓣尖尖都开始泛着一点微弱的金光。如果能够一直留在这里，那该多好！如果能够就这么永永远远的修炼下去，或许就会成仙。骆剑清的意志渐渐沉沦，他情不自禁的低吟一声，缓缓闭上双眼。然而就在他即将真的闭眼的时候，他仿佛忽然听到了一声遥远的呼唤。剑清，语气低缓温柔，声音清冷如水。骆剑清的身子微微一颤，那声音又喊道：剑清。骆剑清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过了许久，仿佛真的再没了动静，又仿佛是积蓄已久。那声音在一声绵长的叹息后，再次悠悠说道：剑清，为师在枯山等你。骆剑清倏地清醒，他睁大双眼，赫然醒来，仿佛是溺水刚醒的人一般。骆剑清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身处在一间华丽奢靡的宫殿里，四处都是玄阶以上的法宝，以房间里最普通的桌子、椅子、窗户等物件联合在一起，布置下了一道堪称地阶的防御大阵。汗水将骆剑清的头发打湿，贴在他的脸上。骆剑清粗粗的喘着气，他茫然的望着这间屋子，之前的各种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他记得他是与广灵子尊者、玉清子尊者等人提前一步来到了魔域，文龙子尊者等人则留在云州，反攻那些侵占了大半云州的妖族。一路上，七洛、秦归鹤等魔道宫的人加紧速度，他们也只得全力跟上，终于还是赶上了。当他看到一个白衣身影将手探入魔尊的胸腔里后，他不由自主的崩溃，仿佛看到了莫秋被杀害的一幕，于是立即便用上了明光青玉珠。那时候七洛和秦归鹤是怎么说的？那是静离，他是静离，你要救公主，你一定要救公主。骆剑清身子一僵，倏地呆住。那人怎么会是静离？骆剑清曾经在封神海上与静离相处过一段时间，甚至还见过静离的容貌。静离拥有一张与他强悍实力极不搭配的天真脸庞，身材也并不高大，反而比骆剑清矮了一个头，看上去好似一个单纯善良的少年。可是昨天那人却截然不同。容不得骆剑清多想，他也知道如今不是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赶紧翻身下了床榻，往大门口走去。正在他走到门旁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在他的身后响起。骆剑清猛然停住脚步，转手往回一看，只见一本熟悉的蓝面书籍掉落在了地上。骆剑清脸色微冷，过了片刻，才抬步上前，将这本书拿在手中翻看起来。越看他的脸色越冷，越看他捏着书籍的手指便越紧。当他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手指间强大的力道直接将这本书撕裂。李修臣，李修臣！愤恨的声音在宽敞的宫殿里回荡。骆剑清站在房间中央，眼中凝聚着血色，他的嘴唇早已被自己咬得通红，甚至隐隐的有血丝渗了出来。骆剑清是用了极大的理智才压制住自己此刻想要立刻返回太华山，将那个无耻之徒千刀万剐的欲望。但是在此之外，他却根本无法忽视心中针刺般的疼痛。万丈断情崖上，冷风呼啸，长剑穿心。骆剑清已然记不清上辈子的很多细节，比如他完全忘了在被李修臣一剑穿心的时候，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自己又为何愿意义无反顾的放弃抵抗。然而他却记得，当他躺倒在地上，身体里的血液一丝丝的流尽时，他一直望着南方的天空。他望着那里，一直望着那里。他的手死死的握紧那把插在自己心口上的冰冷长剑，他的双眼一直凝聚在那里。他在等待，甚至可以说是临死前的最后期盼。他想看到那个人，看到那个将他逐出师门、决意杀了他的人。然后他没等到，于是当生命走到尽头时，他也未曾闭上眼睛，只是一直望着南边的方向，仿佛许下了一个无望的渴求。骆剑清从来都以为上辈子的玄灵子对自己有所不喜，直到他看到了这本书。
书上的文字冰冷无情，传递不出那时候的情景，但是骆剑清却好像透过这些冰冰冷冷的文字，看到了那样一个被鲜血充盈了的世界。书上说，他的师傅为他入魔，刹那间3000青丝化为白发，本命剑被他自己折断，以一己之力屠杀了在场上百正道修士。他一直抱着自己的尸体，他一直就这么抱着，然后以剑气指向李修尘。一个化神期的修士想要击杀一个筑基期修士，这应当是弹指一瞬间的事情。然而玄灵子没有成功。李修尘总是有千种万种的好运，他逃过了玄灵子的追杀，他一路从冲州逃到了极北之地，然后逃进了枯山。这样九死一生的地方，正常人都不会选择进入。然而骆剑清看到玄灵子连一丝犹豫都没有，便跟着闯了进去。然后李修尘得到了某样奇异的宝物，他顺利出来了。玄灵子被困在枯山5年，好不容易出来时，已成了天底下人人诛之的大魔头。李修尘修炼的真快啊，快到让骆剑清都不敢想象。在前面的3本书里，李修尘花了接近20年才修炼到筑基后期。然而在这一本书里，他得到了枯山中的一颗灵丹，一下子便跨越到了元婴期。书上是如何说李修尘呢？少年才俊，绝世天才。书上又是如何说玄灵子的？一招成魔，屠杀无辜。玄灵子真的入了魔吗？这是李修尘的说法。玄灵子并未进入魔域，也从没有与魔尊有过联系。当他从枯山出来后，他便直接攻上了太华山。那一天，玄灵子一人血洗了太华山。他仿佛疯了一样，杀了自己的师兄，杀了最疼爱自己的师姐，将太华山上的修士杀了6成，只剩下4成修士逃到了其他宗门，其中便包括李修尘。自此以后，玄灵子便回到了玉霄峰，终日住在上面。太华山一夜覆灭，被他自己的太上长老送上了灭门的结局。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骆剑清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师傅。那个人向来恪守礼仪，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人族，他将自己困在太华山100年。为了太华山，他从未感受过一丝乐趣，只是一日复一日的修炼在修炼。但是偏偏就是这个人灭了太华山。骆剑清不敢相信，那时候的玄灵子到底是什么模样？他只知道自己的师傅绝对不可能真的灭了太华山，而灭了太华山的玄灵子却也不是玄灵子了。玄灵子没有入魔，他只是疯了。骆剑清瘫坐在地上，望着那满地的碎纸屑，呆怔的望着。他的身体里开始燃烧起了一股烈焰，瞬间便引起了熊熊大火，将他的世界点燃成了一片火的海洋。师傅，沙哑粗粝的声音仿佛从砂纸上磨过一样，嘶哑难听。骆剑清缓缓伸手摸上了自己的脸庞，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哭了。他的心好似被割裂成了一份份的碎块，每一块都鼓鼓的流着鲜血，为自己而哭，更是为上一世那个他从未理解过的玄灵子而哭。一个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的修士，竟然能为自己而疯魔。他竟然还一度疑心玄灵子，他竟然还曾经因此而产生下戏。骆剑清呆坐在地上，久久没有回神。1个时辰后，剑清，我进来了呀。清亮的女声从身后响起。骆剑清挥手便将满地的纸屑扫去，一把大火将全部纸屑烧成灰烬。他背对着大门而站，紧紧的闭上了眼睛，在睁开时已经恢复正常，连脸庞上的泪痕都全部擦净。骆剑清回过身，笑着说道：“师伯。”声音一出口，竟然有点低哑，所幸玉清子尊者并未发现。玉清子尊者见到骆剑清，便双眸一亮，高兴的走上前来，说道：“我本就知道你这次突破的可能性很大，却没想到能突破到这般境界。剑清，你已经昏迷了整整1个月了，连那魔千秋都醒了。你若是再不醒来，师伯可无脸去见你师傅了。”听到魔千秋3个字时，骆剑清心中一动，但是他却没有多问。他错愕的望着玉清子，赶紧的用灵石扫荡着自己的身体。当他看见丹田里的那朵6瓣青莲时，
骆剑清整个人呆住，他再仔细的探索了一下自己身体里的灵力，然后合体中期。玉清子尊者颔首，不错，确实是合体中期。你真是我见过的修炼最快的天才了，剑清，你必然已经占了天下的大半气运，此刻的你一定不要被他人夺走气运。若是你能就这般保持下去，或许你能在150年内化神。骆剑清支支吾吾的应下，他一直不敢置信的用灵石扫着自己的身体，似乎不相信自己一觉醒来居然真的突破了合体期，而且还一步登上了合体中期的境界。玉清子尊者带着骆剑清走出了宫殿，他说道：这1个月里，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你应当是受到了明光青玉珠的洗礼，得到了其中的机缘。明光青玉珠里的力量都是往代玉霄峰峰主的力量，和你自然亲近，你能获得他们的力量传承，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你的身体有利无害。骆剑清问道：师伯，那我是否需要停下来稳固境界？玉清子尊者忽然停住脚步，转身看向骆剑清，目光严肃地道：剑清，如今并没有人能给你时间停下来稳固境界。骆剑清一时哑然，只听玉清子尊者又说道：你师父如今还被困在枯山，原本恐怕只有魔尊才能进入枯山找寻你的师父，但现在以他的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现在云州上的妖族已经被赶走了一半，可是魔域的局势仍旧不容乐观。骆剑清蹙了眉：师伯。玉清子叹气道：魔山外除了几个海主外，还有3位大成后期大圆满的绝世妖尊聚集在了这里。妖尊浩明身受重伤，暂且不算，妖尊行威本就实力强悍，不容小觑。而那最后是妖境第1海的海主劲离，那1日你便是偷袭了他，暂且救下了魔尊，世上能与他相抗衡的，唯有玄灵子师弟和全盛时期的魔尊。说到这，玉清子稍微顿住了，他带着骆剑清来到一座巍峨雄伟的大殿前，轻轻伸手附在门上的一座阵法上。灵力从玉清子的掌心飘逸出来，他转手看向骆剑清：行威浩明不足为虑，阴机诡计多端，必须除去。劲离已经恢复实力，随时可能攻上魔山。然而如今最令人担忧的并非他们，而是那始终未曾出现的天妖尊独绝天老。大门吱呀一声打开，目前守在魔域的顶尖大能全部聚集于此。就在此刻，遥远的枯山山脉中，一道白色的身影终于睁开双眼，他的眼中瞬间闪过一道亮光，在细看时已经恢复正常。玄灵子垂眸望着悬浮于自己眼前的这颗小小的灵丹，只见后者似乎缩小了几分，但又好像没有太大差别，浓郁的灵力被灌输在这里面。玄灵子轻轻一碰，他便乖巧地钻入了玄灵子的那戒里。做完这一切后，玄灵子抬不出了山洞，他双目一缩，直直地望向西北角的某个方向。下一刻，身如闪电，一道白光过后，玄灵子便消失在了这里。他飞速地穿过群山，一路往西北而去，最终于飞到了枯山山脉最西北角的那座矮山。玄灵子神色肃穆，轻轻抬手，掌心附在了枯山山脉外一层虚无缥缈的薄膜上。轰隆隆，天空阴云密布，一道道粗壮如水桶的雷霆从天上砸下。清冷俊逸的白衣尊者抬眸望天，薄唇微抿，这张淡然俊美的脸庞上只有永恒不变的平静。他遥望着那一道道仿佛要将大地劈裂的雷霆，悠悠道：枯山再不拦我，你却欲借机拦我一次。天道，今日你拦不住我。自骆剑清有记忆以来，便一直听到这个名字，独绝天老。天妖尊独绝天老，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妖兽。他的修为并不算多么高，但是却从来没有陨落。数千年来，多少天阶妖尊都在两族大战中相继陨落，唯独他以区区的地阶境界一直存活到了现在。独绝天老的修为相当于人类的大成后期大圆满，却比魔尊要强。大殿之上，一身红衣的魔尊脸色还有点苍白，但是已经没有大碍。
只有一条浅浅的白色伤痕从左眼角滑落到了唇边，显然伤势还没有完全愈合。他说：“玄灵子目前还未出来，以我一人并不能挡住镜离，更不必说是独绝天老。”广灵子颔首道：“100年前是师弟一人拖住了3大妖尊。”魔千秋的目光在整个大殿里轻飘飘的扫了一圈，稍微在洛剑清这里停留了一瞬，接着道：“不错。玄灵子现在还未从极北之地出来，而镜离却已经找回妖丹。相比于妖族，我等确实属于下风。不过太华山的那颗明光青玉珠既然能够催动，那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白家老祖问道：“怎么说？”这次不用魔千秋出声，七洛便往前一步道：“妖尊浩明身受重伤，就算如今有所恢复，我也应当可以一人拖住他。而那妖尊行威，便交由其他道友对付了。至于其他4个海主，想必大家都可以拖延住，只要我们能够将镜离稳住，那便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众人全部应声答应。这无疑是此刻唯一的法子了。如今云州的战事已经快到尾声，怒火中烧的人族大能们疯狂地反攻回去，将妖族打得毫无反击之力。只需要再过10天，最多10天，他们便可以在魔域与众人集合。如今妖族并没有派兵马去支援云州，反而集中火力对准了魔域，其心显然就是想要趁着魔道公此刻孤立无援的时机，一举将其击破，最好将魔千秋击杀。既然定下了策略，那大家便各自回去准备。洛剑清正要走的时候，却被一道声音喊住。他转手看去，只见魔道公大管事七洛正望着自己，他轻轻弯身行了一礼，令洛剑清瞬间惊愕。他说：“公主有事想找阁下一叙。”七洛可是大成后期大圆满的顶尖大能，当今天下可排第6。他这样的态度令洛剑清不由有些受宠若惊。洛剑清揣着怀疑的心思，再次转身进了大殿。刚进门，便见一道血色身影背对自己而站，身形颀长。3年前，洛剑清第一眼见到的也是这个背影，但是与当年相比，此刻的魔尊明显更为清瘦几分，一身红袍空荡荡的，略显凄色。不知怎的，洛剑清竟然觉得喉间发涩，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两人便这样站着，从洛剑清的方向并不能看清魔千秋的神情，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渐渐的，洛剑清等不住了，他语气恭敬的说道：“魔尊前辈，你可是有事要找在下？”低柔的笑声瞬间传遍宫殿。正当洛剑清纳闷的时候，却听魔千秋看似随意的说道：“玄灵子的徒弟，3年前你曾来过这里，那时候你可不像如今这样拘谨守礼。”言下之意是，当年的洛剑清十分轻狂嚣张。洛剑清转念一想，便想起了当时的事情。那时候明明是这魔尊先在言语上有意打压他师父，他气不过，才为了维护玄灵子和太华山的面子，与这魔尊当面对上了，怎么现在又变成他无礼了？洛剑清抬了眸子，神色平静的说道：“前辈，天下皆知，在下一直恪守礼仪。”魔千秋问道：“你所恪守的礼仪，便是对着长辈也不用敬语吗？”洛剑清语气镇定：“若是前辈以长辈之礼对待晚辈，那晚辈自然会以同样的礼节对待前辈。”一句话便将矛头又抛给了魔千秋。大殿里久久寂静，魔千秋没有开口，洛剑清便也不说话。良久，只听魔千秋长长的叹了一声气，声音无奈，好似放下了什么东西。他说道：“这一次七洛告诉本尊，本尊的徒弟死了。他临死时只与你在一起，他可有什么遗言希望你带给本尊的？”魔千秋的态度十分平和，仿佛说的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是这话却让洛剑清整个人如遭雷劈，他脸色骤白，嘴唇翕动，最后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魔千秋又说：“你若是不记得，那也无妨。想来我那徒儿一向洒脱，他既然陨落了，也大概不会留下什么太多的话语。你不必为之耿耿于怀，他从未杀过人修，自然不会在死后。”声音陡然停住。魔千秋道：“他死后也只会重入轮回，
你无需愧疚。他有说过。青年沙哑低沉的声音倏地响起，令摩千秋身子一僵。骆剑清的身子微微颤抖着，他低着头，将表情全部遮掩住，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为我付出了什么。摩千秋淡淡道：那孩子总是胡言乱语，你别往心里去。骆剑清忽然上前一步道：前辈，莫秋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可否告诉我？对方突然就这样闯到眼前，令摩千秋整个人僵住。他立即转过身，避开了骆剑清的视线。然而他左脸上一道浅浅的伤疤还是落入了骆剑清的眼中，让骆剑清微愣。刚才众人都在时，骆剑清没有仔细瞧过。以摩千秋的修为，再加上玉清子的丹药，过了整整10天，这伤疤还没有完全修复，想来以后要完全修复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了。虽说这伤疤看不大清楚，修真之人也很少在意外貌，但是摩千秋躲避的行为却令骆剑清心生困惑，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骆剑清下意识地问道：前辈，您这是？摩千秋侧着身子冷冷道：浩明留下的伤不是那般好愈合的。太华山的骆剑清，你想管的事情太多了，今日本尊并不想与你再多说了，你退下吧。骆剑清道：前辈。摩千秋红袖一拂，骆剑清整个人便被击飞出去。然而他立刻运转灵力，九连夺天路，吸纳天地间的灵气，他又掌往地上一拍，便稳稳停住了倒飞出去的身体。摩千秋惊愕地望着这一幕，显然没想到自己随手的一击居然会被对方接住。骆剑清心中一急，不知怎的便道：前辈，您今日到底是想要与我说什么？和煦明亮的阳光从殿门外照射进来，骆剑清站在门旁，右手撑地，摩千秋站在殿内，垂眸望他。阳光只照射到了摩千秋的下巴，照亮那道伤疤的最下端，他神情宁静地望着这个焦急紧张的年轻修士，仿佛在看着对方身上勃勃的生机，又仿佛仅仅是在看这个人。掩藏在黑暗里的眼神缱绻无奈，到最后摩千秋徐徐地舒了口气。本尊今日让你前来，便是要告诉你，莫秋的死，你无需愧疚。他这一生过得很好，死后也只会再次进入轮回。他生前并无痛苦，死后更不会有报应，你自可安安心心的活着，不必为他愧疚任何一刻。前辈。话音落下时，魔尊抬起大袖，一阵风便将骆剑清吹出了大殿。他再想进去，殿门已经轰的一声关上，再也无法打开。第二日天色刚亮，魔道宫便发起了散攻。原本仅剩下的3000多魔修，再加上骆剑清等人这次带来的100精英修士，这些优秀的人族修士在魔山前与妖族们对上。他们无法以一敌百，但他们会耗尽最后一滴血，击杀更多的妖族。妖族大军中，无数9阶、8阶的高阶妖兽全部上阵，人修也不甘落后。很快，痛喊声与哭嚎声响彻天地，血肉在战场上纷飞，令这片本就深褐色的土壤更显鲜红。妖族大军中，第13海的海主朗声一笑，忽然施展妖法，顿时海啸来袭。魔山之上，神剑宗的某位长老冷笑一声，拔剑便上，与这13海主对上。紧接着12海主、11海主和第10海主齐齐上阵。人族大能们也从魔山上飞出，将这4位妖尊一一挡下。他们撕裂空间，在天空中掀起惊天大战。顿时魔山上只剩下了魔千秋、七洛、白家老祖、广灵子尊者、秦归鹤和骆剑清6人的身影。放眼对面，站在妖族大军正中的是一个清贵俊逸的男人。他穿着一身鹿草色罗绮长袍，一条浅蓝色的腰带系在腰间，黑发无风自动，碧蓝色的双眸里倒映着漫天杀戮，但却仍旧端着一副高雅金贵的模样，仿佛与这惨烈的战场格格不入。在他的身旁是一个佝偻矮小的老者和一个粗犷强壮的大汉，两人都敬畏地站在年轻男人的身后，与他错开半个身子的距离，似乎在警惕些什么。隔着一片修罗般的战场，
双方的顶尖大能便这般对视着。良久，那蓝眸男人忽然抬起右手，下一刻，他右手边的粗犷大汉便飞了出去。妖尊浩明哈哈大笑：“尔等谁敢与本尊一战？”浩明话音刚落，七洛便脚尖一点，轻飘飘的飞到了他的面前。在见到七洛时，浩明脸色微微一变，但仍旧毫不在意的嘲讽道：“就凭你，本尊还不看在眼里。鬼言呢？浩星子呢？那个谁，广陵子，你怎么也躲在一个女人后面？敢不敢与本尊一战？”广陵子站在魔山上，根本不理会那浩明的叫嚣。他翻手从那戒中取出一把长剑，剑指前方，道：“妖尊行威，给本尊出来！今日本尊便要斩了你的项上人头！”行威阴雾的脸上露出一抹难看的笑容，他桀桀的笑了两声，变成一道妖风，刹那间便幻化出了上百只乌黑的老鹰，冲向那持剑而立的广陵子尊者。这场战争直接引发。广陵子尊者、七洛、妖尊行威和浩明直接消失在了这片空间里。以他们那可怕的境界和手段，他们自然可以破开一道小世界，在里面打得畅快淋漓。别人可以听到他们所发出的惊天巨响，却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人族这里还剩下魔千秋、白家老祖和秦龟鹤三个大成后期大圆满的大能，妖族那里却只剩下一个第一海主妖尊敬离。妖族似乎人单力薄，面对不远处的人族大能，敬离神情淡然，并未看其他任何人一眼，目光焦灼的凝视在三人中间的红衣魔尊身上。他的眼神看似平静，但是却夹杂着无尽的仇恨，好似滔天烈火，只要点燃，便是粉身碎骨的地步。双方便这样对峙住了。烈烈风声中，敬离淡然道：“交出魔千秋，本尊承诺100年内不参与两族战争。”秦龟鹤立刻怒道：“放肆！”敬离仍旧没有看秦龟鹤一眼，他的视线仍旧停留在那个艳丽夺目的红衣魔尊身上，说道：“若你主动自爆，本尊也可承诺50年内不参与两族战争。”秦龟鹤回过头，焦急道：“公主，你可千万别听他的鬼话。这些妖畜从来都是信口开河，你不可以被他摆布。”公主。魔千秋却是勾起红唇，他的左脸上戴了一只轻巧的银白色面具，恰恰遮挡住了伤口。银色面具衬得这张脸庞更是白皙剔透。他抬手看向妖尊敬离，美艳的桃花眼一抬，嗤笑一声，讽刺道：“本尊要做何事，需要你这没心的畜生来指教吗？”此话一落地，敬离神色骤冷。失去心脏1000多年，这件事是敬离永远的刺。人修们都不知道他这1000多年来到底遭遇了什么，然而他却时时刻刻的记得这1000年来的每一分每一秒，记得他所受到的一切屈辱。敬离右手一握，轰！冲天巨浪倏地出现，秦龟鹤执起大刀一把砍去，将巨浪打散。巨浪顷刻间消失，然而一片汪洋大海却从天空中陡然升起。战场上无数的魔修和妖兽都惊恐的发出喊声，这片大海遮蔽了大半天空。从敬离的身后出现，他很快挡住了云絮，挡住了阳光，挡住了整片天空。洛剑清！魔千秋大声喊道。洛剑清转手向他看去，不知怎的，他竟然读懂了魔千秋眼神里的意思。他立即翻手取出了明光青玉珠，双指一点，温润的青光便从明光青玉珠的表面浮现。洛剑清高声道：“将灵力借给我。”话还没落地，一只温暖的手便附在了洛剑清的背上。他往后一看，只见那戴着银色面具的魔尊不知何时早已站在了他的身后，毫不保留地将所有灵力都灌输进他的身体。接着是秦龟鹤，站在最后的是白家老祖。三位顶尖人修的力量源源不断地钻入洛剑清的身体里，几乎快要将他的经脉崩裂。剧烈的疼痛从洛剑清的身体四周传来，令他痛苦地咬紧嘴唇，尽量想要藏住痛声。他体内的九莲夺天路以最快的速度在运转，小莲花也转动得好似要失去踪影，
三位人族大能以骆剑清的身体为媒介，向明光青玉珠里传送力量。轰隆隆，一道青色的光膜出现在了整个魔山之上，大海顷刻间落下，压在这光膜上，令光膜颤抖。骆剑清的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出鲜血，他哑着嗓子喊道：“还不够！”秦龟鹤高喊一声，将全部力量都传到了骆剑清的身体里。只见明光青玉珠上倏地青光大作，无数道灵光从这颗圆润的珠子上涌现而出，如同流星冲向了那无边无际的大海。破！这片大海应声而破，静离闷哼一声，抬袖拭去了唇边的一丝蓝色血液。他目光森冷地望着不远处的骆剑清四人，这才注意到中间那个毫不起眼的合体中期修为的年轻人修。望着骆剑清清雅出尘的面庞，静离的脑海里顿时浮现起1个月前在极北之地封神海中的景象。他脸色大变，忽然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模样曾经被骆剑清看到，眼中立刻闪过一丝杀意。一道清亮的龙吟在天地间破空而起，修长优美的白龙盘旋着冲向九霄，身影消失在漫天云雾中。它长约100丈，仿佛是由天道计算好的一样，身体的每一道弯曲都极尽自然的美感，一双青蓝色的眸子中倒映着广阔大海。然而仅仅是在一瞬间，这条龙从空中俯冲而下，直撞向骆剑清四人。破！骆剑清一掌拍向自己的丹田，小巧精致的青元元神便立刻飞了出来。这元神看似极小，但却毫无畏惧的往那条白龙撞了过去。无穷无尽的灵力从明光青玉珠中翻滚出来，帮着这朵精巧的青莲撞向了白龙。二者相撞的一瞬间，整个魔山都颤抖了2下。骆剑清的嘴角忽然渗出一丝鲜血，他的身体已经疼到无法形象，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仿佛被碾碎了一样。魔千秋、秦龟鹤和白家老祖3位大能的力量让他无法承受，可他必须得努力的运转九莲夺天路，接纳这些力量，用它们来催动明光青玉珠。正在骆剑清疼到即将崩溃时，他忽然感受到一阵清凉感。他诧异的转手一看，只见魔千秋左手抬起按在了他的颈后，将温润的元神之力传了过来，舒缓骆剑清的疼痛。见骆剑清一直望着自己，魔千秋嘴唇一抿，下意识的便道：“骆剑清，你看什么看？”骆剑清的心里忽然一动，他睁大双眼，颤抖着声音喃喃道：“莫秋。”魔千秋却是身子一僵，一掌再次拍向了骆剑清，用更加雄浑的灵力阻止了骆剑清接下来的话。天空中，狭长美丽的白龙与一朵精美的莲花不断相撞，二者发出的波动令整片大地都在不断抖动，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手。白龙长鸣一声，口中吐出遮天大海，青莲立刻旋转，幻化出一道巨大的莲花虚影，用磅礴的灵力变成花瓣，将整个大海都盛进了莲花之中。这一战打得天昏地暗，足足持续了3天3夜。渡劫期以下的人修和妖族已经暂时停战，但是属于顶级大能的战争却只是一个开始。100年前，玄灵子曾经与那独绝天老大战了整整10年，与那一比，如今不过是9牛1毛。谁也不知道被撕裂的空间中，广灵子尊者和七洛那边是什么情况。然而骆剑清这里却陷入了僵局。静离的实力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魔千秋的伤势还未痊愈，如今4人加在一起，也不过和静离堪堪打成平手。此时此刻，远在极北之地的枯山中，一道粗壮的雷霆被金色剑光碾压成了齑粉。白衣尊者缓缓抬脚，往外走出了一步，终于，玄灵子离开了这座困了他足足3个月的枯山。天空中的雷云已经开始消散，玄灵子目光冰冷地望着天上那一层厚厚的雷云，眼中闪过浓烈的杀意。但他也只是望了一眼，抬步便走，根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然而半日后，就在玄灵子即将离开极北之地的时候，一个苍老白发的身影却从远处走了过来。这人看上去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普通老者，一头白发长得极地，每走一步都是颤颤巍巍，好像即将到底，
但是他却穿过了玄灵子浩瀚苍茫的威压，一步步的往前，走到了他面前10丈的地方，这才停下。玄灵子眸色微冷，沉默的望着这老人，老人也抬手望他，两人对视一眼，老人先是拱手道：“100年不见，小友竟已突破化神中期。”玄灵子翻手取出了玄灵剑，剑上闪烁着淡淡的金光。他抬起狭长的凤目，随意扫了对方一眼，语气平静的说道：“100年不见，我也未曾想到，数千年没有进阶的独绝天老，竟然也进入了天阶。